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魏廷真气得暴跳如雷，窦家竟然敢威胁他。他直奔延安侯府，对媒人延安侯夫人道：成亲哪有女方家定日子的道理？我看这几个日子都平常，不如请了钦天监的重新选几个日子。平安侯夫人则委婉地道：男方请女方定日子本是为了图个亲热，何况我看钦天监选的这几个日子都不错。你父亲已经去了好几年了，你母亲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想必也盼着早一点抱孙子。有些事我看错不多就行了。又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道，现在满京都的人都说你看上了我们家清源，连你来家里做客我用什么茶招待你的都说得一清二楚。还好我是济宁侯的媒人，这要是搁在平日，我们家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汪魏两家本是世交，走得也亲近，魏廷真到他们家来串门，甚至是京都有传闻说魏廷真相中了他的女儿汪清源，延安侯夫人都没有放在心上，只当是那些吃了饭没事做人闲得发慌，直到窦家托了蔡太太来商量窦魏两家退亲的事，他才有所警觉，差了人一打听，这惊觉传闻的蹊跷，想着窦家肯定不会自己给自己抹黑，再联想到魏廷真每次来家里都要拐弯抹角地问起清源的婚事，觉得这件事就算是传言，这传言也有几分道理，不禁勃然大怒。本想推了魏家的媒人之事，又怕别人说他是心虚，偏偏窦魏两家的婚事又一直这么拖着，急得他吃不好睡不着，寻思着女儿年纪本来就有些偏大了，若是婚事被这件事影响可怎么办，这才催着魏廷真快点把魏廷瑜的婚事办了。魏廷真不知道延安侯夫人是否知道这件事是自己传出去的，闻言不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延安侯夫人就随手指了个最近的日子，道：7月半一过，天气就凉爽了，我看就定在8月4日好了。新媳妇进了门，正好过中秋节，一家人团团圆圆，你父亲在天之灵，看着也会跟着高兴的。魏廷真还想往后拖一拖，延安侯夫人却道：我年纪大了，又得帮着清源准备出嫁的事，如果和窦家的婚事你们还要商量，我看不如请了你们府上二太太帮着两边传话如何？魏廷真知道这是延安侯夫人在告诫自己，虽然心中有些无奈，但还是道：那我就回去跟母亲说说，请他老人家拿个主意吧。如此也好。延安侯夫人笑着端了茶，相比从前态度冷淡了很多。魏廷真憋着一口气去了济宁侯府，正巧碰到了蔡太太。蔡太太正和田氏说着话：是否不是，您老人总得拿上主意，这样一声不吭也不是个办法。窦家又不是非要和你们家结亲不可，不过是先人有了约定，不好随意作罢而已。魏家认还是不认这门亲事，您总得给个说法吧。如果还认这门亲事，窦家四小姐已经等了你们家侯爷4年了，你们家是不是要把成亲的日子定下来了？如果不认这门亲事，说着敲了敲放在茶几上一叠厚厚的礼单，既然是你们家不同意，那当初你们送过去的聘礼什么的，窦家就不用还了，可窦家送给你们家的礼，你们得双倍奉还才是。若是有些东西已挪作他用没办法回来了，折成银子也行啊。看见魏廷真走了进门，蔡太太哎呀一声打住了话题，笑着迎上前来，屈膝行了个礼，道：大姑奶回来了正好。您是个明白人，你们和窦家的亲事怎样？您好歹也拿句话，现在窦阁老还不知道汪家的事，什么事都好商量，时间一长可就不住了。窦阁老要是知道了，这门亲事可就由不得武太太了，说退那可就是要退的。田氏如释重负，急急地喊了声这儿。魏廷真安抚般的先冲着田氏笑了笑，这才脸色一沉，不悦道：这是谁在嚼舌根呢？是谁在嚼舌根我们不知道。蔡太太满脸是笑，说出来的话却能把人刺个窟窿。几年后给窦家五小姐写的纸条还在武太太手里，原本念着两家是姻亲，不提也罢，可两家既然要退亲了，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魏廷真觉得这种事传出去了，吃亏的是女方，算准了窦家不会声张，又气魏廷瑜行事鲁莽，狠狠地打了魏廷瑜一巴掌，具体的事哪还有心情细问。此时闻言，魏廷瑜还有张纸条在窦家武太太的手里，被气得两眼发花，只是没等他缓过神来，心疼儿子的田氏却声音急促地道：我看婚期就定在8月初4好了。娘亲。魏廷真又气又急，不由冲着母亲的喊了一声，却看见母亲脸色煞白，温和的眼睛里盛满了惊恐，他顿时一愣。田氏已道：真儿，你不要多说，这件事我做主了，日子就定在8月初4。说着朝蔡太太歉意地点了点头，道：还烦请蔡太太帮我们在亲家太太面前美言几句。蔡太太见达到了目的，
喜上心头，看到面色沉阴的站在一旁的魏廷珍，想到魏廷珍屡屡坏事的理不饶人地道：太夫人好说，只是不知道贵府的大姑奶奶怎么说。贵府的大姑奶奶可是个能干人，不仅能当紧国公府的家，你们家的事她也是说了算的。别我刚刚回去禀了窦家武太太，你们家姑奶奶又改变了主意，让我白跑一趟。你……魏廷珍听着又羞又恼，想反驳蔡太太几句，想息事宁人的田氏在拦在他之前道：自家的弟弟哪有不关心的道理？之前的事也是有缘由，现在既然定下来了，从前的事就不要说了。我们即日就会请了媒人上门正式下帖子。蔡太太笑吟夸了田氏几句宽容大度，性情敦厚，窦家四小姐能嫁进来是她的福气之类的话，看也没看魏廷珍一眼，起身告辞。魏廷珍跺着脚：娘，你不要多说，田氏不为所动，这个事就这样决定了。魏廷珍气得去找魏廷瑜，上前就拧住了比自己还要高半个头的魏廷瑜的耳朵：你这傻蛋，到底给窦家五小姐写了些什么？魏廷瑜咧着嘴：姐，您胡说些什么？我什么时候给窦家五小姐写东西了？你快松手，拧得痛死了。魏廷珍错愕，正色地道：你真的没给窦家五小姐写什么纸条之类的？弟弟从来不对她说谎。魏廷瑜发誓。魏廷珍这才知道自己和母亲当了当，他气咬牙切齿，在蔡氏在心里骂了个狗血淋头，琢磨着想个什么办法让那蔡太太出个丑才是，谁知道窦家的动作却出乎意料的快，第二天就送来了窦明的嫁妆单子，田庄、房屋、铺面、家具、香料、首饰、衣裳、药材，密密麻麻的写了一本小册子，怎么算也有2万两银子的样子。魏廷珍大惊失色，田氏若有所指的瞥了女儿一眼。魏廷瑜表现得更直接，道：姐姐，您以后别再说窦昭了，不管怎么说，她以后就是您弟媳了，我以后让她什么都听你的就是了。魏廷珍脸上红一阵子白一阵子的。回到景国公府，张明远也说他：我早跟我说过，看事情不要总看表现，这桩婚事要是因为你的缘故被拆散了，你不会觉得后悔吗？魏廷珍不甘心地嘟囔了2句，谁也听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可接下来他却再也没指责魏廷瑜的婚事。请媒人下请帖，预定喜棚，安排账房，婚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转眼间就到了7月底。接到请帖，陆陆续续地送来了贺礼，其中顾玉和汪怀清送了500两银子的礼金，把魏廷瑜的舅舅的200两礼金和魏廷珍的400两银子都压了下去。宋末更是在500两银子的礼金之外，另送了一座鸡翅木底座香罗殿的四季花开12扇屏风，一对杨之玉的福禄寿喜的杨之玉雕像，一对天然玛瑙双鹿，一对法发松竹松，这几件东西就超过1000两银子，让账房的不由啧啧称赞，私底下纷纷议论。难怪有人说英国公世子爷性子虽冷，为人却十分的豪爽。你看这礼送的，礼金是要对等的还礼的，可送出去的东西还礼的时候却可以斟酌着增减，显然宋末没准备让魏廷瑜还礼。魏廷瑜没有想到，有些诚恐。田氏反复地叮嘱魏廷瑜，以后送柿子的事你要上心才是。魏廷瑜不住地点头。张元明却眉头微蹙，与魏廷瑜的交情相比，宋彦堂的礼太贵重了。他想提醒小舅子一声，可看见魏廷珍拿着那对天色的玛瑙双鹿不住地赞叹真漂亮的时候，他把到了嘴边的话还是咽了下去。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只会杀风景。前3后5，8月初1，魏家开始搭酒棚试灶，迎接来贺的亲友。窦昭则回了静安寺胡同，他将在这里出嫁。武太太说相，王映雪出面主持钟馗下午。窦昭的舅母赵太太带着女儿赵章如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京都，段公义等人也悄然无声地住进了静安寺胡同。窦昭见了舅母和表姐，自有一番气魄，又有武太太、六太太给舅母和表姐接风洗尘，到一时间比那外院来送恭贺的还要热闹几分。晚上，舅母和窦昭睡在一张炕上，说着梯叽话，细细地问着魏家平时节气都送的是些什么年礼节，请谁做的媒人，迎庄的时候都会送些什么东西过来，林林总总的总了个详细。对于魏家的安排，舅母大致上是满意的，就是觉得魏家节气时送的礼有些小气，叮嘱他：你不要看这些小事，可见他们家平时过日子有些吝啬，大面上却做得十分漂亮，是个讲究虚名的人家。你在家里大手大脚惯了的，嫁过去之后就要留个心事了，什么事都不要出头，也不要拿主意。他们家跟着喝粥你就喝粥，他们家跟着吃面你就吃面，千万不要拿了自己的陪嫁来贴补嚼用。你是好心，说不定你婆婆还得你大手大脚下的不节俭，想吃什么想穿什么都忍着点。
也不要随便就拿了自己的陪嫁出来给夫家做面子，要知道这种事有一就有二。窦昭不由感叹，姜还是老的辣，只是这次舅母却看错了。魏廷瑜是个十分豪爽的，实在是囊括，拿不能出那么多的银子。上一世魏家娶她的时候抬了36台的聘礼，她嫁过去才知道那些多是田氏的陪嫁。这一世可能因为和汪清怀、顾玉一起做生意的缘故，这一世的东西置办得齐整多了。窦昭没准备嫁过去，自然也不会去和舅母解释些什么，想到舅母千里迢迢来送到她出阁，她心虚不已，舅母说什么她点头笑盈盈的称是，哪里还敢多说一句话。好不容易等舅母说话完了话，丫鬟扶侍舅母去洗漱，赵章如嘟着嘴抱怨，你比我还小2岁，都要出阁了，我的婚事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我真不想留在家里。窦昭听了暴汗，却无计可施。上一世他真不知道赵章如到底嫁给了谁，好在赵章如性情开朗，有感而发的嘟挠了几句，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接着他去看她的嫁妆，窦昭让甘露撑了灯，打开库房给他看。他拿着秉金镶玉的玉如意，啧啧称赞，这错金花纹可真漂亮。门口传来舅母的声音，那是你祖母的陪嫁，你姑姑出嫁的时候又送给了你姑姑，现在则是窦昭的了。赵章如朝着窦昭眨了眨眼睛，忙做出一副乖巧的样子，挽回了母亲的胳膊，甜甜的喊声一声娘，解释道，我就是好奇，来看看。舅母并没有生气，而是拿了那柄玉如意看了半晌，对窦昭道，你的嫁妆单子我看过了，窦家这点气度还是有的，你母亲的东西他们都保留得很好，一件没纳的全都上了礼单。窦昭冷笑，他一早就吩咐人把母亲的陪嫁和窦家宫中的陪嫁分别写了礼单，到时候他母亲的东西少了一件，窦、季、魏3家都别想脱干系。窦昭将那柄玉如意送给赵章如，对舅母道，算让三表姐沾沾我的运气，我让他们把这柄如意从礼单上下来就是了。上一世她殚精竭虑才嫁了魏廷瑜，这一世不想嫁人，却桃花不断，难道这种事也讲究无欲则刚？赵章如的婚事不顺是舅母的心病，闻言不再推迟，让赵章如给窦昭道歉，并道，我补一柄如意给你吧。不用不用。窦昭笑道，难怪表姐能看中我的东西，以后我看中了表姐的东西，表姐可不能小气就是。赵章如咯咯的笑道，这么说来我可就占大便宜了。两姐妹说说笑笑的，闹成了一团。舅母在旁边看着，也不禁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翌日，舅母带着赵章如去槐树胡同给二太夫人请安。素心悄悄告诉窦昭，二太夫人差了马俊家的过来给蔡太太打下手。窦昭忍俊不禁，马俊家的就是上次跟着柳嬷嬷去王家寒碜王许氏的那位媳妇子，据说口齿伶俐，连市井长大的庞玉楼都在她面前讨不了好。魏家发现新娘子换了人，肯定会和窦家理论，让马俊家的跟着蔡太太一起去送亲，打的是什么主意，已是不言而喻。第二天下午，魏家来催妆，120台嫁妆满满的，打头的和田玉符倒寿星翁，高有尺余，阳光下润泽通透，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到了正日子的那天，因二太夫人是双居，不能来观礼，窦昭由六伯母陪着，一大早去槐树胡同给二太夫人辞别。二太夫人笑盈盈地和他坐着说了会闲话，既没有离别的伤感，也没有叮嘱他些什么。待他临走的时候，才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让柳嬷嬷拿了对比翼一起飞的玉佩给窦昭做了天香。看样子大家都知道今天嫁过去的是窦明了。窦昭越发的镇定了，回到静安寺胡同沐浴梳洗。王许氏带着高氏、庞氏和王楠等过来喝喜酒。窦昭借口已经梳妆，没有出去拜见。高氏倒不以为忤，带了高明珠进屋来恭贺他。窦明陪在一旁，神色显得有些低落。窦昭不由凝视了他一眼，这才发现窦明也洗漱过了，乌黑的青丝梳得整整齐齐，不见一丝的凌乱。我嫁人，你也嫁人，我堂堂正正地坐在内室接受别人的祝贺，你却偷偷摸摸见不得你。两相对比，你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触？窦昭在心里问窦明，窦明却是看也没看窦昭一眼，陪着高氏出了房门。太阳落山，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大红的灯笼挂了起来，静安寺胡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笑语喧甜。窦昭已经装扮整齐，蔡太太端了莲子百合羹进来，窦昭一口一条羹，没几口那莲子百合羹就见了底。舅母呵呵直笑，对陪坐在旁的六伯母笑道，真是个傻孩子，只要象征性的吃2口就行了。又道，还好姑爷家离这里不远，不然我看你怎么办。
新娘子上了轿就不能落地了，一般出嫁的前几天就开始减食，到了出嫁的那天，只吃2个鸡蛋充饥。六伯母也呵呵的笑，拿了帕子出来帮她擦着嘴角，宠溺地道：少吃2口，小心落了妆。然后问随嫁过去的素心，我给你的荷包你带好了没有？等拜了天地进了新房，可不能像在有礼似的由着性子胡吃乱喝的，那里面装着几块点心，饿了就填填肚子。窦昭嘻嘻笑着应是。六伯母就对舅母道：你看他笑的，等会可怎么哭得出来？舅母和六伯母相视而笑，窦昭的眼泪却赖赖地落了下来。窦明待嫁的事只瞒着他最亲近对他最好的2位长辈，舅母忙将他揽在了怀里，哄着他：别哭别哭，这是喜事，哭什么哭？窦正昌的媳妇韩氏出现在的房门口：娘，玉桥胡同的2位太太都到了，五伯母说让你过去陪着做会。六伯母匆匆将帕子色给了窦昭，道：快别哭了，等会到了那边姑爷家的人还要看新娘子，可别到时候花着张脸。然后跟着韩氏去了花厅。蔡太太打发素心：你去看看小姐要带的东西都带了没有？有些东西要随着嫁妆走，可新婚之夜要用的一些东西却由贴身的押随带过去的。素心笑道：小姐让我留在家里，3天回门之后再跟着一起过去。蔡太太一愣，显然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纰漏，但她很快就想到了对策，低声对素心道：等会舅太太有话要跟小姐说，你先跟我出来。看来情况有变，他们安排了舅母跟自己说提几话。窦昭暗暗递了个眼色给素心，素心这才跟着蔡太太出了门。马俊家的随手把赵章如也拉了出去，舅母这才笑着坐到了窦昭的身边。本来这话应该由你母亲跟你说，说着眼神微暗，轻轻地叹了口气，随后又很快打起精神来，贴着他说些新婚之夜的事来。窦昭听着听着，脑袋有些昏沉沉的，他知道是那莲子百合羹发挥作用了。窦昭强打起精神，好不容易等舅母讲完了，蔡太太笑吟吟地走了进来。舅太太出来喝杯茶，也等我们四小姐喘口气，想个明白。舅母不疑有他，含笑着跟蔡太太出了门。窦昭已是上眼皮和下眼眦打架，他索性合衣躺在了床上。有人在他耳边喊着受姑，声音时大时小，时远时近。窦昭知道是那些人不放心，来试探他了。段公义就藏在厅堂的横梁上，他懒得理会，沉沉地睡着了。窦昭是被人摇醒的，他惺忪地张开眼睛，看见了父亲铁青的面孔。寿姑，寿姑，你怎么样？窦世英摇着女儿。窦昭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舅母、表姐、素心、五伯母还有柳嬷嬷等人都围在他的床边，满脸担忧地望着他。屋里灯烛明亮，四周静悄悄的，既没有丝竹声，也没有鼓乐声。想必窦明已经嫁过去了。窦昭思忖着，轻轻地摇了摇头，道：我没事。声音嘶哑，头像灌了铅似，有些难受。没想到这药还挺厉害的。窦昭想着，就看见屋里的人齐齐松了口气。窦昭挣扎着想坐起来，素心一个箭步上前扶了他，又手脚麻利地拿了个大银枕放在他的身后。窦昭依在了床头，这才发现六伯母不在室内。难道六伯母知道了这件事与季家有关，所以无颜见他？窦昭思忖着，舅母已含泪上前，坐在了床边，帮他掖了掖薄被，低声道：你刚才昏了过去，现在好些了没有？想不想吃点什么？说话间，赵章如接过丫鬟手中的热茶，递给了舅母，舅母转手给了素心，道：你喝口热茶润润喉咙。窦昭点了点头，素心服侍着窦昭喝了几口茶。窦昭感觉好多了。屋子里静悄悄的，众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虽然神色各异，但都是一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样子。窦昭也不知道自己此时应该有什么反应才是正常的，他只好问：我怎么会昏过去？舅母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却忙转过身去用帕子擦着眼泪。赵章如等人则垂下了眼睑。武太太看着就笑了两声，息事宁人般递上前道：没什么没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些日子心里太紧张了，你一不小心就睡着了。住口！向来温和的父亲却突然暴喝一声，打断了武太太的话，然后指着门口毫不客气地道：出去出去，你们都给我出去。窦昭惊讶地望着父亲，武太太很是尴尬，喃喃地喊了声七叔，道：您听我说，这完全是个误会。父亲却闭了闭眼睛，仿佛在强压着心头的怒火般，声音也低沉了几分，道：你们别逼着我说些难听的话。武太太又羞又愧，还欲再说什么，父亲却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大门，额头冒着青筋的大声地吼道：你们都没有长耳朵吗？
我说了，你们都给我出去，一句话没有说话，人却突然朝后倒去。爹爹！窦昭大惊失声，从床上一跃而起，扑到了父亲的身边。舅母也慌了神，顾不得男女有别，一面上前就掐了窦氏英人中，一面冲着赵章如喊道：快去请人来！赵章如哦了一声，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五伯母等一下子全围了过来，有的喊着七老爷，有的问着什么了，还有的大声地道着快把七老爷抬到床上去，屋里乱成了一团。济宁侯府正爆竹声声，锣鼓喧天。特意请了假从避暑行宫赶回来的宋墨有些漫不经心地坐在厅堂里喝着茶，听着顾玉和汪清怀聒噪，眼角的余光却一直注意着厅堂外的动静。来了，有人喊道。花轿进了门，厅堂里的人哗啦啦地走了一半。宋墨人虽没有动，目光却情不自禁地朝外望去。顾玉正说得起劲，见宋墨根本没听，不由伸出手来，在宋墨的面前晃了晃，不满地喊着天赐哥。宋墨转过头来笑道：我们也去看看新娘子去。有什么好看的？顾玉嘟嚷着，盖着盖头，什么也看不见。你要是真想看，等过几天，让济宁侯请我们到家里饮酒就是了。他们是魏廷瑜的好朋友，可以请新娘子出来拜见。顾玉继续着刚才的话题，这件事我看最好把沈清那小子拉着一起干。不过他这些日子和董琦走得很近，那小子不是什么好鸟，说不定打草惊蛇，董琦会怂恿着沈清中途截胡。天赐哥，你现在已出了孝期，就算是让人知道你和我们合伙做生意，应该也不打紧吧？如果董琦知道这生意有你一股，他肯定不敢乱来。宋墨这个时候哪耐烦听他说这些，起身就走。你去不去看热闹？你不去，我自己去了。汪清怀虽然和宋墨一起做生意，可多半的时间都是和顾玉打交换，和宋墨接触的不多。想着宋墨到底只是个15、16岁的少年，突然起了好奇之心也常理，遂笑揽了顾玉的肩膀，道：我也想去看看，这件事不如找个清静的时候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2票对1票。顾玉悻然地随他们去了厅堂。灯火通明大厅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红光满面的魏廷瑜望着身着大红色凤冠霞帔的新娘子，眼角眉梢都流露着无法掩饰的喜悦。他谨遵司仪的唱和：1鞠躬拜天地，2鞠躬拜父母，3鞠躬夫妻对拜。站在人群外围绕的宋墨望着被全服人扶着的新娘子，却露出愕然的表情。窦昭好像矮了一截似的，而且他的动作有些僵硬，没有半点平时的飒爽。他想到之前传出窦昭不愿意嫁给魏廷瑜的消息，之后又很匆忙地决定了婚期，难道窦昭是被迫的？念头闪过，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多心。窦昭手下既有谋士又有侠客，如果是被迫，别人不知道，以他的消息网，不可能不知道。或者是因为做新娘子有些紧张吧？宋墨思忖着，可随着新娘子的举动，那种不对劲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种感觉呢？宋墨眉头紧锁，目光紧紧地盯在了新娘子的身上。叔弟，他神色一紧。新娘子每次跪拜都要抓住全夫人的手才能站起来，好像腿脚不方便似的。宋墨拽下顾玉腰间的荷包就朝新娘子扔去。喂！顾玉捂住了腰，荷包已打在了新娘子的大红色绣的满面裙上。新娘子厚厚的高底鞋一闪而过，宋墨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他不是窦昭，那窦昭呢？他哪里去了？宋墨霎时心慌如鼓，他身边有陈曲水，有段公义，谁能动得了他？宋墨片刻也待不下去，他拨开挡在他前面的人就朝里闯进去，却被顾玉一把抓住。天赐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满头都是汗啊？宋墨不由抹了抹自己的额头，摊开手，手上全是水渍，那水渍好像一瓢冷水淋在了他的头上。魏廷瑜娶谁，关他屁事？他冲上去干什么？宋墨不住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要慌张，千万不要急惰，一切都等找到了窦昭再说。他不动声色地笑了笑，出了济宁侯府的正厅。没事，就是觉得有些闷热。仲秋的夜晚，清凉水如，天赐哥竟然会觉得闷热。既然如此，刚才干嘛有往里窜啊？顾玉在心里嘀咕着。宋墨笑道：你先在这里看着热闹，我出去转一圈，透透气就回来。静安寺胡同窦家，张灯结彩，随处可见大红的喜字。窦昭坐在床头，静静地凝视着昏迷不醒的父亲，低声地问素心：我父亲知道窦明代嫁与榆树胡同有关了。在他的劝说之下，舅母由表姐扶着回了客房歇息，武太太等人则被他晾在了厅堂，内室只剩下他和素心。素心点头，悄声道：您吃了莲子百合羹就昏了过去。不一会，魏家的花轿就到了，
武太太进来拉了舅太太和表小姐去看热闹，七太太就进来带着武小姐从后门进来，由蔡太太帮着换了衣裳，带了霞冠，直到接亲的人喊再不走就要耽个吉时了，蔡太太才放了魏家的全夫人进来关。武小姐低着头，由蔡太太扶着，匆匆去了厅堂。七老爷发现穿着嫁衣的竟然是武小姐，又惊又骇，半晌才反应过来，可蔡太太口里嚷着快，再不走就要误了拜堂的时辰。武小姐给七老爷刚刚行了个福礼，就被蔡太太等人簇拥着出了花厅。七老爷追了出去，却被七太太拦住，而且外面还噼里啪啦好大一阵爆竹，把七老爷的声音给盖住了。等七老爷赶过去的时候，花轿已经出静安寺胡同。七老爷当时就发作起来，当着众人的面扇了七太太一耳光，质问武太太到底要干什么。武太太连忙辩解，还忙喊了大少爷进来，让大少爷立刻赶到济宁侯府去，阻止武小姐和济宁侯拜堂。七老爷听了更加生气起来，说要不是有武太太帮忙，武小姐怎么可能带四小姐出嫁？别把别人都当傻瓜似的。还问武太太，这是武老爷的主意还是他自己的主意？舅太太和表小姐之前被安排在了厅堂后的小厅里，正和七太太一起等着您去辞别，见您走得匆忙，还颇有些嗔怪蔡太太考虑的不周全。听到动静赶出来，这才知道武小姐带您上了花轿，舅太太拉着七太太要找王家的人理论，要不是表小姐当时大叫一声受姑呢，只怕大家还在厅堂里争吵，所以父亲才会对武伯母那样的气恼。窦昭不由长长的叹了口气，大堂兄，他从小跟着武伯父，还不是怀村胡同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恐怕武伯母让他赶过去是为了坐实换亲的事，而不是为自己出头吧。窦昭沉默了片刻，道：你看见六伯母了吗？没有。素心摇头，六太太自从被11少奶奶叫过去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看来他们是用季家绊住了六伯母。窦明最后是否成功的带她嫁给了魏廷瑜，就看明天窦明会不会被魏家的人承认了。可不管怎样，她都有借口再也不嫁人了。宋墨慢慢地走出了厅堂，一阵夜风吹来，廊前贴着大红喜字的灯笼随风摆动，灯光朦胧，映着满地的大红色泡泡的纸屑，有种取散人尽的寂寥。他吩咐陈和，你去看看陪四小姐嫁过来的人都安置在哪里，把贴身的丫鬟给我找来。陈和应声而去。墙角的太湖石旁植着几株玉簪花，皎洁的花朵在月光下显得格外的晶莹剔透的。宋墨却看着心烦，忍不住来来回回的在廊前走来走去的。陈和带着了个身材细条的丫鬟过来，宋墨看着面生。陈和训练有素的用宋墨能听得到别人却听着有些糊涂的声音低声禀道：世子爷，陪四小姐嫁过来的人都在正房后面的厢房里歇着。四小姐身边的大丫鬟素心和素娟被留在了静安寺胡同，说是要帮着善后，等四小姐3日回门的时候再跟着一起过来。甘露被济宁侯府请来的全夫人延安侯夫人叫去问话了，素兰则跑出去看热闹了。我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甘露和素兰，就把四小姐身边一个叫做文香的陪嫁丫鬟叫了过来。宋墨是知道素心素兰两姐妹的，当初她在田庄之所以吃了大亏，就是因为没有算到素心素兰两姐妹都会武技，而且身手还都不错。之后和窦昭寥几次的见面，窦昭身边不是带着素心就是带着素兰。听说素兰跑出去看热闹了，他不由得目光一沉。素兰是不知道新娘子换了人，还是被人寻了个理由拘了起来呢？被陈和叫来的丫鬟却吓得瑟瑟发抖，头也不敢抬一下。她刚才出来向济宁侯府的人要茶水，却被眼前这小厮模样的人强掳了过来，她的手腕到现在还隐隐作痛。想到此时风高月夜，僻静无人，什么不好的念头都冒了出来。没等宋墨开口，他已扑通一声跪在了宋墨的面前，磕着头抽泣道：公子饶命，公子饶命，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窦家的一个2等丫鬟，四小姐上京之后才由武太太拨给了四小姐使唤，平日也只是服侍四小姐茶水，我什么也不知道啊。宋墨看了陈和一眼，陈和窘得满脸通红，道：我把那个领头的媳妇叫过来。他实在不知道宋墨要问什么，以为只要是个陪嫁的丫鬟就行了，还特意挑了个看上去很机灵的，谁知道还是会议错了。不用了。宋墨没有理会那个磕头求饶的丫鬟，一面大步朝一门走去，一边淡淡地道：既然这件事涉及到了槐树胡同，再找人询问只会打草惊蛇。你传我的话，让下脸带了朱义成几个立刻赶往槐树胡同，听我的号令行事。陈和应是，心头却是一震。朱义成几个是从福建过来的几个顶尖高手，从前曾在定国公麾下效力，那个朱义成还曾奉定国公之命带公子上沙场，是公子的半个师傅，
亦是对公子最为赤胆忠心的人之一。听公子这口气，竟然要亲自去槐树胡同，难道窦家四小姐出了什么事？他望着宋墨因为隐隐透着几分戾气而显得有些凛冽的面孔，强压住了心底想看一眼喜堂的，快步出了济宁侯府。宋墨长吐了一口气，上了马车，吩咐车夫去槐树胡同。静安寺胡同的上房，窦世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寿姑，他艰难地喊了声女儿，我对不起你。眼角立即有水光闪动。看您说的。窦昭笑道，我本来就不想嫁到魏家去，是您非要我嫁不可。现在我和窦明都得偿所愿了，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您不要多想了，好好休息。窦明那边有武伯父做主，几年后又是个性情绵柔的人，窦明既然和他拜过天地了，他断然不会亏待窦明的。您不用担心。窦世英根本不相信，在他的印象中，窦昭向来待人大方宽厚，他认为窦昭这是在安慰他，他更加伤心。可又能怎样？手心手背都是肉，他能把窦明要回来，然后把窦昭再嫁过去吗？那窦明还有活路吗？可他要是就这样认了，窦昭所受的委屈又该怎么办？窦世英不敢再多看窦昭一眼，扭过头去，眼泪忍不住落了下去。窦昭暗暗叹气，父亲不喜欢与人争执，总觉得自己忍让一些就能避免起突冲，却不知道越是这样，事情却如一团乱麻，大家都觉得受了委屈，怨气更重，彼此之间的关系越紧张，时间长了还会爆发出来。他挑了挑灯蕊，屋子里变得更加明亮。窦昭喊了一直守在外面的高升进来，你陪着父亲说说话吧。父亲和王映雪相敬如宾，两个女儿和他也不贴心，最能宽慰他的可能是高升了。高升恭敬的应诺。窦昭出了内室。寿姑，武太太神色尴尬地迎了上来。窦昭轻轻地瞥了他一眼，道，武伯母有这功夫守在这里等父亲醒过来，还不如想办法让魏家认下这门亲事吧。我们西窦的两姐妹，一个被你拆了姻缘，一个被您错嫁到了魏家，如今都像在油锅上煎似的，您总得救一个吧。武太太脸色涨得通红，道，这是原是你继母的主意，您能做出这种事也算是有几分胆量。窦昭冷笑着打断了武太太的话，我敬您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豪杰，您别让我瞧轻了。一句话把武太太堵在了那里，让柳嬷嬷连连后步了几步。窦昭看也没看厅堂里的女眷一眼，端容离开正房。外面守着的仆妇纷纷低下头，出一条道来。直到回到居住的东厢房，听到素心啪地一声关上了房门，窦昭的眼角眉梢这才活了起来。他问素心，七太太呢？神色惬意。素心低声笑道，被七老爷关在了后罩房。窦昭笑着点了点头。他早决定就不管父亲的家事，王映雪的结局如何都与他无关。他现在如释重负，觉得空气中都透着几分清新。窦昭去了舅母房间，舅母还没有睡，正在那里暗暗伤心。赵章如笨嘴笨舌地安慰着母亲。看见窦昭，他长长地松了口气，忙把床头的位置让给了窦昭。你可怎么办啊？舅母拉着窦昭的手，低声地哭了起来。窦昭眼睛一酸，也落下泪来。他是愧疚自己对舅母的隐瞒。窦昭想了想，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舅母。舅母听得目撑口呆，赵章如却唯恐天下不乱似的朝着窦昭伸出了大拇指。舅母不忍心责怪窦昭，呵斥着女儿，你再这么胡闹，小心我告诉你爹爹罚你跪祠堂。又不禁问窦昭，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是因为不想嫁入魏家，所以才让他们安排明姐待嫁的，你不是为了安慰我，所以骗我吧？眼中全是怀疑。事发突然，舅母没有多想，等回到房里，她再回头仔细地思索这件事，也看出几分端倪来了，只是猜不透武太太为何如此。窦昭干脆把季家的事告诉了舅母，舅母半天都没回过神来。赵章如则有在一旁嘀咕，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好事？舅母趴地把女儿的头拍了一下，正色道，你做得对。季家明知道你有婚约，却依旧前来求娶，其心不正，就算那季贱名再好，我们也不能和他们家结亲。说到这里，他想起了季氏，想问问窦昭季氏是否知情，又觉得就算问了又能如何，一边是娘家，一边是夫家，季氏也很为难。想到窦昭小小年纪，却如前有狼后有虎似的，避过了这个还有那个，自责起自己和丈夫都没能庇护这个苦命的外甥女，心里霎时难过起来，红着眼睛道，你以后可怎么办啊？嫁人有什么好？窦昭希望舅母不要这么伤心，您看我母亲，她笑嘻嘻地道，你不是帮我争取到了西窦一半的产业吗？您还怕我没有饭吃啊？婚姻大事，我慢慢的挑个满意的就是了。舅母想想也觉得有道理。
反正窦昭不愁吃穿，不必非要嫁世家子弟，只要人品好，能和窦昭情投意合。也是庄良音从舅母屋里出来，窦昭觉得脚步都轻快了很多。他笑道：我要好好睡一觉。武伯母肯定安排了人把济宁侯灌得酩酊大醉，明天早上才是关键，我要养足了精神和他们周旋。素心抿了嘴笑，服侍窦昭歇下。窦昭太高兴，翻天覆地睡不着。一会儿想着几个侄儿侄孙中谁最忠厚老实，不妨就养在他的屋里，他定会吸取威哥和蕊哥的教训，闲暇的时候就陪着他，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陪着他读书写字，把他养成个孝顺的好孩子。一会儿想，为什么窦家有那么多的儿子，若是能在屋里养几个姑娘，那该多好啊。春天的时候领着他们去踏青，夏天的时候去游湖，秋天的时候去登山，冬天的时候躲在被窝里讲古，等到他们出嫁的时候，还可以拿了重金给他们添香，等到他们生儿育女了，又会带了一群小丫头小小子回来看他。一会儿又想，这样一来只怕会厚此薄彼，此处事端来，还不如拿了笔银子出来奖励那些在窦家族学里学业有成的子弟，或是置办个田庄，安置那些孤寡老人或是失户幼儿。不知道朝廷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限制，回到真定得和陈先生商量商量才是。西窦的一半银子他虽然拿不到，但他若是窦家子弟的身上，想必窦家没有人敢出这个头拦他。只要运用得当，他可以在窦家活得很自由。窦昭沉浸在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之中，静安寺胡同的仆妇们则有因为窦昭清醒之后不仅没有大吵大闹，而且在王映雪被关押，静安寺胡同没有主持大局之人的情况下，先是安抚好了父亲，然后又劝慰了自己的舅母，并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表明了对武太太等人的态度，很快就掌控了局面，让他们顿时有了主心骨，齐齐舒了口气，恢复了从前的悠然。在窦昭歇下后，他该干什么干什么，给厅堂里的女着重新沏了新茶，领着粗使的婆子打扫着残留下来的鞭炮屑，安排置业的人清点着碗筷，立刻变得井然有序起来。灶上的婆子甚至派了小丫鬟来问柳嬷嬷：天色不早了，各位太太奶奶们都喜欢些什么夜宵？柳嬷嬷想到窦昭的端木的面孔，明明知道这件事天他下来了自有高个子顶着，与他没太大的有关系，却莫名的心中发紧，哪有心情吃什么夜宵，只想快点回去把这件事禀了二太夫人，请二太夫人拿个主意。只因武太太在场，他少不得要请武太太示下。事情完全出乎武太太的意料之外。按理说，出了这样的大事，窦昭就算是不寻死觅活的，也应该哭闹一番才是，可他却连续一滴眼泪也没有落，不仅很快就接受了窦明待嫁的事，还立刻想出了应对之法，胸有成竹，好像早有准备似的，但他立刻否定了这种想法。这件事只有他蔡太太、二太夫人知道，他们绝不可能告诉窦昭。也就是说，窦昭天生有这种临危不惧的冷静罗。还有窦世英，次女带长女嫁了，一时肯定接受不了，他气愤之余肯定会有些过激的举动，可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还会如此的激愤，气得昏了过去。赵太太也比他想的要理智得多。听闻窦明带窦昭上了花轿，他揪了王许氏的衣襟就要去告官，让王许氏狼狈不堪，除了早醉的时候显得很愤懑，之后的举止就渐渐有了分寸，显然是不想在窦明嫁入魏家的事还没有最后定夺之前把事情闹大了，把窦昭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武太太隐隐觉得这件事做得有些不妥当，恐怕不会如自己愿想的那样顺利，那自己就更不能离开静安寺胡同了。万一事情有变，他也能及时解决。武太太磨琢着要不要把季家的事告诉窦昭。对一个心高气傲的聪明，推心置腹永远比隐瞒算计有效果。他用商量的口吻对柳嬷嬷道：季家和王家的女眷好像都没有走，这边又没个主事的事，我们总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吧？我们还是留下来吧。季家和王家那边也要人去打个招呼才行。季家的来观礼的女眷，隔壁院子的厢房，自季氏被叫过去之后就没有出现。王许氏却是被赵太太那么一闹，受了惊吓，让人把王许氏送到旁边的耳房歇息，又派人去御医院请太医。在太医没来之前，高氏等人不敢挪动王许氏，也留了下来。武太太和自己这样说话，不过是看在自己是服侍二太夫人这一点，柳嬷嬷分得很清楚的，她哪里敢拿瞧，忙恭维武太太考虑的周到，派去服侍季家女眷的小丫鬟却神色慌张地跑了进来。不好了！她一面草草地给武太太行了个礼，一面禀道：不知道为什么，六太太和季家的人说着说着，突然哭了起来。这小丫鬟是武太太派去隔壁厢房打探消息的。武太太不由和柳嬷嬷交换了一个眼神，看样子六太太是知道窦明带窦昭嫁入了魏家。
武太太想了想，道：我们还是去劝劝吧。有时候掩耳盗铃虽然好笑，总得把耳朵捂上才是。他带着柳嬷嬷沿着抄手游廊去了隔壁的厢房，半路他们遇到了季氏。季氏眼睛红红的，脸绷得紧紧的，非常难看。武太太笑着喊了声六弟妹，季氏却看也没看她一眼，和她擦肩而过，径直去了窦昭歇息的东厢房。素心，你出去，我有话要跟你们小姐说。季氏利落打发了素心，泪盈于睫的一把拉住了听到动静起身来的窦昭的手，哽咽道：寿姑，你真我说句实话，若是让你嫁给建明，你愿意吗？窦昭愣住，季氏见了，眼泪直往下落。寿姑，这件事都怪六伯母。我知道我们家老太爷相中了你，以为会怂恿着窦家和魏家退亲，虽说建明不是良配，可若是你愿意，我自会帮你在我嫂嫂面前说话，以你的聪慧，定能过得好。但我没想到他们会做出代价的事来，你若是愿意嫁给建明，这件事也就罢了，你若是不愿意，六伯母这就去找你六伯父，就算是明姐进了魏家的大门，我们有婚书在手，这门亲事就不算数。窦昭眼眶一热，伏在了季氏的肩头，泪水很快打湿了季氏的衣裳。六伯母，我不想嫁到魏家去，也不想嫁到季家去。他哽咽道，我就想留在家里，做个自由自在的姑奶奶。遇到这样的事，窦昭不这么说还能怎么说？季氏小声地哭了起来，一时间屋里颇有些愁云惨雾的感觉。顾玉坐在济宁侯府的喜棚里，无聊地看着窦家大少爷窦文昌惯着魏廷玉喝酒，偏偏那魏廷玉还兴高采烈地喝个不停。他不由低声鄙视了句傻帽，对坐在旁边和隔壁桌上应酬的汪清怀道：怎么窦家的舅兄都是一个的姓，见着姑爷就灌酒，以后谁娶他们家的闺女，可到8辈子没了。汪清怀喝得有点多，呵呵地笑了2声。顾玉伸了脖子，到处张望。天赐哥跑哪里去了？这新娘子都进了洞房，他怎么还没有回来？不会是家里去了吧？又觉得宋墨不是这样的性格，叫了随身的小厮去找找。小厮应声而去。宋墨望着星星点点亮了几盏灯的槐树胡同，脸色比夜色还要黑。槐树胡同没有人，他再次确认，除了几个下人，窦家的人都去了静安寺胡同。朱成义斩钉截铁地道：今天窦家4小姐出阁，窦家的武太太和媳妇、孙子昨天就去了静安寺胡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只有窦阁老和几个仆妇在家。难道窦昭还在静安寺胡同？宋墨心急如焚，脑子飞快地转着。魏家要是想另娶，和窦家退亲就行了，何必要李代桃僵？可见新娘了换了人，魏家也不知道。窦家世代官宦，窦元吉又贵为阁老，不可有不知道望貌为婚的后果，嫁过来的人肯定和窦昭身份相当。他想到窦昭还有个妹妹，嫁过去的人难道是窦昭的妹妹？可为什么呢？婚姻本为两性之好，窦家和魏家一文一武，属于不同的圈了，而且魏家无权无势，窦家根本没有必要为了维系两家的婚姻而做出这种让人知道后贻笑大方的事。念头闪过，宋墨顿时目露寒光。避暑行宫不比紫禁城威武庄严，皇上也没有了在宫中里的肃穆，不仅常和嫔妃、年幼的皇子们嬉戏，而且常招了他们这些随行的金吾卫表演骑射，其中又因他和董齐都出身显赫，不时被皇上叫去召对。就在3天前，兵部递了折子，请吏部为王行仪考功。皇上当时笑着说了句：这王右行也是个人才，让汪渊将折子转给首辅梁继方。难道这件事是王氏的从中捣鬼？宋墨心里像被撇了层辣椒面似的，火辣辣，烧得痛。混蛋，他的全是一帮混蛋。代嫁这种事是一个人能办成的吗？宋墨又想到窦昭出嫁前的那些流言蜚语，想到窦昭让他不要插手，说他自有主张，是不是那个时候窦昭已经有所察觉了呢？窦昭冰雪聪明，如果瞧不上魏廷瑜，早就退亲了，又何必3番5次的和魏家闹腾呢？他一心一意想嫁到魏家去，他们却硬生生地拆了他的姻缘。是王家和窦家联手，还是王家主导，窦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魏廷瑜是不是早就和窦昭的妹妹有了私情？成亲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事，否则哪个女子愿意偷偷摸摸地嫁人？或者根本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堂而皇之、光明正大地出的嫁。宋墨的马边划过长空，尖笑着打在了墙上，齑粉赖赖落下，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他们不过是欺负窦昭自幼失性，没有人为他当家做主罢了。下联。宋墨低声道：你带着几个人去鼓楼下大楼的铺子里看看陈先生他们在不在，如果在，就带了他们去静安寺胡同，如果不在，你立刻赶往静安寺胡同。朱成义，你们随我走。
夏莲等人无声的抱拳，身影幽灵般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窦昭好不容易才安顿好记事，耳边已传来4更的敲声。他不由抬头望在，弯弯的弦月挂在天空，几颗星子闪闪发光。明天应该是个好天色，适合处理窦明的事。窦昭在礼道，却看见素心急匆匆地走了过来。小姐，段护卫刚才发了个暗号，说是有人闯了进来，让我们躲在屋里不要出来。窦昭愕然道：我父亲不过是个5品的小官而已，大早朝都没有他的份，怎么会有人打窦家的主意？要去也应该去槐树胡同才是啊。季勇站在台阶上，冷冷地看着汪清海扶着已喝得酩酊大醉的魏廷瑜朝新房走去。天下间只怕再没有比这个魏廷瑜更愚蠢的人了吧。拜了天地，进了新房，掀了盖头，窦明低头坐大红龙凤花烛照不到的幔帐边，马俊家的在外面急急地喊着侯爷快去喜棚敬酒，外面的人在催，他竟然没有仔细看一眼新娘子，就匆匆喝了交杯酒，又跑了出去。人算不如天算，等到他发现新娘子换了人时，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嚷出来。有魏家的仆妇笑盈盈地走了过来，恭敬地给吉勇行礼。表舅爷，花厅里准备了醒酒汤，要不要奴婢给您端一碗过来？新人进了新房，新娘子娘家的人就应该打道回府，第2天再到新郎家吃认亲酒。魏家的仆妇是在提醒季勇应该打道回府了。吉勇没有理会，那妇人不由在心里打鼓，怎么这窦家的人一个赛一个的奇怪？新娘子进了门，却是由娘家的全夫人帮着打点，陪嫁过来的贴身丫鬟媳妇全被安排在东厢房里歇息。魏家安排的全夫人也被打发到了前面去吃喜酒，现在新人进了门，新舅爷却站在这里不动，难道还要听房不成？妇人在心里嘀咕着。还好新娘子大方，魏家的亲眷朋友过来看新媳妇的时候，只是低着头抿着嘴笑，模样标致，齐齐整整，脸上既无麻子，身上也无缺陷，不然他还以为新娘子有什么不妥之处呢。正想着，就听见新房那边一阵哄笑，几位在新房里打去新娘子的远房亲戚一股脑的出了新房，其中一位按辈分侯爷也得称一声曾叔祖母的老太太，由自己的媳妇扶着，一面往外走，还一面打趣道：也不怪侯爷急着见新人，这样惹人喜欢的小媳妇，我要是侯爷也要往外赶人了。众人又是一阵笑，惊得那为了图个喜庆养在院子里的锦鸡一阵扑腾。蔡太太团团的给魏家女客行着福礼，明天让侯爷好好的给诸位长辈们磕头。陪着一群因为受到恭维而显得神情愉悦的女眷们往院子外面去。吉勇就看见马俊家的从新房里朝外探头探脑的，见那些女眷都走远了，他哐当一声关上了新房的门。他微微的笑，随着那仆妇离开了上房，迎面碰到满头大汗的窦文昌。季大人，我找了您半天了。他擦着额头的汗，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明天还要安排人来喝认亲酒。窦昭出嫁，安排他背新娘子。武伯母嘱咐他一定要把新郎官灌醉了，至于为什么，醉到什么程度，一律没说。他及冠后就跟在武伯父身边，帮武伯父办了很多没头没尾的事，已经养成了只听吩咐不问缘由的习惯。这次亦然，看着魏廷瑜喝的舌头都大了，他没有再勉强，谁知道跟着过来看热闹的季勇却半路跳了出来，不依不饶的硬把魏廷瑜灌得差点趴到桌子下，要不是汪清海帮着挡了几杯，又不悦地提起今天是魏廷瑜的大喜之日，要不然魏廷瑜喝的只怕连新房都回不去了。此时他们要回去了，吉勇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吉勇是探花郎，同为读书人的窦文昌就不敢勉强他，听找人的小厮说他去了新房那边，他只好亲自来请。吉勇出奇的温和，说说笑笑的和窦文昌离开了济宁侯府，却让窦文昌心中纳闷不已，什么时候季家的这位表弟这么好说话了？天空隐隐发白，窦家七老爷宅地所在的静安寺胡同并不是条僻静的小巷，蒙着面穿着黑色短褐的两拨人都有所顾忌，刀光剑影你来我往之际，均尽量避免发出太大的响动，引起巡街官兵的注意。段公义不禁在心里腹诽，京都还真他的是藏龙卧虎，不知道是什么人派来的，竟有这样的身手。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这次若是不能把这帮人彻底折服了，就算是这次击退了他们，恐怕过些日子还要杀个回马枪。朱义成也在心里腹诽，这窦家是什么人，竟养得起这样的护卫？不知道和世子也有什么恩怨，这次已经是打草惊蛇了，以后只怕更难对付，不如就此分个胜负高下，也免得心中留下惧意，以后再动起手来畏手畏脚的。两人聚起了心，要让对方服输，不由加大了攻击的力度。宋抹却趁着这机会悄无声息地闯进了内院。窦昭平时住在槐树胡同，回静安寺胡同出嫁，自然会住在上房，
他往上院去。一路上虽然寂静无声，地面却打扫得干干净净，厢房里大多数都没有点烛火，看得出来内宅的管理仍旧井然有序。若是窦明带窦昭嫁过去了，窦家怎么会这样的平静？就算窦家七老爷默认了此事，窦昭的舅母呢？怎么也没有作声。宋墨心急如焚。上院静悄悄的，回形的抄手游廊下挂着的大红灯笼将上房照得红彤彤一片，只有上房的东烧间和东厢房的北间点着灯。宋墨犹豫了片刻，扣了扣东厢房北间的窗棂，没有人回应。他贴在上房的东烧间听动静，里面隐约传来男子的声音：寿姑从小就懂事，只能委屈她了，当初只怪我识人不清，她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等伤人之事，我就算是那房妾室生个儿子，那母子只怕也会将他给逼得无力追之地，我又何况再害个人？难道说还真让我把孩子给寿姑带不成？不如就留了寿姑在家吧。明姐这样不明不白地嫁了过去，只怕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寿姑的心就是再宽，也不可能没有芥蒂，她们两姐妹这辈子再难有好好说话的那一天了。寿姑既然留在了家里，我在的时候还好说，我若不在了，明姐儿恐怕休想再从家里拿1两银子，除了陪嫁的2万银子的嫁妆，你再给明姐儿准备5万两银子，或是给她这些田产，或是给她这些铺面，或是帮她搭上江南的巨贾入股做生意，这也就是我最后能帮她的了，以后家里的产业再也与她无关了。宋墨一听就知道说话的人是窦世英，他被气得心绞发疼。感情你什么都知道，你不是去安抚失嫁的窦昭，却在这里心疼带窦昭嫁过去的那个女儿，那窦昭受的苦谁来心疼？说得好听，把窦昭留在家里招婿，窦家的产业全都留给窦昭，可有骨气的男人，有谁愿意入赘？只怕还不如魏廷瑜。而且听窦七老爷的这口气，一点也不担心魏家不认账，窦家平静无波，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可见代嫁这件事是窦魏两家都知道的，只瞒着窦昭，或者窦昭也是知道的。宋墨脑海里浮现出魏廷瑜拜天地时那张喜不自禁的面孔，他忍不住低声骂了句数字。窦昭就是再能干，全家人都同意了，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不成？就算是强行拧了过来，还挡得住魏廷瑜和明姐的你情我愿不成？就算是挡住了魏廷瑜和明姐，这强扭瓜有意思吗？窦昭又怎么会稀罕？他攥着拳头，全身的血流像烧开了的沸水似的，咕噜噜冒着泡儿在他的四肢百骸里乱窜，心里止不住的怒气滔天，大步朝外走。周边的空气好像都感觉到了他的怒意，纷纷避让，发出几不可闻的尖笑声。窦昭边和素心说着话边走了进来。宋墨愣住，素心立刻感觉到了院子里有人，他一把将窦昭拽到了自己的身后，刚想大喝一声谁，抬头看见在鱼肚白的天空下眼里闪烁着戾气的宋墨，他心中一紧，声音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踌躇着喊了一声世子爷。窦昭也看见了宋墨，折腾了一夜，他已经很疲惫了，又自认对宋墨有救命之恩，宋墨不会对他怎样，并没有像从前那样仔细地观察宋墨一番，就从素心的身后走了出来。你怎么来了？他小声地道，你那边出了什么事？宋墨直直地望着窦昭，他的头发有些凌乱，眼中隐约有几丝血丝，神情疲惫，像朵隔夜的花，没有了水分，失去了光彩。他上前几步，紧紧地抓住了窦昭的胳膊，愤然道：窦昭，我娶你！窦昭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他眨了眨眼睛，显得有些茫然。从鼓楼下大街赶过来的夏脸望着段公义，也显得有些茫然，片刻之后才回过神来，低声吼了句住手。打斗的双方跳出了圈子，左右对峙而立，然后纷纷朝他望了过来。误会，误会！夏脸疾步走了过去，这是场误会。他忙给对方引荐彼此，这位是窦府的段护卫，这位是一致堂的朱护卫。段公义忙客气地道：我说是谁？这么好的身手，原来是英国公世子爷麾下。失敬，失敬！朱义成连忙还礼，口称不敢，道：段护卫拳法了得，是在夏平所第一次见到，受教了。心里却暗暗奇怪，既然认识窦家的人，世子爷为何还要夜闯窦府啊？那边段公义已经和夏脸搭上了话，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夏脸忙道：我们家世子爷说四小姐可能出了什么事，所以让我们过来看看。我们家四小姐出了事？段公义不解道：我们家四小姐能出什么事？今天是四小姐出阁的日子，难道世子爷心里难受，找了个借口到四小姐的闺阁里畅往伤怀一番，不成？夏脸暗忖，觉得自己好像问了个很蠢的问题，不免有些尴尬。段公义知道宋墨和窦昭之间有些不涉及男女之情但又不为人知的秘密，他自然不会追问下去，解围般的转移了话题，道：
相请不如偶遇，眼看着天快要亮了，胡同口卖豆浆的应该已经出摊了。夏老弟，我请客，我们去喝碗豆浆如何？夏莲也觉得这里不关自己的事了，有几分异动。朱一成不赞同，沉声道：如果世子爷出来了，留2个人在这里看着就行了呗。段公义向来豪爽，跟陈晓峰说了一声，拉着夏脸和朱一成就往静安寺方向去。朱一成自然不肯，连声推辞。夏脸却和他耳语：没事，有窦家的护卫在，我们2家有过命的交情，世子爷一时半会不会出来的，难得段护卫盛情相邀，我们怎么也得去应个卯，不然就太不能面子了。刚刚还兵戎相见的2帮人说说笑笑的往胡同口去了。陈和和陈晓峰各领着2个人站在巷子里寒暄，愤然间脱口而出的话显得么的突兀，让面对窦昭目光的宋墨心如鼓泪砰砰乱跳，热血渐渐冷却，思绪渐渐平复，冷静与理智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体里，让他不由细细的反省自己刚才的冲动，却越想越觉得娶窦昭这个主意很妙。至少他的出身比魏廷瑜更显贵，他的人才比魏廷瑜更出众，在京都的那些名门贵妇眼中是比魏廷瑜更受欢迎的金龟婿。还有什么反击比得上嫁给一个处处都远胜前任未婚夫的丈夫？这门亲事足以堵住那些对窦昭不怀好意的冷嘲热讽和流言蜚语。宋墨顿时兴奋起来，他抓着窦昭胳膊的手更紧了。窦昭，你嫁给我吧，我会好好待你，给那些胆敢小瞧你的人一个好看，让他们都后悔怠慢了你，让自己来成就窦昭的尊荣。胳膊上隐隐的疼痛让窦昭很快回过神来，他不由朝素心望去，素心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震惊。窦昭这才敢肯定刚才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幻觉，看样子宋墨已经知道代价的事了。他不由问道：你是怎么知道新娘子不是我的？窦昭派了素兰去那边打探消息，若是魏廷瑜在拜堂的时候就发现新娘子换了人，他肯定一早就得了消息，窦家也不可能这样的平静。宋墨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窦昭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墨不过只见过自己几次，魏廷瑜却是自己的未婚夫，他和窦明一个高一个矮，模样更是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宋墨仅凭着几个动作就看出了新娘子不是自己，而魏廷瑜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进了新房吧。他一时语凝，宋墨却催他：你觉得如何？窦昭不禁有些啼笑皆非之感。你以为这是在过家家呀？他笑着轻声呵斥他：魏廷瑜娶了我妹妹，我就得寻个身份比他更显贵，地位比他更煊赫，相貌比他更英俊，能力比他更出众的人嫁了不成？我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和他们赌什么气呀？宋墨张了张嘴，半晌都没有说话。窦昭真的这么想，觉得自己比魏廷瑜身份更显贵，地位更煊赫，相貌更英俊，能力更出众，这想法也太肤浅了。他在心里小小的鄙视了自己一番，可这鄙视里也带着淡淡的喜悦，让他微醺。宋墨忙把这感觉压在了心底，有些欲盖弥彰地道：那你有什么主意？想到刚才无意间听到的话，又不好当着窦昭的面说窦世英的不是，只好提醒窦昭：你难道还真的准备留在家里招婿不成？窦昭有片刻的犹豫，既然宋墨上仪式感是父杀弟，这仪式感和父亲分庭抗礼，显然骨子里也不是个循规蹈矩之人。我是准备留在家里没错，他坦然地道，但也没有想过要招婿。他笑着自我打趣道：我准备永远留在窦家，做个讨人嫌的姑奶奶。那怎么能行？宋墨想也没想就出言反对：你若是留在窦家，令尊在世的时候还好说，若是令尊不在了，你怎么办？就算是同胞的兄弟，中间还隔着个弟媳妇，何况你只有个妹妹，这妹夫又靠不住。然后想起围绕着窦昭出嫁前后所发生的事，想到这件事只有王氏从中得到了利益，有些怀疑这幕后的推手可能是王氏，加上知道窦昭和王氏不和，就更不赞成窦昭留在窦家了。他把王行仪得到皇上赏识的事告诉了窦昭：你不要小看皇上的这只言片语，朝廷大小官员上万人，能在皇上心里留下姓名的人少之又少，我若是王行仪，定会拿这件事大做文章，想办法更进一步。王氏既然能让窦明带你嫁到魏家去，就有可能将你胡乱的许人。在你的婚姻大事上，他占着大义，你想反抗他，只能借助天时地利人和，可这天时地利人和也是最不可捉摸，最可遇不可求的，你千万不可马虎大意，着了他的道。又道：我看你们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出手，反而能打他个措手不及，对你有所忌惮。他语气诚恳，眉宇间隐隐透着几分担忧，让窦昭心中暗暗感激，更感念舅舅舅母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他想了想，道：我们去屋里说话吧。
宋墨大大方方地应了一声好。素心听得满头大汗，这要是突然有人闯进来，可怎么解释啊？而且是在5小姐刚刚带4小姐嫁到了魏家，还不知道怎么收场的时候。可若是就这样站在院子里说话，更容易被人发现。两害相权取其轻，素心把心一横，帮窦昭和宋墨撩了暖帘，又沏了壶上好的铁观音送了进去。窦昭委婉地把当年母亲的死告诉了宋墨。如果不是如此，我怎么能有银子开铺子？你不必担心，他动不了我，反倒是这件事之后，他只怕是再难在窦家立足。窦家碍着情面，虽然不会休了他，但他也休想再插手家中的大小事务。至于西窦到底有多少银子，他本着谦虚低调，没有说。窦家的打算，他也没有说。毕竟那只是个互惠的口头约定，只要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就有变卦的可能。他不能把没有落定的事到处嚷嚷，若是万一情况有了变化，自己岂不是造谣生事？宋墨以前就隐约感觉到窦昭应该有笔能自由支配的银子，他一直以为那银子是窦昭生母的陪嫁，却没想到是这么一回事。难怪他事事都只能靠自己。他偶尔想起自己的遭遇，觉得天底下大抵没有比自己更悲怆的人了，没想到窦昭的际遇比他还不如。王氏之所以处心积虑地把亲生女儿嫁给魏廷瑜，是因为两人私相授受吧。宋墨怅然地沉默了半晌，低声道：你不出嫁，那笔银子就得由东窦的人管着，肯定会引起窦家其他人的觊觎，就算是留在家里，只怕以后的日子也难有太平的时候。何况令尊怎么想的，他老人家未必就愿意看着你孤独终老。万一令尊坚持要你招婿，你怎么办？就算你招了个老老实实和你过日子的夫婿，令尊正值春秋，万一又诞下子嗣，你该怎么办？万一令尊、令舅舅都去世了，你弟弟却联手东窦要和你重新分产，甚至是不惜对簿公堂，你又怎么办？赘婿是不能参加科考的，也就意味着窦昭到时候得不到来自朝堂的支持。他想想都觉得窦昭的前路满地荆棘。窦昭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可总不能因为未来艰难就坐以待毙吧。但相比这些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已经知道的婚姻之苦更却让他是避之不及。或者这就是人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时候，你只能从中选择一种你认为能忍受的苦难。两人各怀心思，屋子里一时陷入了寂静，直到外面响起了早起的丫鬟婆子的走动，两人这才惊觉天已经亮了。宋墨不由道：我说的是，你不妨仔细考虑考虑。他表情严肃认真，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让窦昭不得不郑重对待。不要说他已经有了对付窦季两家的计策，就算是没有，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甚至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含蓄地道：这件事还是让我自己来解决吧。可是宋墨还试图说服窦昭，但窦昭觉得争论没有发生的事永远不可能分出对错，得到结论不如就此打住，让他死心更好。他暗暗咬了咬牙，言简意赅地道：世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怎么不可能？宋墨一句话没有说完，已是脸色大变。不错，自己的婚姻并不由自己做主，自己有什么资格在窦昭面前大放厥词？他的面色霎时间苍白到了极点，眼中也流露出几分羞愧之色。对不起。宋墨第一次因为无法履行自己的承诺而向别人赔不是，而且还是在自己向来看重的窦昭面前，这让他有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窦昭顿时后悔自己的话说得太直接。没事，他急急地道：我就是觉得什么呢？得找个让宋墨不那么受伤害的说法才行。什么说法能让他不受伤害？当然是实话实说。窦昭略一迟疑，就有了决断。你说要娶我，我十分的感激，只是发生了这种事，我已经决定不再嫁人了。是不想嫁给自己，还是不想嫁人呢？少年的宋墨此时敏感到了极点，他在心里反复思量，生平第一次不敢开口问个究竟，只能微微的点头，轻描淡写的笑着知道了，却难掩满脸的挫败。窦昭看着有些心痛，忍不住解释道：嫁了人不仅要服侍丈夫管束小妾，而且还要教养儿女，可这种事却未必能天道酬勤，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做好，索性逃避不为，自私的推卸责任罢了。七太太安排明姐儿嫁到魏家去，我早有察觉，不过是顺水推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嫁人，倒不是不想嫁给你。真的吗？宋墨很怀疑，他若是要打发一个人，总会先温言细语的安抚一番。我知道了。他突然间心灰意冷，又有抑制不住的伤感从心底涌起。那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一声吧，
京都我比你熟悉，行事也比你方便。望着渐渐透着白光的窗棂，他神色漠然地起身告辞。窦昭仿佛又看见了那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可望着宋墨笔挺却让人感觉到脆弱的背影，他还是狠狠心，什么也没有说。一脚迈下台阶的宋墨情不自禁地回头。魏廷瑜在宿醉的头痛中醒过来，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听到有个温柔的声音问自己：侯爷，你醒了？淡淡的木樨香扑鼻而来，柔软的身子轻轻地扶了自己，温热瓷碗凑到了嘴边。侯爷，您喝点醒酒汤，会舒服一点的。他懒得睁开眼睛，迷迷糊糊地就着瓷碗咕噜噜喝了醒酒汤，倒头准备再睡会，心里想着这婢女是谁啊？怎么声音这么陌生？不过挺好听的，身子软软的，香香的，动作又轻柔，比平时服侍自己的小厮可强多了。念头一闪而过，他猛地想起自己昨天已经成亲了，不由大叫一声，坐了起来，睁开眼睛却看见了正坐在床边收拾汤碗还没来得及起身的窦明。五小姐。魏廷瑜眼睛瞪得如铜铃，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无比慌乱地打量着四周，心里却害怕着自己昨天不会是做错了什么事吧。入目却全是大红的喜帐喜烛时，他这才敢确定自己的确身处自家的新房，心中稍安，不由长长地舒了口气，就听见窦明柔柔地笑着问他：侯爷您这是怎么了？莫非做了噩梦？说着掩袖而笑，一双大大的杏眼如春水般样柔情蜜意，让魏廷瑜看得一呆，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待嫁的窦明正是患得患失之时，先前见魏廷瑜看见自己避如蛇蝎，不禁心痛如绞，但想起自己决定待嫁的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不管会遭遇什么样的困境，都不后悔，不埋怨，不向娘家的人诉苦，反正他所谓的娘家人也不过是被他抢了丈夫，恐怕以后老死都不会往来的姐姐及一群不待见他的堂兄表嫂，为了娘亲能在窦家好过些，为了自己的颜面，无论如何也要争着一口气，好好的和魏廷瑜过下去。遂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强忍了心中的难受，笑盈盈的和魏廷瑜说笑。那魏廷瑜竟和从前一样，又看自己看呆了。他唇角的笑意里深了。母亲说的有道理，男人你只要哄着他，10个里头有9个都会昏头转向的。他索性将身段放得更低了，娇笑着问他：侯爷可有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妾身再给您做碗醒酒汤来？魏廷瑜一个机灵，清醒过来，他目露警惕地道：你怎么在这里？你姐姐呢？窦明闻言眨了眨眼睛，眼泪不一会儿就簌簌地落了下来。昨天是我带姐姐和侯爷拜的天地，入的新房。说着，脸颊浮起2朵红云，犹如那春日的桃花般娇嫩艳丽。魏廷瑜却再也无心欣赏，他满头大汗，失声惊呼：怎么会这样？你姐姐呢？出了什么事？侯府的上房暗置17两5间，马俊家的已经在内室外的宴席室里守了一夜了，此时听到动静，知道东窗事发，几名后要追究责任了。睡了一夜的小妻子，又是个美娇娘，自然比他这糊了半截的妇人更受人待见，他怎么会傻傻的贸然闯进去呢？给陪嫁过来的几个丫鬟递了个眼色，自有小丫鬟进去拉了内侍服侍的一起退出了新房。马俊家的把耳朵贴在内室的门扇上偷听，内室就传来窦明嘤嘤的哭声。能有什么事？侯爷难道还不明白姐姐的心思吗？我当初约侯爷到大相国寺里见面，就是因为家里人多口杂，怕有心人在姐姐面前嚼舌根，让姐姐妒忌。谁知道这件事还是让姐姐知道了，她不愿意嫁过来，寻死寻活的要五伯母帮着她退亲。退亲就退亲呗，偏生你姐姐不答应，非说窦家耽误了你的婚事，要窦家补偿你们家。想我北楼窦家世代官宦，子嗣众多，五伯富贵为当朝阁老，若是答应了补偿你们家，族中子弟以后若是再遇到这样的事，岂不都要跟着学？倒是我五伯父的体面何在？这件事的确是姐姐不应该。魏廷瑜抹着额头的汗，很是理亏窦明擦着眼泪的手微微一顿，眼角的余光就瞥了过来。他抿了嘴偷笑，旋即却哭得更大声了。我五伯母怎么能答应？我姐姐又无论如何都不肯嫁，到了该上花轿的时辰，也不知怎地，我姐姐突然昏迷不醒，你们家的花轿却已经到了门口，家里慌成了一团，家里的人就责我，说都是我惹的祸，我一气之下就换了姐姐的嫁衣。说到这里，他胡乱抹了把脸，挺直了身子，倔强地道：虽然我们已经拜过天地了，可你昨晚醉得厉害，什么也没有做，我们之间仍旧是清清白白的，你若是心里还惦记着我姐姐，趁着天色尚早，我们还没有祭拜祖先，你把我送回去。若是我姐姐愿随你来，就只当没有这事的，我绞了头发去做姑子就是了。若是我姐姐不愿意随你来，
你有婚书在手，又请的是延安侯做媒人，请他帮你，或是向窦家要人，或是要窦家赔你银两都可以。您看着办就是，妾身全都听侯爷的。说完，紧紧地抿着嘴，一副任君处置的样子，眼泪却雨点似的无声落下。魏廷瑜见到他一个娇娇小小海棠花似的人儿，心里明明害怕，却强露出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毅然决然，心里早就软得化成了一滩水，哪里还有心思去仔细思索窦明的话。只是本能地觉得，如果把窦明送了回去，他恐怕就没有了活路，事情闹大了，窦家丢脸，他们魏家一样会被人指指点点，跟窦家打官司是不行的。可他没过门的妻子是窦昭啊。他脑海里浮现出那张明媚灿烂如五月天的面庞，心里又是一阵踌躇。自己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魏廷瑜还在那里犹豫不决。窦明看着不由咬牙切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铿锵有力地道：我也不让侯爷为难。然后低头就朝着一旁的大红色落地柱撞了过去。五小姐！魏廷瑜大惊失色，从床上一跃而起，一个箭步上前就抱住了窦明的腰，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万万不可以去寻死。我不寻死，难怪还活着给人笑话吗？窦明挣扎还着要去撞柱子。别这样，别这样！魏廷瑜急得不得了。马俊家的砰的一声就破门而入。小姐，姑爷，这是怎么了？没想到五小姐还有这样的手段。有了五小姐，这差事已经成了一大半。他忍不住在心里称赞着窦明，面上却佯作出负惊骇的神色。有什么话好好说，有什么话好好说。这可是新婚的第二天，马上就会有人来请你们去祭灶认亲，这要是闹开了，他对窦明道：太夫人肯定会觉得您刁钻任性，刚进门就不尊敬夫婿。又对魏廷瑜道：堂前教子，枕边教妻。我们家小姐纵然有不对的地方，您也不能像今天这样闹得人尽皆知。我们小姐以后毕竟是要主持府上中馈的，您都不敬重我们家小姐，府上的都些老人又怎么会敬服我们家小姐？说1000到1万，都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还请侯爷息怒，有什么话好好跟我们家小姐说。我们家小姐幼承庭训，书读了一大摞，什么道理不懂，可不是那不知好歹的人。侯爷的好自然会放在心上。一面说，一面去拦窦明。魏廷瑜早被窦明吓着，见有人来劝，神色一松，长透了口气。窦明就趁机扑到了马俊家的怀里，大哭起来。侯爷要送我回去，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在这里。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应该带姐姐嫁过来。要怪都怪我心太软，怕侯爷出丑，却忘了侯爷心里只有我姐姐。听说窦明是为他才嫁过来的，魏廷瑜顿时愧疚不已，忙道：不是，不是。至于到底是什么不是，他也说不出来。窦明干脆放声大哭起来。马俊家的心中暗赞了一声，这话说得妙，面上却立刻换了副横眉怒目样子，一面揽着窦明的肩膀帮他擦着眼泪，一边大声喝道：这就是侯爷的不是了。成亲之前，侯爷又不是不认识我们家五小姐，怎么现在拜了天地，掀了盖头，喝了交杯酒，入了洞房，就不承认了？早干什么去了？天下间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他说着，把窦明扶到一旁的太师椅上坐下，3步并作2步，上前拽了魏廷瑜的胳膊，走，我们去顺天府请青天大老爷给我们评评理去，看这道理到底在哪一边。推推搡搡的，非要和魏廷瑜去顺天府不可。窦明掩着面，哭得更是伤心欲绝。魏廷瑜只觉得一个头2个大，心里明白代价不是这么简单的事，肯定是得了窦家长辈的同意，自己好像吃了个暗亏，可马俊家的说的话又勾据在里，他一时间急得大汗淋漓，觉得这媳妇子行事太大胆了。他找不到一句反驳的话，他急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要不是看他是窦家的人，自己如果动了手，恐怕有些不妥，要不然他早就一脚把马俊家的踹到门外去了，哪里还会容忍他这样的嚣张。他的脸色却变得铁青。时刻关注着魏廷瑜的窦明自然看了出来，他顾不得哭了，忙上前拦了马俊家的。要怪就怪我的命不好，与侯爷何干？你快快放手。武太太是想认下这门亲事的，过了眼前的坎，几年后还是窦家的五姑爷，自己不过是太夫人屋里的一个媳妇子，怎么敢给窦家五姑爷脸色看？马俊家的立刻松了手，抱着窦明就大嚎了起来：我可怜的五小姐啊，您怎么那么傻？魏家丢脸就丢脸，与您何干？您这样急巴巴的跳出来，人家哪里领您的情，只会觉得您麻烦。这媳妇子可真会说话。窦明恨不得打赏他几个上等的分红，才好他和马俊家的抱头痛哭。魏廷瑜傻了眼，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屋里乱成了一锅粥。早有田氏身边得力的嬷嬷奉田氏之命过来探听新人虚实的，
听到动静急急地跑去给田氏报信了。天空微微发白，窦昭站在五廊下，宋墨看不清楚他的表情，但他站立的姿势宛如凌寒的梅，傲然而冷冽，却始终透着几分孤傲，又仿佛沉静的隐隐青山，安详宁静地凝视着他。往事如走马灯般的一幅幅浮现在他的脑海里，初见时的精彩绝艳，再见时的宽厚大度，危难时星夜兼程的援手相救，伤心时春风化雨的默默关怀，还有菊田劳作后一夜无梦的好眠，站在野桃树上眺望远村的豁然开朗，都如这秋日清晨的微风，轻轻地吹拂在他的心间。窦昭的美好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会让人在不经意间忽略，也会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宋墨突然间激动起来，此时窦昭在想什么呢？他是否也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什么呢？宋墨转回身，大步朝窦昭走去。窦昭的脸庞渐渐在他的视野中清晰起来，乌黑的青丝，洁白面容，入鬓的长眉，还有那红润如花般的嘴唇，含笑的眼眉，都渐渐变得生动起来。窦昭，他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如果我们有缘，能结为夫妻吗？天边的鱼肚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淡淡的紫色，好像是那躲在云层后的瑰丽的霞光，有些迫不及待地露出些许的锋芒。宋墨的脸庞在晨曦中透着莹润的光泽，如上好的美玉，乌黑的眸子闪闪发亮，如夜空的星子。窦昭望着眼前早已褪去了青涩，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比自己高出一个头的屹立少年，不禁有片刻的恍惚。他们有缘能结为夫妻吗？不能吧。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他们都不是一路人。他注定会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纵然有落魄之时，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彰显着自己的存在。他自己则喜欢侍花弄草，想象自己是一株花树，随着四季更替，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个是峰顶的云，一个是林间的树，从来都只能遥遥相望的。可在这秋日的清晰中，在这少年充满期待的璀璨目光下，他又有些不忍心那样直白地拒绝他。他略一思忖，笑道：如果能结为夫妻，自然就是有缘，只是他们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缘分吧。可宋墨的面孔却在这一瞬间骤然亮了起来，有浅浅的笑意在他的眼底流淌。他深深地凝视了窦昭片刻，一言不发，转身大步地离开了正院。窦昭望着他沉稳矫健的步伐，莫名地心里生出几分不安来。难道自己说错了什么？窦昭仔细地回忆着刚才两人的对话。静安寺报晓的钟鼓声悠扬，空气中还透着仲秋的凉意，朝霞却已悄然地铺染了半个天空。宋墨带着连他自己都感觉有些莫名的雀跃出了窦家的宅院，在秋日的早晨喝了碗热豆浆，从腹中一直暖到了四肢百骸的段公义、夏莲等人正聚在窦家宅院旁的小巷里，低声地谈笑着，神情十分的轻松惬意，如久别重逢的老友。听到动静，几个人均露出戒备之色，循声望去，见是宋墨，神色又都放松下来。世子爷，众人恭敬的行礼。朱一成忍不住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夏莲一眼，心里暗自思忖，难怪师傅说身手只是敲门砖，要想在簪缨之家站稳脚跟，还得要学会揣摩上意。夏莲说世子爷一时半会儿不会出现，他们果然就等了快半个时辰。宋墨笑着颔首，目光却落在了段公义和陈晓峰的身上。既然随着四小姐来了京都，怎么也不到一条胡同去坐坐。我和严先生前几天还说起你们，不知道你们这些日子都在忙些什么。这样的礼遇，不要说是护卫，就是京都御林军的教头，不，甚至是那些百户、千户也没有的。朱一成不由对段公义和陈晓峰刮目相看。段公义和陈晓峰更是受宠若惊的赶忙躬身行礼，口中连称不敢。虽然昨天一大清早就去了静安寺胡同，晚上又在济宁侯府喝了不少的酒，快天亮才回到家里，吉勇却睡得十分香甜，但在京都钟鼓楼报晓的第一声钟声敲响时，他就醒了，精神抖擞地梳洗了一番，他直接去了静安寺胡同。窦文昌正和武太太商量着双朝贺洪贺认亲酒的事。昨天武太太又是忙着问候气病了的王许氏，又是忙着应付王家的两妯娌，又是忙着安抚季氏，还担心魏家那边的动静，寻思着今天到魏家去让谁主事好，到现在还没有合眼。听说季勇来了，武太太大慰。季勇有张仪苏秦之才，有他跟着过去，魏家想不认这门亲事，恐怕没那么容易。而且季勇这样看重窦昭，以后窦家的人有什么事求到他的面前，想必他绝不会推辞。他热情地招待季勇，用过早膳了没有？我们还没有用早膳，你不如先和我们一起用了早膳，再和经纬一起去济宁侯府也不迟。经纬是窦文昌的表字。他闻言不由微愕，季勇不过是姻亲，
因为走得亲热，喊了表弟，却不是窦家正经的亲戚去喝认亲酒的，多是新娘子的同宗兄弟、嫂子、侄儿。只是武太太既然已经开了口，她自然不会傻得跳出来说吉勇去了不合适。吉勇也不客气，坐下来和武太太、窦文昌一起用了早膳。武太太留了窦文昌说话：昨天嫁过去的是明姐儿，而不是寿姑。她低声地道：辞别父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那时候已经晚了，只好将错就错了。建明一向和你七叔父亲后，我特意请了他出面帮着寿姑出头，你过去有什么事看建明的眼色行事。既然已经洞房花烛了，断然没有让明姐吃亏的道理。又暗示窦文昌，这件事是王氏的责任，七太太不开口，我们也不好贸然行事。武太太知道窦文昌是个实在人，怕他露出什么马脚，所以昨天一直瞒着他，今天才交了底。窦文昌非常的震惊，又满心的困惑。就算是这样，武伯母是嫂子，大是大非面前，怎么能由着七太太胡作非为呢？只是他和窦氏叔情同父子，这样的话说出去，不免对武太太不敬，他还是把困惑压在了心底，躬声的应诺，和武太太一起出了厅堂。吉勇正站在西边的抄手游廊上，嘴角含着几丝玩味的笑意。窦文昌狐疑地走了过去，发现站在季勇的位置，可以隐约听见女人嚎啕大哭的声音。七叔父家人口简单，他有些奇怪是谁在哭。吉勇已道：大堂兄，我们先跟七叔父打声招呼，就去济宁侯府吧。窦文昌只好跟上，季勇却在心里冷笑，王家的人这个时候知道大哭，早干什么去了。不过一夜的功夫，窦世英像苍老了10岁似的，他样样的躺在床上，没有理睬武太太，只是对帮着善后的窦文昌和吉勇满怀歉意的说了几句麻烦你们了的话。出了这种事，谁心里也不好过，何况是做父亲的。窦文昌能理解窦世英的心情，沉默地点了点头，面色凝重的请窦世英放心。吉勇却十分恭和地说了几句请七叔父放心，这件事我们会处理好的宽慰话，这才和窦文昌去了济宁侯府。田氏已经得了信，一口气没有喘上来，差点昏了过去。等他一顺过气来，就急急地吩咐贴身的嬷嬷快去找魏廷瑜，然后失声痛哭起来。怎么会出这种事？这要是让人知道了，我们魏家的脸面可往哪里搁呀？被田氏派去打探动静的是田氏身边最得力的罗嬷嬷。太夫人小声点。他忙掏了帕子给田氏擦着眼泪，如今这事知道的人还不多，您这么一哭，岂不是哭的大家都知道了？如今侯爷和窦家小姐虽然没有祭祖，却已入了洞房，是顺势认下这门亲事，还是和窦家说个明白？您总得等大姑奶奶来了再说，可不能现在就弄得人尽皆知啊。田氏一听，忙止住了哭声，哽咽道：真儿说的对，这窦家的确不是什么好人家，偏生都怪我优柔寡断，害了鱼儿。说着又哭了起来，早知道这样，我就应该同意这儿的主意，和窦家退婚的，也好过娶了个不明不白的媳妇进门，十分的后悔。现在哪里是说这些的时候？好在罗嬷嬷服侍了田氏几10年，知道他的性情，也不急，温声的提醒他：上房那边，您看是不是派个人去管管丫鬟婆子的嘴？我看窦家的人也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的样子。还有几位老亲戚那边，出了这样的事，祭灶、拜祖先、认亲的事，恐怕都要暂时放一放了，得有个交代才行。田氏连连点头，对罗嬷嬷道：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在大姑奶奶来之前，千万不要让人起疑。罗嬷嬷躬声应是，退了下去。家有喜事，都是姑爷舅爷坐上席，更何况张元明这个出身显赫，对魏家多有帮衬的姑爷。他早早起床，用过了早膳，穿戴一新的，等着魏廷珍梳妆。魏家去请魏廷珍的人，当着张元明的面，哪里敢提新娘子换了人，只说是田氏有要紧的事和魏廷珍商量，让魏廷珍快过去。张元明听了就打趣魏廷珍：岳母多半是早上起来，觉得昨天和你商量好的见面礼太轻了，今天想再给新媳妇添几件，找了你帮着挑首饰。我看你也得水涨船高才行，你可是做姑奶奶的，可别出手太寒碜，让新进门的弟媳妇嫌弃你小气，到时候你回娘家不安排饭你吃。他敢？魏廷珍原本心里就一直不痛快，闻言不由挑了挑眉，霸道地道：他想当济宁侯府的家，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张元明知道妻子生性好强，倒也不奇怪他会如此说，又调侃了魏廷珍几句，把魏廷珍逗得笑起来，俩口子这才说说笑笑的带着孩子们一起去了济宁侯府。魏廷珍一家到达济宁侯府的时候，吉勇和窦文昌已经到了。他看见窦家的马车，不免有些奇怪，道：窦家的人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按理窦家的人要等魏家的人上门3请4催，这才会勉为其难的过来，那个时候
新娘子通常已经开箱给婆家的人送了见面礼，这才刚刚卯时，新人还没有开始祭灶，窦家的人来的的确有点早。去给魏廷珍报信的嬷嬷哪里敢多说一句，含含糊糊的，半天也没有听清楚说的是什么。倒是张元明笑道：人家来的晚了，你嫌人家不够恭敬；人家来的早了，你又嫌人家不够矜持。你这人真是不好伺候。若得魏廷珍忍俊不禁，捶了丈夫的一下。你这人就没句好话的时候。弟弟娶了个让他很不满意的弟媳，而积在心听寓意却因此而烟消云散，一时间容光焕发，笑容满面，显得精神了不少。得了信的总管早已恭候多时，请了张元明去陪窦家来认亲的男客，那嬷嬷则带着魏廷珍和孩子去了田氏双居的西跨院。不一会，西跨院那边就隐约传来几声喧哗。花厅里的张元明有些错愕，想不出这一大早的，又是就地大喜的日子，有什么事值得这样闹腾。坐在张元明对面的窦文昌和吉勇却心里明白，东窗事发了。好在两个，一个行事持重，一个机智过人，都不动声色，继续和张元明寒暄着。张元明当然也只能装没听见，笑着把话题转移到了近日朝中都在议论的云南孟连宣府司刀事作乱的事上来。多亏王大人，不然云南百姓又要受那战乱之苦。他所称的王大人正是王行仪，既是窦家的姻亲，又是新娘子名义上的外祖父。这个人看着吃讷，原来并不傻。季勇听着窦文昌和张元明客气，在心里嘀咕着，就看见一个小厮急急地走到了张元明的身边，低声和张元明耳语了几句。张元明顿时傻了眼，半晌才回过神来，再看窦文昌和季勇的神色，就显得有些怪异起来。窦文昌不免有些心虚，说起话来就没有了刚才的流畅。季勇却笑得更加欢畅了，和张元明说起云南的乡土人情来，反让张元明不知道说什么好，顿时有些坐立不安。外面一阵喧哗声，并伴随着杂乱的脚步声渐行渐行，显然是魏廷珍知道了来找窦家的人算账了。看来一番唇枪舌剑是免不了的了。武太太曾嘱咐过窦文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魏家把窦明送回来，可这种没脸没皮硬往人家家里塞的事，窦文昌还真没有做过，而且与他的性情背道而驰，他羞愧之下顿时紧张起来。毕竟是夫妻，张元明听到了魏廷珍的声音，他不由暗暗皱眉，有什么事非要这个时候闹腾的？不管有理没有理，都让人看笑话。他也顾不窦家的人在场，吩咐贴身的小厮，你去跟夫人说一声，就说时间不早了，让他快点去请了新人祭了灶，禀了祖先，我也好和窦家舅爷好好的喝几盅酒，暗示他有什么事等窦家的人走了再说。小厮应声而去。没想到这个张元明还是个知道顾全大局的人，可通常顾全大局的人都容易妥协。吉勇眼睛一亮，只是还没有等到那小厮走到门口，要等过了中秋节才会被收纳进库房的香妃竹帘哐当一声响，魏廷珍来势汹汹地领着几个贴心的婆子冲了进来。喝什么酒？祭什么社？凭他们窦家的这些下贱坯子也配？他劈头盖脸地指着窦文昌和吉勇就是一通骂，你们窦家的姑娘是不是嫁不出去了，非要栽到我们家？妹带姐嫁，亏你们想得出来，还是诗书传世的礼仪之家，我看比那倚门卖笑的也强不到哪里去。别以为我们魏家人丁单薄就是好欺负，我们祖上跟着太宗皇上开疆扩土打江山的时候，你们家还不知道在哪里吃糠咽菜给人放牛喂马呢，想摆弄我们魏家，你们还没那资格。我告诉你们，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婚书，你们不把四小姐送过来，我们魏家和你们没完。言下之意，他有婚书在手，逼急了，大不了打官司，我们窦家也不是好惹的。张元明已听得瞠目结舌，片刻后才反应过来，忙拉了个跟着魏廷珍一起进来的嬷嬷询问，那嬷嬷不敢隐瞒，把窦明带窦昭嫁进来的事告诉了张元明。秋高气爽的天气，张元明却满身是汗。窦家五小姐既然已经和魏廷瑜洞房花烛，怎么还会把窦家四小姐嫁过来？而且魏廷瑜和窦家五小姐已拜过了天地，就算是能退回去，魏廷瑜一个薄情寡义的名声是逃不脱了的，到时候略微好一点的人家，谁敢和济宁侯府结亲？还不如就此认下这门亲事，让窦家欠魏家一人情好，和窦家讨价还价一番。而且五小姐是王行仪的亲生外孙女，肯定待四小姐这假外孙好，她说不定魏家还能得到王家相助呢。他忙拦了魏廷珍，你小点心，别闹得大家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正好让大家都看看窦家是什么东西。魏廷珍气得暴跳如雷，窦家竟然敢这样羞辱魏家，他定要窦家好看，不仅要把窦家的五小姐退回去，让窦家白白的吃顿亏，还要逼着窦家把四小姐嫁进来面，
等他折磨够了，再把人给休了，让他们窦家折了夫人又吃亏，成为京都的笑柄。吉勇本是心思百转之人，魏廷真的这点小计谋，哪里瞒得过他？他见窦文昌气得只知道发抖，在心里把窦文昌小小的鄙视了一番，这才慢条斯理地道：那我们就顺天府的大堂上见吧。一副全然不在乎的样子。魏廷真见状怒不可遏，冷笑道：别以为你们家出了个阁老官府衙门就成了你们家开的，你以为那些御史是做什么？顺天府大堂是吧？那我们就在那里见好了，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讲情面。吉勇轻蔑地瞥了魏廷真一眼，道：我若是没有主错，夫人是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吧？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景国公府，大归了娘家，要不然怎么口口声声地说什么魏家？你……魏廷真气得差点翻白眼。张元明却一抓住了魏廷真，等等，他低声道：你看这架势，窦家肯定是有备而来，这件事要从长计议。魏廷瑜一愣，张元明已上前一步，笑着给窦文昌和季勇行了个礼，道：那人这也是急坏了，不过你们窦家望茂为婚，这也是实事。既然如此，掀开盖头的时候，济宁侯怎么不把人送回窦家？窦家五小姐一个养在深闺千金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就在窦家长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么大的胆子带姐姐嫁到魏家来？吉勇不屑地道：我听说前些日子济宁侯约了窦家五小姐在大相国寺私会，被窦家五太太发现了，为此窦家要退亲，是你们魏家不同意，窦家这才勉强和魏家商定了婚期。我看是谁家望茂为婚，还要斟酌一番才是。怎么济宁侯明明见过自己家的小姨子，却和小姨子进了洞房？双朝贺红，济宁后不知道在哪里，魏家出了嫁的大姑奶却先闹起来，还说什么让窦家把四小姐送过来，莫非济宁侯想学顺帝、娥皇、女婴共四衣服？那也得看看侯爷有没有登高一呼的本领才是。吉勇的口才谁人能及？张元明听着满头大汗。窦文昌也回过神来，忙道：是啊，我们家的长辈事先都不知道明姐待嫁之事，辞别父母的时候才发现的，当时在喜堂的人都茫然失措，七叔父当时脸色铁青的要把明姐拦下来，可你们魏家的全夫人拉了明姐就走，等外院的人得了消息，你们家的花轿已经走出了好几条胡同。你们若是不相信，可以问当时接亲人。因为这件事，七叔父和王家的老太太都气病了，几位婶婶也是一任没有合眼，天没有亮就让打发我们过来，就是想问个究竟。一派胡言，颠倒是非。魏廷真气得直哆嗦，你们家长辈都不知道是谁给五小姐梳的头，是谁给她穿的衣服，是谁？现在纠缠于这些细枝末节做什么？得摸清楚窦家到底是什么打算，魏家应该怎么应对才是。张元明死死地拽住了魏廷真，打断了妻子的话，道：季大人好口才，只是事实胜于雄辩。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小丫鬟就神色惶恐地跑了进来。不好了，不好了，新娘子头环自缢了啊！张元明等人呆若木鸡，所有的声音都戛然而止，花厅里一片死寂。只有季勇目光微闪，在心里道：这个窦明总算有点可取之处了。他冷冷地道：我看我们还是听景国公世子夫人的话，顺天府的大堂上见吧。打破了屋子里的寂静。窦文昌看了吉勇一眼，推了那个来报信的小丫鬟一把，急急地道：新娘子在哪里？快带我去。小丫鬟哦了一声，忙带着窦文昌出了花厅。张元明这才缓过神来，急切地道：救人要紧。也跟着窦文昌出了花厅。魏廷真脸色煞白，狠狠地瞪了季勇一眼。季勇却鄙夷的一笑，慢条斯理地走了出去。宋墨坐在书房紫李木镶着卷云纹的大书案前，望着窗外花开如3尺积雪的西府海棠，表情凝重。冷静下来之后，他仔细地想着窦昭的话，他是告诉他们没有缘分吧？他的话总是很有道理。就有6天前，他得知父亲为自己正式向延安侯的提亲，延安侯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他得到消息，延安侯回府后既找了长子汪清怀商量，汪清怀却是极为同意这门亲事的。安延侯不免有些异动。宋墨推开窗，窗外绿竹飒爽，梅树古净，颠花妩媚，西番莲藤蔓缠绕的花棚下，武姨正得意洋洋地和几个小厮吹牛。宋墨嘴角不由微翘，娶谁为妻都可以，他却不会任由父亲摆布。第二天，他开始出现在这次随皇上一起去避暑行宫，对他一直都很有好感的宁妃面前。宋妃是景福公主的生母，景福公主今年春天急得鸡。3天前，也就在她请假来参加窦昭婚礼的前一天，奉旨去避暑行宫召对出来，
汪渊笑吟吟地对他说了一声恭喜，并巧声道：宁妃娘娘这2天一直在皇上面前说你的好话。他联想到刚才皇上问的那些话，心知肚白，笑着塞了一张银票过去。若是不出他的意料，延安侯这几天就会给父亲回音了，宫里也应该很快就会召父亲去问话。他真的和窦昭没有缘分吗？宋墨在西府海棠下略一驻足，去了严朝辽的住处。这世上还没有他下定决定而做不成的事。严朝清亲自沏了大红泡招待宋墨，一边直壶了紫砂壶，将茶分紫砂小茶盅里，一边笑道：世子爷什么时候启程？宋墨只请了2天的假，我用过午膳了启程。宋墨悠然地喝了口茶，道：我想娶窦昭，有些事要嘱咐你。严朝清大吃一惊，手一颤，茶壶里的热茶就倒在了他的大腿上。他呀的一声惊叫，跳了起来，热水已快速地透过丝绸直多进到了他的裤子上。他急急去脱直多，想到宋墨就坐在眼前，显得有些不公，只好拎着直多往内室跑，高声叫着小厮进来服侍，引得守在门外不知所以的陈和等人都冲了进来，屋子时乱居了一团。宋墨哈哈大笑起来，他不过是说了句想娶窦昭，就让严朝清如此的失态，若是他真的娶了窦昭，不知道多少人的下巴会绊上都合不扰来吧。窦昭好像总是有这种本事，让人过目不忘，惊艳不已。半晌，严朝清才换了件衣裳从内室出来。宋墨问他：怎样？烫的要不要紧？要不要请个大夫瞧瞧？没事。严朝清道：不过是就红了块皮。他的思绪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中，人显得有些恍然。待小厮将榻上收拾干净，他这才缓过气来，重新坐下，神色严肃地问宋墨：四小姐出了什么事？今天是8月初5，应该是窦昭双朝贺红的日子，新娘子被换了人。宋墨把带来的告诉了严朝清，至于他夜探静安寺胡同和窦昭说了些什么，他一字未提，严朝清也一字未问。但这个消息却让他脑子转得飞快，顿时兴奋起来。一直以来，他都在为宋墨的婚事担心。如今宋墨掌握着仪制堂，宋宜春是正经的英国公，掌握着英国公府。宋墨虽是世子，却表现得锋芒毕露，和宋宜春势均力敌，打了个平手。而宋宜春的婚事不顺，英国公府没有主持钟馗的人。这个时候，宋墨的夫人如果能主持钟馗，就可以代表英国公府在外行走，并过问还没有成年的宋汉的日常起居，打破宋宜春对宋汉的控制。虽然不指望兄弟俩人之间的关系会因此重新变得亲密，但至少可以减少宋汉站在宋墨对立面的可能，使得宋墨的地位更加巩固，还可以出入进宫和各府的内院，通过那些嫔妃和夫人们为宋墨造势，让宋宜春忌惮，不敢随意行事。与之相反，如果宋宜春的夫人主持了英国公府的钟馗，就有可能在嫔妃和各府的夫人面前造谣生事，坏了宋墨的名声，使得宋汉和宋墨之间的联系更加困难。万一宋汉在宋宜春的支持下对世子之位起了心，事情不仅变得复杂，一个不好，宋墨还有可能背上不孝的名声，形势将会对宋墨很不利。万一那位夫人再生下男嗣，有了娘家的支持，兄弟戏强，就算最终宋墨能胜，也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事，英国公府可能会因此伤了根基，从此没落下去也有可能。严朝清又和廖碧峰这些幕僚又不同，他不仅受蒋家的知遇之恩，而且还是看着宋墨长大的，除了主仆之义，还有舔犊之情。他不仅希望宋墨的夫人能主持英国公府的钟馗，而且还希望能和宋墨琴瑟和鸣。听说窦昭的妹妹带窦昭嫁入了济宁侯府，他不由眼睛一亮。他素来欣赏窦昭的冰雪聪慧，机智果敢。少年老成的宋墨遇到了窦昭，却像个孩子似的，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不止一次遗憾窦昭早早的和别人定了亲。如果宋墨娶了窦昭，应该会过得很好吧。而且宋墨有了窦昭相扶，英国公府又岂在话下。严朝清忍不住喜上眉梢，脑子转得更快了。窦家五太太也好，窦家七太太也好，都是内宅妇人，或者会因为一时的恩怨生出龌龊。可换亲却是大事，窦元吉不可能不知道，或者是心情激动，他说话的声音很急促，就算是事前不知道，事后也能及时补救。从他行事的做派来看，他不可能为了些许的小事就纵容自己的夫人做出这等有损窦家颜面的事来，可见他是知道窦氏姊妹一家之事的，这就有些不合情理了。世子若是要娶四小姐，首先要弄清楚窦元吉为何要这么做，我们才能对症下药。其次是济宁侯府那边，若是济宁侯府认下这门亲事还好说，若是不认，我们得想个办法帮窦家一把才行，要立刻派人时刻关注那边的动静。再就是四小姐的婚事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四小姐被羞辱，舅母赵太太是什么态度？
能不能想办法通过赵太太的态度影响到四小姐的婚事？说到这里，他不由神色微顿，道：最要紧的是，怎么让国公英答应帮你上门求娶？他敲着额头，想了好几个理由，都被他一一否定。想到延安侯近几日会答应宋墨的婚事，宫里也有可能随时会下旨赐婚，他立刻头大如斗，道：不管怎么说，这件事必须得快。他就怕窦家为了掩饰这件事，对四小姐另有安排。又道：我总觉得待嫁之事不简单。他突然想起窦昭求他的事，还有件事，因为四小姐没有具体的交代，我也就一直没跟公子说。他把窦昭求他安排给一户人家托介的事，因是四小姐自己的事，我也没有去查这户人家到底是什么回事。现在看来，只怕和四小姐退亲有些联系。宋墨眼底溢满笑意，放弃和皇家联姻，走一条更艰难的路，这是他的选择，却不是与他生死息息相关、荣辱与共的身边人的选择。他以为自己会花很多精力去说服颜朝卿等人，还有可能用窦家对他们的救命之恩来压制颜朝卿，因而他一开口就用了种命令而非商量的口吻和颜朝卿说这件事。没想到颜朝卿对窦昭的印象这样的好，莫名的宋墨心里充满了暖意，就像回到了母亲在事时上下一心、其乐融融的时候。他支肘轻身，低声道：先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不过我还有几件事想请先生去办，这才是当务之急。颜朝卿正色地道：世子请吩咐。宋墨沉吟道：四小姐被退了亲，是桩丑闻吧？颜朝卿一愣：我父亲肯定会听闻。宋墨用一种充满了暗示性的语言道：四小姐是嫡长女，自幼失势，唯一的舅舅虽然贵为两榜进士，却一直在西北为官，父亲娶的是云南巡抚王右省的女儿，从小却在真定跟着妾室出身的祖母长大，虽然有一个贵为当朝阁老的伯父，不仅快出五父，而且还被换了亲，我父亲一定很感兴趣，特别是在传出宁妃正要为景福公主特色驸马的时候。不错，颜朝卿情不自禁的抚掌，只要想办法知道窦家对四小姐有什么打算即可。宋墨此时不禁要感激那天无意间听到的壁角，不管窦元吉对四小姐是什么打算，出嫁和招婿，以窦家七老爷那绵和的性子，只要父亲态度诚恳，窦家七老爷肯定不会拒绝。他悠悠地道，想起母亲去世前父亲的言行，心里又生出淡淡的伤感来。此时的魏廷瑜木木地坐在宴席室临窗的大炕上，耳边响起的不是窦家嬷嬷和丫鬟们哭天抢地的嚎啕，就是姐姐声音间的落树。窦家大堂兄愤然的斥责，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他不过是听说姐姐和窦家的人争执起来，想仔细的想想这件事该怎么办，在书房里喝了杯茶，窦明就上了吊。还好窦家的嬷嬷绝不对劲，推门进入。魏廷瑜只觉得头痛欲裂。此时在窦明内室的马俊家的却是满头大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窦明会上吊。若是五小姐在他的手里出了什么事，他可怎么向二太夫人和五太太交代啊？望着虽然清醒过来，可目光痴呆像失了魂似的窦明，马俊家的不由害怕起来，苍色苍白的冲着身边的一群惊慌失措的丫鬟急急的高声喝道：都傻兮兮的站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看看大夫怎么带没有来？要是小姐有个三长两短，你们也都别想活了。有丫鬟哦了一声，匆匆出了内室。窦明突然眨了眨眼睛，目光中渐渐了些许的光彩。马俊家的不禁又惊又喜，俯身喊了这五小姐，声音中已带着几分哽咽。窦明坐了起来，马俊家的忙亲手拿了个大迎枕放在窦明的身后。窦明却被子一掀，踏了鞋子就要下床。我的好小姐，马俊的声音柔和，透着几分哀求，你现在身子骨还弱着，有什么事吩咐奴婢就是了，何必自己动手？窦明却一言不发地推开了马俊家的，踏着鞋子摇摇晃晃地朝外走。五小姐，五小姐，马俊家的焦急跟在窦明身后，想劝他躺回床上休息，又见他一副谁也别想挡住着我的模样，听到外面的争吵声，想到临行时武太太的暗示，他脚步一滞，任由窦明撩帘而出。窦明望着目含悲愤的窦文昌，微微一愣，眼角的余光却发现了神色悠闲地坐在角落里喝茶的季勇，他不由恨得咬牙切齿。他来干什么？看戏不怕抬高的家伙，总有一天他要让他好瞧。他冲着正喋喋不休的魏廷珍就大喊了一声，不要吵了。大家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窦明已出了内室，累累弱弱的含泪依在内室的门扇上，仿佛一刀切下，屋子内外的声音戛然而止，静得落针可闻。你们不要吵了。窦明轻轻地喘着气，纤弱的好像风吹过来就会倒下似的，眼泪赖赖落下。你们不要吵了。昨天晚上侯爷喝醉了，我只是照顾了侯爷一夜，什么事也没有。
带姐姐嫁过来是我的主意，有什么事自有我自己承担。他说着，目光落在了窦文昌的身上。大堂兄，我让窦家让你颜面尽失，是我的不对，你不要为我和魏家的人争执了，要杀要剐，随他们魏家发落吧。他望向魏廷瑜，一双杏眼如百年寒冰，凉飕飕刺骨。魏廷瑜一愣，魏廷瑜更是睁大了眼睛，腾地一声站了起来。一人做事一人当。窦明冷笑，嘴角噙着一丝倾泻，你们想怎样？尽管说就是，用不着在这里羞辱我们窦家。想到窦明自缢未遂可能会让窦家的态度变得极其强横，而决定让妻子和窦家胡搅蛮缠一阵后再和窦家理论，可以挽回些许颓势而一直沉默不语的作壁上观的张元明见状不由轻轻地咦了一声，看窦明的目光就显得有些重视，就连季勇听着也直了直身子。魏廷瑜却是气得想跳脚，你们窦家闹出姐妹一家之事，竟然还有道理了，还让我看着办，你以为我不敢把你怎样啊？魏廷瑜毫不客气地指着窦明就骂了起来，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当得起吗？你凭什么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母亲也就是个扶正的小妾，要不是你外祖父得势，别说和我们魏家结亲了，就是踏进我们济宁侯府，你也没那资格还随我处置。你要是真的想死，就趁着别人都不在的时候死啊！这个时候闹腾，别以为我是傻瓜。窦明一言不发，朝着身边的落地柱碰去，砰砰砰的声音像鼓擂，敲在人的心里。五小姐，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魏廷瑜已经冲了过去，一把就抱住了窦明的腰，你别这样。他大声地道，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说着，眼眶湿漉漉的，一副要哭了的样子。魏廷真愕然，随后气急败坏的大骂，你这傻蛋，这是女人的小伎俩，你还不快快放开他？你放心好了，他不会死的，他死不了，他还等着做济宁侯府的侯夫人呢。放眼整个京都，有谁像她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侯夫人，她心里正得意着呢。就算是这样又怎么了？魏廷瑜想到自己第一次和窦明说话时，窦明笑语阴阴地告诉他，我母亲是小妾扶正的，我姐姐和我的关系不好时，那看似轻描淡写眼底却难掩悲伤的目光，想到他笑着歪着脑袋对自己说，你要加油，好好讨好我爹爹，不然别想娶到我姐姐时那看似欢快眉宇间却好像藏着几分伤感的表情，想到被岳父冷落，悻然走出书房，李窦明从郁郁葱葱的花束后露出的带着狡黠的笑颜，还有他站出来大声告诉所有的人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时那毅然决然的神色。他说代价是他逐一时悲愤，都让他的心里顿时像被挖了一块似的，心痛难已。姐姐，他大喝一声，打断了魏廷真的话，他就是再不好也没有说谎。他想到小时候看着隔壁长兴侯家灯火通明的宅地，姐姐给他买了一大把糖葫芦，抱着不谙世事的他指着长兴侯府道，以后我要嫁个显赫的夫婿，要比他们家的院子还要大，比他们家的灯还要多，让京都的人看着你都拍你的马屁，再也不受别人的冷落。他的声音就更大了，身体站得更直了。他想嫁入济宁侯府有什么不对？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既然已经拜堂成亲，已经洞房花烛，就是夫妻了，你别再骂他了。一副要认下这门婚事的模样，却在魏廷瑜怒火熊熊的目光中慢慢露出几分惬意，声音也低了下去。熟知小舅子性情的张元明还好，窦文昌和吉勇都露出不可思议表情，吉勇更是在心时骂了一声，道：这窦明还真有点狗屁运，这样就能把个魏廷瑜给笼络住。还好窦昭没有嫁给魏廷瑜，不然天天对着脑子像江湖似的魏廷瑜，这日子可怎么过啊？念头闪过，他又有些小小的得意。等窦明知道他帮他退了亲，肯定会很高兴的。等到曾祖父去帮自己提亲，他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惊讶、愤然，还是气呼呼的把自己叫去教训一顿，问他们姐妹一婚之事，自己到底有没有插手？想到这些，他又有些小小的奇怪。婚姻大事，为什么他从没想过窦昭会害羞呢？或许这就是他觉得窦昭好的地方吧，从不扭扭捏捏，要什么不要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不是像他的那些堂姐表妹们，总是说一半话一半话，就是向来以才智敏捷、落落大方而成为堂姐表妹处翘的纪令泽，好像也有这毛病。他望着窦明委顿在地，拽着魏廷瑜的衣角，嘤嘤地哭了起来，觉得心情前所未有的好。宋宜春的心情却非常的糟糕。昨天东平伯周少川家娶媳妇，会昌伯沈大贵笑嘻嘻地恭喜他，你们家燕堂可真能干，在避暑行宫天天被皇上召见，据说阁老们极意的时候，你们家燕堂就坐在立正殿继续给皇上抄录豫州行事序，燕堂学业精进如斯，可喜可喜呀。
又羡慕道：如此殊荣，也只有你们府上了。英国公府是好是坏，关他什么事？宋宜春有些气闷，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年，他只怕是再也没办法压制宋墨了。他吩咐小厮，请陶先生过来叙话。小厮应声而去。他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望着窗外的油绿色的叶子间缀着点点嫩黄色繁星般小花的桂花树，有些心不在焉。自从和宋墨反目之后，宋宜春就将英国公府东路的西厢院修整一新，搬出过去，和宜治堂一东一西，成鼎立之势。陶器重却觉得这样不好。宋宜春是堂堂正正的英国公，是英国公府的主人，这样让出上院，给人一种示弱于宋墨之感。劝了几次，宋宜春却铁了心在西厢院住下。他暗暗摇头，却也知道不能再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了。西厢院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院子里种满了桂花树。中秋节临近，西厢院中桂花盛开，远远的就能闻到馥郁的桂花香，待走近了，香味变得更浓烈，反而让人有种气闷之感。陶器重走进书房的时候，看见宋宜春正在检查宋汉的功课。宋宜春很喜欢读书，年轻的时候曾参加科举，还中了秀才，志艺上颇有造诣。后来被老英国公训斥，让他不要与世子争名，免得引来是非，这才没有继续科考，但却请了大儒在家里教自己读书，学问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指点宋汉的课业绰绰有余。看见陶器重，他丢下了次子的功课，感叹道：毕竟是没有什么天赋，不如宋墨良多。既然如此，为何又要和长子闹成今日的局面呢？陶器重在心里嘀咕着，恭谨的行礼，遵守着幕僚应有的分寸。好在宋宜春也没有让他评判的意思，像是觉得自己失言似的。他很快转移了话题，对陶器重道：我看延安府那边，我们得积极点，明天你就去趟延安侯府，打探一下汪家的意思。说着叹了口气，这就是家里没有个主持中馈之人的坏处，女人之间好说话，说错了也有个转圜余地。让幕僚过去，生硬刻板不说，话一旦被拒绝就不好再提起。他自己人婚事一直不顺，也与这件事有关。陶器重笑着应诺，和宋宜春提起聘礼的事来。汪家这些年来多行商贾之事，国公爷拿定了主意，我也好和延安侯府的人说话。宋宜春略有些不悦地道：这关系到英国公府的体面，我难道还会亏待自己的儿媳妇不成？陶器重要的就是这句话，连声告罪，和宋宜春商量了个大致的数目，正要退下，常护卫求见。宋宜春示意他暂时不要走，让小厮领了常护卫进来。常护卫给宋宜春和陶器重恭谨地行了礼，低声道：宜治堂的严朝清带着一大堆礼品去了宁德长公主府上。宋宜春目光一凝，他和三驸马石穗兰私交很好，而宋墨因为他的母亲英国公府老夫人陆氏的缘故，甚得陆家上上下下的喜欢。听说宋墨和他有了下戏，陆富礼和陆之礼还曾专程到家里来问究竟。他虽然搪塞了过去，却不好当着陆家的人再说宋墨的不是。宋墨也心知肚明，有什么事要求太后娘娘或是皇后娘娘，就会请假到陆家的宁德长公主帮着递话。这次宋墨又有什么事求宁德长公主呢？宋宜春思忖着。陶器重站了起来，躬身向他行礼，道：国公爷，我去查查严朝清到长公主府上有何用意。宋宜春颔首，陶器重和常护卫退了下去，屋子恢复了静谧。宋宜春的目光重新落在了宋汉的课业本上，他不由眉头紧锁，把课业本狠狠地丢在了炕角。顾玉则拉了汪清怀喝酒，要支取一部分修缮黄河故道的款项。没人比汪清怀更清楚勋贵之家那种看似鲜花着锦，实则捉襟见肘的窘迫，这也是他为什么咬着牙和六部官员打交道的原因。何况顾玉手面向来很大，曾经有一夜赌输半条街的事。行啊，他没有片刻的犹豫，立刻道：1万两银子够不够？在汪清怀看来，现在已是秋季，再过2个月就要立冬了，各府的庄头、大掌柜就要回府拢账了，1万两银子给顾玉支撑到立冬，绰绰有余。谁知道顾玉却摇了摇头，道：有没有办法调5万两银？汪清怀大吃一惊，顾玉不是用商量的口吻问他能不能调5万两银子，而是用一种势在必得的口气要他想办法调5万两银子。汪清怀第一个念头就是万皇后要银子使，可他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严克提举司提举节锦城是万皇后的人，万皇后缺银子，自有节锦城帮着操心，怎么会找顾玉？但也有可能是顾玉主动帮忙。他脑子飞快地转着，如果他能通过顾玉搭上万皇后这条线。汪清怀笑道：整个黄河故道的修缮也不过押了9万两银子，你有什么急事要这么多银子？那边恐怕是抽调不出来，可我手里还有些梯级银子，
家父那里也能凑一些，就是得想个好理由才是，不然家父还以为我要忽悠他，那顾玉何尝不知。想了想，道：要不我和天赐哥都退出吧。但当着外面的人还是说我们在合伙，工部和户部那边我也像从前一样帮着催款。汪清怀骇然，明年5月黄河旧道的修缮就完成了，最少也有12万两银子的进账。之前顾玉和宋墨共投了6万两银子，5万两银子连本钱都没有收回来，而且之后的收益也都归他一人所有，这好比是毒蛇啮指，壮士断腕。顾玉和宋墨到底遇到了什么事，竟然被逼到如此的境地？他之所以能在文武官员面前都吃得开，就是深谙凡事留一线的道理。不要说英国公有意和汪家结成亲家，宋墨有可能会成为他的妹夫，而顾玉是万皇后的嫡亲外甥，就算是一般的官员，他也不能就这样拆了伙。如果他真这么做了，虽然在理，却少了些人情味，对方不免会心生不愉，甚至有可能再也不和他打交道，也就更谈不上日后什么好事的时候顺便提携他一把了。只是不知道这次是顾玉的事还是宋墨的事。若是顾玉的事，以宋墨的精明厉害，都能毫不犹豫地帮着顾玉，他还有什么好犹豫？若是宋墨的事，恐怕10之89和英国公有关系，那就要仔细地打听一番。这怎么能行？汪清怀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过就是5万两子，哪就为难至此？我在保大方那边还有壮宅子，怎么也值个1、2万两银子。说到这时，他故作尴尬地笑了笑，道：不过大家都知道我在做生意，如果知道我要卖私宅，恐怕会怀疑我囊中羞涩，我还压着几笔款子没给人结算呢。最好是找个牙人悄悄地卖了，只是那样可能最多就只能卖个1万把两银子了。顾玉明明知道他这么说是在卖自己人情，但还是觉得汪清怀这人挺仗义的。他想了想，道：世子，我跟你说件事，可你谁也不能告诉。终于说到了正事上。汪清怀心中一喜，却不动声色地端容道：我们打交道也不是1天2天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顾玉笑道：我自然信得过世子，只是这件事还没有定下来，万一走漏了风声，却会惹来麻烦，最好还是慎重点。然后压低了声音道：宁妃看上了天赐哥，皇上也有这个意思，还找了天赐哥去问话，估计这2天就会有旨意下来。因为不知道会把婚期定在哪一天，天赐哥怕到时候手忙脚乱的，想事先多准备些银子。仿佛一声惊雷在汪清怀的耳边炸响，让他的声音都变了。你说的可是真的？宴堂要上主。顾玉笑道：英国公府声名煊赫，景怡公主也到了适婚的年纪，我姨母根本就没往这上面想，听说是宁妃娘娘求了皇上，后悔不已。不过最后天赐哥是上景怡公主还是上景福公主，现在还说不好，反正上主是肯定的了。又揶揄道：现在天赐哥烦得不得了，我姨母这个人最护短了，他怕会上了景怡公主，还让我进宫去在姨母面前帮他嘀咕几声，还许了事成之后在什刹海给我买壮宅子。汪清怀哪里还坐得住？既然如此，那我就快点帮宴堂把银子凑齐了。他草草地和顾玉吃了顿饭就赶回了家，拉着个小厮就问：侯爷呢？小厮忙道：侯爷正和英国公府的陶先生说话呢。汪清怀听了急得满头是汗，匆匆去了延安侯会客的书房，叫了在书房外面服侍的小厮：快进去通禀一声，说我有急事，请侯爷无论如何也要出来见我一面，我就在后面的小书房等他老人家。小厮应声而去。汪清怀在小书房里焦急地等着父亲。不一会，延安侯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大海，什么事这么急？他很是满意地道：英国公府再来我们家提亲了，许了2万两银子的聘礼，足见对你妹妹的重视了。我寻思着，我们也不能让你妹妹被宋家的人小看，准备给你妹妹准备4万两银子的陪嫁，正想找你商量这件事呢。爹，汪清怀焦急地打断了父亲的话，把屋里服侍的小厮全都打发了出去，甚至吩咐他们等会再上茶，低声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延安侯。您和英国公府谈得怎样了？有没有答应？不会吧？延安侯听得两眼发呆，半晌才道：宋彦堂可是英国公府的世子，怎么可能会去上公主？早年间还有可能，这几年谁家愿意去上公主啊？您可别忘了，宋氏父子之间可是不怎么和睦的。汪清怀提醒父亲。延安侯恍然大悟。汪清怀忙道：你答应宋家了吗？延安侯迥然。汪清怀思索片刻，道：前2天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戴天一家不是差了媒人来向小妹提亲吗？您回书房后就说您不知道娘亲已经答应了戴家的媒人，这件事就此作罢，等过几天圣旨下来，宋家自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则赶在圣旨下来之前和戴家把亲事定下来，如果再有什么流言蜚语，也能把自己给摘出来。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公突然向汪家提亲，汪家和戴家早就把婚事定下来了。延安侯点头，去了会客的书房。你说延安侯原本都答应了，结果世子一回来，这件事就变了卦。宋宜春睁大了眼睛瞪着陶器重，满脸的不敢置信。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没有办成。陶器重颇有些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羞愧，低声道：我已经派人去打听是怎么一回事了，这2天就应该有消息回来。要快。宋宜春脸色阴沉，只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陶器重心情复杂的低头，应是在避暑行宫宋末分配到的厢房里。顾玉正躺在临窗的大炕上，一边啃着苹果，一边打量着屋里的陈设，啧道：看样子皇上是真的打算招你做女婿了。你看你这厢房，坐南朝北，宽敞明亮，只怕瑶石中也没你住得好。皇上在避暑行宫，首辅梁继方奉命辅佐太子监国，户部尚书兼谨慎殿大学士姚时中陪皇上在避暑行宫处理政事。坐在书案前练字的宋墨就笑了笑，他的字与那些两榜进士出身的内阁学士们相比，自然不能相提并论，可胜在不举磊落，气势俊伟，皇上非常的喜欢。这些日子常常把他叫去抄录佛经或是游记，他闲暇的时候就在屋里练字。天赐哥，你真的不想娶汪大海的妹妹？顾玉嘴里含着苹果，口齿不清地道：汪家的人都长得不错，那汪大海的妹妹应该也错不到哪里去。你可别弄巧成拙，到时候真的上了景怡。景怡漂亮归漂亮，可那脾气好像天下的人都得转着她转似的。景福虽然好，可不管是模样还是性情，都平常的很。说着，他扑到了宋墨的书案前，暧昧的朝他眨着眼睛：要不要我帮你想想办法，让你上了淑妃娘娘的景泰或是陈妃娘娘的福源？景泰长得多漂亮啊，景怡和她一比，那就是金银和美玉，可若是景福和她一比，那简单就是木头和宝石。福源虽然没有景泰和景怡漂亮，可她的脾气好啊。她很小的时候，淑妃娘娘就亲自己告诉她读女戒，你若是上了她，你以后说不定也有永成伯冯剑的福气。你怎么就看中了景福？难怪宁妃娘娘这次宁愿得罪我姨母，也要让景福嫁给你。永成伯冯见上了太宗皇帝的姐姐永平公主，永平公主贤惠大度，与冯剑成亲之后，不仅孝顺公婆，和睦妯娌，而且对冯剑所纳的妾室照顾有加。冯剑仅庶出的子女就有20几个，曾被太宗皇帝嘉赏，成为皇室典范，传为一时佳话。宋墨听着有些恍惚，是啊，自己怎么就瞧中了景福公主？窦昭也曾说地，让她或是上福元公主，或是上景泰公主。可他当知道景福公主比自己小2岁的时候，突然就决定了上景福公主。或者在他的心里，景福公主比自己小，他们就不会那么快的成亲。至少他不会在窦昭出嫁之前娶妻。窦昭不知道在干什么。今天是窦明3朝回门的日子，窦昭正和舅母、表妹一起听素兰说着济宁侯府里发生的事。大爷可真厉害，一见济宁后认下了5小姐，立刻就向魏家索要婚书。素兰喝了一口茶，继续道：景国公世子夫人还不答应，结果被景公国世子爷给拦住了。大爷、景国公世子爷、季大人还有延安侯、景国公府的2爷一起去了济宁后的书房，商量着重立婚书的事，把景国公世子夫人丢在了厅堂。景国公世子夫人当时就发作了，寻了个鸡毛掸子，劈头盖脸的朝济宁侯就是一通乱打，把5小姐都看懵了。济宁侯却是哼也不敢哼一声，任由景国公世子夫人打着。5小姐想上前劝阻，也被打了。后来认亲的时候，5小姐手背上的还红印子还没有消失呢。说到这里，她抿着嘴笑了笑，我瞧着景国公世子夫人的样子，不像是失手才打在了5小姐的身上，倒像是诚心的。那语气怎么听都带着几分幸灾乐祸。赵章如咯咯直笑，给窦昭续茶的素心的瞪了素兰一眼。素兰忙正襟危坐，窦昭和舅母看着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舅母更是柔声地道：难得素兰一片赤子之心，不必过于苛求。素心只好躬声应是。素兰就朝姐姐使了个得意的神色，然后肃然道：我原本准备昨天晚上就回来给你报个信的，可魏府的那些粗使婆子却奉了景国公世子夫人之命，把我们给看管了起来。我怕魏家的人起了疑心，牵扯到小姐身上，就和那些陪嫁的丫鬟们一起在魏家歇了一晚，今天一早随5小姐回来的。甘露怕我们都回来了，小姐的陪嫁有个闪失，就和刘云他们留在于了济宁侯府，到时候随着小姐的陪嫁一起回来。窦昭微微点头，虽然发生了姐妹一家的事，但魏窦2家该有的礼数却是一样不缺。
天刚亮就派了窦文昌去接了窦明回门。武太太怕舅母尴尬，请了舅母去槐树胡同小住，却被舅母拒绝了。我们家寿姑又没有做错什么，凭什么要给明姐让地方？她都不觉得害臊，我有什么脸红的？一句话把武太太给顶了回去。武太太不免有些迥然，六太太却不想让窦昭为难，出来打圆场。既然如此，那就太太就去陪陪寿姑吧。她身边有个陪着说梯级话的人，心里也好过些。赵太太就领着女儿来了窦昭屋里。武太太、六太太等窦家在京都的女眷则盛装出席，招待窦明这个新出炉的姑奶奶。窦明的大舅舅的王之炳没来，王家的女眷则是跟着窦明的小舅舅王之韶一起过来的。舅母就称赞素兰，难得你小小年纪却口齿伶俐，条理清楚，说得明明白白，让随身的嬷嬷赏了素兰2两银子。素兰欢天喜地接了银子，谢了又谢，和姐姐一起退了下去，让窦昭和舅母表妹说提几话。虽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舅母也觉得和魏家的婚事不必挽留，可听说魏廷瑜这么快就认下了窦明，舅母心时还是有些不舒服。她长长的叹了口气，道：寿姑，你以后有什么打算？窦昭觉得这个时候他若是说出再也不嫁人了之类的话，舅母肯定会认为他是受了刺激，心里一定更难受。先回真定吧，他笑道，然后睁大了眼睛，再找个好人家。舅母见他还挺乐观的，把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顾玉见宋墨有些出神，不由伸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天赐歌，回神了，回神了。他嬉笑道，你不会是想新娘子了吧？宋墨弹了顾玉一个抱素，笑道，胡说些什么呢？耳根却突然间有些发红，随手拿起个苹果塞到了顾玉的手里，吃你的苹果，少废话。顾玉觉得自己好像猜中了宋墨的心情，他笑得像个小狐狸，拿着苹果重新倒在了临窗的大炕上，道，天赐哥，你成亲的时候让我去帮你接亲吧，到时候我肯定会护着你，不让他们灌你酒的。宋墨心里却在想窦昭的事。昨天窦魏两家重新写了婚书，魏家立刻请了自家的2位证婚人延安侯和张继明重新在婚书上做了保。今天新人认过亲，喝了回门酒，窦家就应该会去请杨森和蔡璧过来在婚书上做保，然后再拿到顺天府去存档。这样一来，窦家姐妹议嫁的事很快就会被传出去了。眼看着就要到8月15了，皇上肯定不会在避暑行宫过中秋节的。皇上一旦回宫，他景福的婚事就提到明面上，到时候自己可就真的弄巧成拙了。无论如何，他也得在中秋节之前把事情办妥才行。宋墨没有理会顾玉的唠叨，高声喊了陈和，你回府一趟，看看严先生可有什么话递给我。吉勇亲自去请了杨森过府。杨森不免有些叹息，可怜了窦家4小姐都要出嫁了，却得到了这样的怪病。吉勇笑道，不过是脸上长了癣罢了，也不是不能医，不过是有些麻烦而已。济宁侯府也太小心了点，正好5小姐还没有说亲，窦家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言下之意是指魏家嫌弃窦昭，逼着窦家把窦明嫁到了济宁侯府。杨森还没什么，深知其中蹊跷，又一心想讨好窦氏书的蔡璧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笑道，要怪就怪窦家4小姐的嫁妆太丰厚，只魏家是看中了窦家的嫁妆，才不愿意和窦家退婚的。季勇不由眼皮一跳，高看了蔡璧2眼。杨森则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连叹了几声世风日下，这才由吉勇服侍着上了轿子。陶器重的消息比宋宜春想象的来得要早。用过晚膳，陶器重就面色凝重地求见宋宜春，世子爷恐怕要上主了。他沉声道，消息是从延安侯府传出来的，这个时候京都有头有脸的勋贵之家只怕都已经知道了。宋宜春差点打翻了手边的茶盅，你说什么？他脸色大变，消息可靠吗？说话间想到儿子的神出鬼没，没等陶器重回答，心里倒先相信了几分。消息可靠？陶器重道，是延安侯世子爷亲口对我说的，想必是为了给我们府上一个交代，而且还说皇后娘娘和宁妃都看中了世子爷，宁妃也要向皇上开了口，皇上也有此意，不过因为皇后娘娘想让世子爷上锦衣公主，这件事就拖了下来。可世子爷上主的事却是铁板钉钉的。宋宜春颓然坐在了太师椅上，怎么会这样？他喃喃地道，这些年上主的都是那些落魄的世家子弟，宋某却是英国公府的世子，宁妃怎么会瞧中他？应该是世子爷的主意吧。陶器重苦涩地道，世子爷若是上了主，就无人可动摇他的世子之位了，你应该让二弟和世子爷多多走动的，世子爷破釜沉舟，杀伤力是很惊人的。不行不行，宋宜春急得团团转，不能让他上了公主。他吩咐陶器重
上次东平伯不是说他有个女儿和宋墨同年吗？就他好了，你明天一早去东平伯家提钱。侯爷，陶器重再次低声提醒宋宜春，世子爷要上主的事，京都的勋贵之家应该都知道了。谁还敢在这个时候和宋家定亲？宋宜春呆住，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墨上主。陶器重没有说话。英国公府旁边的顺天府学胡同，是因为顺天府的府学落址于此而得名的。剪子巷里也因此挨挨挤挤的全是卖各种小食的摊子和铺面，其中有家叫卯记的馄饨铺子，馄饨做的皮薄馅大，配上小鱼小虾，汤汁又十分的鲜美，甚合陶器重这个江南人的口味。他偶尔会去卯记吃一碗，在合同是江南老乡的卯记铺子的老板闲聊几句，思乡的愁绪顿时就会烟消云散，心中畅快不少。从西厢院出来，已是灯火初上之时。陶器重略一犹豫，去了卯记馄饨铺子。铺子里的生意照例很好，座无虚席。昏黄的灯光下，嘈杂的说话声，氤氲的腾腾热气，让人的面孔都模糊起来。但卯记铺子的老板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陶器重。他笑着边用围裙擦着手，边走了过来。陶先生，还是照老规矩，我在后门给您支张桌子吧。陶器重笑着说了声多谢。卯记的老板亲自去收拾了桌子，端了碗馄饨放在了陶器重的面前。陶器重喝了口汤。邻座传来两个男子低声的议论：真的？那窦家可是读书人，怎么就会答应了姐妹一家的事？我骗你做什么？窦家四小姐和五小姐是同父异母的，据说当时来不及准备，用四小姐的陪嫁嫁的五小姐。现在五小姐带四小姐嫁到济宁侯府做了侯夫人，四小姐自然要把陪嫁要回来了。还是我去帮着抬的嫁妆，我还不知道。我听说窦家嫁女儿有2万两银子的陪嫁，把嫁妆要回来，那济宁侯岂不是亏了？亏什么亏啊？2万两银子那是宫中给的，四小姐不过是把她自己生母留给她的东西要了回来，我看满打满算也就1-2千两银子的样子。而五小姐的外祖外是云南巡抚王佑省，就是那个走哪里就一路胜仗打到哪里的王佑省，你知道吧？现在四小姐把自己生母留给自己的东西要了回来，五小姐的生母和王家肯定都会给她一大笔天香银子的。算起来，济宁侯府还赚了呢。听到这里，陶器重忍不住扭头望过去。说话的是2个穿着粗布短褐的男子，身材魁梧，皮肤黝黑。2个人面相虽然一个忠厚，一个机敏，但双手都满是茧子，指甲缝时也残留着污物，一看就是靠体力活谋生的人。他不由朝着2人拱了拱手，喊了声2位仁兄，道：你们说的可是北直隶窦家？窦文华窦大人府上。窦氏叔因任文华殿大学士，又在吏部为堂官多年，得他照顾的人不在少数，士林中为表示尊敬，多称他窦文华而不称其字号。2个说话的男子见陶器重一副文士打扮，知道遇到了读书人，忙站了起来，躬身还礼，连称不敢，道：正是刑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窦阁老家。陶器重见2人穿着粗陋，谈吐举止却颇知规矩，想到刚才的话，知道2人是惯接豪门大户外活的人，态度又和蔼了不少，笑道：寒夜无事，听2位仁兄说的有趣，不免有些失态，还请2位不要放在心上。哪里？2人忙躬声道。那个面相机敏的更是道：听先生口气，和那窦家熟识，不知道先生想知道什么，我们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那面相忠厚的却面露不愉，踢了那面相机敏的一脚，偏偏那面相机敏的却装作不知道似的，殷勤的请陶器重同桌而坐。陶器重看得明白，笑道：还是你们到我这边来坐吧，我这边清静点。面相忠厚的那个有些犹豫，面相机敏的那个听了却喜出望外，端着还没有吃完的半碗馄饨就坐到了陶器重的身边。面相忠厚的那个眼底流露出几分无奈，只好也跟着坐了过去。陶器重就笑道：我们坐在一起，老板正好空出张桌子来，也好招待别人，多赚几文钱。面相机敏的那个就连声称是，面相忠厚的那个闻言表情也跟着松懈下来。陶器重大多数时候和那面相忠厚的说话：你说你帮窦家那位四小姐搬的嫁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就老老实实地道：出了件这样的事，大家颜面上总归是有些过不去。新娘子回门认了亲之后，窦家就趁着天黑把四小姐生母留给四小姐做陪嫁的东西搬了回去。因人手不够，我又常帮着窦家做些粗重的活，就把我叫去搭了把手，除了工钱，还每人赏了1两银子。这不，我刚刚忙完活，就请我这兄弟到这里来吃碗馄饨。
卯记的馄饨虽然便宜，但对他们这些做苦力的人来说，能像这样吃碗馄饨，也算得上是件享受的事了。陶器重点了点头，笑着问起姐妹议价的事来。那面相机敏的倒是问一句能说出10句来，可他不过是听面相中后之人的转述，想说却说不出什么来。那面相中后之人倒是知道的不少，可像桐油灯芯，你拨一下它亮一下，你不拨就不亮。陶器重帮两人付了馄饨钱，又请铺子的老板上了一壶老白干，4碟下酒的菜，在馄饨铺子后门和二人慢慢喝到了2更鼓，这才各自散去。风一吹，陶器重这才感觉到有些上头。他扶着墙慢悠悠地进了英国公府旁的巷子，侧门手直的看见陶器重，忙迎上来扶了他，奉承道：陶先生，您老这是去哪里了？怎么也没让小厮跟着？这黑灯瞎火的，要是磕着哪里碰着哪里了，可怎么得了？国公爷的事还不得乱了套啊？陶器重呵呵的笑，赏了手直的1小块碎银子，给你买酒喝。手直的乐得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不停的道谢，态度更加殷勤了。我扶着您老回屋吧。刚才国公爷还差了人来问您去哪里了。您以后要是想一个人出门，可以跟我们说一声，万一国公爷找您，我们也有个地方寻去。不知道国公爷找他有什么事，若真的很急，应该会派了人四处找他，知道他回了府，会再派人来找他的。陶器重此时脑子有点晕，迷迷糊糊的嗯了一声，回屋歇下了。半夜突然惊醒，想起了这件事，自己后来到底去见了国公爷没有？他模模糊糊的想不清楚了，靠在床头揉着自己的太阳穴，叫了小厮倒杯茶给自己，问道：国公爷可曾派人来找过我？没有。小厮笑道：不过二爷曾亲自来找过您。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低声道：好像是国公爷发了二爷一顿脾气，二爷还差点因此挨了板子，二爷来找您，想让您在国公爷面前帮他说几句好话。陶器重听着长长的叹了口气，果真是不如宋墨良多啊。若是真的让宋墨上了公主，以宋墨的本领，国公爷和二爷以后恐怕就只能看着宋墨的眼色过日子了。念头一闪而过，他立刻记起了卯记馄饨铺子里的事来。他当初不就是觉得窦家这件四小姐的事挺有意思的吗？陶器重一跃而起，吩咐小厮：快服侍我穿衣服，我要见国公爷。小厮一愣，陶器重这才惊觉自己太激动了，道：你先下去吧，有事我会吩咐你的。他不过是道听途说，有些事还是得去求证一番更好，免得在国公爷面前出了错。小厮应声退下。陶器重在屋子里一直转到天色发白，这才又叫了小厮服侍他梳洗了一番，连早膳都没有用，就一个人出了英国公府。宋宜春想到宋汉的功课，就气得胸口隐隐作痛，偏偏这种痛却是他自己种的因，连个抱怨的地方都没有。昨天想找陶器重过来下盘棋，谁知道他出府去了。今天一大早，宋宜春考笑宋汉的功课，昨天让他背的文章虽然全背了下来，却磕磕巴巴，让他又是一顿恼怒，想找陶器重说说话，派了小厮去请，结果陶器重又出去了，他一时不禁火冒三丈。这个陶器重到底要干什么？明明知道自己找他，却不照面，难道他是认为一旦宋墨上了公主，自己就会被宋墨压得死死的，成了英国公府的摆设，所以开始对自己三心二意起来不成？宋宜春气得额头青筋直冒，朝着小厮就是一阵怒吼：还不快约我去找，哪怕把京都掘地3尺，也要给我把人找回来。小厮慌慌张张的应是，转身却和陶器重撞了个正着。陶器重哎呦一声捂了胸口，却看也没看那小厮一眼，推开小厮就大步上前给宋宜春行了个礼：国公爷，世子爷的婚事我有个好人选。他含笑地望着宋宜春。窦世英站在上房的台阶上，望着进进出出搬着东西的仆妇，心里沉甸甸的。古秋留给女儿的东西是要了回来，可女儿的姻缘又在哪里呢？他想到窦明那掩饰不住喜悦的笑容，目光微沉，去了东厢房。厅堂有点凌乱，赵章如正蹲在从济宁侯府要回来的2口箱子面前，和窦昭说着话。姑母的这箱子肯定和我们家的是一组，我们家的那个上面雕的是800罗汉，你们家的这个雕的是彭祖拜寿，却都是紫檀木镶着牙边的。窦昭闻言抿了嘴笑，指了旁边一扇小小的炕屏：这个也是紫檀木做的，镶着罗钿。哪里？赵章如凑了过去，窦昭就指给他看。2个都过了适嫁年纪的大姑娘，在这个年纪大都已经未为人母了，此时却仍像不谙世事的孩子般嬉笑着。窦世英只觉得心如刀剜。舅母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望着2个娇美如花的女孩子，轻轻喊了声大姑爷，道：您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打算？只能想办法再给窦昭找个更好一点的婆家了。
万一找不到，就留在家里招婿。总之，不能再让窦昭受委屈了。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来难。先不要说窦昭的年纪摆在那里，又有几个人比得上魏廷于是世袭的已成了爵的侯爷？招婿要是那么容易，张如怎么到现在还待字闺中？窦世英不由神色尴尬，早就注意到窦世英的赵章如忙拉了拦窦昭的衣襟。窦昭微微一愣，看见在舅母锐利的目光下满脸窘迫的父亲，暗暗叹了口气，上前帮父亲解围。您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又招呼舅母。夜晚有寒气，大家进屋来喝杯热茶吧。然后上前挽了舅母的胳膊，笑道：我和表姐刚才淘了几件有趣的东西，想必是娘亲出嫁的时候外祖母送给娘亲的，我们正想找您问问呢。笑盈盈的把舅母拉进了临时当做宴席室的北间。赵章如就笑吟吟地撩着帘子候着窦世英。窦世英心生感激，朝着赵章如和善弟笑了笑，进了北间的宴席室，听着女儿和赵太太、赵章如笑呵呵地说了半天的话，心不在焉地喝了几杯茶，看着天色不早，东西都收拾得差不多了，就起身告辞了。舅母不由冷哼一声，窦世英却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起来去见窦昭，道我已经和王家的人商量过了，让王氏或回真定老家服侍二太夫人，或去家庙里清修些日子，你不如就留在京都吧，家里还缺个主持钟馗的人，这样也好说人家。窦昭原也没打算这么快就回真定，他总要把自己的事处置好了再回去。好啊，窦昭笑道，舅母说还是年轻的时候跟着舅舅来过一次京都，我正想留舅母和张如表姐在家里多住些日子，把京都一些有名的地方都游历一番。窦世英闻言不由松了口气，说起京都的名胜古迹来。有小厮在外面探头探脑的等了良久，直到窦世英的话告一段落，这才小心翼翼的进来禀道：七老爷，翰林院的徐知纪徐大人派人给您送了张请帖，想请您今天晚上到醉仙楼喝酒，请您务必光临。窦世英一听就知道徐知纪多半是有事要求自己，他向来奉行与人方便即是与己方便，可这个时候他哪有心情和徐知纪去什么醉仙楼喝酒？他想了想道：你去跟送信的人说，我家中有些琐事，不便去醉仙楼饮酒，多谢他的好意。若是他另有要事相商，请他不妨到家里来喝杯茶。小厮应声而去。窦氏吉掏碗夹烟底胖按木八果孩啊，文心灰行脱肩摇母印剑客移梅瓜灰甜且黄唇。如果不是有舅母孤男寡女的不方便，过2天是休沐，他就陪着女儿一起去了。窦昭说了几个地方，又觉得不妥，笑道：哎呦，这事也不急，等我和表姐商量好了再说。窦昭那时候心里有气，专找了父亲喜欢的东西占为己有，哪里是真心的喜欢？现在想起来倒觉得有些好笑，不过机会难得，能跟着父亲去玉宝轩见识一番也不错。他笑着问父亲：不是说我们家积分阁是天下第一吗？怎么那玉宝轩的东西比我们家的还要好？我们家的积分阁胜在品种齐全，高中低档的都有，各大州府都有分店，若是在南京分店看中了什么要送到杭州，积分阁还可以帮着代送，因而名气大。可若是论东西好坏，却比不上玉宝轩的精致。窦世英正细细地向窦昭解释，那小厮又闯了进来，禀道：七老爷，徐大人的随从来回话，问今天下午来拜访您可不可以？窦世英不由咦了一声，喃喃地道：什么事啊？这么急？窦昭忙道：爹爹，您有事就去忙您的吧，我正好去舅母那里坐坐，问问舅母和表姐想去哪里玩。窦世英也不勉强，回了书房。用过午膳，徐知纪带了各年约5旬的青衣文士来，没等小厮上茶，徐知纪先告了个罪，道：没得万元兄同意，就冒昧前来，实在是急火攻心，还请万元兄多多谅解。徐知纪所求，恐怕与这青衣文士有关。窦世英思忖着，笑道：你我同在翰林院为官，本就应相扶相济，知纪兄言重了。两人寒暄了几句，徐知纪把那青衣文士介绍给窦世英，这是我的同乡，姓陶，名池，字器重，如今在英国公府上做幕僚。早年我来京都参加科举，曾受过陶兄的恩惠，如今陶兄有事相求，我为卑言微，只好来求万元兄帮忙。说着起身朝着窦世英长揖，还请万元兄无论如何也伸手相助。那青衣文士见状，也忙起身给窦世英行礼，快快请起。窦世英忙扶了两人，道：知纪兄，你是知道我脾气的，大家同在京都游宦，能认识已经是缘分，只要我能帮忙的，我义不容辞。徐知纪正因为知道，所以才敢带了人冒昧前来。他赧然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原来
这陶器重有个行商的内职，年前在北直隶的保定府卷入一宗盗窃案，陶器重想请窦世英帮忙给保定府的人打声招呼。窦世英知道他们是想他扯着窦世书的虎皮做大旗，窦世书是刑部尚书。陶器重生怕窦世英不愿意帮忙，忙道：我那内职向来忠厚老实，家有余资，不可能做出盗窃案来，若是能还他一个清白，定当重谢。这种事多了，窦世英不可能为了几个银子助纣为虐，何况那徐志绩乃是两榜进士出身，又在翰林院为官，怎么都能想办法找到人给保定知府打个招呼。既然找到自己这里来，恐怕这所谓的盗窃案不是那么简单的。因而笑道：说什么谢不谢，我先去问问，若是能帮得上忙自然最好。陶器重连忙起身道谢，感慨道：我原想请英国公打个招呼，没想到英国公却说堂官不便结交外臣，颇多的顾忌。还是我辈读书人好，走到哪里都能遇到相帮相扶之人。既说明了他的主翁为何不帮他周旋，又奉承了徐志绩和窦世英。徐志绩忙咳了一声，平时说话挺妥帖的一个人，怎么这个时候却犯了这样的错？既然是求窦世英，好好巴结窦世英就是了，提他做什么？陶器重也觉察到自己失言了，忙转移了话题，说起京都近日来的一些异闻趣事来。一时间气氛倒也很是融洽。查过几旬，徐志绩见窦世英眉宇间流露出几分倦意，就朝着陶器重使了个眼色，又说了几句闲话，起身告辞。窦世英客气地将两人送出了书房，仆妇们正在将贴着双喜的大红灯笼收起来。陶器重就笑道：不是知道府上是什么喜事，早知道这样就应该提前几天来拜访才是。窦世英不免有些不自在，简短地道：是小女出嫁。哦。陶器重却很感兴趣，道：不知道令爱嫁到了哪户人家？窦世英神色间更不自然了，偏偏徐志绩是来喝过喜酒的，想到陶器重在英国公府做幕僚，即便不认识季宁后也应该听说过，说不定还能因此拉近彼此的关系，笑着道：窦大人府上的娇客乃开国功臣济宁侯之后，长得一表人才，还没有籍贯就袭了爵。现在姐妹一家的事还没有传出去，窦世英生怕徐志绩再继续说下去，到时候惹人笑话，忙说了句志绩兄夸奖了，打断了徐志绩的话。徐志绩见窦世英一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想着多半是这个女婿不怎么讨窦世英的喜欢，笑着顺势而下，打住了话题。谁知道陶器重却略带几分谄媚地道：窦大人真是好福气，次女都嫁得如此好，进门就是侯夫人，想必大姑爷也是卓尔不群。不知道大姑爷是哪家的公子？窦世英为之气结。小女是指我女儿，不是指小女儿好不好？这个陶器重到底是不是读书人？可人家问到脸上来了，他总不能不说话吧，否则岂不是让人怀疑这其中有什么蹊跷？他只好道：我膝下空虚，想把长女留在家里，一时还没有许配人家。那陶器重一听，两眼发光，忙道：那窦大人是想把令爱留在家里招婿呢，还是准备遇好人家就嫁出去呢？窦世英听着这话中有话，不由得心头一跳，寻思着莫非这陶器重有适合的人选不成。他缓缓地道：正是没有拿定主意，所以才一直没有给长女说亲。陶器重听着兴奋地道：窦大人，我想给令爱做个媒，不知道窦大人意下如何？笑容十分的殷勤。一次意外，少女卢莹变得十分聪明和敏锐。于是在这个繁华初定，如风最盛的东汉初期，不想再仰人鼻息，也不想再贫困潦倒的卢莹，为了她理想中的富有和尊荣，开始了周全的算计，智慧的攀爬。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一路算计下去，他会遇到那么一个阴谋家。这陶器重谈吐儒雅，相貌周正，看似谦谦如玉的读书人，却不时流露出几分谄媚之态，可见人品不怎么样。此时他分明是为了巴结自己才提出要给女儿做媒的，谁知道他看中的人家是怎样的德性？总不能因为寿姑年纪大了，就随随便便的把她给嫁了吧？他呵呵的笑了几声，把这件事给搪塞过去了。陶器重见状也没有多说，和徐志绩一起告辞。窦世英回，小厮却跑进来道：七爷，刚才和徐大人一起来拜访您的陶先生又折了回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您，请您无论如何也见他一面。他心中虽然不悦，但他性情温和，还是见了陶器重。陶器重一见到窦世英就长揖到底，满脸羞愧地道：窦大人，人要脸树要皮，当着徐大人的面，我实在是说不出口。我那内职并不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而是因在保定府开银楼，和常叫了铺里师傅去打首饰的保定知府家的一位小妾有染。那保定知府有所察觉，却寻不到证据，就胡乱找了个理由把他投了大狱。
我在英国公府做幕僚，和英国公也算得上是宾主尽欢了。这件事也曾求过国公爷，当时以为不过是场误会，国公爷还特意派人给保定知府送了张名帖过去。我们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是那保定知府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国公爷也不好出面说情了。我没有办法，这才求到窦大人名下。他犯下了这等龌龊之事，我们也无言给他求情。只是他上有6旬老母，下有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若他出事，这老母幼子只怕就没了生路，这才斗胆请窦大人出面，留他一条性命。说完，陶器重再次一一到底。这还差不多。窦世英思忖着，只要能留下一条命，这陶器重再从中周旋2年也就放出来了。既然知道这是私怨，他就更慎重了，斟酌道：我帮你问问再说。陶器重感激涕零，忙道：我说要给贵府的大小姐保媒，却是真的。男方就是我的主翁英国公府的世子爷，今年16岁，长得一表人才不说，骑射6翼，样样精通，生下来刚刚足月就成皇恩，封了世袭4品佥事，5岁成世子爵位，如今在金吾卫前尉任指挥使，正经的3品武官。家中又只有一个胞弟，几房远亲，清静得很。若不是定国公府出了事，蒋夫人又去世，世子的婚事怎么会拖到现在？定国公的事，人人皆知。士林中多认为定国公死得很冤枉，不仅不认为他是个罪人，反而把定国公和关公相提顺夹西蒙妾深夜驮渡狼搜，母奈生品。宋末是定国公的嫡亲外甥，无疑出身显赫。窦世英立刻就动心了，窦昭若是能嫁出去，自然比留在家里好。他忍不住道：此事当真？怎敢骗窦大人？陶器重端容，严肃地道：我在英国公府10几年，在国公爷面前也是说得上话的人，断然不敢在这种事上口出妄语。虽说很多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都是由家中信赖的仆妇牵的媒，可陶器重一副10拿9稳的样子，好像只要他一提，这件事就准成事的，反让窦世英生出狐疑来。既然那英国公世子这么好，怎么会相中受孤？倒不是他妄自菲薄，而是勋贵和文官本就是2个不同的圈子。英国公府名声煊赫，就连他这样不怎么出去交际应酬的人都知道，而他不过是个从4品的翰林，堂兄虽然贵为内阁，却根基尚浅，两家又没有可以互相帮衬的地方，像英国公府这种屹立100年的鸠窑壮耐徒从兹何杀？陶器重像看出了窦世英的心思似的，笑道：实不相瞒，英国公府自蒋夫人病逝后，就一直没有主持中馈的人，国公爷无意续弦，就想为世子找个能当家理事的人，最好是能大世子爷几岁，持重大方，贤淑明理，温柔敦厚。谁知道选来选去都没有合适的人家。我听说贵府未出阁的是长女，是您准备留在家中防老的女儿，想必十分精明能干，这才起了保媒之心。若贵府未出阁的是次女，我还未必敢说这样的话。窦世英释然，情不自禁地道：不是我这个做父亲的自夸，我这个女儿的确是十分的能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有她拿不住的。陶器重表面上十分认真，心里却不以为然地听着。既然如此能干，怎么被妹妹换了亲却吭都不敢吭一声？就算是能干，想必也是那种只会低头作声，寡言木讷之辈。他好不容易等到窦世英把女儿夸奖完了，这才笑道：刚才徐大人在此，我不好说是给贵府的小姐保的是哪家的媒，英国公那里我也要去吹吹风，过2天再来听窦大人的音讯。窦世谢欢低捆二，这才是保媒的样子吗？两家都是有头有脸的，婚事能成自然是皆大欢喜，若是婚事不成，岂不让人耻笑？特别是窦昭姐妹一家的事瞒不了多久，如果与宋家的婚事再不成，那可就真成了京都的笑柄。成笑柄还好说，忍一忍，过些日子也就过去了。如果传出窦昭有什么暗疾或缺陷之类的流言，那可就糟糕了。他亲自送了陶器重出门，并道：令侄的事，陶先生不必担心。那保定知府和我2堂兄是同科，年前到京都述职，还曾在我5堂兄家里落脚，不过是个小妾罢了。说起来也是他治家不严，想必他心里也清楚，不然也不会寻了个由头将令侄投狱的。言下之意，你如果能帮我女儿保了这门亲事，你侄儿的事包在我身上了。陶器重再三作揖，这才离开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却兴奋得有些坐不住，如果寿姑能嫁给英国公世子爷，就不用留在家里招婿了。上次委屈了寿姑，这次寿姑出嫁，得多帮她准备点嫁妆才是。想必明姐心里也明白，不会和她姐姐争这些的。她高声叫了高升进来，吩咐她：你再给大小姐准备一份嫁妆，照着原来的翻一翻。话一说出口，又觉得不妥，让别人看了，还以为她喜欢窦昭，不喜欢明姐。
让明姐脸上不好看，忙道：算了，你还是照着2万两银子给大小姐置办嫁妆，其他的我悄悄的给她。高升愕然，这才几天，怎么大小姐就要出嫁了？可别是老爷为了赌一口气，随便把4小姐给嫁了吧？他不禁道：老爷，大姑爷是谁家的公子？您可派了梯级的人去打听过大姑爷的底细？那媒人的话通常都是不可信的。窦世英一愣，道：是啊，怎么把这桩事给忘了？或者是因为他太急于补偿窦昭了吧？窦世英失笑，把淘气重要为窦昭保媒的事告诉了高升，并问他：你觉得怎样？高升觉得这门亲事来得太突兀了，可看着窦世英正在兴头上，他却不好泼冷水，又怕这门亲事真是千载难逢的良缘，若是因他的一句话搅黄了，他可就是万死也难辞其咎了。若是能成，还有什么比这更好亲事了？他含蓄道：不过还是应该去打听打听，以后4小姐嫁过去了，也不至于摸瞎，什么也不知道。那是自然。窦世英连连点头，想到自己最信任的人就是高升了，笑道：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反复地叮嘱他一定得打听清楚了，还道：这件事你办好了，我赏你们家小子一个出身。高升素来敬重窦昭，就算是窦世英不吩咐，他也会去打听一番，何况窦世英还赏了他儿子一个出身。高升喜出望外，连声道谢，跪下来给窦世英磕了3个头，这才退了下去。窦世英的心情十分矛盾，既怕高升打听到的消息对英国公世子不利，从而让窦昭的婚事没有了着落，又怕高升打听到的消息正如陶器仲所说的那样好，英国公却又看不上窦昭。他在书房里练着字，忐忑不安地等着高升的消息。没想到高升掌灯时分就赶了回来。老爷，我打听到一件事。他的脸色苍白，让窦世英心中隐隐觉得不妙。我听人说，英国公世子的脾气十分暴戾，因为和国公爷发生口角，竟然就把听命于国公爷的护卫全都杀了。不仅如此，还将那些被杀护卫的尸体整整齐齐地码放在了院子中间，等国公爷回府，京都的勋贵之家提起此事，都会胆战心寒。你说什么？窦世英跳了起来。难怪那淘气重会给寿姑保媒，原来那英国公世子性情不好，没有人敢和他们家结亲，这不是把寿姑往火坑里推吗？好你个陶池，竟然敢唬弄我！他气得浑身发抖，见屋里的小厮都被他打发走了，脸色铁青的朝高升吼道：那个陶池的拜帖呢？他的那个内侄叫什么名字来着？你帮我磨磨，我要给保定知府写封信，他还想保他内侄一条性命，我要让他的内侄流放3000里，不，流放到9边，说不定正中了他的下怀，到时候请了英国公府出面，3年的刑期说不定过得比在外面还舒服，我要让他把玉底坐穿。高升从来没有看见过窦世英这样的愤怒，唯唯诺诺的不敢作声，偏偏有小厮不灵光，也许是太灵光了，跑进来禀道：七老爷，槐树胡同的武太太过来了，说有事和您商量。和武太太同来的还有季勇，他直奔窦昭居住的东厢房。窦昭正和赵章如盘坐在内室临窗的大炕上商量着这几天到哪里去玩，听说季勇来了，他不由眉角一挑，冷笑道：我正要找他，他倒好，自己跑过来了。然后吩咐丫鬟请季表哥到厅堂里奉茶。丫鬟应声而去。赵章如却奇道：你这是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那季建明哪里得罪你了？一句两句的说不清楚。因涉及到季勇的私德，窦昭自然不会把事情的经过告诉赵章如，敷衍他道：等我闲下来了再和你细说，你在这里等我，我马上就回来。赵章如点头，嘱咐他：那你小心点，又不是要去打架。窦昭笑着去了厅堂。坐在太师椅上喝茶的季勇眉宇间透着几分得意，他放下茶盏，拿起搁在案上的笺纸，朝着窦昭扬了扬，言简意赅地道：窦明的婚书，也就是说从今天起窦明就正式是魏廷瑜的妻子了。窦昭不由道：是你帮着办的？当然。季勇毫不隐晦地道：要不是我亲自走了趟顺天府，你以为窦明的婚书这么容易拿到手？季家有意娶她过门，他之前不敢肯定季勇是否知道这件事，可此时看到季勇手中的婚书，听到季勇所说的话，他哪里还不明白？想到季勇所做的一切，窦昭不由冷笑，讥讽道：不知道您是我们家的什么人？我的堂兄侄儿们竟然都不知道衙门的大门朝哪边开，竟然要请了您出面才能把窦明的婚书办出来，多谢您了，季大人。想到窦昭和魏廷瑜以后再也没有了关系，季勇心里就有种说不出来的舒畅，拿着刚刚办出来的窦明的婚书，就兴冲冲的来见窦昭。虽然猜到窦昭可能会因此不高兴，却万万没想到窦昭会如此的不留情面。
他一口气堵在了嗓子眼里，差点闭过气去。要不是这件事与你有关，我才懒得管呢。吉勇半晌才缓过气来，勃然大怒地道，要不是我，魏家怎么可能认下窦明？要不是我，你和魏廷瑜的婚书怎么会突然不见了？要不是我，窦魏两家的证婚人怎么会那么快就到场？窦昭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道，要不是你，我们姐妹又怎么会议嫁？季勇愕然，狐疑地道，你知道了？你这样上蹿下跳的，我就算是不想知道，也不得不知道了。窦昭冷冷地望着他，季勇恼羞成怒，什么上蹿下跳的？我又不是猴子，要不是你，我会管这些狗屁倒灶的事？你倒是一心想嫁给魏廷瑜啊，可魏廷瑜呢？又不是不认识你们姐妹，竟然和窦明拜了堂入了洞房，看见窦明哭天抢地，立刻抱着他说什么既然已经拜堂成亲，就是夫妻了。他姐姐不认这个弟媳，他倒先跳出来认了这个媳妇，我们忙着更换婚书，他却在新房里安慰新娘子，他何曾把你放在心上？我就是再不济，也不会像他这样怠慢你，不会像他这样羞辱你，更不会像他这样弃你于不顾，所以你就可以夺人妻室。窦昭望着他，目光如月辉般清冷。吉勇一梗，窦昭已道，我从前曾问过你，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决定？现在我依旧要问你一句，你凭什么不问我一声就代替我做决定？你觉得魏廷瑜配不上我，就引他夜宿南风馆，坏他的名声；你想让我厌恶魏廷瑜，就让窦明邀他同游大相国寺；你想娶我，就让我们姐妹一家从头到尾。你可曾想我的心情？你可曾问我的意愿？这就是你待我的好？如果这就是你待我的好，我宁愿不要。你，吉勇顿时脸色煞白。如果自己就这样轻易地放过季勇，他以后恐怕会做出更过分的事来。你觉得魏廷瑜配不上我，他却从来没有不曾勉强我做过什么。窦昭的神色凛然，你觉得你比他好，却让我的人生变得乱七八糟。你说你不会怠慢我，你说你不会羞辱我，你说你不会弃我于不顾，可你看看我现在，在自家长辈的默许隐瞒下，被自己的妹妹换了亲，还只能强颜欢笑，安抚了父亲再安慰舅母，这不是怠慢，这不是羞辱，这不是弃我于不顾，那什么才是慢待？什么才是羞辱？什么才是弃我于不顾？你觉得魏廷瑜比不上你，可他却在和窦明拜过堂之后，不顾亲眷的反对，认下了窦明这个妻子，保全了窦明的尊严。你觉得自己比魏廷瑜强，可你却只知道陷害、谗言、引诱，在暗中使手段，让我被成为别人的笑柄，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你到底有哪里比魏廷瑜强？季建明，我今生绝不会嫁给夺人妻室之人。从今天开始，我的事都不用你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老死不相往来。窦昭说完，转身离开了厅堂。夺人妻室之人，从今天开始，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老死不相往来。季勇呆呆地望着晃动的暖帘，窦昭清脆悦耳的声音如黄钟大吕，不停地回响在他的耳边。窦世英望着武太太一开一合的嘴唇，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季老太爷想为季勇求娶寿姑，在窦明莫名其妙地代替窦昭嫁到了魏家之后，窦世英不禁道：武哥知道这件事吗？他的声音有些尖锐，可一向认为窦世英性情温和的武太太却没有在意，笑道：是季老太爷亲自来求娶，你武哥怎么会不知道？你武哥的意思，家里刚刚发生了这样的事，建明和寿姑说起来也算得上表兄妹，又是一块长大的，若是有人往那不好的地方想，不仅明姐会被传得不堪，就是寿姑和建明也会被人指指点点的。几年后还好说，最多脸上不好看，建明却还年轻，前途远大，如果引得御史弹劾就麻烦了。不如两家先悄悄地交换了庚帖，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再定婚期。窦世英想到槐树胡同进退有度的仆妇，想到自己在窦明待嫁后责怪五嫂时，五嫂那仿佛胸有成竹般的镇定，想到淘气仲娜带着几分谄媚的笑容，想到高升跟他提起宋末时惊恐的神情，他嘴角微抽。难道自己看上去就这样的软弱可欺？一个两个的都来忽悠自己。从知道宋末名声之后，就一直被他压在心底的怒火，此时被泼了油似的，熊熊的燃烧了起来。你还想干什么？他激动地站了起来，白净的面孔因愤怒而变得通红，温和的眸子里满是愤懑。我只有2个女儿，你难道还嫌害得他们不够？武太太闻言脸上火辣辣的，抢辩道：七叔怎么能这么说话？当时我没有拦住明姐，是我不对，我这不是想补偿寿姑吗？而且建明比那魏廷瑜出众多了，小小年纪就已是2榜进士，将来拜相入阁也未可知。
又是季老太爷亲自来提的亲，对寿姑可以说是格外看重，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够了。武太太不说还好，越说窦世英更加恼火，嗤笑道，说来说去，不就是想和季家联姻，想拉拢季建明吗？吏部验风清吏司郎中方舟凭什么成为浙江布政司布政使？王映雪凭什么把窦明嫁到了济宁侯府？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要嫁女儿，不是要卖女儿。他说着指了门口，吴嫂，您主持槐树胡同的钟会，是个大忙人，天色不早了，我就不留您了。武太太从来没有看见过窦世英发这么大的火，她呆滞了半天，缓过神来，这才意识到窦家和季家联姻的事，窦世英不同意，那可怎么办好？她忙道，七叔，您别意气用事，这件事您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建明这样的良配，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窦世英却再也不想听到他的声音，鬓角隐隐冒着青筋，高声喊着高声送客。武太太看着窦世英正在气头上，想着再说什么只怕他也听不进去，决定等窦世英气消了再说，遂也不等窦世英催第二遍，起身告辞了。窦世英却像全身的筋都被抽了似的，瘫软在了临窗的大炕上。吉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静安寺胡同的，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站在静安寺门前。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时从他身边穿过，偶尔还会有人撞上了他的肩膀，连声地说着借过借过。子上帮纪勇应着话，子熙寸步不离地跟在纪勇的身边。有马车突然在纪勇的面前停了下来，季建明。何玉从马车上跳了下去，朝纪勇直奔而来，照着他的面门就是一拳。猝不及防，纪勇被打得一个剧烈，跌倒在地。子熙和子上惊呼着冲了过去，却被早有准备的何家护卫拦住。清醒过来的纪勇只觉得眼睛酸酸的，鼻子有热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他一面本能地擦着鼻子，一面喝道，你发什么疯？我发什么疯？何玉七上前朝着纪勇又是一拳，你忘记你曾经对我说过什么吗？纪勇侧身避过了何玉的拳头，却被何玉压在了身下。他心里正窝着团火，也懒得问何玉自己到底答应过他什么，挣扎着和何玉打成了一团。不过几息的功夫，看热闹的人就在纪勇和何玉身边围成了圈。何家的护卫驱赶着人群，看什么看？没看过打架呀？有妇人笑道，没见过这么俊俏的公子打架，惹得看热闹的人一阵哄笑。何家的护卫脸上虽然有些挂不住，可驱赶人群的架势却没有了刚才的跋扈。季家的护卫见何家的护卫不过是站在旁边看着，并不上前帮忙，知道是得了何玉的嘱咐。季勇和何玉又是常来常往的朋友，一时也摸不清楚情况，不敢轻易上前插手，只得任两个人没有杀伤力的人你一拳我一脚的扭作了一团。几个回合下来，两人都没了力气，坐在地上喘着粗气。季勇问何玉，你到底为什么打我？何玉瞪着季勇，你不是说窦家四小姐一定会嫁给魏廷瑜的吗？怎么济宁侯成了窦家的二姑爷？听说还是你去顺天府帮着办的婚书，看样子窦家姐妹议嫁之事已经传开了。提起这事，季勇就火大，他冷笑，你问我干什么？你去问魏廷瑜去啊，他要是不承认这门亲事，难道我还能强迫他不成？何玉没有说话。季勇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有些失魂落魄地朝着自己的马车走去。何玉追了上来，揽了他的肩膀，道，算了，我就是觉得气闷，我们去喝酒吧。吉勇点头，接过子熙递过来的帕子，胡乱地擦了擦鼻子，道，你没有把我给打破相吧？我明天还要去衙门当差。何玉目光闪烁，男子汉大丈夫，脸上有点伤痕，更显得伟岸。季勇呸了一声，道，那我让你更伟岸点，你觉得如何？何玉嘿嘿地笑，道，我是成了亲的人，就不必再拘泥于这些小事了。你不还得找老婆吗？老婆，吉勇喃喃地道，有些失神。窦昭从此再也不会理睬他了吧？想一想，他都觉得心痛难忍。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他只不过是想让他过得更好而已，他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多管闲事呢？吉勇突然间有点茫然。搭着他的肩膀往前走的何玉见吉勇有些失落，突起促狭之心，朝着季勇挤了挤眼睛，道，要不要我给你做个媒？我有个小姨妹，模样、品行、才学都很不错，哪天去我家，我只给你看看，你若是觉得满意，我让我父亲去跟你父亲说去。吉勇回过神来，拍掉他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没好气的道，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瞎操哪门子的心？我这也不算是瞎操心吧？何玉不以为然，你也老大不小了，小心我儿子都抱上了，你还是孤家寡人一个。
不过我觉得魏廷瑜那家伙忒不是个东西，就算是窦家4小姐不成，也不用娶了窦家5小姐啊，这让窦家4小姐以后怎么做人？你说我们要不要去会会那魏廷瑜？两人勾肩搭背，渐行渐远。和季两家的护卫沉默地跟在两人的身后，一起离开了静安寺胡同。宋墨坐在莹莹的羊角宫灯下，摩挲着手中的小纸片，表情有些异样。陶器重既然已去静安寺胡同拜访窦七爷，想必窦家很快就会派人去打探他的底细，这算不算是弄巧成拙呢？从前为了震慑父亲而有意留下来的凶名，如今却成了他和窦昭之间的障碍。不过事情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窦昭身上不也有很多的传闻，到时候就看他怎么向窦七爷解释了。想到这里，宋墨提了2瓶御赐的甘露白，去了金吾卫都指挥使邵文吉那里。谁知会昌伯世子董琦也在那里。宋墨大大方方地把酒递给了邵文吉的小厮，笑道：原想着今夜不用当差，想和邵大人喝2杯，又怕邵大人舍不得，索性我自己带了酒过来。正好董大人也在，邵大人就赏个脸，和我们一起喝2盅吧。宋墨是什么人？又一向对他这个上司恭敬有加，邵文吉疯了才会泼宋墨的面子。宋墨都表现得如此大方，董琦自然也不能畏手畏脚的。两人笑着应好，分宾主在炕上坐了。宋墨发现炕脊上放着一个锦盒，想必那董琦是来给邵文吉送礼的。同为勋贵之家的世子，董琦和宋墨虽然性子一热一冷，却都是一样的会做人，在金吾卫谨守上下级关系，极得同僚们的赞赏。宋墨只当没看见。相比其他人，他和董琦给上司送礼就显得大方多了，因为身份的原因，他们送礼是结交朋友，别人送礼那是巴结上司。因是在别宫，小厮虽然很快就上了几个菜，也不过是花生米、炒豌豆等凉菜，还不如英国公府或是会昌伯府仆妇的下酒菜，可在别宫，这已经是非常奢侈了。宋墨十分给面子地主动给邵文吉和董琦倒酒。邵文吉最欣赏宋墨的就是这点。你来的正好，我和靳云正说着这几天的差事。他不由笑着对宋墨道：皇上已经决定12日回宫，你这几天就和靳云负责皇上身边的守卫好了。靳云是董琦的表字。董琦恭敬地向邵文吉行礼：谨遵大人吩咐。眉眼间却难掩喜色，显然他送礼给邵文吉所求正为此事。宋墨却是哭笑不得。皇上如果回宫，御前亲军12位会一路沿途守卫，因人数众多，又分属不同的卫所，12位的都指挥使会试先在一起定下路上当值的人，还会派了人在皇上所经之地巡视一遍。巡视这差事肯定没有近身服侍皇上露脸，可自己想悄无声息地回一趟京都，让邵文吉派自己去巡视最好不过了，却没有想到会被董琦连累，让邵文吉误会自己也是为此而来。如今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特别是邵文吉把自己和董琦分配在了一起，董琦肯定会特别注意自己的。宋墨只能不动声色地笑着向邵文吉道谢，问起这几天都有哪几个人会和自己一样在御前当值。此时的宋宜春却像困兽般的在屋里打着转。我就说这件事行不通，你看窦家立刻派了人来打探宋墨的底细，偏偏这件事知道的人太多，我们就是想隐瞒也不行，这件婚事只怕没影了。他焦虑地道：如果窦家不同意这门亲事，还有没有其他的人选？相比得罪了皇上来，宋墨上了公主，掌握了英国公府实权，让他成为摆设，又变得微不足道起来。他要赶快把宋墨的婚事定下来，等到皇上回了京都就没办法了。坐在旁边太师椅上喝茶的陶器重却笑道：我前脚走，窦家立刻派人打听世子爷的事，这恰恰说明窦府很想嫁女儿。国公爷稍安勿躁，这件事我早就预料到了，我明天一早就去一趟静安寺胡同。宋宜春也懒得问他有什么主意了，只是催着他快点把这件事办妥。陶器重笑着应诺，出了书房。第二天一大早，像去好友家串门似的，提了12色礼盒，去了静安寺胡同。听说陶器重拜访，窦世英冷笑：他还有脸来见我？让他滚！窦世英待人向来温和，少有这样尖锐的时候。小厮吓得脸色发白，忙去了大门口。听闻得窦世英的反应这样激烈，陶器重有些意外，但时间紧迫，他来不及也找不到像窦昭这样符合宋宜春要求的说亲人选了，他还是塞了5两银子给那小厮，哀求道：麻烦小哥再去通禀一声，就说人言可畏，为了内侄的性命，我也不敢欺骗窦大人。窦世英至下宽和，那小厮想了又想，看在5两银子的份上，又去禀了窦世英。人言可畏。窦世英把这句话咀嚼了几遍，越想越觉得这句话有深意，沉声吩咐小厮让他进来说话。
小厮忙将陶器重请到了书房。陶器重满脸羞愧，进门就连声告罪，道：都怪我没有说清楚。我们家世子爷文韬武略，在京都勋贵之家是少有的出类拔萃。9岁的时候，随着皇上到怀来丘为，皇上考教骑射，世子爷就因骑马第2，射箭第5，在勋贵子弟中排名第1。皇上因此还赏了一座位于大兴的田庄给世子爷。从此以后，京都不知道多少达官贵人盯着我们家世子爷，还常拿了世子爷做榜样，教训那些不学无术的子弟。偏偏国公爷待世子爷期望很高，功课又重，世子爷很少在外面走动，这话就越发传得离谱了。我回去后跟国公爷提起贵府的小姐，国公爷也差人去打听了一番，我还担心国公爷会因此责备我行事轻率，谁知道英国公爷却很高兴，还说不受天磨非好汉，不遭人妒是庸才。可见贵府的小姐定是十分的出众，还特意嘱咐我，让我来探探大人的口气，能不能这2天安排个时间和大人见上一面，也好把这件婚事定下来。若真如京都所传的那样，我们国公爷岂会纵容世子爷草菅人命？是真是假，是流言还是诽谤，窦大人见了我们家国公爷一问便知。这天下间，难道还有苦主帮事主喊冤的事，不成陶器重的话，让窦世英进退两难。幕僚多有张仪之能，若他所言不实，自己答应了这门亲事，就会害了窦昭一辈子；若是他所言属实，自己错过了这门亲事，到哪里再给窦昭寻一门这样好的亲事？窦世英在书房里来来回回地踱了一个上午，这才叫了高升进来。英国公世子，除了你说的杀人之事，那陶器重所言可还有其他不实之处？他郑重地问高升。没有。高升摇头，大家都说英国公世子言如宋玉，貌比潘安，文武双全。哦，窦世英更加不愿意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他想了想，决定亲自去趟避暑行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一个人到底怎样，要看过了才知道。高升极为赞同，觉得窦世英这样做才是对窦昭好，忙殷勤地道：我这就去趟槐树胡同。没有宣召想要进出行宫，以窦世英的品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只能求助于窦世书。不用了。窦世英的神色骤然间冷了下来，在槐树胡同那些人的眼里，窦昭就是个物件，没有了何家有魏家，没有了魏家有季家，总想着如何卖个好价钱，从来不曾体会顾及窦昭的感受，就算养只猫啊狗啊的，时间长了也有感情。何况窦昭和魏廷瑜从小就定了亲，他们却任由窦明带窦昭嫁到了济宁侯府。相比英国公府，自然是季家能让窦家得到更多的实惠。若是让槐树胡同知道了宋家的事，还不知道会打什么主意。这一次谁也别想左右窦昭的婚事，他要自己拿主意。窦世英低声叮嘱高升，四小姐的事你千万不能跟槐树胡同的人说。想想又道，谁也不能说。高升连连点头，8字都没有一撇的事，他自然不会到处去嚷嚷，何况四小姐刚刚被5小姐抢了夫家，就是说的再好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若是四小姐和宋家的婚事不成，又传了出去，四小姐以后可怎么做人？最好还是像七老爷说的那样，等2家正式下了聘，再说给那些想看四小姐笑话的人听，为四小姐证明，那才是正经。他向窦世英保证，就是我那浑家，我也不会说的。窦世英颇为满意的嗯了一声。高升忙套了马车，亲自赶车送窦世英去了位于西苑太液池旁的避暑行宫。窦氏有个同科在行人司政，这次正好陪着皇上来了避暑行宫，他决定通过这个同科把宋墨给引出来。他不动声色地把人瞧一瞧。高升就把马车停在了避暑行宫侧门对面的小树林旁，拿了窦世英的名帖，请人去给这个同科递话。窦世英则坐在马车里等。秋日下午的阳光暖洋洋的，一半照在了树梢，一半照在了车上。自从发现姐妹议嫁之事后，就一直没有怎么好好睡觉的窦世英困顿地闭上了眼睛。或许有大半个时辰，或许只是一会儿，他迷迷糊糊间听到一阵疾驰的马蹄声，这是靠近避暑行宫的地方，任何的响动都会让人警觉。窦世英撩了车帘朝外望，看见几个穿着武军营衣饰的人簇拥着个穿金无畏衣饰的人正朝这边驰来。他不由咦了一声，探出身来。武军营驻扎在城外，负责京都的拱卫，而金无畏却是皇上的贴身近卫，两位虽都是亲卫，却有云泥之分，可武军营的人却自有自己的骄傲，并不是金无畏能随意指挥得动的，更不要说这样簇拥着金无畏的人，显然这金无畏的人是奉了上谕行事，才会让武军营的人护卫。避暑行宫侧门前孤零零地停了辆马车，不打眼都不行。骑在马上的宋墨和其他的人都不由瞥了一眼，宋墨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竟然是窦家七老爷。
他来这里做什么？窦家吴老爷跟着梁继芬留在进宫，要不要上前打个招呼？别的不说，他若是要找什么人，自己却比他要方便。念头一闪而过，他心中却骤生警惕，难道他是来相看自己的？念头一起，他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和窦世英的马车擦身而过，毫不犹豫地拽下腰间的玉佩，用暗劲捏成了几块，朝拉着窦家马车的马弹去。马受了惊，嘶鸣着冲了出来。窦世英被突如其来的冲击力甩到了车厢里，摔得一阵猛头猛脑，心里却明镜似的。这次可麻烦了，皇上的亲卫向来跋扈，就是六部侍郎也不放在眼里，何况他这个小小的从四品翰林，何况他还是在通往避暑行宫的必经之路上，若是论起长短来，他一个窥伺进宫的罪名是跑不掉的。茫然不知所措中，他听到一个清澈如水的声音急急的大声嚷着：快把马车给拉住，里面有人！一阵哗啦啦的声音，马车在男子高亢的玉声中停了下来。窦世英昏头昏脑的想要坐起来，车帘一撩，有人探头：先生，您怎么样？然后伸手扶了他。那声音如泉水般的舒缓悦耳，窦世英不由抬头，就看见了一张清风朗月般屹立的面孔，特别是一双眼睛，仿佛凝聚了星辰的精华，皎皎不输月色。他定睛一看，这才发现眼前的人是个不过16、17岁的少年，笑容和煦，神色稳重，举止优雅，既有世家子弟的从容，又有功勋贵胄的气度，让人一见难忘。书上所谓的貌比潘安，颜如宋玉，就是指这样的少年吧？窦世英暗忖，在少年的帮助下了马车。他这才发现马车只不过是向前跑了一小段路，并没有什么大碍。窦世英松了口气的同时，又担心怎样向这些天子禁卫解释自己为何在此逗留，就听见那几个五军营的人围了过来，纷纷笑着称那少年宋大人，赞道：早就听说世子爷的马术了得，这次可算是长了见识。不说别的，单就这手勒马的功夫，就够我们学一辈子的了。原来是这少年救了自己。窦世英含笑望了过去，却是心中一动。姓宋，世子，16、17岁的年纪，貌比潘安，颜如宋玉，在金吾卫当差，难道他就是那个英国公世子爷宋彦堂宋默不成？他望向那少年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火热。宋默心中连喊侥幸，皇上多年未骑射了，见到禁卫军的马上英姿，顿时起意，每日早上到教场和他们遛马。谁敢让皇上骑马？可谁又挡得住皇上？汪渊就想了个主意，给每个贴身护卫皇上的禁卫身边全都配个拉马的小厮，再派个骑射极其高明之人帮皇上牵马，这样就可以控制皇上的坐骑了。皇上见大家都是如此，倒也没有拒绝，每天早上由人牵着马和他们一起遛马。他想办法在皇上最喜欢的一条马鞭上做了个记号，结果皇上像往常一样正要扬鞭催马，结果马鞭却断了。所有的人都傻了眼。皇上雷霆震怒，宋默趁机把断了的马鞭捡了起来，汪渊则满脸笑容地跪在了皇上面前。可见这老物件也是念旧的，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老奴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外有良将，内有忠臣，天下太平，御宇澄清。一帮子亲卫也缓过神来，纷纷赞扬着马鞭尽忠职守。皇上被逗得哈哈大笑，雷霆怒气随之烟消云散。宋默趁机道：请皇上容微臣将之拿去公灶房修补一番吧，以后挂在皇上的书房，也可警示后人。皇上点头，随手指了几个五军营的人护送他去公灶坊，他这才得了这个差事。因出宫的时辰有限，窦世英又请了病假没有上衙，每日只窝在家中。他正担心严先生能不能给他找到一个和窦世英偶遇的机会，没想到刚刚出了行宫就遇到了窦世英，难道这是天意不成？他心里莫名的一阵激动，言辞间更加谦虚：诸位兄弟谬赞，实不敢当。然后略带几分关切地问窦世英：先生您怎样？可曾受伤？要不要帮着请个大夫瞧瞧？又道：此处乃是通往皇上避暑行宫之地，平日里偶作停留倒也无妨，这些日子皇上却在此驻避，先生若是无事，最好不要靠近此处。眼前这个和气谦逊的少年，就是传言中那个杀人如麻的英国公世子。窦世英不由睁大眼睛。旁边有人不满了，道：你这个酸儒，这位是英国公世子爷金吾卫前卫右指挥使宋大人，就是他救了你的性命，你还不快快道谢，在这里磨叽什么？看你一副读书人的样子，怎这样不知礼数？宋默冷汗直冒，让窦七爷向他道谢。他忙朝着那人呵斥了一句，道：小事而已，不足挂齿，何必放在心上？然后又温和地对窦世英道：我们都是有皇命在身的，既然先生没事，那我们就先走了，有些事要适可而止。
他说完，一跃上了马背。窦世英却福至心灵，忙道：宋大人，等一等，我是来这里寻人的。宋大人既然是天子近臣，不知可否代我通传一声？宋默笑道：此时却不便，我安排个人帮您去说一声吧。然后叫了那个被自己呵斥过的军士，烦请这位兄弟带这位先生去找我的随从，让他帮着通传一声。又低声对那人道：他找的人在行人司当差，你可要将功补过，别再乱嚷嚷了。宋默此时不由又庆幸自己和武军营的人关系都很不错，又带了这个行事有些鲁莽的家伙来。窦世英要打听自己，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特别是在自己暗示他将功补过之后。宋默嘴角含笑，纵马而去。林子里留下了一串清脆的马蹄声，还有窦世英略带几分小心翼翼的试探。看样子校尉和宋世子很熟啊。窦世英回到静安寺胡同的时候，已是华灯初上。他高声叫着高升，兴奋地道：你可知道怎么找到陶器重？高升一听就是窦昭的婚事有谱，不由得喜笑颜开，忙道：他没有留下住址，不过他既然在英国公府当差，我去英国公府找他就是了。像英公府这样显赫的公卿之家，大管事、幕僚都收入不菲，除了在府邸有单独的厢房和小私服饰外，大多数都会在外面另宅院安置家眷。窦世英连连点头，感慨道：我今天见到英国公世子了，果然如那陶器重所说，不遇人妒是庸才。那宋彦堂不仅长得一表人才，而且骑射弓马了得，人品端正，甚得皇上的器重，身世显赫，却谦和有礼，和上司同僚的关系都很好，当得上谦谦君子，温良如玉。说到这里，他想到宋默那张形容毅力的面孔，想到窦昭比宋默还要大1岁，这女子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常比男子要老得快，不禁又有些后悔起来，就是不知道他们俩的脾气是否相投。我只顾着问他的学业差事，倒忘了问他家里有没有通房，与女色上是否放纵了。你等会去英国公府，不妨打听打听。又觉宋家还没有来提亲，自己却问这样，一副急巴巴要嫁女儿的样子，让宋家知道了，唯恐瞧不起窦昭，忙改口道：算了，通房之类的事就不要打听了，等宋家正式来提钱之后再说。说完，觉得这样去叫陶器重也显得有些急切了，索性道：还是别去找陶器重了，宋家要是真的在意这门亲事，自然会再差了他来说相。可如何宋家觉得窦昭可有可无呢？一时间窦世英患得患失，一副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样子。外面传来一阵笑语殷殷的喧哗声，窦世英不解地望着高升。高升忙笑道：应该是四小姐和舅太太、表小姐去白趣关游玩回来了，我这就去看看四小姐那边有什么吩咐。话还没有说话，他眼睛一亮，道：七老爷，不是还有舅太太吗？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窦世英闻言精神一振，舅母娘不在是不在，若是在，窦昭的婚事怎么也要商量他。与其一个人在这里伤脑筋，不如请了舅母娘一起帮着拿个主意，务必要让窦昭体体面面的嫁出去。他出了正房，高升紧跟在窦世英的身后。他们买了很多的东西，7、8个小丝鱼惯着捧着东西往东厢房去。窦昭不知道和赵章如说什么，眼睛弯弯如月，面颊微红，像个吃了糖的小孩子，笑得十分开怀。窦世英有片刻呆滞，这是受姑吗？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笑得这样灿烂的女儿。窦世英心中微痛，不过是出去游玩了一番，就这样的快活，可见他平常的日子过得多拘谨了。他不由暗下决定，无论如何，他也要给把女儿嫁个像宋彦堂那样的少年，大不了多给点陪嫁。宋家再有钱，难道会和钱过不去不成？窦世英深深地吸了口气，笑着走了过去。窦昭已经知道武太太过来给吉勇说媒，被父亲很生硬地拒绝了。他很高兴，看见父亲走过来，没等父亲开口，他先笑盈盈地喊了声爹爹，然后从荷包里掏出块石头递窦世英：这是我和表姐在白云观淘的，只花了50文，是枚黄褐色相间的寿山石，泽润细腻，厚重淳朴，可惜左上角有道深深的裂缝，影响了它的品相。窦昭指了那个裂缝，笑道：我和表姐都觉得可以雕个斜着的葫芦或是卧佛，去呲流霞，这样一样就是没上好的寿山石印章了，身份也分番好背。窦世英善雕篆刻，他笑着点头，把石头拿在手里摩挲了半晌，道：雕个玉蝉歇在石头上也可以。窦昭嘻嘻笑道：送给您的，您想雕个什么都可以。窦世英又惊又喜，连声说着多谢。舅母和赵章如在一旁掩了嘴笑，气氛顿时变得很欢快。窦昭请了父亲去厅堂里坐，男女有别，舅母和赵章如借口太累，回了客房。
窦昭给父亲奉了茶，笑吟吟的和父亲并肩坐了，趁机问窦世英：昨天武伯母是不是来给我做媒？窦世英一口茶呛在了嗓子里，失声道：你怎么知道的？我随别人说的。窦昭也不说是谁，只道：爹爹，我现在还不想嫁人，你别胡乱的把我许配人，我还想在家里多待几年。您张如表姐跟着舅母走了好多的地方，我也想像张如表姐那样到处走走看看，不想这么早就嫁人。如果有人来给我说媒，您一定要告诉我。窦世英觉得自己能理解窦昭的心情，他的婚姻大事就是因为有东窦插手，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窦明小的时候，窦昭还能照顾过他，他却做出如此薄情寡义的事来，也难怪窦昭伤心。一是暂时不想再谈婚嫁之事，二是怕自己急冲冲的把她随便嫁了，以后的日子更艰难。放心，放心。窦世英忙向窦昭保证，我肯定不会把你的事当儿戏的。如果男方是他亲自相看过，又相貌出众，有才干，想必窦昭也会愿意的。他很想把英国公世子的事告诉窦昭，但想到这事八字还没有一撇，若是让窦昭空欢喜一场，岂不是让窦昭更难堪？窦世英忍了又忍，这才把话压在了心底，草草地和窦昭说了几句话。他回到了书房，让人悄悄请了舅母过来，把陶器重做媒的事告诉了舅母。姚器重视英国公府的幕僚，为了巴结窦世英给窦昭做媒，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只是怀疑窦世英的眼光。你真的去相看过了？这么大的事，我还会骗您不成？窦世英像怕被人听见传到了槐树胡同似的，屋里没人服侍，也压低了3分声音。我还见到了我的同科，说常看见宋彦堂在后上身边服侍，彬彬有礼，谦和恭谨，虽然性子有点冷，但从不谈人是非，是个十分懂得进退、知晓分寸的少年显贵。又道，外面还不是把我们寿姑传得十分不堪，可你我都知道，这件事与寿姑有何关系？所以说，谣言止于智者，是句再明情不过的话了。人的心一偏，就不经意在为其说好话，为其开脱。舅母还是有些不放心，道：亮媒亮媒，这说媒也要看看说媒人是怎样的品行。那陶器重若是再来家里说相，你让我也见见。窦世英点头应诺，愁道：也不知道那陶器重什么时候再来。武堂兄既然看中了季家，肯定想办法让我应允的。这件事的快，还得瞒着槐树胡同。他的话还没有说话，有小厮进来禀道：老爷，季家的老太爷派人来给您下请帖，请您明天去玉桥胡同听戏，还说翰林院的几位老大人都去，让您务必光临。窦世英和舅母不由交换了一个眼神。又有小厮进来禀道：老爷，那位和徐大人一起来拜访您的陶大人又来了，快请陶先生进来。小厮的话音未落，窦世英和舅母已不约而同的急声地道：怎样？怎样？宋宜春在书房里把京都有可能答应宋家婚事的人家重新梳理了一遍，不是找不到和窦家一样合适的人家，只是他们前面在窦家花了很多的时候，再改弦易辙，恐怕来不及了。听说陶器重求见，他也顾不得什么，亲自迎了上去。看见旁边还有服侍的人，满面春风的陶器重给宋宜春行了个礼，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恭敬国公爷。宋宜春顿时像6月天里喝了碗冰豆绿汤，全身舒坦，不由长长地松了口气。先生辛苦了。他喜不自禁地抚掌，叫小厮把自己珍藏的太平侯魁漆一壶来，这是对陶器重的一种奖励。陶器重心头舒畅，在窦世英面前扮了半天趋炎附势之人，现在终于可以站着说话了。宋宜春忙遣了屋里服侍的，和陶器重密谈。窦大人的意思，交换更帖之类的事不易宣扬，下定却要热热闹闹，下定的同时把婚书写了，把成亲的日子定下来。陶器重轻声地道：我想窦家多半是想在姐妹议嫁之事传出去之前，把窦家四小姐嫁了，这样一来对外就有了个交代，免得落人口实，正好和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宋宜春不住颔首，觉得这简直是装天赐良缘，道：我已得了信，皇上12日会回宫，我们在这之前下聘，若是别人家肯定会觉得太急，可窦家既然想消弭姐妹议嫁产生的流言蜚语，肯定会答应。等到皇上回宫，木已成舟，皇上难道还要夺臣之序不成？若是皇上问起，皇上在避暑行宫，我在进宫，什么风声也没有听到，皇上难道还能治我个不敬之罪不成？不外是让皇上心里有些不痛快，到时候我们多在皇后娘娘面前走动走动，甚至是求了辽王出面帮着说相，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反正皇上的意思是要把宋墨上了景福公主，打了宁妃的脸，想必皇后娘娘也不会太放在心上。然后嘱咐陶器重，事不宜迟，你这就把和窦家定事的事宜都不动声色地安排好，我明天一早亲自去窦家拜访。
窦大人看到我们如此有诚意，应该会很痛快地应了这门亲事才是。陶器重起身，笑道：我这就去给窦家下帖子。英国公宋宜春突然拜访静安寺胡同，这让一直把注意力放在槐树胡同的陈曲水也感觉污了一丝不同寻常。这是静安寺胡同的事，窦昭应该比他更清楚才是。他急急地来见窦昭，窦昭却和舅母、表姐一起去了鼓楼街买东西。等他赶到鼓楼街的时候，窦昭他们已回了静安寺胡同，陈曲水又赶往静安寺胡同。进门，他遇到了高升，高升满脸笑容的和他打招呼：陈先生来得可真巧，四小姐刚回来，正和老爷说话呢。怎么，铺子里有急事啊？也算不上是什么急事。陈曲水敷衍着他，有装卖买，有些拿不准，想请四小姐给拿个主意。高升热情地道：要不要我帮忙？相比窦家的生活，窦昭的那个小小笔墨铺子根本就不值一提，要问过小姐之后才知道。陈曲水搪塞他，高升却不疑有他，笑着点头，亲自把他迎到了账房里坐下，吩咐小厮：老爷和四小姐说完了话，你就立刻帮陈先生通禀一声。异乎寻常的殷勤让陈曲水心里直打鼓。好不容易等到窦昭和窦世英说完了话，已到了晚膳的时候。窦昭在花厅见了陈曲水，陈曲水将宋宜春拜访窦世英的事告诉了窦昭，并道：小姐可知道英国公来见七老爷是为何事？他们和宋墨的关系始终见不得光，如果被英国公知道了，事情会变得怎样，谁也无法预料。窦昭愕然：你说什么？英国公来拜访我父亲？陈曲水点头：我已经查过了，好像是英国公府的陶器重通过七老爷在翰林院的同僚徐志记搭的桥，可具体是为什么，时候急迫，还没有查到。窦昭额头却冒出细细的汗珠。英国公和父亲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两个人，天下这么大，自己无名无声，正常的情况下，英国公是怎么也不可能注意到自己的。如果说他们之间有联系，那就是宋墨了。英国公若是知道当初求宋墨的是自己，他有的是办法对付自己，绝不会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来拜访静安寺胡同。也就是说，英国公时之事不知道自己和宋墨之间有什么关联的。那他为什么要拜访父亲？窦昭脑海里浮现宋墨如夜空般幽静的眸子。那天他知道窦明带自己嫁给了魏廷瑜，冲动地对他说：窦昭，我娶你。他把这当成了少年的激愤，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且算定了他不可能让说服英国公同意他娶自己，所以他笃定地告诉他，如果能结为夫妻，自然是有缘。难道英国公上门为是了帮宋墨提亲？窦昭想到之前他建议宋墨上公主的事，姐妹议嫁之后，父亲最大的希望就给自己找户不比魏廷瑜差的人家嫁出去，可宋墨又是怎样让宋宜春同意他娶自己的呢？他想到之前他建议宋墨上公主的事，就算他有意把消息透露给宋宜春，他又是怎么不动声色的让自己出现在宋宜春的视线范围内呢？又是怎么让宋宜春觉得自己是合意的儿媳妇呢？宋墨再一次展示他的强悍。窦昭掏出帕子擦了擦自己的额头，他吩咐素心：快想办法打听清楚英国公来见我父亲是什么事。素心应声而去，陈曲水也焦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窦昭向来细心，所以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槐树胡同，谁知道这次窦昭却一无所知，他不是窦昭，窦昭也不可能把自己和宋墨的对话全都告诉陈曲水。陈曲水到此时也没有往窦昭的婚事上想，而是在那里喃喃地道：我知道陶器重视去求徐志记帮忙，后来徐志记领他来见七老爷，我也只当是寻常的引荐，虽然派了人注意，却没仔细的去查。他后悔道：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早点告诉小姐了。窦昭心里比他更急，但还是安慰陈曲水：事情已经发生了，急也没用，当务之急是要查清楚英国公的来意。我何尝不知？陈曲水苦笑，只是事关重大，我没办法静下心来。又因为天色已晚，他不方法久留，只得满腹狐疑地离开了静安寺胡同。直到亥时，素心却满脸羞愧地折了回来。小姐，他不安地道：我什么也没有查到，陶器重是瞥了徐大人单独见的老爷，英国公和老爷说话的时候，屋子里服侍的都浅了，是高总管亲自帮着真的查。高总管的口风十分的紧，就是高升家的，也是一头雾水，一问三不能知。窦昭眉头紧锁，道：不可能一点异样都没有，你再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地方？比如说，英国公走后，高总管都做了些什么？陶器重见过父亲之后，父亲可曾招了谁去问话，或是去了什么地方？我想起来了。他的提醒让素心眼睛一眼，
淘气从来见过七老爷之后，七老爷曾和高总管出去过一趟，是高总管亲自驾的车，至于去了哪里就没人知道了。再就是前几天七老爷不是嘱咐高总管把家里所有贴着大红喜字或是披红挂绿的东西都全给收起来吗？刚才我去找高总管的时候，却发现高总管在指使着小厮清点那些灯笼、幔帐、香烛之类的东西。窦昭听着脸色大变，知道自己猜得七九不离十。他没等素心的话说完，已急切地道：你快去找陈先生，一是让陈先生帮着查查我爹当时和高升去了哪里，二是让他想办法给宋彦堂带个信，说我有要紧的事见他。两家毕竟没有正式下聘，希望这一切都来得及。素兰肃然应是，找了个借口去了鼓楼下大街的笔墨铺子。窦昭却是一夜都没有睡着。第二天他无心出门，舅母还以为他累着了，只吩咐他好生休息，倒是赵章如笑他还不如自己体力好，陪着他在屋里说闲话。窦昭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直到下午陈曲水才过来，他的脸色很不好看。前几天高总管赶车送七老爷去了趟避暑行宫，据说是去见了位在行人司当差的同科。陈曲水凝重地道：世子那里我已经托了严先生帮着递个信过去，严先生说皇上这2天就要移驾进宫了，世子肯定会很忙，但如果世子得了信，肯定会想办法来见小姐的，让小姐稍安勿躁。事情怎么会这样巧？窦昭觉得自己额头上的汗好像更多了，难道父亲是去见宋墨的？他骇然地想，如果父亲真是去见宋墨的，自己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窦昭后悔不已，当初就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宋墨自己不想嫁人，不应该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陈曲水则眉头紧锁，总觉得严朝清说出那句稍安勿躁的笑容颇有些意味深长，仿佛有什么事要发生，严朝清却瞒着自己似的。他不由沉吟道：2天前季家老太爷给七老爷下了帖子，请七老爷去玉桥胡同喝酒，结果七老爷却去了城外南郊区万明寺，让大家好一阵找。您看七老爷逼着季家，会不会与英国公有什么关系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这一世是怎么了，先有乌善，后有何玉、吉勇，现在宋墨也来插一脚，前世却是想找个爱护自己的人都不能。窦昭叹了口气，正寻思着该怎么把自己的猜测告诉陈曲水，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锣鼓的喧闹声，舅母和表姐联袂而来，两人都一副喜不自禁的模样，特别是赵章如，不顾陈曲水在场，笑嘻嘻地拉了窦昭的手，道：受姑的那玉如意果真是有喜气的，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窦昭愕然，舅母呵呵笑着呵斥了表姐2句，和蔼的道：你别听你表姐胡说八道，她这是妒忌你。窦昭心中顿时涌起股不妙之感，他不由朝陈曲水望去，陈曲水也正好朝他望来，两人的目光再碰在一起，都在彼此的眸中看了深深的担忧。舅母已笑着上前拉了窦昭的手：寿姑，恭喜你了，英国公亲自上门为其长子英国公府的世子宋彦堂提亲，你父亲亲自去相看过了，那男孩子人品相貌都十分的出众，已经应允，英国公府来下聘了。您说什么？窦昭倒吸了口冷气。陈曲水张了张嘴，呆呆地望着窦昭，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武太太的轿子还没有走到静安寺，就听到前方一阵噼里啪啦的炮竹声，随班后鼓乐齐鸣，震天喧天。他不禁笑着撩了轿帘，问随轿的婆子：是谁家在做喜事呢？婆子忙笑道：奴婢这就去问一声。不用了。武太太道：我就是随口问一声，去七老爷家要紧。季老太爷特意为七叔设宴，七叔连句话也没有，就这样失了约，让季窦两家很没有面子。丈夫特意让他过来问一声是怎么回事。他既然吩咐去窦氏英家要紧，轿夫脚步一紧，很快就到了静安寺胡同，却被里3层外3层的人堵在了胡同口。武太太不悦地再次撩了轿帘，沉声道：是怎么一回事？随轿的婆子一路小跑过来。武太太说是静安寺胡同窦翰林家的大小姐定亲，大家都围在窦府门口看热闹，你说什么？武太太大惊失色，急促地道：你可问清楚了，到底是哪个窦翰林？静安寺胡同除了七老爷这个翰林，还有哪个翰林啊？婆子在心里嘀咕着，却不敢多言，明知道是哪家，还是跑过去又问了一遍。怎么会这样？武太太颓然地坐在轿子里，只觉得胸口像堵了块布似的，让她喘不过气来。被这个消息惊呆了的还有二太夫人，她顾不自己年事已高，即刻就要起身去静安寺胡同问个究竟，却被神色疲惫的武太太给拦住了。这件事还是等老爷回来了再做计较吧，要紧的是怎么给季家一个交代。
英国公府可不是济宁侯府，既然已经下了聘，就算是他们反悔，也得看英国公府答应不答应。而方舟已做了浙江布政使，这份人情该怎么还？拿什么还？武太太想想都觉得心如乱麻，不禁道：七叔这是怎么了？就算是不答应季家的婚事，也应该好好跟老爷商量才是，怎么能就这样贸然就答应了英国公府的提亲？那英国公府是什么人家？那可是太祖的养子，宠恩几朝的宣赫世家。他们家的世子，什么样的小姐娶不着，竟然要和窦家结亲，要娶了刚刚闹出姐妹一家的寿姑。只怕这世子有什么不妥之处，这岂不是害了寿姑？又道，七叔家里要是有个正经的妇人帮着主持钟馗，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二太夫人不住的点头，吩咐柳嬷嬷去打听打听那英国公府的世子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柳嬷嬷应声退下。二太夫人和武太太商量，季家那边要不要让老六媳妇过去递个话。这可不是寻常的婚事，凭着几个妇人在那里说和的，这可是两家人商定下来的事，其中还不知道有多少曲曲弯弯。六弟妹一介女流，窦家怎能把她推上前？就算是有这心，六弟妹也未必拿得起。武太太不想让婆婆担心，笑道：就算是要请六弟妹出面，也要让老爷知道才好。儿媳妇敬重儿子，没有哪个婆婆不高兴的。二太夫人点头，和武太太一起等到了窦氏叔回来。窦氏叔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七弟真的和英国公府结了亲？他不敢相信的又问了一遍。武太太点头，我虽然没有进去，但宋家的聘礼一溜的摆在正院里，正门四开，任由左邻右舍的观看，124台，我断然不会看错。窦氏叔坐不住了，道：我这就去趟静安寺胡同。武太太当初没进去，就是要配合丈夫行事，丈夫没有拿定主意之前，她是什么话什么事都不会做的。两人一起去了静安寺胡同。因已是黄昏时分，窦家已关了大门，可124台的聘礼，加上英国公府的名头，还是让窦家的邻里兴奋不已，议论纷纷，以至于静安寺胡同莫名的弥漫着股热闹喜庆的味道。武太太眉头微蹙，窦氏叔却不动声色地进了门。大红色的龙凤喜盒整整齐齐地摆正院的中间，听到通禀迎上来的窦世英眉宇间透着几分毅然决然地上前和他见礼。窦氏叔不由在心里长长的叹了口气，知道这件事再无转圜的余无，不免心里有些淡淡的失落，道：宋家的事你可打听清楚了？窦世英接下宋家聘礼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了被窦氏叔责备一番。此时窦氏叔心平气和地关心着寿姑未来，反而让他微微一愣，心中升起些许的愧疚来，不由低声道：打听过了，人我也看见了，配得上寿姑。窦氏叔不再多说什么，问了问两家结亲的过程。当他知道窦世英已经写下了婚书，并定下了8月24日的婚期时，不禁瞥了武太太一眼。武太太顿时脸涨得通红。窦世英则喃喃地解释道：婚期是有点急，可趁着舅太太在京都，早点把寿姑的事了也好。窦氏叔颔首，笑着吩咐妻子：既然寿姑出阁在即，你就去看看她吧。又对窦世英道：有什么要你五嫂帮忙的，你只管开口，我还敢要你们帮忙啊？窦世英在心里嘀咕着，嘴里却唯唯应诺。武太太去了窦昭那里，窦氏叔就说起赵司来，他由上封陕西布政司推荐，不日就要升湖广布政司参议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好机会。那湖广布政司李大人背上长了个疖子，夜不能寐，到了今年夏天已是恶臭难掩，精神也一日不如一日。他虽任刑部尚书，可在吏部经营20几年，又贵为内阁学士，这些事怎么能瞒过他的耳朵？窦世英知道这是窦氏叔在向他示好，算是弥补之前对窦氏姐妹的伤害。他虽然觉得愤然，可舅兄的前程却由不得他自私。窦世英朝着窦世英拱手道：舅兄的事还要仰仗五哥多多关照。赵家和我们家几辈的交情，我和瑞福也是故交，七弟这话就太见外了。两人之后又议了会朝政，窦氏叔夫妻这才打道回府。车上，武太太对窦氏叔道：六弟妹得了消息也过去了，我过去的时候，她正坐在寿姑的内室哭呢。听那口气，英国公府的世子脾气有些不好。没等他把话说完，窦氏叔已摆了摆手，道：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时候只管高高兴兴的去吃喜酒就是了。然后道：等会你先回去，我还要去趟玉桥胡同。武太太迟疑道：这么晚了，这种事越早处置越好。窦氏叔冷静地道：拖来拖去，只会让季家认为我们在敷衍他们，我们要拿出诚意来才行。武太太还有点不放心，道：方大人的事。窦氏叔摆了摆手，道：我自有主张。
武太太不再问什么，在家门口下了马车，恭送马车驰出了槐树胡同，这才转身回了府。季老太爷半闭着眼睛躺在醉翁椅上，正琢磨着窦世英的不告失约。自己请窦世英，不过是想和窦世英结交，可他却生硬地拒绝了自己的邀请。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窦家把季家的意思转告给了他，而他十分的不满意这桩婚事。建明一表人才，又有功名在身，少年得志，不管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乘龙快婿的最佳人选。窦万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不如明天再给他下张请帖，他要是还不到，自己就亲自去静安寺胡同拜访他。人怕对面，难道他好意思当着自己的面拒绝这门亲事吗？想到这里，他高声问随身服侍的小厮：“16少爷回来了没有？”季勇在家排行16。季老太爷感觉自己好像有几天没看见季勇了。小厮忙道：“小的这就去请16少爷。”季老太爷嗯了一声，有小厮进来禀道：“老太爷，槐树胡同的窦阁老过来了。”季老太爷很是意外，连声让小厮请窦氏书花厅里坐，自己换了件见客的衣裳，去了花厅。窦氏书开门见山就说了来意，并满脸愧色地道：“说来说去，这个事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想到五侄女出嫁之后，七弟怕四侄女嫁不出去，没有知会我们一声，就匆匆忙忙地和英国公府结了亲。”纵然老道如季老太爷也忍不住露出惊讶的表情。怎么会？儿女的婚姻大事又不是买青菜萝卜，能说买就买的。这个英国公府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英国公府可不是济宁侯府，那可是真正的簪缨之家，世受皇恩，长兴不衰的显赫之家。不要说他一个小小的窦万源了，就是他也不可能指使得动英国公府和自己演戏。季老太爷不由沉声道：“你可打听清楚了，真是英国公府？”窦氏书没有想到季老太爷会有如此疑问，但他想到聘礼中既有用脸盆大小的整块寿山石雕刻而成的年年有余，也有灿若云锦的缂丝和蜀绣，那英国公府又岂能是假冒的？他委婉地道：“今天下午宋家抬了124台的去静安寺胡同下聘，我这才知道。赶过去的时候已经迟了。两家不仅写了婚书，连婚期都定在了8月24日。”季老太爷不由沈笑，自己真是越老越不经事了，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他望着眼前神色真诚的窦氏书，脑袋飞快地转了起来。建明的伯父在工部这么多年，一直想把宜兴的水路修一修，可若是私人出资，不免有欺世盗名之嫌，还是由官府主持，我们季家尾随的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若能造福家乡，却能万古流芳，让子孙受益。宜兴不过是个小小的县城，怎么会在皇上的眼里？何况朝廷这2年接着疏浚了运河和黄河旧道。窦氏书暗暗苦笑，这是季家再向自己要补偿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能不答应吗？这是好事。窦世英笑道：“季大人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只管开口。”季老太爷满意的送走了窦世英。季勇回来了，他笑容满面，兴致高昂。季老太爷见了心中一滞，不知道说什么好，一时间语塞。倒是季勇笑着问季老太爷：“您找我什么事？一副你再不说我就走了的样子。”季老太爷想了想，反问道：“你去做什么了？这几天忙出忙进的，没看见你的影子。”季勇笑道：“没什么事，就是和朋友出去小酌了几杯。”然后打了哈欠，道：“有什么事昨天再说吧，我困得不行了。”说完，也不管季老太爷说什么，径直出了季老太爷的房间，让季老太爷气得只吹胡子。季勇却在心里偷乐，和何玉一起打了魏廷瑜一顿闷棍，他感觉心情好多了。此时的窦明正在给魏廷瑜擦伤口，因为不惯做这些，他的手有点重。刚开始的时候，魏廷瑜还能忍着，后来不由嗤的一声侧过脸去。窦明动作一僵，眼角就有水光闪动。魏廷瑜忙道：“你歇歇，还是我自己来吧。”说完，接过他手中的帕子，自己胡乱擦了擦。送魏廷瑜回来的汪清海望着魏廷瑜青肿的面颊，脸色阴沉：“你再想想，一点线索也没有吗？”自汪清海和东平伯周少川的成亲后，汪清怀就开始把手里的一些庶务交给汪清海打理。汪清海这些日子一直待在开封，督促着黄河旧道修缮的石料供应。因魏廷瑜成亲，他特意从开封赶回来，却又遇到了姐妹议嫁之事。这是魏廷瑜的家务事，汪清海自然不好说什么，估计着这几天魏廷瑜应该闲了下来，这才约了魏廷瑜到翠华楼小聚。魏廷瑜心事重重，几杯酒下肚，不待汪清海开口，他先说起心事来。窦家在北直隶也是数得上数的人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当时心慌意乱，掀了盖头，看也没敢看一眼，
就跑了出去敬酒，回去的时候醉得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明姐儿又是哭又是闹又是上吊的，乱成了一团，我也没来得及多想，脑子一嗡就应了这门亲事。他说着，将面前的酒盅一饮而尽，又拿起酒壶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3天回门的时候，我骚得不行，睁开眼睛就在想，若是遇到了四小姐，该说些什么？谁知道四小姐却避开了我们。木已成舟，再说这些做什么？汪清海劝他，既然已经认下了这门亲事，你就应该好好的和窦氏过日子才是。你这样三心两意，既害了自己，也害了窦氏，更让那四小姐心里是根刺。我知道。魏廷瑜闷闷地道，我就是在想四小姐说过的话。汪清海不禁咦了一声，道，四小姐和你说过什么话？魏廷瑜道，当时明姐儿不是约了我去大相国寺吗？后来被窦家的人发现了，要和我们家退亲，当时四小姐曾约了我去静安寺胡同，说相信我和明姐儿没什么，还说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把婚期往后拖一拖。他说着，眼中流露出几分迷惑，可明姐却说，四小姐因我应了她大相国寺之约，所以心生妒忌，死活也不愿意嫁给我。汪清海暗暗摇头，他第一次见到窦明，就觉得窦明有双太过于灵活的眼睛，这样的人通常都有很多小伎俩。如今看来，窦明在姐妹一家这件事上，显然不想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无辜。可他能说什么？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段姻缘。他只好拿了好话劝魏廷瑜。我有次听母亲偶然说起，也提到过窦家四小姐当时发脾气，不愿意嫁给你。可能这其中还发生了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可不管怎样，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再追究，只会让彼此难堪而已。你不如就当自己做了回负心人好了。他见气氛沉闷，开玩笑地道，这男人谁还不做几回负心人啊？魏廷瑜听了，不仅没有开玩，反而有些坐立不安起来，借口要上茅厕，离开了雅间。等他酒后不见人影，吩咐小厮去找的时候，却在茅厕旁看见了被打得鼻青脸肿、瘫软在地的魏廷瑜。魏廷瑜见汪清海问当时的情景，颇有些羞愤地摇了摇头，道：那些人一句话也没有说话，拿了个袋子套在我的头上，朝着我就是一阵乱棍。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然后大声道，我想起来了，那袋子是绸子做的，很光滑。用绸子做的。汪清海沉吟道，出手的人应该非富即贵才是，是什么人要对你下手？他问魏廷瑜，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得罪过谁？魏廷瑜非常的认真地想了想，再次摇头。在一旁听着的窦明却突然脸色发白，他想到了季勇，只有季勇才可能干这种事，只有季勇才可能找魏廷瑜的麻烦。他不由打了个寒战，紧紧地拽住了魏廷瑜的衣襟。侯爷，您以后还是少出去吧，若是要出去，也要多带几个护院才好，那些人有心算计无心，您太吃亏了。魏廷瑜点头，笑着安慰他，没事，我以后注意些就是了。正说着，警的御医赶了过来。窦明回避到了旁边的耳房，汪清海帮着魏廷瑜看了大夫，说只是些皮外伤，吃几副活血化瘀的方子，很快就会好了。他又吩咐魏廷瑜的贴身小厮跟着大夫去拿药，叮嘱了魏廷瑜几句，好好养伤。翠华楼那边我再去问问，看能不能问出些什么。被人打了黑棍，毕竟不是件什么好事，而且对方有备而来，汪清海和魏廷瑜都没有报官，派贴身的护卫找翠华楼掌柜跑堂的问话。魏廷瑜歉意地朝汪清海道谢，汪清海笑着捶了他的肩膀一下，道：我们兄弟俩人说这些做什么？然后起身告辞。魏廷瑜一直送他到了大门口，汪清海回了庭安侯府，径直去了汪清怀的书房。汪清怀正和顾玉在一起说话，上次顾玉向他借银子，是他的银子凑齐了，顾玉又说宋墨在广东的铺子有笔数额不菲的进项，暂时不缺银子了。钱虽然没有借出去，但汪清怀为人仗义，办事果断，有魄力，却给顾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汪清怀渐渐少了几分敷衍，多了几分亲近。他这次来找汪清怀，是知道汪渊靠在江南贩丝赚了大钱，想约了汪清怀做丝绸生意。顾玉京都小霸王的名声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他这2年虽然不怎么欺行霸市了，可京都三教九流，谁不敢给这位公子面子？汪清海没有隐瞒，当着顾玉就把魏廷瑜被打了黑棍的事告诉了汪清怀，并向哥哥求助，你派2个人帮我查查是怎么一回事呗。汪清怀直皱眉，敢打几名侯黑棍，对方实知也不是什么善茬。顾玉却来了兴趣，道：这件事你求你哥有什么用？你求我啊。汪清海没想到顾玉这么好说话，大喜过望，连连给顾玉作揖道谢。顾玉拉了汪清海就走。汪清怀头大如斗，
这位爷没事都能找出事来，何况这次有凭有据的帮魏廷瑜出头。他忙汪青海，不要勉强，有些事还是问清楚了的好，暗示弟弟不要把事情搞得不可收拾。汪青海颔首，没来得及说话就被顾玉拉走了。打了人的急勇，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屋里，洗漱了一番，习惯性地看了几页书，按平日的生活习惯就应该睡觉了。他明天一早还要去衙门当差，可不知道为什么，喜悦却如沙漏般的慢慢流走，心就像被挖空了似的，空荡荡的，没有个着急，哪里还有半点的睡意。季建明，我今生绝不会嫁给夺势之人，从今天开始，我的事都不用你管，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老死不相往来。窦昭那冰冷的面孔又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真的做错了吗？君子善谋，小人善意，天敬勿责，适者生存，这又有什么错？或者窦昭是因为心里还惦记着魏廷瑜，所以要为他抱不平。吉勇辗转反侧，像前几日一样夜不能寐。自认识窦昭之后发生的事，一幕幕像走马灯似的，在他的脑海里兜兜转转。昏黄的灯光给宋墨镀上了一层金箔，他放下笔，问陈和：四小姐要见我。世子爷和窦家四小姐定了亲，从此以后窦家四小姐就是自己的主母了。陈和自听到这个消息到现在还觉得自己云里雾里，仿佛是在做梦似的，没有一点真实感。他低下头轻轻地应了声是，世子爷想干什么都能干成。表面上看来，窦家四小姐和世子爷八竿子也打不到了快去，国公爷怎么突然会把窦家四小姐许了世子爷做妻子？这其中要是没有世子爷的推波助澜，打起他也不相信。可是子爷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到现在也还是迷迷瞪瞪的没个头绪。宋墨道：你去跟四小姐说一声，明天我就回宫了，恐怕要到晚上或是后天才能去见她。她若是有什么急事，可给我带个信，或是找严先生也行。严先生那里我已经打了招呼。他的神色依旧有些冷峻，可说话时流露出来的无比耐心，却让陈和心神微震。世子爷从前只对蒋夫人、对二爷、对国公爷才会这样的说话，但自从世子爷和国公爷闹翻了之后，世子爷就再也没有用这种语气和人说话了。陈和自凛，恭敬的行礼，退了下去。宋墨低下头去，继续练着字，嘴角却机不可察的微微翘了起来。得了回信的窦昭却有些失神，要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才能见到宋墨吗？事情拖得越久，就越不容易解决。父亲已急不可待地宣布了他的喜讯，好像这样就能洗脱他之前所受的羞辱似的。想到这里，他不由苦笑，还真让宋墨说对了。站在他的肩膀上，他还真就变得尊荣起来。8月12日，皇上从西苑的避暑行宫移驾紫禁城，回宫的队伍前有其守卫开道，后有金吾卫压阵，不过短短的几十里地，却浩浩荡荡。前面的人进了宫门，后面的还没有出避暑行宫，惹得远远围观的百姓们兴奋的指指点点，议论不止。宋墨交了差正准备出宫，却被汪渊的干儿子汪阁请去了慈宁宫。景福公主的生母宁妃娘娘也在，见宋墨进来，她斜睨着宋墨，笑盈盈的低声对端坐在罗汉床上的太后娘娘耳语的几句。太后娘娘笑吟吟的点头，亲切地招了宋墨过去，问起宋墨的家里事来。平日里看宁妃娘娘温温吞吞的，行事也没个主意，没想到关键的时候却这样的果断，刚进宫就求到了太后娘娘这里。看来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些宫里的嫔妃们。宋墨暗暗自怜，他恭谨地效应着太后娘娘的话。皇后娘娘和淑妃娘娘联袂而来，看见宋墨，皇后娘娘笑着朝宋墨点了点头，淑妃娘娘却很是惊讶，看宁妃娘娘的目光闪过一丝嘲讽。宋墨可不想站在这里被人惦记，何况他不可能再和这些人扯上什么关系。他微笑着行礼，寒暄了几句，起身告辞。皇后娘娘微笑着目送他离开。宋墨出了慈宁宫，笑了笑，回了英国府。颜朝卿却告诉他，国公爷一早就递了折子，现在去了宫里见皇上。宋墨笑道，他进宫应该是想把我和窦家亲事的事告诉皇上，不然皇上的圣旨下来了，他却已和窦昭订了婚，那圣旨岂不成了一桩笑话？若是宋家因此和窦家退亲，皇家不免要落得个逼臣另娶的名声，若是宋家不和窦家退亲，那皇家的尊严又何在皇上回宫？刚刚安顿下来，听说宋宜春求见，想到他以后可能会和自己成为亲家，把太子的折子都放到了一旁，先见了宋宜春。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宋宜春急巴巴的来由他，却是为了多给宋墨请几天假。这么说来，你和窦家已经过了婚书，并且把成亲的日子定在了这个月的24罗。
皇上斜倚在大炕上，看似像因酒色过度而浑浊了的眸子里却闪过一丝金光，语气显得很轻快。那你岂不是和窦元吉做了亲家？这个窦元吉在朕的面前却是一丝的口风也没有漏。宋宜春忙道，怎敢为臣的家事扰了皇上的清静？皇上不再说什么，挥了挥手。宋宜春忙恭敬地退了下去，皇上的脸沉了下去。汪格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皇上，太后娘娘请您过去说话。又道，皇后娘娘和宁妃娘娘、淑妃娘娘都在。在旁边服侍的汪渊不由狠狠地瞪了汪格一眼。汪格一愣，皇上已狠狠地将手上的折奏丢在了书案上。宋宜春却是擦了擦汗，这才打道回府。听说宋墨回来了，他吩咐小厮把宋墨叫来。如果宋墨知道自己为他定下了一门怎样的亲事，表情一定很精神。宋宜春不由露出一个微笑。小厮回来却道，世子爷出去了，仿佛喝了酒，正微醺，却被人当头淋了盆水。宋宜春的表情变得严厉起来，他大声呵斥，世子爷去了哪里？小厮打了个哆嗦，诚惶诚恐地道，小的也不知道。泽志堂那边的人只说世子爷去见朋友了，到底是谁？小的也没敢问。他喃喃地道，身子不由缩了起，一副准备挨打的样子。宋宜春气的胸口一起一伏，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和这小厮计较。而宋墨此时却一闪身躲进了旁边花树的阴影里，带两个巡夜的婆子低声说笑着走了过去。他这才从花树下拾起一个石子，咚的一声打在了窦昭的窗棂上。幕后总裁太残忍。窦昭的内室还点着灯，却半晌也没有动静。宋墨并不着急，每隔几息就扔一颗石子过去。窦昭正靠在床头看书，倒是在一旁做针线的素心心中一动，不动声色地将窗扇打开了一道缝，看见了站在树影下的宋墨。小姐，世子爷来了。他低声地道。窦昭吓了一大跳，以为宋墨会明天早上过来，请他屋里说话吧。窦昭说着换了身衣裳，去了没有点灯的厅堂。素心给宋墨开了门，宋墨递给素心一两匣子，点头道，宫里的豌豆黄。素心不禁看了窦昭一眼，屈膝行礼道谢，奉了茶退了下去。宋墨问窦昭，你找我有什么急事？窦昭有半晌不知道说什么好。宋墨也不问，安静地坐在那里，等他开口。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疏疏如雪。对不起。窦昭愧疚地道，当初你问我愿不愿嫁给我的时候，我知道令尊爵不会顺着你的意思给你娶妻的，所以才会说若是有缘，我们自然会结为夫妻。月光下，聪明的宋墨脸色顿时变得煞白，他半晌没有说话。窦昭则有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沉默中，他听到宋墨深深地吸了口气，轻轻地说了声知道了，道，你别担心，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他的声音淡淡的，仿佛飘在弦月周围的云彩，眨眼就会散去，却又让人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坚定。不用太大的声音，不用太多的表情，就能让你相信他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做到，让人觉得踏实。对不起。窦昭再次向宋墨道歉，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心却隐隐作痛，眼泪沙涌满了眼泪眶。他忙闭上了眼睛，制止眼泪落下来。没事。宋墨根本没有看他，而是望着窗外的月亮，低声道，是我当时没有想明白，或者是他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宋墨忍不住自嘲地撇开撇嘴来，如果他再和自己退亲，这名声传了出去，以后恐怕就很难再找到婆家。他那么聪明，怎么会想不到呢？只怕是另有打算吧。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季勇的影子。从前他一直想不明白窦家为什么会允许姐妹一家这种事发生，现在他好像找到了答案。可很快他就把这个念头压在了心底，或者是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继续往下想下去，这让他看起来会像个跳梁小丑。宋墨心里又苦又涩，他站起身来，那我先走了，声音却显得那么的温和，也那么的伪善。宋墨自嘲地撇了撇嘴。窦昭知道自己伤了宋墨，有些事情除非他勉强自己，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伤害。可有时候言不由衷却比据实以告伤害更大，特别是对像宋墨这样的高傲少年。对不起，我只是不想嫁人而已。窦昭站了起来，声音显得干巴巴的，再也没有平时的悦耳动听，冷静自制，我送送你吧。是吗？宋墨抿了抿嘴道，免得被人看见落人口实。窦昭站在屋檐下，看着宋墨的脚步渐行渐远，想着那两匣子点心，心里非常的难受。他会用什么办法解除他们之间的婚约呢？利用上公主的机会，别人又会怎么说他呢？
在他已经背负了一个肆意杀戮了的名声之后。宋彦堂，窦昭轻声地喊他，我明天一早就会身体不适，你什么也别做。这算什么？给他的一颗甜枣。宋墨转身笑道，你那主意只怕不大好使，我父亲现在急需给我找个有毛病的妻子呢，自己不至于那么狼狈吧？窦昭却笑不出来，他肃然道，你父亲既有拿出2万两银子作为聘礼，想必不愿和你撕破脸。我身有恶疾，若是传了出去，他不可能视若无睹。说到这里，他不由挑了挑眉，就算他想视若无睹，我也会让他没办法视若无睹的。可这样一来，季家的长辈会怎么说呢？窦昭强大的自信让宋墨有片刻的漠然，他想到了田庄里的初次见面，想到他千里疾驰的救命之恩，自己的担心果然是多余的。他从来都自有主张。宋墨觉得自己应该释然，可奇怪的是，他心里反而有种淡淡的失落。他笑着点头，再次转身离开，走到院子中间，却身不由己地回头瞥了窦昭一眼。洒落在屋檐上的月光把他的脸分成了2部分，圆润白皙的下巴，莹白如玉，藏在阴影中的眼睛幽深如泉，在黑暗中静静地注视着他，仿佛他这一转身就是今年，从此以后再难见。宋墨心无端端一沉，想起他刚才的话来，我只是不想嫁人而已。真是这样的吗？宋墨不由大步朝窦昭走去，他不应该是个逃避的人。如果这是伤口，他宁愿让那伤口更深点，也不愿意让那困惑在心里长成一根刺。窦昭，宋墨在他面前站定，你是不想嫁给我，还是仅仅不想出嫁？这是第一个人，如上清晰明了猜到了自己的打算。窦昭很诚恳地道，我不想出嫁。又道，不管是谁。宋墨骤然亮了起来，晃得窦昭两眼发花。为什么呢？他问，你为什么不想出嫁？难道仅仅是因为出嫁以后太辛苦吗？那你这些年主持着西窦的钟会，难道就不辛苦？你以后在浙间夹缝求生，难道就不辛苦？你到底为什么不想嫁人？我所知道的窦家四小姐并不是个畏难的人。辛苦吗？辛苦。可这样种辛苦，相比和子女离心离德的骨肉分离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窦昭想起前世的林林种种，眼神闪过一丝茫然，更多的却是酸楚。这次别离，他和宋墨可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相见。有些话还是说明白的好。窦昭不愿让宋墨心中留下遗憾或是伤痛，就像前世的他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样，因为和母亲生死相隔，又无从了解当年的事，不经意间，他总会去猜测母亲的死，总会去想这件事和自己有没有关系。如果让宋墨就这样走了，以后的岁月里，他想起这件事，肯定会和自己当年一样，耿耿于怀一个因果。他问宋墨，你从小开始习武，觉得苦吗？宋墨有些意外，想了想，但还是很真诚地道，不觉得苦。可我们看着你们寒练3九，夏练3伏，却觉得很苦。窦昭又问，你为什么不觉得苦呢？宋墨思忖道，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所以不觉得苦吧。你小小年纪就开始管理仪制堂，你觉得苦吗？宋墨笑道，我是英国公府的世子，管理仪制堂本是我分内的事，我怎么会觉得苦呢？窦昭道，那你和令尊反目之后却处处占上风，一定觉得很得意吧？宋墨一愣，窦昭没等他回答，已道，我听陈先生说，自国公爷把二爷拘在了上房读书，你就很少见到二爷，你心里苦不苦？宋墨睁大眼睛，却若有所思，隐隐有些明白他的心思。所以我主持钟会不觉得苦。窦昭笑望着他，水来土掩，兵来将来，来来去去不过是那些事，纵然出了错，想办法补救就是了。和东府的众人玩平衡之术不苦，他们是我的血亲，我何尝不是他们的血亲？他们能敬我1丈，我就能敬他们3尺。纵然是有负于我，也不过是一时的伤心，自己认人不清罢了。他侧过头去，望着地上斑驳的树影，轻声道，我小时候总觉得自己无父无母，又无手足兄弟，孤单寂寞。长大以后就特别希望有个人作伴，特别希望那个人能在所有的人都遗弃了我之后，还一如既往的待我好。因而我明明知道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可我还是愿意和他过下去。他说到这里，朝着宋墨微微的笑了笑，何况我也不没有毛病的人，我在忍别人，说不定别人也在忍我呢。但是有个人在身边，总好过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吧。他说的应该是魏庭瑜吧。月色下，他的笑容显得如此的苍白而单薄，像双手紧紧地揪住了宋墨的心，让他觉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可骨肉之情却不同，窦昭嗫嚅地道，血肉相连，同声同气，无论怎样也没有办法割舍的。
孩子的面孔已在窦昭的记忆中糊涂，铭记在心的却是那些给他的悲痛和欢笑的感觉。他痛你就痛，他喜你就喜，身同感受。不管你走到哪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还记得，你就不可能放下。宋墨非常的震惊，窦昭，他在害怕，他竟然害怕嫁人。是什么原因会让他如此的想呢？是他生母的死，还是窦昭的代价，或者是季家从中扮演的角色？他记得窦昭和季勇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样的窦昭让他非常的心痛。他想起窦昭身边的陈曲水、段公义、素心，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身边高手如林呢？他甚至想起了父亲对自己的无情。宋墨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夜晚，回到了那个温暖如春、催人入眠，可闭上眼睛就是黄泉的夜晚。他忍不住抓住了窦昭的手，道：你既然知道自己若是身患恶疾，我父亲为了颜面肯定会退亲的，你没有见到我之前，为什么不用这个计策？宋黑的表情很严肃，让窦昭有些错愕。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这件事交给我，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呢？宋墨凝声道。窦昭不由点了点头，他的确是这么想的，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宋墨的本事。宋墨既然能在短短的几天之间诓了宋宜春为他求娶自己，肯定就有办法让他全身而退地解除姻约。窦昭的回答让宋墨的眼底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那你能不能像从前那样再相信我一次？他认真地凝视着窦昭，你不如嫁给我，就是再不济也能护了你的周全。窦昭愕然，自己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宋墨竟然还想和他成亲。他当然不会自恋到觉得宋墨是看上了自己。窦昭可还记得前世宋墨身边都是些什么样的女子？他那时离经叛道，桀骜自虽，又没有长辈约束，那些人都不能讨了他的欢心，让他娶进门去。先不说他比宋墨要大1岁，就他那因为历经千帆而变得显然有些沉闷性子，除了看账本当家理事，就只会伺服庄稼花草，不要说和什么风趣诙谐搭不上边，就是温良娴静也称不上吗？就更不可能了。他不禁脱口道：为什么？为什么？宋墨有片刻的沉思。是啊，为什么呢？窦昭遭遇虽然令人痛惜，可他并不是个软弱的人苦，恰恰相反，他因此反而变得更坚韧、更果断、更刚毅。他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晚秋的夜风吹过来，树叶沙沙作响，透着几分入骨的凉意。可因为身边的窦昭，因为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说着梯级话，那入骨的凉意也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你不说有个人在身边，总好过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他笑道，与其让我父亲左右我的婚姻，不如娶了你，至少我们之间还有话可说，不如做个伴好了。啊！窦昭杏目圆瞪能，想到了宋氏父子的反目。一时间，他好像又看到了那个纵然前呼后拥，表情也是落寞，身影也是寂寥的宋墨。实际上，两人的境况是何其的相似。窦昭心里涌动着淡淡的悲伤。屋檐下，大红的灯笼红彤彤的映在地上，院子里响起不知名的虫鸣。宋墨低声道：窦昭，你不妨仔细地想想我说的话，与其在窦家这样苦苦的挣扎，不如去一致堂，至少陈曲水、段公义他们能光明正大地跟在你身边。窦昭默然。宋墨告辞，我等你的消息。窦昭一夜未眠，或许是前世宋墨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没有谁的能力像宋墨这样让他放心了，也没有谁家像英国公府这样让他忌惮了。但宋墨的话也有道理，与其这样在窦家苦苦挣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出头，还不如嫁到英国公府去。他也可以不用像现在这样藏着掖着了。去还是不去呢？宋墨说等他的消息，是指等他放出风声说自己有恶疾，他在伺机行事，解除两人的婚约呢？还是等他一个答复就会着手两人解除婚约的事呢？窦昭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十字甬道前，嫁到英国公府是可以看见的艰难，留在窦家是可以预见到的困顿，难道自己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吗？重生后，窦昭第一次恍恍惚惚拿不定主意，只怕着这时光从此凝滞在这一刻，让他有了主意，在日升月落就好。而宋墨站在书房的月亮窗前，不禁长长的透了口气。已经是第3天了，窦家什么动静也没有，既没有传出窦昭有恶疾的事，也没有为抬头嫁女儿而为难宋家。粉刷屋子，布置新房，下请帖，设立账房，婚事顺利的进行着。接到请帖的窦明则急冲冲的去了静安寺胡同。我姐姐真的和英国公府世子爷宋彦堂定了亲？他满脸不置信地问着窦世英。这还有假？解决了长女的婚事的窦世英不仅心情很好，
而且精神恍惚，像一下子好像年轻了10岁似的。想到次女对长女所做的事，他叮嘱窦明，你到时候给姐姐添香的时候，记得要送份大礼。你和几年后要记得一起回来喝喜酒。窦明心中不悦，可想到这些日子父亲正恼怒自己，哪里还敢发作？不仅如此，还抱了窦世英的胳膊撒着娇。您别总是几宁侯的叫着，他可是您的二女婿，人家表字佩锦。窦世英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嘻嘻哈哈，而是胡乱地点了点头，正色地对他道：你出在已经嫁人为妻了，就应该站有站样，做有做样才是，怎么能动不动就拉着我的衣袖撒娇？窦明嘟了嘟嘴，俏皮地笑道：我这不是想爹爹了吗？窦世英面对这样的女儿，摇着头叹了口气，表情微松。窦明就问窦世英，那英国公府怎么会瞧中了姐姐的？我听说那世子爷比姐姐还小1岁，而且杀戮成性，连自家的护卫都不放过。休要胡说！窦世英韵色呵斥道，自家的姐姐，你怎么可能像那些市井妇人般，听风就是雨，以讹传讹？又道，这件事我亲自去问过英国公，英国公也说没有此事，你是受姑的妹妹，别让我再听到这样的话。窦明不以为然，还欲说什么，高声进来道，老爷，翰林院的蔡大人、徐大人过来了。窦世英脸微霁，说了窦明几句以后再不可如此之类的话，整了整衣襟，这才去了花厅。窦明不由跺了跺脚，转身去了居近王映雪的厢房。王映雪主导了窦昭姐妹一家之事，王家就是在心痛这个女儿，也没有办法庇护她了。因而当窦家提出让王映雪明年春天随二太夫一起回真定时，王家只得点头同意。王映雪也因此搬到了正院的后罩房居住，由高升的媳妇亲自服侍着，闲杂人等一律不准靠近，对外只说王映雪积劳成疾，需要静养，她跟着二太夫人回真定养病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当窦明看到倚在窗棂旁痴望着窗外的王映雪时，并没有激动地上前抱着她嚎啕大哭，或是要为母亲抱不平去找窦家的长辈求情，而是眼眶微湿，欲言又止。王映雪知道女儿一向不大瞧得起她，觉得她连主持钟会的权利都被窦家剥夺了，是个彻头彻脑的失败者，可她并不以为忤。自己女儿有什么好计较？她已经做了自己能做的，给了女儿自己能给的。王映雪微微的笑，招呼窦明上炕上坐，让小丫鬟洗些水果来款待窦明。窦明望着新上市，济宁侯府也不买了几斤给田氏和他尝鲜的秋梨，沉默了半晌，才低声地道：姐姐她许配给了英国公府，您可知道？我已经听说了。王映雪帮窦明削着梨子，冷笑道：你父亲巴不得天下的人都知道窦昭要出嫁了，我就是不想知道，也挡不住那仆妇在我耳边絮叨。又道：英国公府虽然显赫，可济宁侯府也不差，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就是了。娘能帮你的就只有这些了，以后的日子得靠你自己了。你没事多多和你外祖母家走动，有了你外祖父给你撑腰，就是你姑姐也不敢怠慢你。闲暇的时候就来看看你爹爹，你爹爹在钱财上向来不曾亏待你，有他大贴小补，你大可把自己陪嫁的收益攒起来。有了这两桩，魏家的人就不能动你分毫。至于窦家，可从来没有把你当闺女，你和他们客客气气就是了。窦明不由皱眉，母亲大概以为英国公府和济宁侯府差不多吧，就算是两家有什么差别，也不过是爵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寡而已。她从前没有嫁到济宁侯府的时候，也是这么认为的。等她嫁到济宁侯府之后，才发现，原来侯府未必比伯府有钱，伯府又未必比世袭锦衣千氏有权。到现在，她还没有摸清楚这些门路。不像官宦之家，极品就是极品，同进士就算是再努力，也比不得两榜进士升迁之路顺畅。一听说出身就知道这人以后会有怎样的前程。勋贵之家的事乱得很，济宁侯府怎么能和英国公府相提并论？窦昭不悦地道：你看姐姐的聘礼足足有2万两银子，爹爹说了，男一担，女一头，怎么也得赔姐姐1万两银子的压箱钱。王映雪不以为然，嗤笑道：你姐姐有多少银子你还不知道？多1万两少1万两与她什么关系？济宁侯府当初都嫌窦昭的出身不好，那英国公府既然比济宁侯府更显赫，你待她嫁入魏家之后，那英国公府还能瞧中你姐姐，而且这么快就定下了婚期，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我看那英国公府只怕也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说不定这下聘的东西都是从老祖宗那里留下的一些东西里七拼八凑出来的，为了就是诓你爹爹的银子。你等着瞧好了，以后还有得是窦昭哭，你爹爹后悔的时候。窦明想到宋末那些传言，不由得默然。
王映雪察言观色，知道自己猜的不离时，语气微缓道：你别以为娘是傻瓜，我知道窦家在算计我，我何尝不是在算计窦家。窦明愕然。王映雪将削好的梨子递给窦明，窦明木然地接了过去，他低头又挑了个梨子，一边削着梨子，一边道：自我知道你五伯父和你外祖父争夺老之位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窦家为了算计你外祖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蔡太太答应帮忙，我就猜着你五伯母多半已经知情，可就算是这样又如何？我还不是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到了济宁侯府，他们难道还能休了我不成？回真定就回真定，我早就不想待在京都了。与其做个有名无实的翰林院带读学士太太，还不回乡下的田庄，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你和窦昭都嫁了出去，你爹爹不可能就这样看着家业中断，不管你爹爹抬了谁做姨娘，难道他还敢不认我这个嫡母不成？我有什么好怕的？王映雪说起来一副不以为然的口吻，可眉宇间流露出来强烈不甘，却暴露出他真实的想法。窦明看着心中一酸，低下头去木然地吃着梨子。王映雪见女儿不感兴趣，又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回真定了，以后很难再见到已经出阁的女儿，现在能见一次是一次，遂打住了话头，问窦明：侯爷待你可好？窦明面孔微红，强作淡然地点了点头，简单地说了句尚可。王映雪会意地笑了起来，眼角眉梢尽是褶子，看上去比外祖母的气色还差。窦明不由侧过脸去，若做名臣，先有簪名气。入夏的时候，吉永因伯父的推荐，得到了翰林院学院学士于力的赏识，和于力及几个翰林院的大儒一起编撰将由皇上做续刊行的文华大训。翰林院的衙门虽然宽敞，却因年代久远，房前的槐树亭亭如盖，将整个厢房都笼罩其间，使得整个翰林院房一年四季都阴森森的，透着股潮湿的味道，就是这秋高气爽的季节也不例外。写书自然是由那些大儒动笔，吉永不过是帮着查找典籍，尽管如此，书成之后，他的名字还是会出现在手卷小小的角落里，这让翰林院里那些不知道熬了多少年的状元、榜眼、探花和庶吉士们又是羡慕又是妒忌。蔡顾元请同僚同贺的时候，就有意地撇下了季永。家乡的知府的幕僚来京都办事，特意前来拜会。他斜睨了一眼抱着一堆书从旁边走过的季永，大声地道：盛情难却，只得勉为其难。诸位大人下门也没什么要事，不如和我一同去醉仙楼凑个热闹如何？醉仙楼是京都有名的销金窟，不免有人异动。若是平时，吉永为了恶避蔡顾元，也会装着听不懂的样子跟着前去，然后和蔡顾元唇枪舌剑一番，直到把蔡顾元说得气的说不出话来，或是拂袖而去，才会善罢甘休。蔡顾元就是摸清楚了季永的脾气，所以请了梁继芬的长子梁无恩。梁无恩口吃，最不喜欢那些口齿过于伶俐的理不饶人的人。而且梁无恩口吃是因为当年梁夫人为了给梁继芬凑赶考的银子没有及时给梁无恩医治的原因，梁无恩又是几个孩子里面读书最好的。梁无恩虽然中了进士，却因口吃不能入仕，继芬因此对这个长子非常的内疚，家中事务都由这个长子做主，公务上的事也常找长子商量。梁无恩俨然是梁继芬的国事。梁继芬行事低调，做首辅的时间还不长，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可只要是知道这件事的，无不想办法走梁无恩的路子，并且个个都能得偿所愿。最重要的是，梁无恩最大的喜好就是装作落魄的文士，这次他定要季永好看。想到这里，蔡顾元的声音就更大了。从前去醉仙楼都是朋友请客，这次却是别人请客，酒喝在嘴里别有一番滋味，几位大人就不要同我客气了。一副吃白食的穷酸模样，也是季永瞧不起蔡顾元的主要原因之一。蔡顾元算准了季永要上当，谁知道季永却步履匆匆地和他擦肩而过，不仅没有搭他的话，而且面无表情，好像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似的。蔡顾元的嘴巴半天也没有合拢，季永心里却乱糟糟的。自从3天前他被曾祖父叫到书房，被告知窦昭已经和英国公世子宋彦堂定亲之后，他的脑子就一片空白，人如玩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到现在也没有缓过气来。窦昭要嫁的人怎么会是宋彦堂？他身世显赫，根本和他们不是一路人，怎么会突然和窦昭定了亲的？窦昭又是怎么想的呢？他当时跳起来就要去静安寺胡同问个究竟，却被曾祖父拦住了。建明，你应该把这看也看作是对你练事才对。曾祖父神色端肃，布衣道袍，有着风轻云淡的出尘脱俗。这件事我们为什么会失败？可有补救的方法？如果没有，应该怎样利用这次机会让家族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有哪些方法可用？
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急巴巴地跑去窦家质问。我问你，你这样去窦家质问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好处，就是觉得心像被挖走了一块似的，火辣辣的痛。他要去问个明白，为什么比女人还漂亮矫情的宋墨可以，他就不可以？吉勇一言不发，推开季老太爷就朝外走，却被季老太爷身边的随从架了回去。季老太爷冷冷地望着他，语气中有着掩饰不住的失望。你们守着16少爷，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放他出来。又道，你已经失败，就算不能接受失败的后果，也应该保持失败者的风度才是。书房的门啪的一声闭上，他捧着头坐在了书房的小屋子上。吉勇能出书房，得益于他参加了文华大训的编撰，他总不能不去衙门里当差吧？可他心里却总是空荡荡的，觉得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他和窦昭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是他太固执，还是窦昭太偏执？吉勇坐在皇室宽敞明亮的无梁殿中，心不在焉地翻阅着太宗皇帝的起居录，和窦昭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像一幅幅画似的，一张张在他的脑海里翻过，有他揶揄自己小心考个同进士回来时的调侃，有他失望地对自己说着我不希望你像窦明一样时的惋惜，还有他痛斥自己老死不相往来时的愤怒。可每当他想起来的时候，却是温暖的、愉悦的，是生机盎然，充满了无限乐趣的。不像在曾祖父的书房，所有的情绪都有个能被左右的算计，所有的算计都有个能预料的结果，生活仿佛被固定成型，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这一刻，吉勇前所未有的想见到窦昭，他想知道窦昭是会雷霆震怒，还是会眨着寒星般的眸子冷冰冰地打量着窦世英。季勇合上了起居录，对守在一旁的内侍笑道，我突然觉得头昏的厉害，公公能不能给我找个地方让我躺一躺，然后再倒杯饴糖水来？皇宫的内侍岂是一个小小的七品编修能指使的？那内侍翻了个白眼，阴阳怪气地道，既然编修大人身体不适，那就下回再来借阅这太宗皇帝的起居录吧。吉勇在借阅录上签了名字，出了皇室，直奔静安寺胡同。窦昭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拿着给祖母做的一个克丝墨额，半晌都没有动上一针。端着秋梨、甜瓜走进来的素心见了，不由在心底长长的叹了口气。窦昭和宋墨说话的时候，他就站在五廊下的落地柱旁。小姐不想嫁人，可世子爷待小姐真心诚意，小姐心里想必也明白，小姐一定是怕嫁过去之后，世子爷像当年老爷呆去世的赵太太一样，中途变了卦，所以才会这样患得患失，举棋不定吧。世子爷虽然比小姐年纪要，心虑此计次却，几次到真定拜访小姐，都变着法子去的，没让任何人察觉。小姐要是嫁了过去，别的不敢说，有了英国公府这样的夫家撑腰，名下的嫁妆肯定是能拿回来的。以后就算是和世子爷过不到一块儿去，找个安静的田庄住下来，也总比像现在这样付完了这个还要应付那个的日子强。那时候世子爷就是小姐的夫婿了，小姐只用应付好世子爷就行了。他在心里叹了口气，笑着收了窦昭的针线，道，你已经做了好几天针线了，仔细眼睛，不如歇会，吃点水果再做也不迟，现在离过年还早着呢。窦昭哦了一声，回过神来，不免有些赧然。说的是要给祖母做条抹额过年，这几天却不过只缝了几针，多数的时候都用来发呆了。可他望着眼前的水果，又开始走神。那天晚上，宋墨那句至少陈曲水、段公义他们能光明正大的跟在你身边，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上一世，那些被人当作礼物送给他的女子，尚且能想跟着他就跟着他，想另嫁就另嫁，以自己和他的交情，何愁不能随心所欲的过日子嫁给宋墨？至少不用像嫁给别人那样需要在丈夫面前低眉顺眼，只要想一想就能让他心动。可若是自己真的嫁给了宋墨，宋宜春对宋墨莫名其妙的谋害，英国公府的密信，4年之后的宫变，都如一道道天堑横在他的面前，他能迈得过去吗？他有这个能力帮宋墨迈过去吗？就算是他最终能渡过难关，又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若不嫁给宋墨，和季家婚事不成，窦家失诺，必定得付出很大的代价来赔偿季家。东窦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肯定会对他打压遏制，甚至是算计。他虽然不怕，可想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过这种日子，不免会让人觉得厌倦。现在宋墨给了他一个摆脱这一切的机会，他要不要走这一步呢？窦昭左右为难。想到上一世，他前有狼后有虎，闭着眼睛嫁给了魏廷瑜，当时却没有这么多的犹豫不决。这一世有了选择，反而不知道如何决断才好。是不是选择越多，人越容易迷茫呢？或者是他的能力还做不到审时度势、高屋建瓴？
窦昭问素心，陈先生没有来找我吗？没有。素心给窦昭端了杯香气缭绕的云雾茶，他希望窦昭能和陈大叔商量商量，也免得小姐一个人在这里冥思苦想不得其解。但不知道为什么，陈先生却一直没有来找小姐。窦昭道：你去请陈先生过府一趟。素心欢心的点头。有小丫鬟进来禀道：四小姐，季大人求见。窦昭很是意外，道：是哪位季大人求见？自他的婚事定下来之后，父亲的身体很快就康复了，每天精神抖擞的去衙门当差，下了衙就乐呵呵的亲自登门，给那些和他私交甚密的朋友或是上峰派送请帖，很晚才回来。小丫鬟笑道：自然是表少爷了。又自作聪明地道：玉桥胡同肯定是接到了老爷的请帖，表少爷知道您要出嫁了，特意来恭贺您的。窦昭不由暗暗点头。吉勇知道自己要出嫁了，不是寻思着怎样让宋墨出丑一洗前耻，而是来找自己，不管是为什么，总归是比从前理智了很多。他吩咐小丫鬟请季表哥到花厅里奉茶，小丫鬟应声而去。素心担心道：小姐要不要跟六太太说一声？他怕季勇闹腾起来，把季家曾经想求娶窦昭的事说了出来，若是有人发现窦昭那时候还没有退亲，联系到窦氏姐妹一家，说不定会认为小姐是始作俑者，那可就麻烦了。不用。六伯母觉得自己一次比一次嫁得差，已经够伤心的了。窦昭不想再为这种事去打扰六伯母，他淡然地道：这里是静安寺胡同，若是他们觉得槐树胡同的饭比静安寺胡同的饭好吃，那就去槐树胡同当差好了。素心知道窦昭这是动了真火，他不禁自怜，躬声应是，服侍窦昭换了件衣服，陪着去了花厅。吉勇见到他就抱怨：你怎么磨磨蹭蹭的，我还有事呢。那些争吵伤人的话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似的。窦昭顿时有种回到了真定的时候。吉勇在西斗戒毒，戏弄那叙家人，他对退掉魏家的婚事胸有成竹，闲暇时和季勇斗嘴谈笑，两人都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这才是真正的两小无猜吧。窦昭猝然间眼眶有点湿润，他问吉勇：你找我有什么事？季勇道：你是不是准备嫁给宋墨？窦昭想了想道：我跟你说实话，你能不能不要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吉勇道：难道我看着你做错了，也要任你错下去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窦昭道：我没有向你求助，你就不应该随意插手。吉勇低头思考了半天，睁大了眼睛凝视着窦昭的眸子：是不是这样，你才生气的？是。窦昭没有回避，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我可能没有你厉害，可你也应该尊重我的选择。不仅是我，就是你的那些好友，同窗、同科、同僚，甚至是家人也一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这些喜好又是和每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你可以不理会那些和你爱好不同的人，却不能嘲讽别人。我们说你就说你又扯上一堆无关紧要的人做什么？季勇无意听窦昭说教，道：我不插手你的事就是了。又忍不住讥讽道：我等着看你掉到坑底爬不出来的时候，看你像不像我求救。这样的孩子气让窦昭忍不住笑了起来。吉勇虎了脸。窦昭忙正襟危坐，认真地道：我还没有决定嫁不嫁宋墨，不过的确有点心动。吉勇气结道：那小子除了出身一无是处，你是不知道，他把关于宋墨乱杀无辜的事告诉窦昭，而且他不仅结交内患，还跟会昌伯家的顾玉狼狈为奸，倒买倒卖，整天和工部、吏部的那些胥吏打交道，没有一点正形。这样一个人，你是嫁还是不嫁，你可要考虑清楚才是。最后还是忍不住道：你要是不想嫁给他，我有办法让宋家退亲，而且不会让你名誉受损。多谢。窦昭真诚地向他道谢，道：我若是想和宋家退亲，一定找你商量。说了等于没说。吉勇拂袖而去。等走出了窦家，他这才觉察到自己好像该问的都没有问，该说的都没有说，反而嗦嗦说了一通废话。可他的心情却好了起来。难道是因为窦昭认同了自己的做法？季勇站在静安寺门前，望着静安寺门前那两尊丈余高的石狮子，不由小声嘀咕：自己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别人的肯定才会觉得是正确的？这件事他得仔细想想才是。窦昭的话就未必全都是对的。季勇陷入了沉思之中，此时的陈曲水正坐在他的好友吴志鹏家中。吴志鹏比他年长5岁，和他是举人同科。因家道殷实，吴志鹏虽然屡考屡败，但家里还是一直供着他，直到他51岁的时候中了进士。只是他已无心仕途，2个儿子也先后中了进士，他索性在家里做起了老太爷。陈曲水当年家道中落，来京都就是投靠的他。
看见陈曲水，吴志鹏十分的感慨，唏嘘道：你既然还活着，为何不来找我？我听说定国公将杀了张凯继承，还以为你也跟着遇难了。又道：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应该把你引荐给张凯，当初叶公对你也很赏识，你若留在了叶府，就算举业无望，谋个州府的学政，训导却不在话下。也是你运气不好，没想到你离开叶府没多久，叶公就入阁做了大学士。他所说的叶公是前内阁大臣叶世培。这件事怎能怪您？提起当年的事，陈曲水有些不好意思，要怪只怪我年轻气盛，听说张凯镇守福建，一心一意想着去抗倭，到了张凯府上又处处流露出曾受叶公赏识之事，引起张凯的反感，不仅没有受到重用，反而被张凯排斥。这些年来，每思及此事，都觉得愧对志鹏兄的厚爱，更是无言来见志鹏兄。你我是多年好友，说这些就太见外了。吴志鹏一面说着，一面打量着陈曲水的衣饰，见他的衣饰虽然说不上多华美，却简洁大方，用料讲究，腰间一块和田玉的玉佩，光泽细腻，通体莹白，不是凡品。思忖着他这几年应该过得不错，突然找上门来，想必不是为了银两的事，倒也没有绕弯子，直言道：你来找我，可是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他是京都人士，乐善好施，两个儿子，一个在湖广荆州任知府，一个浙江桐乡任县令，父子三进士，同科同年不少，朋友更是如过江之鲫，等闲事到他手里也难不倒他。许多外地的朋友来京都，若是遇到个什么事，都喜欢找他帮忙。陈曲水既然来见吴志鹏，早就打好了求人的打算，因而也不隐瞒，把自己怎样被从福建回到了老家，又怎样认识了窦昭，怎样给窦昭赏识，做了窦昭的幕僚之事，窦昭又怎样被议价，怎样与英国公府的世子宋彦堂定了亲等等，一一向吴志鹏叙来。北楼窦氏，吴志鹏没有交往也听说过，闻言不由大吃一惊，道：窦大人怎如此糊涂？就算如此，也不能随随便便把女儿嫁了才是。又道：你既在窦家为幕僚，想必已打听过英国公府世子爷的事了，那英国公世子又不是得了失心疯，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把自家护卫全杀了，还是在丧母不久，可见是府里出了见不得人的事，杀人灭口来着。窦家怎么舍得把女儿嫁到宋家去？又道：我看你不如趁此机会请辞算了。我虽是个田舍翁，却也不缺你一口吃食，若是觉得住在我这时不自在，我把你引荐到姚时中姚阁老府上去做西席好了。姚阁老是湖广荆州府人，正在我儿治下，我平日和姚阁老家的大总管也走得很近，他们府上正好缺个西席，不过是教几个蒙学的少爷，事少，束修丰厚，这点薄面姚家还是给我的陈曲水十分感激。他虽然知道宋墨杀人的内情，却事关重大，是宋墨的事，不好对吴志鹏提及，只道：窦家四小姐对我有知遇之恩，若是窦家四小姐嫁得好，我还可以趁机请辞，现在却不好说这样的话。他委婉地拒绝了吴志鹏的好意。你呀？吴志鹏摇头，半是惋惜，半是钦佩地道：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一点也没有改。陈曲水赧然地笑了笑，道：我来找志鹏兄，正是为了英国公府世子爷的事。哦。吴志鹏不解地望着他。陈曲水笑道：三人成虎，我也觉得英国公府世子杀护卫的事很是蹊跷，想请您帮我找英国公世子爷的乳娘打听打听世子小时候的事。这事好办。吴志鹏笑道：像英国公府这样有权有势的勋贵，乳娘多从府里选的，到大兴宛平一问即知，只是不知道你要问些什么。陈曲水一听就知道自己找对了人，府通过从大兴宛平挑选乃口之人，宋墨的乳娘是谁，他早就打听清楚了，只是他身份敏感，和宋墨手下又太熟了，怕派了段公义等人去打听，反而引起宋墨的注意，误以为是窦昭的意思，从而引起宋墨的猜疑，那就得不偿失了。思来想去，他只好请吴志鹏出面。常言说得好，3岁看老，我就想问问世子出生的那些，可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没有？世子出生之后，蒋夫人待世子爷如何？英国公待世子爷又如何？为何世子小小年纪就送到蒋家去习武？莫非是世子太顽皮，不得不送给定国公管教？世子爷待身边的人如何？你等等。吴志鹏听着，失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这哪里有打听点事啊？你这是盘问人家的家底啊。我现在年纪大了，你跟我说这些我也记不住，得我把吴生找来，你有什么事亲自交代他好了。吴生是吴志鹏贴身的随从，为人机敏，办事稳当，吴家有什么大事都由他出面。陈曲水自然是知道这个人的，忙连声道谢。你现在怎么办得这么婆婆吗？吴志鹏笑骂道：你若是再这样，就给我滚出去。陈曲水又是一阵告罪，神色间却多了几分随意，
少了几分客气。把要打听的事交代给吴生之后，吴志鹏道：你还记得萧淑琴不？他如今在长兴侯府上做幕僚，你离开京都后，到他常来我这时坐坐。难得你来家里，不如把他叫来，我们一起喝两盅如何？萧淑琴是当年他在京都做幕僚时认识的，算起来大家已经有20几年没见面了。听说他在长兴侯府上做幕僚，陈曲水心中一动，府长称好，催了吴志鹏去请人。吴志鹏吩咐下去，和陈曲水说起萧淑琴的事来。他没你这天分，在长兴侯府混了7、8年，也不过是平时帮着代笔写悼词、请帖之类的，却始终挤不到长兴侯身边去，也就是混日子吧。陈曲水笑道：公卿之家不比官宦人家，官宦人家还能谋个出身，那公卿之家自己有时候都谋不到一个差事，更不要说帮幕僚谋个出身了。可见淑琴兄实在是厌倦了在官宦人家做幕僚，准备在长兴侯府养老了。吴志鹏想了想，笑道：你这话也有道理，我看他倒是整人无所事事，清闲得很。陈曲水就顺着这个话题打听起京都的勋贵人家来，最后话题还是转到了英国公宋宜春的身上。听说他有秀才的功名，而且刚过而立之年就掌管了5军都督府的前军大印，可见这人还是颇有些才情的。文官遣将，武官调兵，兵部尚书虽是文官，可调动兵马却要通过5军都督府，由皇上钦点的5位掌管虎符的掌印都督才是皇上真正的心腹。会做两手歪诗倒是真的。吴志鹏对宋宜春的评价并不高，能做掌印都督还是看在他性情柔绵，英国公府世代忠贞的份上。哦，陈曲水笑道：此话怎讲？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吴志鹏想到陈曲水有可能随着窦家4小姐去英国公府，也就不难理解陈曲水的好奇了。他笑道：这就得出英国公的出身说起来。两人一边喝茶，一边摆着龙门阵，待到萧淑琴过来，茶水已换过数道，多年好友暮年得见，激动气阔之余，谁还去说英国公府的事？陈曲水喝了个酩酊大醉，在吴府睡到了日上3竿才起睡。宿醉让他头大如斗，嘴里又苦又涩，正揉着太阳穴，吴志鹏满脸笑容地走了进来。曲水、春林他们知道你还活着，都激动得不得了，正朝着这边赶。梁祝更是在醉仙楼订了雅间，要为你洗成。你快快梳洗一番，春林他们就快要来了。陈曲水苦笑，盛情难却。当天晚上，几个人在醉仙楼喝得大醉。第二天醒来，陈曲水正要告辞，去打听消息的吴生回来了。陈曲水灌了2杯冷茶，在客房里和吴生说话，直到夕阳西下，吴生才从客房出来。吴志鹏也不问他们到底说了什么，和赶过来的萧淑琴热情地招待他用了晚膳，在陈曲水再三请辞之下，这才派了轿子将陈曲水到了鼓楼下大街的笔墨铺子。素兰已经在这里等了1天，看到陈曲水，他不由气鼓鼓地娇嗔道：陈先生真是的，去哪里也不跟人留个话，让小姐好等。陈曲水这才惊觉得今天已经是8月16了，离窦昭出嫁不过8天了。他连声道歉：不知道小姐找我有什么事？我也不知道。素兰笑道：反正很急，昨天就曾派我来过一趟，先生不在，陈曲水也顾不得天色已晚，换了身衣裳就随着素兰去了静安寺胡同。在大门口，陈曲水和素兰遇到了刚从外面回来酒意熏然的窦世英。他看着捧着账本的陈曲水，很是惊讶，不由抬头望了望天。蔚蓝色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弦月，旁边零零星星地坠着几颗星子。陈曲水忙道：小姐突然吩咐下来，要我把这半年的账目都整理出来，一直忙到现在才来回禀小姐。窦世英点头，拍了拍陈曲水的肩膀，口齿有些不清地赞道：很好，很好，你们好好服侍4小姐，我不会亏待你们的。一副很满意的样子。素兰在心里小声嘀咕：七老爷又不知道在谁家喝的酒，回来就说酒话，他们要是带到七老爷来褒奖，早就喝西北风去了。陈曲水恭谨的道谢，和迎出来的高升一起将窦世英回了房，这才随着素兰去了花厅。窦昭已得了信，穿戴整齐的在花厅等陈曲水。素兰上了茶点，悄声的退出去，守在了门外。陈曲水拱手告了声罪，道：一直觉得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从前的朋友偶有联系，也是有事相求。如今年已是蝶之年，倒比从前行事通透了些，这2天就去拜访了一下老朋友，让4小姐担心了。窦昭并不是那种事事都要求下属给自己备报的人，笑着问了问他访友的情况，两人就转入了正题。我这次去见老朋友也是有用意的。陈曲水沉吟道：英国公府波诡云谲，想必小姐也能看得出来。
从前这些都与我们关系不大，纵然有所变化，也无关小姐的生死。可现在却不一样的，小姐和世子定了亲，我们会在京都落脚，有些事就要未雨绸缪，早做打算，不能全依仗世子。他想到窦昭和宋墨两人私交甚密，宋墨又言出必行，杀伐果断，担心窦昭不能公正地看待宋墨，语气微顿，解释道：世子的为人品性我们都是知道的，可有些事就怕世子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我的意思，我们一方面要结交些朋友，比如说和崔氏三有来往的那些官员，我从前的那些旧友，一旦英国公府有什么变动，我们有后手，有底牌，就算不能帮世子，也能保住您的性命，不能让您深陷其中。窦昭非常的惊奇，陈曲水完全是一副她嫁过去之后如何如何的口吻。这么说来，您是赞成我嫁过去的罗？他问陈曲水。陈曲水婉转地道：世子虽然强悍，可您嫁给世子也有几桩好处，一是英国公府的招牌够强，您这次拒绝季家的提亲，吴老爷恐怕要花大力气弥补和季家的关系，东窦的人嘴里不说，心里却始终会有芥蒂。您如果留在家里，我们以后肯定是要和东窦斗智斗勇的，胜负未知，可您如果嫁给到了英国公府，东窦的人心里就是再不高兴，有英国公府这顶大伞，他们也只能选择和你冰释前欠，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弥补和东窦的关系。而且东窦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始终对您尊重有加，这对您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二是我们和世子都知根知底，小姐嫁过去不必担心有人压制您，就算您提别室而居，想必世子也不会觉得惊世骇俗。三是可以让世子帮您把您名下的陪嫁要回来，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大掌柜，最多10年就可以从窦家剥离出来。说到这里，他不由眉飞色舞，豪情满怀，小姐，我们就可以再不用仰仗窦家的鼻息过日子了。窦昭何尝不知，可他们得迈过4年之后的宫变才行，英国公府得屹立不倒才行。偏偏这种没有发生的事又不能跟陈曲水说。窦昭想了想，试探道：清朝之下安有完卵？勋贵之家多靠皇恩，雷霆雨露，变化莫测。嫁到英国公府去，就和英国公府绑在了一起。如果英国公府像定国公府一样，我们就是有再多的算计，只怕也无济于事。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陈曲水道：小姐可知我去会旧友还有一层用意是什么？他说着微微一笑，我怀疑世子不是英国公亲生的。这不可能！窦昭惊呼，打翻了手边的茶盅，茶水很快顺着桌面滴到地上铺着的青石砖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如果宋墨不是宋宜春亲生的，前世他怎么可能理直气壮的弑父杀弟？陈曲水笑着帮窦昭扶起了茶盅，狡黠的笑道：您看，连您都没想到的事，世子又怎么会想到？可天下的事往往就是这么的出乎人意料之外。窦昭不得不承认陈曲水的话有道理，他心神震荡，不能思考。据段公义推荐，世子身手高超，可他却被手无缚鸡之力的宋宜春打得半死，说到底不过是占了父子名分，出乎世子的意料之外罢了。陈曲水道：不识庐山真面目，知缘生在此山中。可我们却不一样，我们都是局外人，看事情能更清楚，更明白。小姐担心的事，我也曾仔细琢磨过。她身子微轻，目光灼灼地望着窦昭，这就好比是个局。如果我们能揭穿这个局，就能知道宋宜春为什么这样待世子，以世子的才情手段，又何愁对付不宋宜春？内患即消，外患何愁？英国公府又怎么会轰然倒下？他说着，身子柱后一倾，靠了太师椅的椅背上，豪情壮志地扬眉笑道：小姐，是男人都想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这世上能帮世子开枝散叶的女子多了，可您只要有了这份投名状，您后半辈子就可以在英国公府横着走了，岂不比窝在窦家和那些妇孺争来斗去要强得多？窦昭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他忍不住泼陈曲水冷水，可若是查出世子不是宋宜春的亲生儿子，等着我们的恐怕是被杀人灭口吧。陈曲水呵呵地笑道：宋宜春要杀世子，我思来想去，只有2种可能，一是世子非宋宜春的骨肉，二是世子有什么事邪微到了宋宜春的生死。我听说您和世子定了亲，就去打听了一些事，之后又去找了老友，请他帮着查了查世子的事。世子的乳娘是从府挑选的，宛平县人士，3岁的时候出府，如今活得好好的。玉人就说自己曾经做过世子的乳娘。据他说，世子出生前10天，他就到了英国公府，蒋夫人生产的时候，是曾经帮皇后娘娘推荐的，曾经帮皇后奶奶接过生的稳婆。不仅去世的英国公府孙太夫人在产房，而且去世的定国公府梅太夫人也在产房。老英国公则在院子里面等着，
世子洗过澡，是由2位太夫人亲自抱到产房的门口，给老英国公和宋宜春瞧了一眼。之后，梅太夫人应孙太夫人之邀，亲自坐镇上院，指使仆妇给蒋夫人做的月子。孙太夫则有和乳娘并一群丫鬟婆子照顾世子。老英国公除了上朝，其他的时间都在抱孙子，世子被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窦昭根本不相信宋莫非宋宜春之子，但陈渠水这种严谨做派还是让他心生佩服。他沉吟道：那你是怀疑世子有什么事邪微到了宋宜春的生死罗？陈渠水点头，正色地道：不是有什么事邪微到了宋宜春的生死，就是有什么事侵害了宋宜春的利益，让宋宜春宁愿杀子也不愿意让步。窦昭情不自禁地锁紧了眉头。时间太急迫了，陈渠水叹气道：不然世子在明，我们在暗，不动声色地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了，小姐再进府就安全多了。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窦昭非常的犹豫。陈渠水劝道：小姐，有句俗话说，富贵险中求，是指谋求的是收获越大，风险就会越大。好在我们知道英国公府的底细，您嫁过去总比嫁到别的人家，等成了亲才发现那户人家金玉其外，败絮其内要好。况且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对嫁过去会遇到些什么事心里都有个打算，好生筹划一番，最少也有7、8成把握渡过难关。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要知道这世上既没有天上掉馅饼，也没有坐享其成的事。他见气氛严肃，窦昭脸绷得紧紧的，他有意调节气氛，开玩笑道：除非是世子犯了谋逆之罪，否则我保证让你全身而退，不伤分毫。小姐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窦昭闻言表情有些怪异：可宋末以后就是会犯谋逆之罪啊。陈渠水见状一愣，道：怎么了？难道我说的不对？或者是窦昭发现了什么，没有告诉他？没事，窦昭悻然地道：这件事我还得仔细想想才是。听了陈渠水的一席话，他的心绪更乱了。到底要不要嫁过去？时光能不能就此停止，让他想好了再转运？送走了陈渠水，窦昭握着拳头在院子里站定，发泄般的尖叫了一声，引得刚刚梳洗完毕正准备上床歇息的窦世英悚然失色，踏着鞋子就跑了出来。怎么了？怎么了？没事。窦昭耷拉着肩膀，奄奄地道：刚才看到一道黑影，吓了一大跳，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只猫。窦世英松了口气，有些神秘地对窦昭招手：来，爹爹有话跟你说。窦昭随窦世英进了西烧间的书房。窦世英塞给窦昭一张契纸：有朋友邀我在京都开银楼，我入了5万两银子的股本，用的是高兴的名字，你悄悄地收起来，谁也别告诉。他说着流露出些许的得意，若是银楼不赚钱，你就抽股，好歹也能收回3、4万两银子，给自己置办几件衣裳首饰。看样子父亲准备把高兴给自己用了，可犯得着这样吗？就为了把这笔银子洗白了，然后白白损失1、2万把两银子。想到父亲从来不知道柴米油盐贵，窦昭强忍着才没有说出什么不敬的话来。是哪位朋友邀您一起开银楼？他果断地把契纸收进了衣袖里，问父亲：除了您，还有哪几位股东？都各是做什么的？您占总本金的多少成？银楼由谁管事？连珠炮似的，一口气问了7、8个问题，把窦世英问得愣在了那里，想了半天才道：是郭言约的我，除了我，还有翰林院的2个同僚赵培杰和陈颂明，再就是日盛银楼的东家张之奇，一共5个人，我入股5万两，占1/3，张之奇占1/3，郭言等3人占1/3。银楼由张之奇打点，我们每年分红就行了。窦昭骇然，父亲竟然要和日盛银楼的张之奇合伙做生意，是命运原本就是这样安排的呢？还是因为他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让父亲有机会认识了张之奇的呢？前世他和父亲说不上几句话，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有些什么生意，没有办法判断。但上一世日盛银楼不过是大同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银楼，张之奇接手之后，将妹妹嫁给了大同总兵府的一位做银官为续弦，从此开始做大同总兵府的生意，没几年就成了大同的首富，又在京都开了间小小的分店。辽王登基后，他一跃成为内阁首辅食军规的座上宾，开始总揽九边的军饷，一时间风头无两，先后在保定、济南、武昌、杭州、松江等地开设分店，成为名震大江南北的巨贾。2个儿子，一个走捐监，在通政司做了个小吏，一个参加科举，谋了2榜进士的出身，做了吏部给事中。京都的人都在传说，张之奇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辽王起事的时候，他将全部的身家20万两银子都捐给了辽王，助辽王起事。食军规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窦昭问窦世英：高兴什么时候来？我已经让人给带信了。
窦世英说着，走到旁边的大书桌前，从暗格里拿出个红漆描金玉簪花的匣子，递等了窦昭。这是高兴一家人的卖身契，你收好了。窦昭没有和他客气，和那张契纸收在了一起。回到屋里，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前世，宫中惊变，皇上的亲卫军却反应迟缓。等到辽王射杀了太子，逼皇上写下了禅让书，在金无畏的簇拥之下，出现拿上了午门。接到太子求救信的武军营和神机营这才赶到朝阳门，被5成兵马撕拦在了大门外。种种迹象都表明辽王起事并非临时起意，而现在离宫便只有4年的时间了。按道理，辽王早已开始部署了才是。张之奇选择在这个时候来京都开分店，是巧合呢，还是早已投靠了辽王？此次来京为辽王打前站的。窦昭想到日盛银楼的另外几个股东。郭岩是已经去世了的内阁首辅曾一芬的女婿，从前在翰林院任代讲学士。曾一芬去世之前，他外放陕西按察使，3年后升至陕西抚巡，节制陕西都司、行都司76个卫所，21万大军。辽王登基后，他任兵部尚书、英武殿大学士。赵培杰此时在翰林院任职，兼詹事府少詹事，东宫属臣。太子死后，他自缢于家中。陈颂明，行人司司正，天子近臣，辽王宫变，由他执笔写的禅让书。辽王登基，他升迁国子监祭酒，没几个月投河自杀。事情有这妖巧吗？他越想越心凉。那父亲呢？如果这是有预谋的，他们又瞧中了父亲什么呢？前世他只管着和魏廷珍较劲，哪里注意到这些？听到伯父们和父亲升迁，也只恨老天不长眼，在心里冷哼数声，派个管事送上一份公礼。那窦家有没有参与辽王的谋逆呢？窦昭坐立难安，他很想找个人商量商量。陈先生和宋墨都是好人选，可自己又怎么跟他们说辽王4年之后会造反呢？窦昭靠在床头揉着太阳穴，宋墨也靠在床头揉着太阳穴。这么晚你冲进仪制堂来把我叫醒，到底有什么事？他无奈地望着在他床前像困兽般走来走去的顾宇，你有话直说行不行？我这几天都在宫里当值，好不容易轮流，正想睡个好觉。要不你先去客房歇息，有什么话我们明天再说。宋墨说着打了个哈欠。皇上是的，头痛病又犯了，吃了太医院的药，不仅不见好，还开始胡言乱语，差点把待寝的刘美人掐死。皇后娘娘怕事情传出去有损皇上威严，把殿前服侍的全都换成了皇上比较信任的人。太医院的诸位太医也都居在了乾清宫，直到今天早上皇上清醒过来，金无畏这才开始正常的换房。他已经有2天1夜没有合眼了。你还睡得着？顾玉气呼呼地坐在了床前的太师椅上，端起刚才小厮奉上的茶喝了一口，又扑哧吐了出来，大声喝道：是哪个狗东西沏的茶？茶早泡的没有了香味。你们平时就是这样服侍人的，来个还能喘气的，快给爷换一盅。松罗惶恐地跑了进来。都说顾公子不好服侍，可他和顾公子接触了几次，觉得顾公子人挺和善的。没想到今天顾公子说变脸就变脸，把人骂了个狗血淋头，这要是让世子爷听在了心里，他还不得赶紧给别人挪地方。他脸色煞白地捧着茶盅出了内室，情不自禁地喝了口茶。上好的碧螺春是顾公子的最爱，冷热适宜，汤色清雅，茶香四溢，和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松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就听见世子爷温声笑道：你这是发哪门子脾气？有话就好好说，拿那些下人发脾气做什么？胜之不武。顾玉听了脸色更难看了，道：天赐哥，你就是太容忍了，才会把这些下人惯得没大没有小的。他说到这里话锋一转，我问你，宋伯父是不是真的为你和窦家定了亲？宋墨点头。顾玉疼得一下子站了起来，激动地道：天赐哥，你知道不知道那窦家的4小姐媛是魏佩锦的未婚妻？是，他想说是魏廷瑜不要了的，想到窦家4小姐现在已经是宋墨的未婚妻了，硬生生的把这句话给咽了下去。换了个说法道：她们姐妹一家。谁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蹊跷？伯父乱来，你怎么也跟着认了？他说着上前去拉宋墨：天赐哥，走，我们进宫去找皇后娘娘去，把这件事告诉娘娘，让娘娘帮你做主。又抱怨道：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要是知道了，怎么也要把这件事给搅黄了。你还不如上了景怡，至少有我在，景怡就是再骄纵也不敢把你怎么样，一副非常的后悔的样子。宋墨苦笑，他也想早点把自己的婚事告诉顾玉，可他不知道这桩婚事最后能不能成，他怎么告诉顾玉？还有9天就是婚期，静安寺胡同那边依旧没有动静。
他是不是可以这么想，窦昭虽然不想嫁人，可自己的求娶还是让他犹豫不决。这么一想，宋墨顿时像被吹起的风骨，精神焕发。他挣开了顾玉的手，笑道：你可曾见过窦四小姐？顾玉一愣，道：没有。你这些日子一直和魏佩锦混在一起，成亲之前可曾听说过那魏佩锦说过窦四小姐的一句不是，或是曾提起要退亲？宋墨问他。顾玉愕然道：也没有。你会聪俏提退妾？宋墨笑道：姐妹一嫁，你以为是小孩子玩家家酒？想娶姐姐就娶姐姐，想娶妹妹就娶妹妹。说到这里，宋墨的表情骤然间变得十分冷峻，这里面的事复杂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顾玉若有所思，宋墨却笑道：好了，我们别说这件事了，我的婚事我自要主张。倒是你开封那边的事现在怎样了？我这边有个买卖，不知道你感兴趣不？顾玉忙收敛了心思，兴致勃勃地道：既然天赐哥觉得不错，想必也应该不错。是什么生意？仪志堂的内室，宋墨和顾玉坐在灯下说话。仪志堂西边的一个小跨院里，廖碧峰则在灯下写着字：窦四小姐，幕僚陈曲水，大兴田庄，三公主府，定亲。笔尖凝滞在最后一笔，他煞然一笑，放下了笔。虽然进府没2年，可世子爷是什么人，他自认还是看明白了。若是世子爷不同意这门亲事，又怎么可能这样安静？没有成亲之前就已经认识，就在窦四小姐出嫁的那天发生了姐妹一嫁之事，这门亲事只怕没那么简单吧。国公爷这次10之8九又上了世子爷的当。不过世子爷也的确是厉害，这么大的事一直都很镇定从容，把大家都瞒得死死的。想到这里，廖碧峰拿起自己写的宣纸，仔细地端详起来。颜朝卿应该是知道的吧，要不然他当时也不会敷衍自己了。既然世子爷能为窦四小姐花这么多心思，想情对窦四小姐十分的爱慕，看样子自己得要仔细想想该怎么和这位新夫人相处了。第二天天刚刚亮，顾玉就出了英国公府，吩咐车夫去静安寺胡同，然后跳上了马车。车夫不敢怠慢，一路疾驶，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就到了静安寺胡同口。顾玉跳下车来，见胡同口有个卖豆花的，因是清理，只坐了2、3个挑夫模样的汉子。他把身边的人打发去了静安寺胡同，找了个干净点的板凳坐下，叫了碗豆花，慢悠悠地吃了起来。不一会，豆花摊子就热闹起来。摊主忙时偷闲的和2个站在摊子前喝豆花的妇人打着招呼：刘大嫂，今天怎么是您和王大嫂一起去卖菜？家里来了客人。是啊。其中一个穿着丁香色比甲的妇人笑道：今天我们府上请全夫人，要整几桌酒席。按理家中娶媳妇嫁女儿，得提前几天将帮忙的全夫人、梳头的等人请到家里喝顿酒，以示敬意。摊主手脚不停，笑着和那妇人闲话：你们家五小姐出阁的时候可真热闹，据说是请的翰林院翰林太太做的全夫人，不知道这次四小姐出阁请的是哪位太太做全夫人？自然也是翰林院的翰林太太了。那太太笑道：不过这次是请的赵大人家的太太，赵大人和我们家大人是同科，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旁边有人接话道：1个月之内连嫁2个女儿，怎么着也得4、5万两银子吧？2个妇人含笑不语。就有人起着哄：刘大嫂，你就给我们说说呗，听说窦老爷这次嫁女儿给静安寺捐了1000两银子的香油钱，是吗？那妇人笑道：我怎么知道，我不过是灶上服侍的，这些事得问我们府上的管事。又有人道：这些日子怎么没见你们高管事？那妇人道：我出门前还和高管事打招呼来着。顾玉丢了块碎银子，悄然离开了豆花摊子，找到了在静安寺胡侧门的马车，上前就扒了那车夫的衣裳，给我穿着一会。也不管那车夫只穿了件单薄的中衣，满脸尴尬地坐在车辕上，径直去了窦府的后门，在2个贴身护卫的帮忙下翻进了窦家的后院，又很快找到了窦昭歇息的东厢房。窦昭几乎一夜未眠，直到天色微白才合眼，此时正睡着回笼睡。不仅厢房，整个上屋的丫鬟婆子走起路来都蹑的，大气也不敢吭一下。顾玉掏出怀表看了一眼，4出3刻，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可见是个好逸恶劳的。顾玉冷哼了一声，把怀表揣了到怀里，继续一动不动地站在厢房后的16树后。太阳渐渐升起来，东厢房开始有动静。素心端了碗燕窝粥服侍窦昭用了，笑着帮窦昭整理整披衣，道：您要不要再睡会？离午膳还有1个多时辰呢。窦昭如坐针毡，哪里还睡得着，吩咐素心：你去把高总管请来，我有话要问他。素心应声而去，把高升请了过来。
窦昭就问他，父亲素来知道自己不擅长打理庶务，这些事托了三伯父或交给了你。那日盛银楼又名不见经传，从没人听说过，父亲就算是想悄悄地送点东西给我，大可借口给禅寺的菩萨镀个金身之类的，把这笔银子从账面上走了，怎会想到入股日盛银楼？你怎么也不劝一劝？高兴低眉顺眼地笑道。那日盛银楼的张掌柜三番五次地找到老爷，老爷说他倒是个做事的人，又是通过严大人找到我们家里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总得拿些银子打发了他，正好遇到小姐的事，老爷就投了大笔的银子进去。不过那张掌柜的也对老爷拍了胸的，最多3、5年，一准把日盛银楼做起来，虽不敢说让老爷把股本全收回来，但绝不会老爷的股本亏了的。窦昭听出高兴也是赞成的口吻，想到此人白衣出身，竟然敢用身家性命去赌辽王，可见也是个枭雄人物，让父亲和高兴臣服自然是不在话下。他对高兴道，日盛银楼的另2位股东是父亲的同僚，父亲一口拿出5万两银子，若是传了出去，树大招风，只怕还会有人找上门来求父亲入股做生意。今日不好推了郭大人，明天就不好推了赵大人，反而得罪人。家里虽有5万两银子，可我想父亲不可能一口气搬了5万两银子给那张掌柜，多半是哪家银楼担保用的银票。说到这里，他看了高兴一眼，高兴忙道，小姐英明，是常和我们家打交道的通德银楼担得保，说好了15天之内到账。原本老爷想等日盛银楼的事落定了再告诉小姐，没想到老爷刚拿到入股的契约就跟小姐说了。窦昭额头冒汗，要不是父亲今天喝的有点多，要不是他一反常态的吼了那一嗓子，父亲只怕还会在心里暗自得意，等到银子到了日盛银楼的账上才会跟自己说吧。他道，那你跟通德银楼的说一声，这笔银子暂时不要划到日盛银楼去，然后再去跟张掌柜解释一番，舅舅家里连着2件喜事，家里的姑爷都出身显赫，场面上事1分也不能省，现在银子不够使，要等年底盘了点才知道明天春天有没有银子给他。跟他说清楚了，窦家宫中嫁女儿历来只有2000两银子，我和窦明的嫁妆都是父亲的私房钱。窦家虽然有钱，钱却在宫中，父亲若是想动用自己名下的银子，得通过三伯父。张之奇如果只是机缘巧合找到了父亲，遇到父亲这种一口气拿出5万两银子不当一回事的人，定会反复的派人来说服父亲投银子给他。若谋定而动，他的目的肯定是为辽王结交群臣，父亲没有银子给他，他正好趁机多投几个股东进来，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判断这个张之奇的用意了。高兴没有怀疑，很多老爷少爷都是不管庶务的，根本不知道家里到底有多少银子可用，脑袋一拍，在外面欠下大笔的银子，而家里一时拿不出来的事很常见。他只是觉得窦昭这样辜负了窦世英的一片好意，颇有些犹豫。窦昭却是怕窦世英惹情面，不过执意要给日盛银楼投银子，道，这件事你暂时不要和我爹爹说，我要看看那日盛银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再说。若是日盛银子的人以为是你从中刁难他们，你什么也不要说，直接把人领到我这里来，自有我对付。旋即想到高兴最忠于父亲，如果父亲发了话，他肯定是遵照父亲的意志行事。又道，到了年底，正是各省官部京都述职的时候，崔十三搭上了一个大主顾，说好了今年借3万两银子给别人的，3月份就还，10分的利。那笔银子你先借我10使。他知道高兴转身就会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而父亲对他们姐妹向来宽厚，知道了不仅不公责怪他们，说不定还会问他是不是银子不够使，让高兴送笔银子给他。高兴也是知道的，笑着应是。窦昭又反复地叮嘱高兴，日盛银楼的人如果来求你，你一定要告诉我。高兴再三保证，这才退了下去。他窗棂上偷听的顾玉，肺都要气炸了。这个女人不仅背着父亲插手家中的庶务，而且还放印子钱，真是胆大包天，见钱眼开。天赐哥怎么能娶个这样的女人？不行，他得把这件事告诉天赐哥才是。难怪宋伯父急巴巴的给天赐哥定了这门亲事。原来自己还想，若是这女人长得不错，性格木讷些就木讷些，等生了儿子，自己帮着看着点就是了。现在看来却是个搅和精。3万两银子，听他那口气，好像30两银子似的，一副不知道柴米油钱贵的样子，哪里是能当家理事、主持钟会的人？顾玉也不看窦昭长什么样子，转身就离开了上院，急奔英国公府。宋默却奉诏进了宫，他急得直跳脚，要去宫里找宋默。陈和却拉了顾玉，悄声道：“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吕公公亲自来的宣的世子爷，难道是皇上的病又犯了？”
顾玉怕进宫碰到了景怡公主，拉着她哭个没完没了，烦惹的姨母把她也给教训一顿。他想了想，去了延安侯府。汪清怀正拿着宋家送来喜帖和父亲说着话，听说顾玉来了，忙将顾玉迎进来了书房。顾玉一眼看见子喜帖，道：你也知道了这件事？汪清怀点头，亲自给顾玉斟了杯茶，笑道：听你这口吻，你也是接到喜帖才知道的。然后抱怨道：燕堂也真是，成亲也不能我们说一声，我想给他准备一份大礼，时间上都来不及了，恐怕只能多送点礼金了。顾玉冷笑：礼金你暂时别送，我先问问天赐哥了再说。汪清怀不动声色地刺探道：怎么，燕堂还不知道吗？天赐哥怎么会不知道？不过是不知道那窦家四小姐是这样一个人罢了。我去找天赐哥，他奉诏进了宫。顾玉含含糊糊地道：我还没有遇见他。汪清怀笑着点头，心里却明白，这桩婚事只怕是英国公的意思，宋墨根本就不知道。没想到他们父子之间的下戏这么大，还好没有把妹妹嫁到宋家去，不然还不得连骨头都被吃下去。他笑道：我妹妹9月初4出嫁，到时候你和燕堂也来喝杯喜酒吧。顾玉听闻不由嘀咕：怎么一个两个的都要婚娶？汪清怀呵呵的笑，调侃道：你年纪也不小了，要不要我帮你做个媒人？不用了，不用了。顾玉红着脸落荒而逃。带出了富贵坊，望着喧嚣的马路，他蓦然生出份寂寥之感来。别人的婚事都有长辈帮着关心，他呢，顶着皇后娘娘外甥的这个头衔，却是娘不疼爹不爱的。顾玉想起家里的那些糟心事，宋墨进了宫，他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不知何去何从。两个贴身的护卫不由交换一个眼神，其中一个媚笑着上前，低低地喊了声公子，道：您看我们去哪里好？顾玉回过神来，又恢复了略带几分跋扈之色的倨傲，却犹豫道：我们去宫里吧。话音落下，仿佛有了主意，肃声道：我们去宫里，我要去看看皇后娘娘。皇上每次犯，既且堂赶还物，奏审元寇脑斩。那些嫔妃刚开始还在皇上面前献殷勤，后来发现皇上醒来之后什么也不记得了，而且一个不小心还会触怒皇上，有性命之忧之后，就开始装聋作哑。姨母又怕像前几年的端午节那样，被几位皇子公主看见皇上犯病的样子，吓得半死，只好一个人撑着。这个时候，姨母肯定需要有人在她身边安慰她吧。可惜辽王在辽东，景怡公主又是个没眼色的，一对亲生的儿女全都指望不上。出了这种事，姨母把天赐哥叫进宫去，可见对天赐哥很赏识。这对天赐哥虽然是个苦差事，可也是造化，以天赐哥的聪明，肯定能把握住这次机会的。只是不知道太子有没有察觉到皇上病了。顾玉脑海里浮现太子那文弱的样子，心中一片茫然。太子这个人好像路人似的，总是没有什么存在感，不像辽王英俊挺拔，磊落豪爽，明快果断，让人一看就生出几分好感。飞鹰走马，骑射弓箭，都是把好手，和天赐哥有的一比。可惜早早就自请去了藩地，否则京都也不至于如此的寂寞了。他叹着气，摇摇晃晃地进了东直门。窦昭听说家里请全夫人和梳头的吃酒，不由大吃一惊，道：今天初几？素兰直心快口地道：什么初几？今天都18号了。窦昭吓一大跳，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快？捧着对系红花瓶进来的甘露，听着笑道：可不是，我的东西还都没有收拾好呢，这眼看就要到小姐出阁的日子。又道：当初就不应该把那些陪嫁的东西从香笼里拿出来的，刚刚入了库，又要重新装香笼。正说着，舅母和六伯母联袂而来，身后还跟着小尾巴赵章如。舅母闻言问道：还有多少东西没有收拾？我让彭嬷嬷给你搭把手。甘露哪里敢动用舅母贴身的嬷嬷，忙道：马上就收拾完了。又怕舅母不信，笑道：我这不是想在小姐面前称功吗？大家哈哈大笑。窦昭上前给舅母、六伯母和赵章如见了礼，大家在宴席室里坐下喝茶。窦昭问道：六伯母您怎么过来了？韩氏进门快3年了，前2天被诊出有了喜脉，季氏很紧张，这几天都在家里照顾韩氏。今天不是请全夫人和梳头的吗？季氏笑道：你父亲带信给我，让我过来陪赵太太坐坐。或许是姐妹议价之事触犯了窦世英的底线，窦昭出现。从媒人到全夫人，全是请的他的好友及好友的太太，不仅没有让槐树胡同的人插手，还像防着槐树胡同的人似的，都是些与槐树胡同那边不太熟悉的人。窦昭这几天心浮气躁的，根本没有注意到婚礼的事。听说全夫人是赵太太，陌生的很，他笑道：是哪位赵太太？舅母笑道：詹氏府少詹氏赵培杰赵大人的太太。
好像怕窦昭认生害怕似的，旋即解释道：人我见过，很和善，行事也爽快，是个利索人。窦昭眉头微蹙，这要巧。他还想细问，有丫鬟进来禀道：六太太、舅太太、赵太太过来了。大家打住话题，六伯母和舅太太去了花厅，赵章如则留下来和窦昭一起用午膳。趁着丫鬟摆住的机会，他悄声地问窦昭：你想不想去看看赵太太长什么样？都20出头的人，还像个孩子似的。窦昭不知道自己应该羡慕表姐的天真烂漫，还是担心表姐的天真烂漫。他打趣赵章如，小心被舅母逮了个正着。赵章如顿时泄了气，问他：我们是不是不能去香山看红叶了？窦昭看着满脸失望的赵章如，心中不忍，道：去，怎么不去？我们等会跟舅母说一声，明天去香山看红叶好了。赵章如眼睛一亮，窦昭抿了嘴笑。去香山看看红叶也好，把这些恼事全都抛开，免得天天闷在家里胡思乱想。和赵章如在香山走了一遭，心情果然开朗了许多。晚上回去倒头就睡，在睁开眼睛的时候已是日上三竿。素心进来服侍他梳洗，禀道：高总管已经派人来问过2次，您醒了没有？窦昭忙道：快请他进来。素心应声而去。窦昭匆匆喝了杯热茶，去了厅堂。高升苦笑道：那张掌柜昨天亲自来见我，还要请我去醉仙楼饮酒，并承认事成之后给我3000两银子，他还以为我是有意刁难他呢。窦昭不由笑道：那你怎么说？我自然是照着小姐吩咐说的。高升向来以自己的忠心耿耿为荣，此时为难张之奇，心里总有些不安。张掌柜就问我，年前能不能抽出1万两银子，或是8000两银也行。我只好一口咬定要等年关拢账了才知道。张掌柜很失望地走了。窦昭点头，接下来就看张之奇会有些什么举动了。高升犹豫了片刻，红着脸道：老爷说让您别放印子钱了，若是缺银子，到我这里来走账就是了。想来是觉得窦昭私底下嘱咐了他一通，他转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窦世英，有些不好意思。窦昭笑道：爹爹有多少私房钱给了我，他用什么？高升想到窦昭开口就是3万两银子，比起窦世英来毫不逊色，不敢搭腔了。窦昭尊重高升对父亲的忠诚，笑着起身送了送他。之后张之奇又连着来找过高升2趟，见高升言辞恳切，又打听了高升的为人，知道他不是刁难自己，倒也心平气和，和高升约了过了春节再聚。高升松了口气，忙不迭地应了。窦昭就吩咐陈曲水查张之奇的行踪。不出他所料，张之奇开始广泛地接触那些品阶不高，却是天子或太子近臣的官员。窦昭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和父亲长谈，希望父亲能从日盛银楼撤股。父亲不同意，人无信不立。我既然答应了，就不能失诺。因见窦昭的表情前所未有的凝重和严肃，他又觉得心中忐忑，有几分心虚地道：要不等你嫁了，再派高兴去把股份拆回来，那岂不是和张之奇撕破了脸？窦昭不悦道：若是张之奇说没有银子怎么办？窦世英不以为然地道：亏了就亏了呗，做生意哪有不亏的？窦昭为之气结，这不是亏不亏的问题，这是会不会被视为辽王党的问题。前世是因为有宋默毫不犹豫地射杀了太子，辽王才能顺利地逼皇上禅让。这一世他好不容易让宋默走了正路，辽王起事的时候，谁能像宋默那样宁愿背负杀主的罪名，遗臭万年地射杀太子？太子不死，皇上岂能乖乖就范？可上一世辽王也的确登基为王，他们还是远离辽王，安安稳稳地过些小日子的好，何苦趟这滩浑水？辽王登基之后，那些没有参与谋逆的臣子，只要不像梁继芳那样撞柱而亡的，辽王为了稳定大局，还不是一样重用？爹爹既然没准备收回那5万两银子，又何苦把那契纸给我？窦昭逼窦世英表态，莫非爹爹想让我背这个空名不成？我不管，您许了日盛银楼的股本给我，这股本就是我的了。我现在要退股，那日盛银楼休想从中拨落我1分银子。窦昭自幼丧母，从小跟在真定乡下长大，懂事又体贴人。窦世英原本就觉得自己对这个女儿亏欠良多，在窦昭面前有些心虚。此时窦昭杏眼圆瞪，脸上像挂了一层寒冷似的，立刻让窦世英额头冒汗，道：要不我再给你5万两银子？我缺那5万两银子吗？窦昭盯着父亲，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事事都无所谓，谁想占你的便宜便占。那郭岩是山西的大地主，家里良田万顷，凭什么您一个人就拿5万银子出来？他就和赵大人、陈大人一起凑份子。不是，不是。女儿一心一意维护他，窦世英自然很感动，忙道：是我想多给你点银子，主动提出来拿出5万两银子的。窦昭心中一动，
嘴上却道：“5万两银子是小数目吗？就算是您主动提出来的，郭岩若是真心等您，也不应该您一个人挑大梁。谁敢保证日盛银楼就一定赚钱？你这次说什么都没有用，我铁了心要退股，您不去跟张掌柜说，我让高升去说。”窦世英焦头烂额，窦昭毫不退让。窦世英拔腿就跑。皇上已经回宫，我怕皇上哪天想起来了，叫我进宫召对，我要回书房去看看书才行，免得殿前失仪。窦昭跟着窦世英去了书房，然后吩咐小厮，请高总管过来。窦世英躲在次间里看书，只当没有听见。窦昭吩咐高升，你这就去见张掌柜，就说你写信去真定要银子，家里管庶务的三伯父知道父亲要入股日盛银楼，怕影响窦家和通德银楼的交情，写了信来劝父亲。父亲思量再三，决定不入股日盛银楼了。只是之前曾经许了张掌柜5万两银子，若是张掌柜开银楼资金不足，可由郭大人担保，我们窦家借一笔款子给他，不要利息，随他什么时候还。这借口倒好，两边不得罪。四小姐真是个天生做生意的料，只可能是魏小姐，这要是魏少爷，西窦还有什么好担心？高升不敢表态，往窦世英那边瞅。窦世英把头埋书里。高升知道窦世英这是默许了，忙笑着应是。这样一来，若是辽王成事，就算是结了一场善缘；若是辽王失势，可以说成是借银子给郭延平窦家和曾阁老的交情，就算皇上要清算，也罪不至死，却能在士林中站得住脚，保全了父亲的名声，以图来日。窦昭看了眼默不作声的父亲，有意高升吩咐高升，你这次去张掌柜那里，把崔十三和张富贵也一起带过去，凡是父亲用印用章的文书都收回来，不可遗漏了一张，小心张掌柜翻脸不认人。高升忠厚有余，精明不足，怎么能把别人当贼防？何况是自己失诺在先。窦世英抬起头来，正想说两句，看见窦昭一瞥冷冷的目光扫了过来，他喃喃的低声嘟囔了几句连自己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的嘀咕，又低下了头去。高升自家知道自家的事，听说窦昭派了人和他一起去，又朝窦世英望去，见窦世英装聋作哑，他不由长长吁了口气，恭谨的应诺，退了下去。窦昭笑着吩咐小厮好生服侍父亲读书，又让丫鬟洗了盘水果进来，亲自放在了父亲的书案上，这才转身回了屋。窦世英立刻泄气般的瘫坐在了太师椅上。窦昭回到自己的厢房，素娟笑盈盈的迎了上来，笑道：小姐，外院的送了信来，说高管事已经到了宛平，明天一早就能到京都了。窦昭却像在油锅上煎似的，父亲的气旨不知道能不能要回来，还有3天就是他和宋墨的婚期，何去何从？他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拒绝，机会难得。接受以后怎么办？他辗转反侧了一夜，第二天起来的时候眼圈有些发青。小丫鬟却进来禀道：真定的高管事来了，和高兴同来的还有宋维民和宋延叔侄。四小姐如今要出阁了，我也应该辞管了。宋先生笑着和窦世英辞别，这些年来承蒙窦大人照顾，老朽不胜感激。只是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等来日有缘再和窦大人相聚。窦世英挽留再三，见宋先生执意要走，留宋先生喝了窦昭的喜酒再走。宋先生欣然允诺，和宋延在客房住下。高兴膝下只前2个儿子，大的14岁叫高嘉，小的10岁叫高赞。听说窦世英把他们一家赏给了窦昭，想着以后又能和段公义等人一起当差，他高兴的几夜都没有睡好，只顾着和老婆儿子憧憬跟着窦昭去国公府后的荣华富贵了。他领着老婆儿子先去给窦世英磕了头，然后去见了窦昭。窦昭嘱咐2句以后要好好当差之类的话，崔十三和张富贵来了，素心就朝着高兴使眼色。高兴忙起身告退。窦昭在书房见了2人。崔十三道：张掌柜听说老爷没办法入股，倒也没有勉强，说开银楼的银子他自己再想办法，倒不至于借向老爷的银子。然后说自己之所以想和老爷及几位大人合伙做生意，主要是仰慕几位大人学识渊博，想结交一番，做生意倒是其次。问老爷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像郭大人一样只入一小股，怎么相识一场，给他的银楼撑个场子。他的话音刚落，一直想在窦昭面前表现一番而苦于没有机会的张富贵忙道：四小姐，我看那张掌柜推不是个东西，嘴上说的像抹了蜜似的，可13爷像他要老爷的入股文书的时候，他却左顾右盼的，就是拖着不能。我看那意思，老爷不占那么大的股份可以，若是想退股，却是万万不可。果如自己所料。窦昭眉头微蹙，父亲不过是个普通的翰林院翰林，而且性格绵和，仕途上也没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
对方如此不依不饶，实知是相公舞剑，意在武伯父斗士书。这件事只怕还得从武伯父入手。他吩咐崔十三，你悄悄去找槐树胡同的大总管，就说父亲派了你这个差事，你拿不下来，请他出面帮你把父亲的入股书拿回来。至于具体怎么做，你们这2年常和那些官员打交道，应该很有经验才是。崔十三眼睛一亮，连连点头。张富贵看窦昭的目光霎时就带着几分崇拜，难怪人家都说人从书里乖。四小姐足不出户，却对这些门道门清东家交代下来的事，你要是办不好，那你以后就别想在府上立足了。他们去找槐树胡同的大总管，说明来意，送上银子。槐树胡同的大总管想着是给七老爷收拾烂摊子，说不定能卖七老爷一个面了。他们又懂规矩，肯出银子，定会十分乐意扯着吴老爷的虎皮做大旗，威胁利诱那姓张的一通的窦昭，却想着张之奇既然能和榆树胡同搭上关系，自然乐于丢开父亲了。至于他能不能劝武伯父入股，以他对武伯父的了解，武伯父首府的位置还没有到手，他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留人构语。你们快点把这件事办妥了。他吩咐崔十三和张富贵，免得夜长梦多。拿到契书之后，立刻送到我这里来。为了避免他们伪造父亲的笔记和印章，我还得劝父亲停用盖那枚用在契书上的印章。两人拱手应是，表姐张如跑了进来。寿姑，寿姑，他激动地道，根本没有注意到书房里的崔十三和张富贵。崔十三和张富贵避之不及，连忙低下了头，站到了一旁。宋家来人了，送了你出阁的章程过来却。我帮你偷偷的瞥了一眼，他们明天卯时过来催嫁，抬36台催嫁盒子过来。我娘亲正和六太太商量，这派谁去送妆呢？他说着，眼睛咕噜噜转着，坐到了窦昭的身边，低声道：你准备派谁去安装？你让他悄悄把我带过去，瞧瞧热闹呗。按理，女方会派人和男方交接嫁妆，布置新房。交接嫁妆的，通常是女方的长辈；布置新房的，通常是熟悉女方生活习惯的人，有可能是嫂子，也有可能是乳娘，甚至是贴身的丫鬟。当初窦明嫁的时候，是素心去布置的新房，也不知道窦明用的习不习惯。窦昭不无嘲讽地想着，示意崔十三和张富贵退下，笑道：你不准备去认亲了？双朝贺红，女方的兄弟嫂子，未出阁的姐妹会去男主喝认亲酒。也是哦。赵张如摸着下巴道：双朝贺红的时候，我若再去喝认亲酒，被宋家的人认出来，那可就糟糕了。与其装作丫鬟偷偷摸摸的去英国公府瞧瞧，还不如右朝贺红的时候，让你带着我好好的逛逛英国公府。他说着又兴奋起来：寿姑，我听人家说英国公府占了一个胡同，从正门走到正厅得2刻钟的功夫，若是到垂花门得坐油车。可他们家只有3个人，你嫁过去了会不会害怕？窦昭哭笑不得，好不容易把赵张如哄走，他犹豫了半晌，吩咐素心：我想见见世子，你让陈先生安排一下。素心抿了抿嘴，应声出了静安寺胡同。宋末正要向万皇后辞行，我请了4天的假，4天之后就会回京无畏当值。若是娘娘有什么吩咐，我随时进宫听候。尽管保养得当，但连着几天担惊受怕，万皇后疲惫不堪，露出了比实际年纪还要憔悴的苍老。她温声道：你眼看着就要成亲，还把你拖在宫里，眉宇间露出些许的歉意。皇上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了，这几天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快回去吧，好好当你的新郎官去。说到最后，展颜笑了起来，端庄的脸庞就平添了几分飞扬，显得精神了不少。宋墨躬声应承，退了下去。顾玉正无聊地逗着宫女玩，见宋墨出来，丢下宫女，急急地跑了过去。怎么样？我姨母怎么说？有没有说要赏赐你？宋墨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赏赐，就不能好好安慰安慰皇后娘娘啊？顾玉嘟囔道。有太子陪着姨母，我就不在那里晃悠了。这几天宋墨一直很忙，他也常被皇后娘娘差着干这干那，两人一直没有机会私下说话。窦昭的事已经快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见宋墨能出宫了，他忙道：你等我一会，我去跟姨母说一声，和你一块出宫你成亲，我怎么也得去喝喜酒吧。一面说一面往后殿跑，还反复叮嘱宋墨：你要等我呀，我有要紧的事跟你说。宋墨微微的笑，苹果不脆，李子发酸，对顾宇都是很要紧的事。这里可是坤宁宫啊，他和皇后娘娘可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宋墨笑着塞了块碎银子给身边的宫女，客气地道：麻烦这位姐姐，等会跟顾公子说一声，我在西直门等他。宫女脸色立刻羞得通红，磕磕巴巴地道：世子爷不必客气，奴婢一定帮世子爷把话带到。
宋墨出了坤宁宫，在西直门遇到了神书营的副将马有明和他的一群下属。马有明不待宋墨和他打招呼，啪地一掌就拍在了宋墨的肩膀上，震得宋墨肩膀一歪。世子，你要成亲了，怎么也不招呼兄弟们去给你帮忙？他不满地道，太不够意思了。马有明的下属也跟着起哄。世子爷，我们神书营的兄弟可不比金无畏的兄弟差。世子爷，卑职们虽是武官，可也读过几年私店，帮您迎亲，绝不会失了礼仪的。您就放心好了。就是。有人接口道，世子爷，到时候我们选了个顶个一样高的兄弟，穿了神书营的官服去给您迎亲，保证比旗手卫站的还威风。他们七嘴八舌的，西直门门口4个当值的旗卫手不干了，忍不住便道，我们旗手卫怎么了？我们旗手卫的都指挥使大人是前军都督府出来的，在国公爷麾下当过差，世子爷要仪仗，怎么也轮不到你们神书营的这帮人啊。你们也就是绣花枕头，外面好看罢了，能和我们神书营的相比吗？得了，你们神书营的走出去杀气腾腾的，知道的说是帮世子爷迎亲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去寻仇的，可别坏了世子爷的好事。一帮子人丢下了宋墨这个正主子，自顾自地吵了起来。宋墨啼笑皆非，早就知道这是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他又不是皇子，又不是亲王，凭什么用皇家仪仗？他又不是闲御史，没事干了，宋墨只当没看见没听见的。他朝着马有明拱了拱手，和他寒暄，马大哥什么时候进的宫？怎么也不去我那里坐坐？你们金无畏衙门的门槛太高，我怕摔跤。马有明嘿嘿地抱怨了几句，这才道，王老大被梁阁老叫来问话，我和几个兄弟随行。然后连声向他道着恭喜，祝世子和世子夫人琴瑟和鸣，白头偕老。马有明嘴里所说的王老大是神书营都指挥使王旭。宋墨忙道了谢，马有明就说起宋墨的婚礼来，之前可是什么风声也没有听到，昨天突然接到喜帖，吓了我一大跳，还以为是谁在开玩笑呢。正好会昌伯世子来找王老大，我问他，这才知道这喜帖没错。瞧这日子，明天应该就要送庄了，不知道世子请了哪几位大人去催庄。说到底还是对自己仓促之间接到喜帖，感觉受到了怠慢，始终有些耿耿于怀。宋墨苦笑。陆家一听到消息，就派人来质问父亲这婚事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支支吾吾了半晌，才把这件事给圆过去，或者是怕人再质疑他索性到了这2天才差人广派喜帖。如果这桩婚事是铁板钉钉的，他自然不会让父亲如此轻待自己的婚礼。他就怕窦昭到时候执意不肯嫁给自己，此时他越是高调，到时候他就越不好收场。宋墨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只得道，我12日随圣驾回宫，到今天只在家里睡了3个时辰，眼看着就要到成亲的日子了，邵大人还只放了我5天的假。如今婚事准备的怎样了？我可是两眼摸黑，什么也不知道。马有明觉得宋墨犯不着在这件事上说谎，顿时释然，旋即又想起什么来，揽了宋墨的肩膀，把宋墨拉到了一旁的大槐树下，悄声道，听说皇上身体不适，可有此事？神色已变得很是凝重。宋墨考虑到马有明这个人看上去大大咧咧，实则嘴严心活，是个值得一交的人，遂委婉地道，皇上是旧疾复发，如今已经大好，没什么事了。马有明闻言一喜，又狠狠地拍了拍宋墨的肩膀，道，世子够意思，我成了你这份情。他的出身也不差，不然就算是身手高超，也不可能年纪轻轻就做到了神书营副将的位置。可若是和宋墨这样是受皇恩宠信的顶级勋贵相比，就差了一大截的距离。宋墨能说这番话，对他来说如同拨开乌云见明月，让他的前路明亮了不少，不亚于提携之恩。宋墨这次有了准备，倒没被他拍得歪肩，可也不能让他见面就来这一套。宋墨佯装疼痛难忍的样子，摸着肩膀笑道，你射箭输了我，也不至于把我的肩膀废了才解气呀。瞧这手劲，我半边身子都麻了。马有明哈哈大笑。宋墨趁机道，马大哥，等我回家之后，看看家里是怎样安排催庄接亲之事的。恐怕到时候还要麻烦马大哥帮我去镇镇场子，若是和窦昭的亲事能成，有神书营的副将马有明和他在金无畏的几位同僚帮着去接亲，那场面自然要威武得多。马有明看他说的真诚，也不客气，笑道，我这几天正好闲着没事，你就是不请我，我也要去凑个热闹的。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穿着4品衣饰的内侍领着2个捧着东西的小内侍匆匆地走了过来。看见眼前的情景，3个人俱是一愣。宋墨确认出来者是太子身边的大太监崔义俊，他笑着和崔义俊打招呼。崔义俊回过神来，忙道，
哎呀，我的世子爷，奴婢奉了太子之命，正要去找您。还好您没出宫，您要是出了宫，我这还不得追到国公府上去啊。说着，朝着2个小内侍挥了挥手，对宋墨笑道：太子殿下知道后天是您大喜的日子，特意吩咐奴婢送来了2件殿下赏赐的贺礼。宋墨连声道谢，接过匣子，把马有明引荐给了崔义俊，就要随着崔义俊去给太子谢恩。崔义俊知道这马有明是有本事的，几次在秋闱上夺过名次，加上是宋墨引荐的，对马有明倒也客气，点了点头，问了个好。马有明素来瞧不起这些鸠奴，但见人家客客气气的，自家自然也不能失了礼数。2人见过了礼，崔义俊笑道：太子殿下交代过，让世子爷不必去谢恩了。若是那天得闲，太子殿下就去掏拢世子爷一杯喜酒；若是不得闲，等哪天有了空，请世子爷和世子夫人一起到宫里来喝杯茶，世子夫人正好来给太子妃请个安。说罢，上前几步，和宋墨低语道：皇上正留了太子殿下一起用晚膳。皇上的病情并不稳定。宋墨朝他明了地笑了笑，道：有劳公公了。塞了2个分红给他。不客气，不客气。崔义俊还真没和宋墨客气，收了分红，掏出个瘪瘪的荷包递给了宋墨：世子爷，过2天就是您大喜的日子，奴婢还要侍候主子，只怕没空去道贺了，这是奴婢的一点心意，还请世子爷不要嫌弃。马有明强忍着才没有露出不屑的表情来。宋墨却是面色如常，笑着接了荷包，说这些若是得空一定要去喝杯喜酒的话。顾玉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远远的就喊着天赐哥。崔义俊一看是顾玉这个混世魔王，脸色微变，匆匆地给顾玉行了个礼，领着2个小内侍一溜烟地跑了。顾玉奇道：这个崔便宜是不是又干了什么好事？怎么见着我就跑？崔俊义喜欢占小便宜，勋贵世家的子弟都知道，大家私底下都喜欢喊他崔便宜。宋墨息事宁人的将荷包塞进了衣袖，问顾玉：皇后娘娘准你出宫了吗？顾玉点头，让我到时候和你一起回宫。宋墨吩咐顾玉和马有明打招呼。顾玉不情不愿地喊了声马大人。或许是因为在宫里马有明要维持形象，或许是宋墨之前的话让他有些心不在焉，他这次倒没有捉弄顾玉，笑着朝顾玉微微颔首，很是客气。顾玉心中有事，懒得理会马有明，拉着宋墨出了宫。英国公府的马车早得了信，在宫门外候着。顾玉率先跳上了马车，等宋墨坐定，他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翻墙听到的事告诉了宋墨。窦昭竟然还放印子钱，难怪那陈曲水对庙堂之事那么熟悉了，想必和那些低层的官员来往甚密。窦昭为什么要这样？还有那个日盛银楼，他为什么不看好他的前景？宁愿不要5万两银子的私房钱，也执意要窦七老爷退股呢？这一刻，宋墨突然想见到窦昭，把心中的困惑都问个清楚，哪里还顾得上和顾玉说什么，不由得陷入了沉思。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堵在顾玉胸口的大石头落了地，他如释重负，想着这件事宋墨肯定会拿个主意的，也不管宋墨怎样行事了，跟着宋墨回了英国公府。宋墨的伯父宋茂春、叔叔宋逢春和宋同春正和宋宜春说说笑笑地议着明天崔庄的事。听说宋墨回来了，宋茂春对宋宜春道：天赐肯定也有些朋友，除了谦儿和朵儿，不如让天赐请几个朋友跟着一起去崔庄，这样也热闹些。好像驱逐宋墨出族的事从来都不曾发生过似的，语气十分的亲昵。宋逢春听着有些不高兴了，道：我们君儿今年也不小了，正好和诸位兄长一起去长长见识，不如让他也跟着一起去崔庄吧。英国公府办喜事，京都的王公大臣都会来道贺，正是让小字辈们在那些大人们面前露露脸，混个脸熟的时候，凭什么单单把他的儿子落下？老大已经讨了二哥不少好处了。宋茂春也打的是同样的主意，他笑道：君儿年纪还小。这种老生常谈，宋宜春根本不想听，他觉得宋茂春的主意不错，正好让大家看看他们父子并无什么不和之事。他吩咐吕正：请世子过来说话。吕正应声而去，不一会又折了回来，禀道：世子爷说顾公子正在府上做客，他一时走不开，等顾公子走了，他立刻来见您。宋宜春顿时气得脸色铁青。那顾玉一年365天，少说有360天都在宋家晃悠，用得着对他这样客气吗？他是个屁的客呀！可当着宋茂春等人，他不能发作。若是和宋墨顶了针，宋墨坚持不来见他，他难道还能把他绑了来不成？那时候就更没脸了。宋茂春几人自然也看出来了，他们都没有想到宋墨会这样的强势。宋茂春更是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忙道：既然天赐有客人，那就等客人走了再说。
然后转移话题，说起其他的事来。英国公府有好些年没有办喜事了，我看这4道底席就请了春芳斋的人来办好了。上次会昌伯家世子娶媳妇的时候，就是请的春芳斋，大家都说好。4道底席是指在客人上桌之前，先罢上4种鲜果或面鲜之类的点心，让客人看的。待客人上了席，立刻将摆放的点心撤下，重新摆上4样干果、4样点心、4样鲜果、4样冷菜，这是大户人家办喜事才有的，而且越是大户人家，为了显示自家的富足和气派，越是讲究这4道底席。宋同春忙接口道：我也觉得请外面的人来置办好，上次东平伯家娶媳妇，也是请外面的人做的4道底席，现在京都实行这个。话题就转到了宋末婚礼的酒席上面去了，总算是把这件事给圆了过去。顾玉却问宋末：你不去见伯父，能行吗？有什么能行的？宋末由贴身的小厮服侍着换件衣裳，笑道：你难道不是客人吗？顾玉呵呵的笑，但很快又皱了眉头，吞吞吐吐地道：天赐哥，我问过姨母了，你成亲赏些什么给你？姨母说皇上还没有好利索，这个时候不合适。皇后娘娘的顾虑是对的。宋末想到皇上犯病时的情景，也心有余悸，正色地叮嘱顾玉：你这些日子也要收敛些，小心让御史弹劾你今年都15了，到了该当差的年纪，要是太闹腾，皇后娘娘也不好强行帮着你说话。你弟弟只比你小3岁，你多耽搁1年，他就多1年的机会，你可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任性了。这是肺腑之言。顾玉不禁动容。宋末拿了本法帖丢给顾玉：我们又不用参加科举，学问好坏不能考量，可这字写得好不好却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而且不管是皇上还是太子都喜好书法，你把字练好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又道：你也不要明日复明日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每天给我写3000个字。然后不由分说喊了武仪进来服侍顾玉练字。顾玉乖乖受教，坐下来练字。宋末在旁边看了一会，见他很认真，赞许地点了点头，道：我出去一会，马上就回来，你好生地在家里练字，我回来的时候你要把今天的3000个字写完才行。顾玉愕然，抬头想要问宋末去哪里，宋末已经出了宴席室。虽然已是黄昏，但静安寺胡同的斗宅却十分的热闹，仆妇们人人脸上带着笑，穿梭如织，或帮着挂贴了双喜的大红灯笼，或帮着扶梯子，或拿着帕子擦拭着座椅，或给茶几上的米篮系着红绳，一派喜气洋洋。王映雪透过半开的窗户望着外面繁忙喜庆的景象，不由冷冷地哼了一声，啪地一声关了窗扇，恨恨地说了句：也不过如此。胡嬷嬷低头做着针线，一句话也没有说。她知道王映雪为何怒火中烧。当初5小姐顶着4小姐的名头嫁到济宁侯府之后，4小姐把她的陪嫁都要了回来，也不知道高升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这其中还包括了2太夫人、5太太和6太太等窦家女捐给4小姐的天香。当时周妈妈问了一句，立刻被素兰顶了回去。天香不是陪嫁吗？既然天香是陪嫁，自然是要搬回去的。周妈妈无话可说，只好看着素兰指挥丫鬟婆子把东西给搬了回来，锁进了4小姐的库房。而5小姐既然成了礼，2太夫人和5太太等女眷若是讲究些，应该补上一份天香给5小姐才是。可大家都装聋作哑，没有一个人提这件事。七老爷又正气头上，7太太又被禁足，5小姐是新娘子，难道还能自己要不成？这件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谁曾想这次4小姐出嫁，2太夫人和5太太等女眷竟然又送了份天香礼过来，而且比上次送的还要贵重，这怎么能不让7太太怒气难平？可就算这样又如何？七老爷铁了心要把7太太拘在这里，7太太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素兰笑眯眯地把那些东西收进了库房。王映雪问胡嬷嬷：5小姐什么时候过来？说是明天一早过来。胡嬷嬷道：七老爷专程让高升去了趟济宁侯府。王映雪忍不住抱怨道：他就是怕明姐不到吗？明姐现在已经是济宁侯府的侯夫人了，家里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她去决断，就算是来得晚了些，又有什么打紧的？何况她们姐妹以后都在京都，有的是机会见面，用得着急于这一时吗？胡嬷嬷怎好评论？窦昭却避开了仆妇，和宋末在后花园太湖石山房说话。夕阳照耀着宋末挺拔的身姿，柔和了她的身影，让她有种说不出来的优雅。你找我有什么事？她笑着问窦昭。窦昭望着眼前如约前来的男孩子，他的头发还湿漉漉的，晚风吹来，他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瑜伽香。他显然是听说他要见他，洗漱了一番就匆匆赶了过来，这让他有种被尊重、被珍视的感觉。女人终其一生所求的不就是如此吗？
窦昭失笑，眼角的余光瞥见夕阳刚刚落山的天空，橘红色的晚霞仿佛燃烧的火焰，铺天盖地的涌动在云层里，好像要抓住最后的机会，纵然明知最后仍会被黑暗吞噬，也要尽其所能的肆意燃烧，把这大地渲染成自己的颜色。窦昭突然间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上一世，他早就厌倦了汲汲营营只为生存而生活的态度，所以重生后，他极力的避免重蹈覆辙，甚至是选择了和从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他的生命里也出现了上一次没有出现的人和事，好像一切都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在发展。可现在平心静气的仔细想想，实际上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没有了继母的威胁，却有东窦在一旁虎视眈眈；没有了魏廷瑜，却有何玉、季勇，甚至是宋墨；没有了济宁侯府的劳心劳力，却将面对窦家几房的纷争。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他都只是想着怎样避免让自己受到更大的伤害，却从不曾认真的思索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他想见宋墨，可直到他见到宋墨的那一瞬间，他还没有想好自己要跟宋墨说些什么，或者在他的心底隐隐希望由宋墨来选择，这样以后有什么不顺心的时候，他就可以安慰自己当初也曾努力过，不过事实不待我罢了。说到底，他还是前世那个懦弱的，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挺直了脊背，努力地笑着面对困苦的小姑娘。他从来不曾长大，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心若不自由，到哪里都是一样。窦昭上前一步，走出了山房，迎着晚霞，和宋墨并肩而立。宋彦堂，他侧过头去，笑望着宋墨，金色的夕阳让他的目光显得加更温暖。我想跟你说，我恐怕不是个好妻子。他抿了嘴笑，笑容比那燃烧的云层还要耀眼，有种海阔天空的豁达。但我会努力做你的好伙伴的。发生了什么事，宋墨并不知道，他却能感觉到，从前的窦昭好像一颗宝石，虽然熠熠生辉，让人惊艳，却总觉得过于镇定从容，掩饰了他的光芒。可这一刻，他却如同在火中淬炼过一般，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彩，明亮、璀璨，美得惊心动魄。宋墨凝视着窦昭，嘴角轻轻漾起一丝笑意，然后慢慢的爬上了他的眼角眉梢，弥漫在他的眼底，流淌在他的心田。好，他听见自己清楚地回答窦昭，语气里透着不容错识的雀跃。宋墨脚步轻快地离开了静安寺胡同，回到了英国公府。顾玉还差5个字就写满了3000个字，他不由抱怨：天赐哥，您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宋墨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温声道：快把最后几个字写完，我有事嘱咐你。说完，转身吩咐陈和，把严先生、廖先生、夏琏、朱义成几个都请到书房来。陈和应声而去。宋墨换了身衣裳，在临窗的大炕上坐下，喝了口热茶，表情中略带着几分舒畅。写完了字的顾玉顾不得手上还带着几滴墨痕，一屁股坐到了宋墨的对面。天赐哥，是什么茶？这么好喝？宋墨让人给顾玉沏了一杯。顾玉尝了尝，皱眉道：这不就是我上个月从宫里给你顺来的毛尖吗？宋墨顺势敲了他一下，笑道：喝茶要讲意境的，像你这样牛角牡丹，喝什么都一样。他的话音刚落，严朝清几个走了进来。宋墨打住了话题，等严朝清几个坐下，小厮上了茶，这才笑道：明天就是崔庄的日子，我想和几位商量商量，看找谁帮着崔庄好。大户人家办红白事，最难处理的是亲疏关系。姑爷、舅爷坐上席，那这上风同僚又坐哪里呢？所以除了必须请几个信得过的人成立账房之外，还要请几个善于应酬、熟知红白事礼仪的人成立一个礼房，主持、安排、打点红白事期间的礼仪物。否则得罪了人，可能还不知道，甚至到了临要坐席了，受了怠慢的姑爷、舅爷拂袖而去，好好的一桩喜事变成了一桩闹剧。更何况像英国公府这样的人家，来宾不是王公就是贵妻，事先不商量好怎么行事，怠慢了哪位来宾，可就比姑爷、舅爷拂袖而去更麻烦。像马有明，就因为接到的喜帖的时间比较仓促，就觉得受了怠慢而心生不悦。严朝清听了宋墨的话，不由得精神一振。自宋窦两家结亲以来，这还是宋墨第一次过问自己的婚事。按道理，这桩婚事是宋墨处心积虑谋来的，他又不是任人摆布的人，应该很关心婚礼的事才是至。可他表现的却有点漫不经心，这种漫不经心还不是为了麻痹英国公的那种外松内紧，而是诸事都听任英国公的安排，真正的放任英国公当家做主。严朝清感觉到窦昭和宋墨两人之间多半发生了些什么不愉快的事。从前他觉得宋墨和窦昭交往太频繁了，并没有什么好处，
一是因为窦昭当时和魏廷宇有婚约，二来是宋墨对窦昭的关心已超越一般的人，他怕宋墨一时冲动，做出什么有失德性的事来。现在窦昭和魏廷宇解除了婚约，宋墨又到了适婚的年纪，而且以窦昭的能力，完全可以主持钟馗，他觉得没有比窦昭更适合宋墨的女子了。颜朝卿既担心宋宜春发现自己上了当，中途生变，又怕宋墨和窦昭两人因误会而劳燕分飞，想抽空和宋墨说说，却偏偏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他患得患失，这些日子都没有睡个好觉。此时宋墨一扫往日的漠不关心，恢复了从前运筹帷幄的冷静自制，他怎能不高兴？看样子两人之间已是柳暗花明了。颜朝卿松了口气，笑道：世子爷可有什么主意？宋墨就道：婚礼都要请些什么人帮忙？颜朝卿就细细地解释了一番什么是全夫人，什么是娶亲老爷，什么是宾相。宋墨听得很认真。等颜朝卿说完之后，他把遇见马有明的事告诉了颜朝卿等人，然后问道：父亲请了谁做全夫人？颜朝卿把宋墨婚礼的诸事都交给了廖碧峰。廖碧峰闻言忙道：请的是长兴侯夫人。宋墨微微蹙眉，长兴侯夫人虽然身份尊贵，但是没有公公，称不上全福之人。他想了想，道：全夫人就请陆舅爷那边的大奶奶，礼房的不用管了，父亲不会自乱阵脚的。娶亲老爷就请马有明、董琦、沈清、汪清怀、张旭明、陆战、顾宇。他说着语气微顿，再叫上天恩好了。提金银水壶的请陆战的长子陆龟，宾相的请汪清怀的夫人和张旭明的夫人，好了三下两下决定了宜城。廖碧峰倒吸了口凉气，陆战是陆府里的长子，请陆战的妻子做全夫人，儿子提金银水壶还说得过去，毕竟陆家是国公爷的外家，而陆家又是几代同堂，大奶奶更是儿女双全，素有贤名。可这娶亲老爷全是显贵之后不说，其中世子就有3位，宾相汪清怀的夫人是超一品的外命妇，张旭明的夫人更是宁德长公主的外孙女，这阵容直逼皇子娶亲了。不，就是皇子娶亲也没有这么隆重的。他不由擦了擦额头的汗，看样子世子对未来的世子夫人不是一般的重视啊。颜朝卿却神色复杂地瞥了宋墨一眼，世子爷长大了，知道夫妻一体，知道窦昭的尊荣就是他体面，他的体面才能成就窦昭的荣耀。夫人的在天之灵看见了，应该也可以安心了。想到这里，颜朝卿心中一酸，眼眶不由一湿。顾玉的脸色却很难看，自己不是说了吗？那个窦家四小姐并非良配，天赐哥为什么不听她的？为了给她做面子，竟然连和董琦的恩怨都暂时放到了一边。天赐哥也太把这个窦家四小姐当回事了吧？名门一女，那个窦家四小姐到底知道不知道天赐哥为她做了些什么呀？想到这些，他就替宋墨委屈，忍不住道：天赐哥，我们还是别请董琦了，他这个人阴险狡猾，自己没本事，却处处看你不顺眼。宋墨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那董琦不是常常标榜自己对我很敬佩吗？这次就请他来帮着跑跑腿好了，这么多人看着，想必他不会自食其言的。那些迎娶途中的事，反正有汪大海在，出不了什么岔子。至于董琦心里怎么想，又有什么关系？宋墨一说，顾玉就想通了其中的关节，能寒碜寒碜董琦，让他给宋墨锦上添花。顾玉立刻高兴起来，挤眉弄眼地道：我去给董琦送请帖，一副唯恐天下不乱的样子。宋墨见转移了顾玉的视线，微微一笑，请颜朝卿给马有明几位写请帖。廖碧峰则去了礼房，把宋墨请的人告诉礼房的人知晓。颜朝卿呵呵的笑，先写好了给董琦的请帖，交给了顾玉。顾玉兴冲冲地出了英国公府，望着外面黑漆漆的胡同，他顿时有些后悔，自己应该再和天赐哥说说的。旋即又想，如果天赐哥娶的不是窦家四小姐，这样豪华热闹的婚礼该多有意思啊。顾玉叹气，连可以捉弄董琦的喜悦都少了几分。明天就是催庄的日子，礼房早就把婚礼的相关事宜都准备好了。突然接到廖碧峰递过来的话，说宋墨已请了几位至交好友帮着娶亲，把从前的安排全部都推翻了，礼房立刻人仰马翻，乱成了一团。自有机灵的拿了廖碧峰写的单子去见英国公。宋宜春等人还没有散，正由丫鬟婆子服侍着吃夜宵。宋茂春、宋逢春和宋同春都笑眯眯地奉承着宋宜春通过一番讨价还价，宋茂春和宋同春两人的老婆得了宾相之职，宋逢春的儿子得到了提金银水壶的差事，好处共沾，大家都很满意。听到管事的禀告，宋茂春等人一片嘘声。宋家的人除了宋汉、宋墨竟然一个也不用。
这分明是在打宋宜春的脸吗？宋宜春半个饺子噎在了喉咙里，脸色涨得通红。若不是陪坐在旁边的陶器重发现的早，朝着他的背心就是一掌，他只怕当场就避过气去。这个孽障！他一边咳着，一边骂着宋墨。陶器重忙朝着那管事使了个眼色，递了杯茶过去，让宋宜春顺气。宋宜春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陶器重这才温声劝道：世子爷请的人除了陆舅爷，都是有官身的，其中3位还是世子，国公爷不宜和世子爷对着来。这样一来，就会把世子爷请的人全都得罪了。而且世子爷还可以说是您的意思。您想想，这京都一共有几家到如今还声威宣赫的勋贵之家，还请国公爷三思。宋宜春的脸涨得有些发紫起来，不甘地道：难道就由着那孽障胡来不成？长兴侯府那边我怎么交代？语气却有些软了下去。宋茂春和宋同春不由交换了一个眼神。陶器重道：还好外亲里只有一个长兴侯，到时候随便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就行了。我就是担心世子爷一下子请了这么多声名显赫之人，而且向来对世子爷不怎么服气的董其也在其中，这哪里是在娶亲，这分明是在向他示威。宋宜春暴跳如雷，可除了暴跳如雷，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正如陶器重所说，他要是拒绝了宋墨的要求，他就把这单子上的人全都得罪光了，到时候他岂不是成了个万人嫌？那管事是成了精的人物，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不声不响地回了礼房，吩咐礼房的人照单子行事。陶器重连夜赶往长兴侯府，向长兴侯夫人赔礼。宋宜春却像有块大石头压在心上，躺在床上哼哼唧唧的，不是骂丫鬟就是踢小厮，一直折腾到天亮。直到他安排来催妆的人全都到了，一夜未眠的陶器重挨着个儿的赔礼，借口是董其等人非要来凑热闹，宋宜春推脱不过，只得答应下来等等，费尽口舌地解释了一番，又请了那些人去花厅里坐席，送上谢礼，这才把那些人安抚好了。宋宜春这才起床梳洗了一番，无精打采地出现在了厅堂。汪清怀等人早已经到了，正由宋墨和严朝清陪着喝茶。金灿灿的5梁冠、6梁冠，大红色的官服，五彩斑斓的补子，把个花厅映得金碧辉煌，让一脚踏进门的宋宜春不由得眼角微抽，脸色一沉。父亲。宋墨微笑着起身向宋宜春行礼，从容优雅，风姿无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一副翩翩家公子的样子，却一肚子坏水，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宋宜春愤恨不已，眼看着汪清怀等人纷纷上前跟他打招呼，他又不得不摆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和汪清怀等人寒暄。然后宋宜春发现这群人里独独少了董其，宋宜春强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宋墨呀宋墨，你还太嫩了点。那董其是什么人？广恩伯精心培养的继承人，他岂会随随便便的给人做面子？好事成双，7个人，要么添一个人，要么减一个人。添一个人，眼看着就到了吉时，你昨天不是硬气得很，我的人一个不要吗？我今天也没有人给你的。减一个，你昨天连夜把这些人请来，我看你减谁好？一时间，宋宜春露出春风和煦的笑容。宋墨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目光落在了自从进了花厅之后就一直没有吭声的宋汉身上。宋汉一直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哥哥，见宋墨朝他望过来，他顿时眼圈一红，可怜兮兮地喊了声哥哥，然后畏惧地瞥了眼正满脸笑容和陆战说着话的宋宜春，仿佛在说，不是我不想念哥哥，而是害怕被父亲责罚，才不得不和哥哥疏远的。宋墨眼神微暗，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竟然长成了这样一副畏畏缩缩的模样。3岁的时候受了委屈就眼泪汪汪，会让人觉得可爱；10岁的时候受了委屈就眼泪汪汪，会让人觉得单纯。可现在他已经13岁了。他上次见到宋汉还是春节祭祖的时候逆流3国，那时候宋汉还指其自己的胸口。不过大半年没见，宋汉的身高已经窜至自己的肩膀，好像比自己13岁的时候还要高一点。只是瘦得厉害，面色又青又白，像缺吃少穿似的，精神也不大好。夹在自己和父亲之间，想必他也很难受。宋墨不再看宋汉，有时候太过关心也是一剂毒药，不如就这样远远地看着，有事的时候伸把援助之手，恐怕对他更好。宋墨笑着走到了父亲的身边，那笑容温和而明媚，看不出一丝的阴霾。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小厮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广恩伯世子爷到了。宋宜春一愣，朝宋墨望去。宋墨神色依旧，连那笑容都没有多露一点，如同戴着个完美无缺的面具，就算你知道有假，可也找不出任何的错来。他不由在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
一身大红色官服的董琦已笑着走了进来。是吗？汪清怀等人淡笑不语，只有顾玉阴阳怪气地笑道：我还以为你在哪个旮旯胡同里转悠呢，原来是在安定门大街上。不过你的脾气可真好，只是一脚把那马车夫踹了下去，要是我，几马鞭抽死了完事。广恩伯家还是门风醇厚啊。董琦呵呵地笑，却目闪寒光，心里很不得把那宋墨咬一口。拿了自己做碗面子，也不怕架不住，没这个福气，可恨自己还不能不来，不然以后同在金吾卫当差，同僚们问起来，还以为是他拿桥，白白成全了宋墨宽怀大度的好名声。他上前给宋宜春行了个礼，笑道：家父知道我来世叔家吃喜酒，特意嘱咐我带了份贺礼过来，还说世叔忙完了燕堂的婚事，不妨到家里去喝杯茶。父亲直到今日还珍藏着当年世叔送的金贵酒呢。宋宜春闻言，眉头机不可见地挑了挑，客气地道：替我多谢你父亲了。然后转过头去问陶器重，离吉时还有多久？一句多的应酬都没有。宋墨目光微凝，他知道宋家和董家有些过节，但具体是什么过节，又是怎样结下的怨，却从不曾听人说过。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们这些世家的交情也一样。他又觉得只要自己够强悍，董家就拿他没办法。若是自己没能力支应起这个门户，就算是把脸伸给董家打，董家也未必会放过宋家。一切用实力说话，因而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父亲是个看重名声的，所以才会站在这里和他的朋友寒暄植物质卡诗传奇。广恩伯让董琦带了这样一通话给父亲，已给了父亲台阶下。按道理，父亲应该顺势而下，和董家了结了这桩恩怨才是上策。可看父亲的样子，却是铁了心不准备和广恩伯打交道，怨气很重。难道是自己把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宋墨又想到广恩伯好像和大舅也有点下戏，他不由看了董琦一眼。董琦的神色很平静，显然父亲的态度在他的意料之中。看来自己应该派人好好打听打听这件事了。他正思忖着，陶器重去看了看漏钟，笑着回来禀道：还有半个时辰才到吉时。汪清怀闻言之雅，笑着对沈清等人道：那我们就一起过去吧。沈清难得有这样出风头的机会，特意穿了件缂丝的飞鱼服，金光灿灿，像块活动的锦缎。他闻言跃跃欲试，催着众人，可别误了宋大的吉时，率先出了花厅。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静安寺胡同去了。官服有时候是最好的身份证明，路上的行人皆驻足观看，发出羡慕的赞叹声。沈清不免得意洋洋，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日子。他左右瞧了瞧，和他看上去差不多大的就只有顾玉和宋汉了。顾玉向来和他不对盘，就不用考虑了。他小声问着宋汉：你定亲了没有？等你成亲的时候，我也来帮你接亲好了，你觉得如何？宋汉一直都有些心不在焉，木然地点了点头。沈清有些不高兴，心想宋大那么牛的人都遇到自己都是和和气气的，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竟然敢对自己爱理不理的，果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一时间也没有了和宋汉说话的兴致，转头和张旭明嘀咕起家长里短来。不过3刻钟的功夫，他们就到了静安寺胡同口，早就守在那里的高兴带着几个小厮噼里啪啦地放起鞭炮来，引来了无数的人看热闹。宋家那摆放着整猪整羊的大红7金崔庄盒子，在众人好奇的目光中，迎着震天响的鞭炮声和漫天飞舞的红色鞭炮屑，被抬进了窦家的大门。窦家的礼房唱里，高声指挥着小厮们收拾着宋家送来的崔庄盒子。汪清怀等人则由窦家司礼的人领着，给站在正房台阶上的窦世英行礼。窦世英望着这些身份显赫，或穿着超一品御赐蟒服，或穿着正3品5将衣饰来崔庄的年轻人，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以女婿身份陪着窦世英一起站在台阶上的魏廷瑜看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却有些发呆。这些人怎么聚到了一起？直到汪清怀等人过来拜见窦世英，魏廷瑜这才回过神来，朝着汪清怀喊了声汪大哥。奇道：怎么是你们来崔的庄？宋老大发了话，我们能不来吗？沈清昂首挺胸，得意洋洋地享受着窦家仆妇们那又敬又畏又羡的眼神，抢在了汪清怀之前答道，随后又露出诧异的神色：你怎么在这里？他困惑地望了眼魏廷瑜身边的窦世英。汪清怀却是知道魏廷瑜和窦家关系的，笑道：几名后是窦家的二女婿。哎呦，沈清的眼睛珠子都快掉下来了，那岂不和宋大做了连襟？说到这里，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兴奋地大喝道：佩锦，还得称宋大为哥哥。
窦家观里的来宾和仆妇们都望了过来，甚至有不明白的人当场就低声打听起原因来。魏廷宇脸色通红，眉宇间闪过一丝愧色。大家只当是他年长，以后却要尊称宋墨做兄长。不好意思，并没有在意，只有沈清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笑道：偏偏宋大身份比你还要显赫，不然以你的爵位，窦家四小姐若是嫁的又是个普通人，倒可以压名分和窦家的大姑爷各论各的，谁知道你却遇到了宋大。佩锦，你也太倒霉了。汪清怀考虑到窦世英在场，忙拉了沈清一把，歉意地向窦世英依了依，道：我们和济宁侯都很熟悉，平日里口无遮拦惯了，还请师叔不要放在心上。今天是宋庄的好日子，窦世英当然不会和这帮年轻人计较，何况这个沈清的话也有道理。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给窦昭找了门好亲事了吧？他笑着吩咐高升请汪清怀等人去花厅坐席，以示答谢。汪清怀生怕沈清在节外生枝，拉着沈清就走。而奉了王映雪之命出来打探消息的小丫鬟见状，一溜烟地跑回了后罩房。回娘家参加窦昭婚礼的窦明没有和武太太等人坐在一起，却待在母亲王映雪的后罩房里。看见母亲焦急不安地等着小丫鬟来回话，他不禁道：娘，英国公府派什么人来崔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您不要总拿姐姐和我比了，以后我和姐姐各过各的，她就是再好，与我也无关，您就别转了，转得我眼都花了。王映雪觉得女儿这样又是要面子又不放不下的，最容易吃亏了。她毫不客气地道：既然如此，那你坐在我这里听什么？我吩咐小丫鬟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呀？您，窦明又气又恼，咬着牙不说话。王映雪就道：别把书上学到的那一套拿到这里来用，我当年就是太把你爹爹当回事了，事事都顾忌着名声，怕被你爹嫌弃，才会心慈手软的，要不然哪里轮得到你姐姐在家里耀武扬威？就这样，现在我还不是顺顺利利的把你嫁到了济宁侯府？窦明没有说话，心里却道：可你的下半生也完了，连基本的体面都没了。人活在世上，别人都不把你当回事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王映雪见女儿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教训她道：你怎么也不用脑子想想，英国公府用什么样的仪式迎娶窦昭，进门就会怎么对待窦昭这女儿，在婆家被不被婆家，在娘家的地位就会截然不同。被婆家看重得的女儿，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帮衬娘家，不被婆家看重的女儿，只有娘家帮婆家的份，没有婆家帮娘家的时候。婚姻本为结两性之好，你不能维系两性之好，娘家的人还帮你做什么？你那大姑子那么的厉害，你进门还没有1个月，她就怂恿着你婆婆让你主持中馈，而账面上又没有多少银子，她分明就是要诈你的陪嫁使。没有娘家的帮衬，你斗得过你大姑子吗？你难道准备就这样认输，然后任你大姑子予取予求不成？窦明不由道：那您说怎么办好？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母亲，想让母亲帮他出个主意的。我现在不是被禁足了吗？王映雪冷笑道：你就去找你五伯母，当着众亲戚的面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样子，问他该怎么办。可他要是让我就接手主持中馈呢？窦明很是意外，他们只要名声，哪里管我过得好不好？王映雪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久被窦家人洗脑，而和自己日渐疏远的女儿拉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不然他可就真没有出头之日了。你傻呀！王映雪道：你就照你五伯母的话去做好了。不过你要记住了，你以后要常去槐树胡同向你五伯母请教治家之道。你去的时候反反复复的都穿那几件衣裳，打发起下人来也要显得畏畏缩缩的。窦明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过来，他不禁若有所思。王映雪眼底闪过一丝欣慰。不一会，那小丫鬟来回话，她鹦鹉学舌的一通话让王映雪和窦明脸色大变。你说什么？王映雪更是失态地站了起来，侯爷要喊四姑爷做哥哥。小丫鬟有点木讷，要不然也不会被管事的打发来服侍王映雪了。她点着头，很认真地道：那位沈世子是这么说的，还说侯爷倒霉遇到了四姑爷，要不然就可以压着四姑爷各论各的了。老爷听了还笑了起来，还有老爷的几个同僚也都跟着笑了起来。王映雪的心里顿时像泼了油似的，蠢货！她狠狠地瞪了那小丫鬟一眼，谁让你说的这么详细了？小丫鬟委屈地低下了头，不是您说的，让我一五一十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详细的告诉您吗？窦明也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他问那小丫鬟：沈世子说这样的时候，侯爷怎么说？小丫鬟小声道：侯爷没有作声。也就是说，魏廷宇也承认了。母女二人都没有作声，脸色很难看。
胡嬷嬷见状想打个圆场，笑道：“你这小丫鬟尽胡说！四姑爷来接亲，除了胞弟和表哥暗夜蔷薇，魔女养成记，其他的人不是世子就是什么副将的，又不是卖大白菜，顺手就是一颗，哪来的这么多世子和副将？你是不是听错了？”谁知道那小丫鬟却听不懂胡嬷嬷的话，忙便道：“不是我说的，是侯爷向老爷引荐的时候这么说的。而且他们不是穿着飞鱼服，就是穿着蟒服，可威风了。一路上大家都在偷看。小红姐还说，要是有人敢冒穿这些衣服，是要杀头的。可见都是真的了。”王映雪和窦明的脸色阴得可以低语，胡嬷嬷也绷不住了，呵斥那小丫鬟：“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小丫鬟被吓得都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放了。窦明顿觉无趣，对那小丫鬟挥了挥手：“你退下去吧。”小丫鬟如蒙大赦，飞快地跑了。王映雪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问窦明：“世子的身份怎么会比侯爷显赫？”窦明忍不住道：“您既然把我嫁到了济宁侯府，难道就没有打听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映雪有些不自在道：“我没有想到你姐姐会嫁个什么世子，凭她的条件，最多也就是嫁个寒门小户的读书人家，说不定你父亲脑子一热，还会把她留在家里招婿。”窦明不由气结，只好把公卿之家的关系跟王映雪说了一遍。王映雪有些傻眼，也就是说，他们全凭皇上的恩典过日子了。窦明点了点头，道：“所以大家都参加秋闱，想凭着秋闱一举成名，得到皇上的青睐，以后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王映雪立刻来了精神，道：“这也就是和世子要参加科举一样，既然有个谋出身的路子，就不怕。侯爷的弓马骑射都是很好的，大不了让你武伯父想个办法，帮侯爷在皇上面前露露脸，谋个出身。”说到这里，他再次叮嘱女儿：“你要多去槐树胡同走动走动才是，特别是你食堂扫菜事，她娘家如此的贪婪，可见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妨从她那里下手。”窦明颔首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他的食堂哥窦继昌此时却在花厅陪着宋家来崔庄的那些人饮酒。他相貌英俊，气质儒雅，谈吐风趣，很容易就获得了汪清怀等人的好感。马有明笑着和身边的张旭明道：“窦家的人都有一副好相貌，那窦家四小姐长得肯定也不懒。燕堂倒是个有福的。”张旭明呵呵笑着没有作声，一直支着耳朵听的顾宇则在心里暗腹：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这位窦家的四小姐厉害着呢，连印子钱都敢放，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祸害天赐哥呢。倒是在一旁的陆战闻言笑道：“窦家四小姐应该长得不错，当初窦阁老在吏部选权的时候，吏部就评价窦阁老仪姿风俊。”只是他的话音刚落，对面坐着的沈清就发出一阵惊呼：“窦家竟然上了芙蓉燕窝、鸡茸鱼翅、八熊掌这些东西！”宋家来崔庄的几个人面色如锅底，窦继昌等人却笑容明亮，恶徒要逆袭，又轻入怀。董其更是如坐针毡，想着自己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丢脸过，不就是几个针瑶吗？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的？他恨不得一巴掌扇在沈清这个暴发户的脸上，不由自主的就狠狠瞪了眼沈清。沈清话音刚落，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待看到大家的表情时，更是一阵缩色，小声的便道：“我不是没吃过，是没想到窦家嫁女儿会这么大的手笔，真是越描越黑。”汪清怀忙对窦继昌笑道：“这几年很少有人家会做这正宗的燕翅席了。”窦继昌很有风度的笑道：“请的是醉仙楼的师傅，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大家尝尝，看和平时有什么不同。若是做的不好，正好有个由头扣他们的工钱。”汪清怀和马有明等人哈哈大笑，把这一茬给接了过去。可到底是被沈清泄了气。等庄的时候，他们倒也收敛了几分。下午有时，窦昭的嫁妆出了窦家的大门。头一台是尺高的檀香木寿禄福三翁，接下来是各式的金银锡器、绫罗绸缎，大到樟木雕花箱子，小到梳头用的黄杨木、香妃竹、蜀竹做的梳子，应有尽有。对于富贵出身的汪清怀等人来说，不足为奇。奇就奇在其中有一台是满满的2盒子银票，各用一对尺余长的赤金灵芝如意压着，看得人两眼发直。我靠！马有明不由道，还好这窦家四小姐是嫁去英国公府，这要是嫁到别人家，只怕这嫁妆前脚进门，后脚就有贼摸进去。他说着，不由朝汪清怀感慨，窦家的胆子可真大。沉稳的汪清怀也不禁有些变色。他虽然在天天和银子打交道，可这一口气拿出一台的银票，而且就这样赤裸裸地出现在陪嫁的队伍里，还是让他感觉到很震惊。最少有4万两银票，
他忍不住看了一眼，道：一水儿全是10两1张的通德银楼的银票，窦家肯定是通德银楼屈指可数的大主顾，不然通德银楼不可能专门为了窦家印这么多10两1张的银票，这最少也得印几个月。汪清怀天天和钱打交道，对这些比较敏感。通德银楼是北直隶最大的银楼，是前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字号，童叟无欺，实力雄厚，能让通德银楼折腰。沈清听着不由打了个寒战，道：不会吧，这么多的银子，怎么花得完？随即天马行空的想到，你说我要是向宋大借点银子使，他不会拒绝我呀。没有人理他。顾玉阴着张脸，窦家拿这么多银子嫁女儿，这个女儿肯定有问题。董琦却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只知道宋墨找了个十分有力的妻族，他和宋墨的差距更远了。张旭明则想到宋墨请了自己的妻子做宾相，看样子有些事自己得嘱咐妻子一声。只有陆战笑容可掬，骗个宠物是吃货，看样子姑父在燕堂的婚事上还是用了心的。他回去说给祖父听，祖父一定很高兴。宋汉满脸的木然，看不出来在想什么。窦氏叔下了衙，原准备去赴个约的，临上轿，想到今天是窦昭送庄的日子，吩咐随从：饭局你就帮我推了，我要去静安寺胡同看看。看样子阁老对四小姐还有些内疚啊。随从连声应是，吩咐轿夫把窦氏叔送到静安寺胡同。可轿子走到静安寺的时候就进不去了。随从满头大汗的解释，遇到四小姐发妆了。窦氏叔嗯了一声，撩了帘子看，就听见四周的人群嗡嗡的议论不停。整整一台银票，用4柄赤金如意压着，那如意金灿灿的，有1尺多长，分量足足的，能把眼睛都要晃瞎了。那银票张张都是一样的，没有10万两，也有5万两。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嫁女儿的。窦家不愧是当朝首富，直接把事情夸大了数倍。王映雪见女儿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教训她道：你怎么也不用脑子想想，英国公府用什么样的仪式迎娶窦昭，进门就会怎么对待窦昭这女儿，在婆家被不被婆家，在娘家的地位就会截然不同。被婆家看重得的女儿，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帮衬娘家，不被婆家看重的女儿，只有娘家帮婆家的份，没有婆家帮娘家的时候。婚姻本为结两性之好，你不能维系两性之好，娘家的人还帮你做什么？你那大姑子那么的厉害，你进门还没有1个月，她就怂恿着你婆婆让你主持中馈，而账面上又没有多少银子，她分明就是要诈你的陪嫁使。没有娘家的帮衬，你斗得过你大姑子吗？你难道准备就这样认输，然后任你大姑子予取予求不成？窦明不由道：那您说怎么办好？他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母亲，想让母亲帮他出个主意的。我现在不是被禁足了吗？王映雪冷笑道：你就去找你五伯母，当着众亲戚的面装做什么也不懂的样子，问他该怎么办。可他要是让我就接手主持中馈呢？窦明很是意外，他们只要名声，哪里管我过得好不好？王映雪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酒被窦家人洗脑，而和自己日渐疏远的女儿拉回到自己的身边来，不然他可就真没有出头之日了。你傻呀？王映雪道：你就照你五伯母的话去做好了。不过你要记住了，你以后要常去槐树胡同向你五伯母请教治家之道。你去的时候反反复复的都穿那几件衣裳，打发起下人来也要显得畏畏缩缩的。窦明是个聪明人，一听就明白过来，他不禁若有所思，全色观图。王映雪眼底闪过一丝欣慰。不一会，那小丫鬟来回话，她鹦鹉学舌的一通话让王映雪和窦明脸色大变。你说什么？王映雪更是失态的站了起来，侯爷要喊四姑爷做哥哥。小丫鬟有点木讷，要不然也不会被管事的打发来服侍王映雪了。她点着头，很认真地道：那位沈世子是这么说的，还说侯爷倒霉遇到了四姑爷，要不然就可以压着四姑爷各论各的了。老爷听了还笑了起来，还有老爷的几个同僚也都跟着笑了起来。王映雪的心里顿时像泼了油似的，蠢货！他狠狠地瞪了那小丫鬟一眼，谁让你说的这么详细了？小丫鬟委屈地低下了头，不是您说的，让我一五一十把看到的听到的全都详细的告诉您吗？窦明也有些心浮气躁起来，他问那小丫鬟，沈世子说这样的时候侯爷怎么说？小丫鬟小声道，侯爷没有作声。也就是说，魏廷宇也承认了，母女2人都没有作声，脸色很难看。胡嬷嬷见状想打个圆场，笑道，你这小丫鬟尽胡说，四姑爷来接亲，除了胞弟和表哥，其他的人不是世子就是什么副将的，
又不是卖大白菜，顺手就是一颗，哪来的这么多柿子和副酱？你是不是听错了？谁知道那小丫鬟却听不懂胡嬷嬷的话，忙便道：不是我说的，是侯爷向老爷引荐的时候这么说的。而且他们不是穿着飞鱼服，就是穿着蟒服，可威风了。一路上大家都在偷看，小红姐还说，要是有人敢冒穿这些衣服，是要杀头的。可见都是真的了。王映雪和窦明的脸色阴得可以低语。胡嬷嬷也绷不住了，呵斥那小丫鬟：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小丫鬟被吓得都不知道手脚该怎么放了。窦明顿觉无趣，对那小丫鬟挥了挥手：你退下去吧。小丫鬟如蒙大赦，飞快地跑了。王映雪也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问窦明：世子的身份怎么会比侯爷显赫？窦明忍不住道：您既然把我嫁到了济宁侯府，难道就没有打听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映雪有些不自在道：我没有想到你姐姐会嫁个什么世子，凭她的条件，最多也就是嫁个寒门小户的读书人家，说不定你父亲脑子一热，还会把她留在家里招婿。窦明不由气结，只好把公卿之家的关系跟王映雪说了一遍。王映雪有些傻眼，也就是说，他们全凭皇上的恩典过日子了。窦明点了点头，道：所以大家都参加秋闱，想凭着秋闱一举成名，得到皇上的青睐，以后就可以平步青云了。王映雪立刻来了精神，道：这也就是和世子要参加科举一样，雷破9天。既然有个谋出身的路子，就不怕。侯爷的弓马骑射都是很好的，大不了让你武伯父想个办法，帮侯爷在皇上面前露露脸，谋个出身。说到这里，他再次叮嘱女儿，你要多去槐树胡同走动走动才是。特别是你食堂扫菜事，她娘家如此的贪婪，可见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不妨从她那里下手。窦明颔首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而他的食堂哥窦继昌此时却在花厅陪着宋家来崔庄的那些人饮酒。他相貌英俊，气质儒雅，谈吐风趣，很容易就获得了汪清怀等人的好感。马有明笑着和身边的张旭明道：窦家的人都有一副好相貌，那窦家四小姐长得肯定也不懒。燕堂倒是个有福的。张旭明呵呵笑着没有作声，一直支着耳朵听的顾玉则在心里暗腹：长得漂亮有什么用？这位窦家的四小姐厉害着呢，连印子钱都敢放，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祸害天赐哥呢。倒是在一旁的陆战闻言笑道：窦家四小姐应该长得不错，当初窦阁老在吏部选权的时候，吏部就评价窦阁老仪姿风俊。只是他的话音刚落，对面坐着的沈清就发出一阵惊呼：窦家竟然上了芙蓉燕窝、鸡茸鱼翅、八熊掌这些东西。宋家来崔庄的几个人面色如锅底，窦继昌等人却笑容明亮，董其更是如坐针毡，想着自己长这么大还没有这么丢脸过，不就是几个针瑶吗？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的？他恨不得一巴掌扇在沈清这个暴发户的脸上，不由自主的就狠狠瞪了眼沈清。沈清话音刚落，就知道自己说错了话，待看到大家的表情时，更是一阵缩色，小声的辩道：我不是没吃过，是没想到窦家嫁女儿会这么大的手笔，真是越描越黑。汪清怀忙对窦继昌笑道：这几年很少有人家会做这正宗的燕翅席了。窦继昌很有风度的笑道：请的是醉仙楼的师傅，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大家尝尝看和平时有什么不同，若是做得不好，正好有个由头扣他们的工钱。汪清怀和马有明等人哈哈大笑，把这一茬给接了过去，可到底是被沈清泄了气。等妆的时候，他们倒也收敛了几分。下午有时，窦昭的嫁妆出了窦家的大门，头一台是尺高的檀香木寿禄福3翁，接下来是各式的金银锡器、绫罗绸缎，大到樟木雕花箱子，小到梳头用的黄杨木、香妃竹、蜀竹做的梳子，应有尽有。对于富贵出身的汪清怀等人来说，不足为奇。奇就奇在其中有一台是满满的2盒子银票，各用一对尺余长的赤金灵芝如意压着，看得人两眼发直。我靠！马有明不由道：还好这窦家四小姐是嫁去英国公府，这要是嫁到别人家，只怕这嫁妆前脚进门鬼歌，后脚就有贼摸进去。他说着，不由朝汪清怀感慨：窦家的胆子可真大。沉稳的汪清怀也不禁有些变色。他虽然在天天和银子打交道，可这一口气拿出1台的银票，而且就这样赤裸裸地出现在陪嫁的队伍里，还是让他感觉到很震惊。最少有4万两银票。他忍不住看了一眼，道：一水儿全是10两1张的通德银楼的银票。窦家肯定是通德银楼屈指可数的大主顾，
不然通德银楼不可能专门为了窦家印这么多10两1张的银票，这最少也得印几个月。汪清怀天天和钱打交道，对这些比较敏感。通德银楼是北直隶最大的银楼，是前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字号，童叟无欺，实力雄厚，能让通德银楼折腰。沈清听着不由打了个寒战，道：不会吧，这么多的银子，怎么花得完？随即天马行空的想到，你说我要是向宋大借点银子使，他不会拒绝我呀？没有人理他。顾玉阴着张脸，窦家拿这么多银子嫁女儿，这个女儿肯定有问题。董琦却是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只知道宋墨找了个十分有力的妻族，他和宋墨的差距更远了。张旭明则想到宋墨请了自己的妻子做宾相，看样子有些事自己得嘱咐妻子一声。只有陆战笑容可掬，看样子姑父在燕堂的婚事上还是用了心的。他回去说给祖父听，祖父一定很高兴。宋汉满脸的木然，看不出来在想什么。窦氏叔下了衙，原准备去赴个约的，临上轿，想到今天是窦昭送庄的日子，吩咐随从：饭局你就帮我推了，我要去静安寺胡同看看。看样子阁老对四小姐还有些内疚啊。随从连声应是，吩咐轿夫把窦氏叔送到静安寺胡同。可轿子走到静安寺的时候就进不去了。随从满头大汗的解释，遇到四小姐发妆了。窦氏叔嗯了一声，撩了帘子看，就听见四周的人群嗡嗡的议论不停。整整1台银票，用4柄赤金如意压着，那如意金灿灿的，有1尺多长，分量足足的，能把眼睛都要晃瞎了。那银票张张都是一样的，没有10万两，也有5万两。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嫁女儿的窦家，不愧是当朝首富，直接把事情夸大了数倍。窦氏叔听了，差点跳起来，他忙吩咐随从：快去打听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随从不敢怠慢，不一会儿功夫就擦着汗跑了回来，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窦氏叔忍不住当着随从就发作起来：老七这是要做什么？生怕人家不知道窦家有钱，陪嫁了整整1台的银票，他当窦家是什么？暴发户？还是不知道稼穑的庸碌之辈？他就不怕被强盗盯上？他就不怕被御史弹劾？他这是炫富呢，还是在败家呢？他越说越气，呵斥轿夫：还不快去七老爷府上！随从们这才清醒过来，唯唯诺诺地应着，抬着窦氏叔匆匆往窦世英家里去。还好看热闹的人群已经散了大半，不然他们只怕挤都挤不进去。窦氏叔坐在轿子里，心情很复杂。世人多不知道窦氏分为东西两窦，看见窦世英有钱，多半会觉得他比窦世英的官位更高，理应更有钱。而窦世英只是个清贫的翰林，有钱自然是祖上传下来的，他却是内阁大学士，他有钱只怕是想说清楚也不容易。皇上肯定会过问此事，他到时候该怎么说呢？窦氏叔不由抚了抚额，也怪自己太大意了，明明知道七弟有补偿受沽的意思，也没有找个人留意一下。这么多银票，而且全是崭新的，通德银楼就是要印制，也要花好几个月的功夫，难道他之前早有准备？那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难道他算准了会发生姐妹议价不成？那当初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和季家的协议呢？他只觉得头大如斗，遇到窦世英就毫不客气地把心中的疑问都问了出来。事情却比窦氏叔想象的简单多了。这些银票是我原来为明姐准备的。窦世英老老实实地道：你也知道寿姑得了西窦1半的产业，明姐和她相比嫁妆太寒酸了。我就想寿姑是个大度的孩子，我多给明姐准备点嫁妆，想必她不会说什么。谁知道明姐却带寿姑嫁到了济宁侯府，我不能因为寿姑向来宽宏大度就让她受委屈，要不然谁还愿意让着别人？谁还愿意吃亏？这世上要是谁都不愿意退一步，还成什么样子了？我就把原先给明姐准备的银票给了寿姑做陪嫁。话传到本就因为那1台银票而有些目光发直的王应学耳朵里，他当场就吐了口血，昏了过去。窦明更是脸色煞白，望着屋里慌成一团的丫鬟婆子，悄声走出了拘禁母亲的后罩房，找到了正在上房外面徘徊的魏廷瑜，神色样样地道：侯爷，时辰不早了，我们是不是要回府了？不然母亲又该担心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走到哪里都好像有人对着他指指点点的。魏廷瑜显得有些心神不宁，他哦了一声，望了眼上房，这才转身要和窦明离开了正院。窦明正担心魏廷瑜也听到了父亲的话，对他生出怨怼之心来，因而比平时更注意魏廷瑜的举动。见状不由笑道：侯爷在看什么呢？语气娇滴滴的，
隐约带着几分讨好。没什么。魏廷宇有些不自然地答道，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笑着转移了话题，你听说没有？沈清闹了个大笑话，他把刚才发生在花厅里的事告诉窦明。窦明认真地听着，好像非常感兴趣一样，问道，沈清是什么人？脚步却一缓，停在了刚才魏廷宇站的位置，扭头望去。魏廷宇笑道，他是已故沈皇后的侄儿，是外戚封的侯。皇上是个念旧的人，皇后娘娘又是个贤淑敦厚的，他们家才能平平安安的到现在。窦明已经听不到他在说什么了，从他站的位置望过去，正好可以看见窦昭居住的东厢房。事情一旦做好了决定，心就有了着落，以后不过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闯过去罢了。窦昭睡了一个好觉，早上起来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他的情绪也感染了周边的人。素心和素兰收拾起东西来，手脚都轻快了不少。窦昭请了陈曲水和段公义、陈晓峰过来说话，以后恐怕难得再回真定了。家中的护卫还要烦请3位问一问，若是有愿意跟着到京都来的，就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了，等到10月份搬到京都来。若是想留在真定的，真定的崔姨奶奶那边也要有人照顾，若是另有打算的，也不强求，送份丰厚的诚意，算是答谢他们这几年的辛苦。然后他很正式地邀请了陈曲水、段公义和陈晓峰3人，你们是我的主心骨，没有了你们，也就没有我的今天。虽说世子爷那边现在正乱着，可乱世出英豪也是个机会。我希望3位能和我一起过去。陈曲水来之前就已猜到窦昭这个时候把他们叫过来，不是请他们一起跟着去英国公府，就是商量着回真定的事。3个人虽然在路上的时候就已商量好了和窦昭共同进退，但都觉得能去英国公府更好，至少他们的上头没有那么多的管头，日子相对要好过些。至于说风险，这走路说不定还会无故跌一跤，干什么事没有风险？何况这风险向来是和富贵共存的。此时自然有着得偿所愿的喜悦，纷纷表示愿意跟着窦昭去英国公府。4个人就过去之后的一些细节商量了半天，眼看着到了用午膳的时候，送嫁的舅母和六伯母及小尾巴赵章如过来找窦昭说话，3个人这才起身告辞，神色间却都难掩兴奋。窦昭出嫁，有些事自然要交代一番。六伯母和舅母看见3个人都没有在意，赵章如则趴在窦昭的肩膀上笑道，看样子大家都觉得跟着去英国公府是件好事啊。舅母朝着赵章如的脑袋轻轻地拍了一下，道，这2天大家都忙着受姑的事，你要是到处乱跑，小心我以后去哪里都不会再带着你了。赵章如连声求饶，惹得从昨天起就忙着指挥仆妇装陪嫁盒子，因而很是疲惫的舅母和六伯母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用过了午膳，六伯母问了问窦昭对新房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就带着素心一起去了英国公府交接嫁妆，布置新房。舅母因是贵客，留在了静安寺胡同。发了妆，五伯母带着窦家的一群女眷过来，却没有看见窦明。窦昭也不想看见他，请了五伯母等人到厅堂里坐，素眷等人端了茶点招待他们，表现得既不亲近也不冷淡，十分的客气，反而让人觉有些不自在。食堂扫菜时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沈清的事，大家哈哈笑了一回，气氛渐渐活络起来。素兰最喜欢赵章如的豪爽，没有架子，悄声请教他，您看我们要不要多带点鱼翅、燕窝、鲍鱼、竹荪之类的干货过去呀？上次我在济宁侯府的时候，看见他们家鸡丝拌粉皮都当成一碗压桌的冷荤。这话恰被冷落在旁的六堂嫂郭氏听见，她不由低低的哎呦了一声，悄声问素兰，不是说济宁侯府是开国元勋吗？怎么侯爷成亲，酒席还这么简单？就是的，素兰小声嘀咕道，我还特意跑去看了看，核桃粘、花生粘都做了4干果上了桌，更不要说是整条整条的鱼，整刀整刀的肉了，连个鱼唇、干贝都没有见着。郭氏也向来喜欢素兰的快言快语，就笑着点了点素兰的额头，嗔道，就你眼神好。素兰抿了嘴，嘻嘻的笑，引起了武太太的注意。她看着在人群中高谈阔论的蔡氏，笑着高声问郭氏，和表小姐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也说出来让我们笑笑。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到了郭氏的身上。郭氏被看得心里发慌，脸色绯红的喃喃道，没说什么，真是个扶不上墙的。武太太不由叹气，赵章如就决定寒碜武太太，笑道，我们在说济宁侯府的酒宴，全是猪肉和鸡肉，连鱼和干货都没有，他们家真是小气。又道，我看明姐儿来喝喜酒，穿的好像也是从前陪嫁的衣服。
这正是换季的时候，他们家不会连这个也省了吧？倒比我们家还不如了。一席话说的大家语凝。武太太的贴身嬷嬷走进来，就显得响动很大了。武太太不由得脸色一沉，道：出了什么事？慌慌张张的。那贴身的嬷嬷本就神色紧张，闻言就更加的慌乱了，口不择言地道：武太太，不好了，不好了，七老爷给四小姐陪送了整整1台银票做嫁妆。屋里顿时一片死寂，随后像炸了锅似，嗡嗡的议论起来，也没有人顾得上去追究他的言辞失当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武太太皱着眉，你慢慢的说。那些银票是窦世英早就准备好的，因怕被人知道，被贼惦记上，得通银楼送来之后，就藏在高升的床底下。高升的媳妇因此好几天都没有下床，临到了发妆的时候才让人抬了出来，又临时加了台药材，就这样凑足了126台的嫁妆，抬出了窦家。窦家的人没注意，宋家的人以为是怕被贼惦记，等到窦氏叔质问窦世英，消息才像风似的立刻吹遍了静安寺胡同的每个犄角旮旯角落。窦昭气得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他向武太太等人告了声罪，疾步出了厅堂，自然也就没有看见武太太阴沉的目光、蔡氏若有所思的表情和赵章如兴奋的眼神，郭氏满脸的羡慕。窦氏叔、窦世恒、窦世英三人鼎立而坐，沉默不语。窦世英现在也有点后悔了，他一下子给了窦昭那么多的银票，会不会像武哥所说的，有人把主意打到窦昭的身上去，甚至是把窦昭绑架了，或者是若干年之后把窦昭的子女给绑架了，或者是故意引得窦昭的儿子学坏。窦世恒在窦氏叔来之前就已经把窦世英教训了一顿，见窦氏叔训斥的窦世英讷讷无言，不敢作声，他决定不再在这件事上发表意见。反正已经做了，就算是把银票收回来，也没办法消弭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了，多想无益，遇事再说。他总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帮着武哥说话吧，不然武哥岂不是更起劲了？窦氏叔是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说窦世英没脑子吧，他可也是堂堂正正的两榜进士出身，学问一流，是翰林院出了名的谦逊君子。你说他有脑子吧，他偏偏干出了这种常人想都想象不到的事来，自己该怎么帮着善后？难道说这银票都是假的不成？得，那这消息恐怕得传得更邪乎。他头痛欲裂。窦世英见了，就迟疑道：要不我让三哥帮我卖几间铺子，再给寿姑添6万两银票，这样一来也免得寿姑白白的背了这个名声。你给我闭嘴！窦氏叔再也没办法维系兄长的尊严，维系阁老的风度，大声的喝道：祖宗留下来的基业，你怎么敢动变卖的心思？说到这里，他突然想到窦世英没有儿子，顿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能猜到窦世英的心情，他不由得神色一肃，道：寿姑和明姐儿都已经长大了，子嗣之事刻不容缓，我今晚就和母亲商量，给你物色一个正经人家的姑娘。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你反对也没有用，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就这样把家产败光，落得个晚景凄凉。我死了，没脸去见我爹，去见祖父。见叔祖父窦世恒也觉得这未尝不是个解决窦世英乱花钱的办法，和窦氏叔一起劝窦世英：七弟，你这些年日子过得乱糟糟的，王氏回了真定之后，静安寺胡同是得有个人帮着照顾你的生活起居，主持家中的中馈。你若是有中意的，也可以跟五嫂说，只要家世清白，人品端正，我们一样热热闹闹的帮你把人抬进门。一向软弱的窦世英此时却表露出芦苇般的柔韧，低了头喃喃地道：我不纳妾，反正我不纳妾，就像个孩子说我不吃青菜一样。两人面面相觑，都涌起股哭笑不得的无力感。窦世英见两人一脸的无奈，想到刚才六哥对着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教训，可等到五哥数落自己时，六哥反而不作声了。六哥向来都是帮着他的，他胆子不由大了起来，那个早就藏在心里的念头止不住地冒了出来。要不就把六哥家的纸歌过继给我算了。窦世英大声道：反正六哥有2个儿子，寿姑从小跟着六嫂长大的，和慧哥、纸歌都情同手足。你胡说些什么？窦世恒勃然变色。把窦德昌过继给窦世英，那就意味着窦德昌可能会和窦昭、窦明两姐妹分享西窦的另外一半的财产，这可不是比小数目。窦昭得了西窦的一半财产，大家能忍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窦昭是窦世英的嫡长女，这财产不分给窦昭，也与东窦的人无关。而且赵古秋又几乎是在窦家长大的，赵古秋的死，他们都有责任。可现在大家同为东窦的子孙，他的儿子却继承了西窦那么一大笔银子，就算他们几兄弟间不眼红，几个妯娌间能心平气和的吗？
现在有母亲当家，伯祖父留下来的那3房尚且偶尔冒出几分不满来，他的儿子再成为西豆的4子，只怕东豆就会分化成2只了。我觉得五哥说的对，让母亲或者是大嫂帮你挑个清白人家的好姑娘为妾。他说着站了起来，看了窦氏叔一眼，明天就是寿姑出嫁的日子，你还让我帮你管着礼房，我先回去了。关于子嗣的事就这么说定了，你不要三心二意胡思乱想了，芷根年纪已经大了，不适合做4子，而且我也舍不得，也不会让他去做4子的。窦氏叔何须窦氏恒提醒，你六哥说的对，芷根年纪大了些，不合适。他立刻道，你正当盛年，还是正经那个妾室的好。窦氏恒为表决心，啪地一声拉开了门，迎面却看见正做叩门姿势的窦昭，两人只隔着一扇门的距离，他吓了一大跳，失声道，寿姑，你怎么在这里？旋即想到刚才谈话的内容，也不知道窦昭听到了没有，脸上有些发烧，掩饰道，寿姑，你找你爹爹有什么事啊？我们已经说完话了，明天是正期，3姑6眷亲戚朋友都要过来了，我一大早就要过来帮着招待来宾，你也要梳妆，也该早点些了。然后大步的走了。窦氏叔自然不能当着侄女的面讨论什么纳妾的事，笑着和窦昭寒暄了2句，也起身告辞了。书房里只剩下了颓然的窦世英，莫名的窦昭泪盈于睫。刚才的争执他都听见了。从前他怨父亲不关心自己，怨自己不讨父亲喜欢，可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父亲给予他的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有什么东西像潮水漫过海滩般冲平了窦昭心中的沟壑，让他的心绪变得所谓有的妥帖平静。他坐到了父亲的对面，支了肘，笑盈盈地问父亲，您想不想和我下盘棋？窦世英眼睛一亮，很快又暗淡下去，低声道，寿姑，我自主做主，给你赔了1台银票，你五伯父说会给你惹来祸事，赔送了就赔送了呗。窦昭不以为意地笑道，我马上要嫁到英国公府去了，您不是说英国公府是我朝屈指可数的显赫之家，那世子宋彦堂能力出众，人品端方吗？他们要是连我的嫁妆都保不住，又怎么能当得起屈指可数这个名头呢？窦世英释怀，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寿姑从来都是这样的体贴人，什么为难的事到了他手里都变得简单起来。他挽了衣袖，豪气地喊着，小厮，给我们把棋具拿过来。窦昭抿了嘴笑。宋宜春觉得那4柄金灿灿的如意就像4张大嘴，正嘲讽地冲着他狰狞大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是说窦家4小姐是个娘不疼爹不爱的吗？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大笔陪嫁？压箱钱，压箱钱，不是应该压在香笼里悄悄地带过来的吗？怎么会有人把压箱钱这样厚颜无耻的用抬和抬过来，还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用尺长的赤金如意压着？今天怎么就不刮大风，把这满箱的银票都刮跑了，也让宋墨跟在后面哭着喊着也追不上，让宋墨也心疼肉疼一回。他不禁朝淘气重望去，淘气重满面的茫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宋墨的心正如宋宜春所希望的那样，正一抽一抽的。他这个岳父可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样的事也能做得出来。他是怕自己欺负窦昭，有意给宋家一个下马威呢，还是钱多的已经和他们不在一个档次上了，4万两如同他们眼中的400两，4000两的价值是一样的呢？可以预见，未来的京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议论他的婚事，而接下来更长一段时间里，他主要的人手恐怕都得用来防贼吧。宋墨瞥了一眼被银票刺激的情绪高亢的观礼宾客，不由暗暗地叹了口气。颜朝卿悄无声息地走了过来，低声道，世子爷，怎么办？怎么办？宋墨见廖碧峰到现在还神情有些呆滞，叹了口气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难道我们英国公府连这4万两银票也没办法维护周全？颜朝卿这才恢复了平常心。他不是没见过这么多银票，在定国公麾下当差的时候，他就是负责内务的，甚至见过100万两白花花的军饷，但窦家是世代耕书的读书人家，这般高调的行径实在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颜朝卿忙叫了下脸过来，你派人守在这里，小心丢了东西让人笑话。按理新娘子陪嫁过来的东西要先摆放在新房的院子里给人观看。下脸躬声应是。宋墨转身朝书房去，他想到刚才众人精彩的表情，特别是父亲张大了嘴巴，仿佛见了鬼般的表情，面对别人羡慕的恭喜又不得不强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时，他的心情无端端就变得快慰非常。他和窦昭还没有举行婚礼，就发生了这样有趣的事，也许以后会还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他呢。想到这些，宋墨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不管宋家的气氛是如何的怪异，窦家的气氛是如何的凝重，窦昭出嫁的日子都如期而至。天刚刚亮，忙得几乎一夜未眠的高升就指使小厮打开了大门。茶房、点心房、礼房、账房很快都忙了起来。窦昭被素兰推醒，小姐，小姐，您快起来，已经卯时了。他打了一个哈欠，不紧不慢地道：吉时定在须出，你急什么？梳洗穿衣最多不过2个时辰，用过了午膳再说。请来给他梳头的是从前在宫里给过贵人们梳头的退役宫女，早早就被窦家的轿子请了过来，闻言笑道：我给那么多新娘子梳过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小姐这样沉得住气的，难怪小姐能嫁到英国公府去，可见小姐天生就是个有福气，要做贵人的。眼睛却止不住地往她身上瞅，看来是那一台银票起的作用。消息可传得真快啊！窦昭不动声色，让人赏了梳头婆子2个上等的分红，躺在床上看了会书，这才起身穿衣。此时窦家的亲眷都到了，外面喧嚣忙碌，新娘子的屋里反而没什么人。窦昭悠闲地用了早膳，季勇过来了。他问窦昭：你真的准备嫁给宋墨啊？窦昭这次很认真地点了点头，道：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季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瞪着眼睛说了句懒得理你了，甩着袖子走了。窦昭管耳，季勇至少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整治宋墨一顿。当然他不认为宋墨就会吃亏，可季勇能尊重他的决定，他还是很高兴的。赵章如跑了进来：寿姑，我以后可以去看你吗？他显得有些伤感。窦昭想起2人小的时候一起蹲在树下看蚂蚁的情景，神依相失。当然。他揽了表姐的肩膀，眼眶湿润地道：你不是说要好好逛逛英国公府吗？我听人说，英国公府的后花园是仿江南的园林建造而成，引了太液池的水蓄了个湖，夏天的时候可以划船，冬天的时候可以滑冰，春秋的时候可以垂钓，你要是不亲眼去看看，多可惜啊！赵章如笑道：你又骗我，春天的时候鱼才绿豆那么点大，怎么钓得起来？眼泪却忍不住簌簌落下。窦昭顿时心中一酸，也哭了起来。一时间屋里尽是她们姐妹俩的哭泣声，倒有了点出格的气氛。好不容易2人才止住了眼泪，窦昭把自己没有用过的2套赤金头面送给了赵章如。赵章如不要，道：你出嫁，我应该为你添香才是，哪能要你的东西？你不是亲手给我绣了马面裙吗？窦昭执意要送给他，我也想送点东西给你做个念想。以后窦昭就是别人家的媳妇了，端别人的碗，受别人的管，哪能像在自己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赵章如想着，抱着装了头面的红漆描金匣子，又哭了起来。我的小祖宗近来和窦昭画别的舅母看了，不由啼笑皆非。新娘子没哭，你倒哭个没完了。知道的是你舍不得你表妹，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要出嫁呢。快别哭了，让素绢服侍你洗个脸，高高兴兴的帮你表妹招待客人去。用过午膳，梳头的、洗脸的、全夫人等都来了，他就没有机会和窦昭说什么了。赵章如破涕为笑，小声嘀咕道：若是我能出嫁就好了。舅母没有听清楚，嗔道：你又嘀咕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赵章如脸色微红，窦昭却听了一个一清二楚，他不由得心中一动，没想到表姐这么想嫁人，自己能不能给她做个大媒呢？也别管什么前世不前世了，自己重生后改变的事情多的是，也不差这一桩。赵章如一面由着素绢服侍着重新梳头洗脸，一面听母亲嘱咐窦昭过门之后都应该注意些什么。上次窦昭准备嫁到魏家的时候，舅母虽然跟窦昭讲了新婚之夜的事，但却没时间告诉他这些交际应酬上的诀窍，正后悔自己的疏忽。没想到窦昭会再嫁一次，倒弥补了他这个遗憾。英国公府波诡云谲，宋宜春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公公，宋抹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丈夫，估计舅母说的这些他全然都用不上，但窦昭还是笑盈盈的听着，不时的点点头，十分乖巧听话的样子。舅母大为满意，讲了足足1个时辰，续了4、5杯茶，这才意犹未尽的停了下来。素心已经在屋里进进出出3、4趟了。窦昭不动声色的起身帮舅母去沏茶，素心忙跟了过去。出了什么事？窦昭悄声道。素心急急的道：老爷和太太吵起来了。窦昭一愣，昨天下午王映雪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吐了一口血，昏了过去北洋。胡嬷嬷忙去禀窦世英，偏偏遇到窦世叔正闭门教训窦世英，高升自然不能让人闯进去，又怕冲撞了窦昭的喜事，自作主张悄悄请了个大夫从后门带了进来。大夫说是怒火攻心，开了几副药，
摇着头说，心病还得心药医，若是王映雪不放宽心，只怕病情不仅难以痊愈，而且容易久病成疾，绵缠病榻。高生一听急了起来，这么大的事，他怎么能做主？他过来请窦世英示下，结果窦世英正兴致颇高地和窦昭下棋。高生怕坏了窦世英的情绪，就一直忍着，直到两人下完了棋，一起宵了夜，又在后花园散了半天的不消时，窦昭回了房，高生才把这件事禀了窦世英。窦世英忙过去探望王映雪，也不知道是哪个丫鬟婆子触怒了王映雪，或是王映雪病了，窦世英却不见踪影。王映雪正在训斥身边服侍的撒气，就是那胡嬷嬷也没有能够幸免。窦世英是最重情分的，身边的丫鬟小厮跟着他时间长了，出嫁外放出去做事，他都会有重赏，脾气又好，因而最受仆妇们感念。只要是窦世英的事，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帮他做好，对他也是真心的爱戴。又因为这些人都是高生精心挑选的，在窦世英的心里，家里这些丫鬟婆子都是稳重可靠，十分贴心的。见王映雪教训的没有道理，他心里先就不高兴了几分，但想到明天就是窦昭出嫁的日子，他强忍着不悦进去问了几声病情。王映雪被窦世英劝了几句，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窦世英这才回屋歇了。今天早上窦昭听说此事，隐约想到了那2盒子银票。如果王映雪听说原是给窦明准备的那2盒子银票，结果却被他亲手送给了自己，不气得吐血才怪呢。窦昭不禁道，那2人为什么吵起来了呢？素心低声道，听太太身边服侍的人说，今天一早老爷去探望太太，太太当着老爷抱怨，说武小姐嫁到济宁侯府还没有1个月，济宁侯府的姑奶奶就怂恿着济宁侯府的太夫人要武小姐主持钟馗，账面上却没有银子，说武小姐如今日子艰难，要老爷想想办法，不能让武小姐拿了自己的嫁妆钱去补贴魏家。老爷当时没有说什么，就出去待客去了。刚才七太太只喊心绞疼，又是要去请大夫，又是要把老爷叫来交代遗言，胡嬷嬷不敢怠慢，找了老爷过去，太太就又说起这件事来，老爷就生气了，说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他就不能消停点，还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他怎么能教唆着女儿不孝顺婆婆。太太听了就闹得越发不可收拾了。武太太等人听到动静，已经赶了过去。窦昭冷笑，父亲是读圣贤书长大的，窦家有嫁出去的女儿，有娶进来的媳妇，怎么对待别人家的闺女，就得怎么对待嫁出去的女儿，怎么会容忍嫁出去的女儿做出这种有违孝悌之事呢？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王映雪好像都很浮躁，处心积虑地嫁了父亲，却从来不曾把父亲的脾气摸清楚，过得并不如意。不过这与他无关，王映雪的事自有他的亲生女儿窦明去操心。他吩咐素心，跟我们的人都说一声，不要到后院去探头探脑的，小心被父亲发现，让我去管这件事。最后一句他语气里带着几分调侃，素心却觉得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连声应是，退了下去。只是他们这样咬头接耳地说了一大通话，舅母怎么可能不注意到？等素心走了，就问他发生了些什么事。窦昭也没有瞒着舅母，把听来的消息告诉了舅母。舅母不由讽刺地道，自己都拎不清，怎么教养的好女儿？遂不再理会这件事，问起六伯母来，她是不是也去那边劝嫁去了？怎么这个时候还没有过来？窦昭想到昨天晚上听到的那通话，猜测六伯父一家是不是为了避嫌，决定不来参加他的婚礼了。他念头刚起，就看见素兰跑了进来。四小姐，六太太来了，12爷的脚崴了，不能背您上轿了。他十分的沮丧。舅母和赵章如却是大吃一惊，异口同声地道，脚崴了？崴得怎么样了？严重不严重？不知道。素兰赧然，他一听说窦德昌不能被窦昭上轿就急了，根本没有问清楚就跑了过来，12爷拄着拐杖呢。窦昭忙站了起来，道，我去看看。舅母和赵章如各自应了一声，道，我们一起过去看看。一行人去了花厅，窦家的亲戚朋友正围着六太太和窦德昌问着伤势。看见窦昭，六太太眼神微暗，歉疚地拉着窦昭叹了口气，窦德昌则有些不自在地别过脸去。窦昭见窦德昌并没有上夹板之类的，松了口气。舅母就问起窦德昌的伤势来，六太太含含糊糊的只说是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跌伤的。窦昭则一声不响地朝着窦德昌受伤的那只脚就踹一脚。你要干嘛？窦德昌跳了起来，连连后退了几好步，步履敏捷。窦昭就似笑非笑地望着窦德昌，又瞥了窦德昌受伤的那只脚一眼。窦德昌这才惊觉自己刚才情急之下没用拐杖，却连退了好几步。
她顿时面红如霞。你这孩子。看到这一幕的六太太望着窦昭，心情复杂的叹了口气，不知道说什么好。窦昭挽了六太太的胳膊，笑盈盈地道：我可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您就像我母亲一样，11哥、12哥待我像嫡亲的妹妹一样，不管是吃的用的，从来都是先让着我。我现在要出阁了，11哥要照顾嫂子，我就不勉强他了，12哥却得亲自把我背出门才行。一席话说的六太太、舅母等人眼泪汪汪。窦德昌更是丢了拐杖，豪气地道：我就说不用这劳什子玩意，平白让四妹妹笑话了我一回，然后拍了拍肩膀，对窦昭道：放心，哥哥保证稳稳当当的把你送上花轿。一席话说的窦昭眼睛酸涩起来。窦昭挽着六伯母的胳膊，和舅母赵章如等一起回了厢房，没有理会王映雪的闹腾。今天是窦昭出阁的日子，新娘子为尊，自然也没有来打扰他们，安安静静的用过午膳。全夫人赵太太过来了，大家见过礼，赵太太开始指挥人服侍窦昭梳洗、穿衣，为出嫁做准备。赵章如的2个姐姐出嫁，她都曾全程参与，此时很有经验的指挥甘露检查窦昭要带过去的贴身用品。舅母则和六伯母则坐在堂厅里喝茶。武太太这个时候还没有过来，看来那边闹得挺大。舅母悄声地和六伯母道。六伯母和舅母颇为投缘，乐于和舅母说这些家长里短。这些年来，七叔虽然在钱财上从未曾亏待过他，但也没有个知冷知热的事。他低声道，他如今年纪大了，不比年轻的时候，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等到七叔回心转意，膝下又没有儿子，想到以后的事，不免会心浮气躁，失了方寸，要不然也不会想出姐妹一嫁的婚招来。又道，我婆婆原定9月初6启程回真定，谁知道出了明姐待嫁的事，寿姑又很快和宋家定下了婚期，就把行程推迟到了10月初10。眼看着她就要跟着我婆婆一起回真定了，今天又是寿姑的好日子，就算是七叔心里再不高兴，也忍一忍的，他此时不闹更待何时？舅母微微合手道，不知道王家会不会来人。按理王家也是窦昭的外家，这样的亲戚关系，略讲些亲热的，都会提前几天就到贺，来家里吃吃喝喝好几天。王家一早就将贺礼了过来，却借口王许氏身体抱恙，一直没人过来吃便席，就是昨天送庄也没有出现。季氏素来觉得王映雪之所以行事越来越荒诞，王家的纵容要负主要的责任，又因庞坤白曾经打过窦昭的主意，好对王家非常的厌恶，闻言不由冷笑，不来更好，大喜的日子，也免得让寿姑心里不舒服。两人说着话，窦世英走了直来，他头发凌乱，衣服皱巴巴的，脸色难看，显得很多狼狈，问舅母和季氏，寿姑呢？舅母和季氏不由交换了一个眼神，笑道，姑爷找寿姑什么事？她正在内室梳妆呢。窦世英听了，好像松了口气的道，烦请两位在这里陪陪寿姑，我已经嘱咐了高升、闲杂人等一律不许进上院。两人笑着应了，窦世英这才放心的走了。奉了舅母之命去打探消息的素兰立刻就跳了出来，舅太太、六太太，她忙道，七老爷来得太了，我没来得及赶回来给您报信。这个时候谁还有去追究这些？这事也不怪你。舅母急声打断了他的话，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家老爷这么快就脱了身，怎么不见武太太过来？七太太哭闹不休，武太太过去劝也劝不住，老爷就发脾气了，把大爷叫了去，让大爷去把王家的大爷请来，说要让王家的大爷把七太太领回去，谁劝也不松口，还逼着大爷。你要是觉得你这个七叔指使不动你，你就明说，我也好换个人去给王家的人报信。大爷见武太太连眼皮子也没有抬一下，只好去了王家。素兰口齿清楚伶俐的道，七太太一听就要寻死，武太太上前去拦七太太，七太太差点把武太太的脸给划花了。武太太气得够呛，说，这个时候到贺的客人应该都到了，让老爷快去待客，免得有人猜疑，坏了这喜庆的气氛。至于七太太，暂时居在屋里，等四小姐出了门再说。正说着，有小丫鬟过来禀报，说武小姐和济宁侯爷过来了。武太太就吩咐贴身的嬷嬷去请了武小姐过来，还对老爷说，母女连心，此时七太太精神不好，不如让武小姐劝劝七太太。老爷就过来了，武太太则留在了后罩房里等武小姐。舅母和季氏恍然大悟，继而又低声讨论起来，不知道王家会怎么处理这件事。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可丢脸丢到家了，以后在晚辈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了。没想到姑爷这迷信的人也有雷霆万钧的时候，越是平时温和的，犯了倔来就越不容易劝。
内室传来赵章如欢喜的声音：寿姑，你穿上这凤冠霞帔可真气派，我现在就可以想象你做世子夫人之后穿上礼服时的情景了。看样子窦昭已经换个了嫁妆。舅母和季氏不约而同地打住了话题，笑盈盈地去了内室。身材高挑的窦昭穿上真红的嫁衣，坐在临窗的大炕上，明艳照人。舅母和季氏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武太太神色疲倦地和蔡氏走了进来：寿姑，你今天真漂亮。她强露出个笑容，拉着窦昭问长问短，蔡氏也在一旁插打混，调节着气氛。窦昭微笑着听着，舅母和季氏也不说话，任由武太太在那里唱着独角戏，没有问及王映雪。很快就到了吉时，由赵太太象征性地梳了3下头，喝了莲子百合羹，天色就渐渐暗了下来。窦家的一些亲眷也都陆陆续续聚集在了窦昭的房间，大家都夸着新娘子雍容华贵，一看就天生是个做夫人的命。远处隐约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传来，不知道谁扯着嗓子吼了一句：花轿到了，花轿到了。窦昭屋子很多女眷都争先恐后去跑出去看热闹，舅母和季氏留在屋里，积极地帮着窦昭做最后的打点。窦昭的心情非常的平静，有种从真定搬到静安寺胡同小住房时的镇定，惹得舅母不住地笑道：这可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季氏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心底的伤感突然间烟消云散。窦昭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有小丫鬟跑了进来，兴奋地道：四姑爷好大方啊，赏的全是8分银子一个的银克子，撒了整整2箩筐的满天星。舅母等人不由微微的笑，素心则打赏了他一个分红。外面传来喜相逢的鼓乐声，有小丫鬟兴高采烈地跑了进来。四姑爷的花轿进了门，舅母和季氏紧张地嘱咐窦昭：快坐好了。又有小丫鬟跑进来报信：四姑爷家的娶亲太太过来了。赵太太忙迎了出去，和陆家的大奶奶笑吟吟地寒暄了几句，就进内室和舅母等人客气了几句。赵太太和陆大奶奶扶着窦昭去了花厅。宋家接亲的、窦家送亲的，带有2家的鼓乐都拥挤在花厅内外。花厅里嘈杂喧嚣，窦昭一眼就看见了穿着深大红色吉服的宋墨，那鲜艳夺目的颜色映衬着他洁白的面庞，像初雪般的无瑕，又仿佛映进了他的眼睛里，让他的眸子如骄阳般的明亮。窦昭一愣，这样的宋墨他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一如既往的含蓄笑容，陌生的却是他那夺目的风姿，如鹤立鸡群，让身边的人都黯然失色。什么时候宋墨变得这样好看？窦昭思忖着，边已传来赵太太的低声嘱咐：该辞别父母了。他忙收敛了思绪，恭恭敬敬地给重新梳洗一番，看上去市容整齐。神色温和的父亲磕3个头。窦世英望着女儿，神色复杂，有点不合规矩的亲手将窦昭携了起来，刚轻声说了句往之女家，以顺为正，语气突然一梗，有些说不下去了，眼角也开始有水光闪烁，不舍之情昭然若揭。大家都没有想到，女儿出嫁通常都是母亲舍不得，像窦世英的这样的，他们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时间花厅里寂静无声，窦昭的眼泪忍不住赖落下。他想到了母亲的死，想到了小时候父亲看到自己收刮他珍贵时的宠溺笑容，想到父亲早生的华发。爹爹，他跪在了父亲的面前，无声地哭了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窦世英笨拙地为女儿探视着脸上的泪珠，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可别把妆哭花了。英国公府离这里这么近，逢年过节的时候你都能回来。可她却不再是窦家的女儿了。那好的坏的，那些生命中曾经拥有和失去的，他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抛在脑后，可此时却都变成了他心中刻骨的记忆。爹爹，窦昭泣不成声。容易被感动的赵章如和郭氏跟着小声哭泣起来。宋墨很是震惊地望着眼前的一幕，眼底却闪过一丝的羡慕。仪式变成了一场生离死别，充满了悲伤。一心惦记着不要耽搁了及时的陆大奶奶和赵太太最先反应过来，赵太太忙掏了帕子给窦昭擦拭眼泪，陆大奶奶又及时将盖头拿了出来，笑着道：新人要上轿了，新人要上轿了。众人回过神来，季氏喊了窦德昌：还不背了你四妹妹上轿。陆大奶奶忙将盖头盖在了窦昭的头上，引着窦昭趴在了窦德昌的背上，在噼里啪啦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窦昭上了花轿。从头到尾窦明都没有出现，从头到尾窦昭都没有注意到远远地站在花厅廊舞下的魏廷瑜。此时的英国公府宾客盈门，人声鼎沸。宋宜春站在正厅和来观礼的亲朋好友寒暄着，脸都快笑僵了。他抽空低声问随着他应酬的回事处的管事李宪：
陶先生还没有回来。窦家四小姐怎么会突然多出一台银票的陪嫁来？不用宋宜春吩咐，陶气重就主动去打听打了。只是从昨天到今天也没有个准信过来，宋宜春心中十分不安，总觉得自己好像疏忽了什么，偏偏又想不出来自己到底哪里疏忽了，这让觉得仿佛站在悬崖边，很不踏实。李现忙道：陶先生还没有回来，不过小的已经让人在陶先生屋里等陶先生了，陶先生一回来就让他来见您。宋宜春微微颔首，看见须发全白的陆富里走了过来，他重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笑容和煦地迎了上去，喊了声二舅，行了个礼。陆富里虽然排行老二，可他上面的那个兄长8岁的时候就夭折了，他实际上是陆家的长子。听说宋宜春给宋墨娶了个财力十分雄厚的妻子，陆富里并没有像孙子陆战以为的那样非常的满意。他把宋宜春叫到了外面僻静的五廊，低声地问他：窦家四小姐的为人如何？你可曾亲自去打听过？宋宜春有些不耐烦，这已经是陆富里第3次这么问他了。第一次是陆家听说他为宋墨求娶窦家四小姐为妻，特意过来询问详情的时候；第二次他去给陆家送喜帖的时候。二舅，宋宜春微韵地道：燕堂是我儿子，我难道还会害他不成？陆富里闻言皱了皱眉，道：莫非你认为我这个做舅舅的管得太宽了？我是看着偌大个英国公府却没个主持中馈的人，怕你一时糊涂选错了人。不悦之情流露在宋宜春眼角眉梢，陆富里不由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想到宋宜春也是娶媳妇要做公公的人，自己不能总把她当孩子倚得盯着不放了，遂把没有说完的话咽了下去，说起自己的一些担忧来。乾清宫、坤宁宫和慈宁宫都没有消息过来吗？从前英国公府的世子或是嫡长子、嫡长孙娶妻，宫里都会有赏赐下来的。没有。说到这些，宋宜春也有些不安，低声道：听说皇上身体不太好，宫里怕是没有心情管这些吧？心里却在猜测，难道皇帝恼火他突然给宋墨说了门亲事，趁着这个机会给他各下马威不成？陆富里道：你可猜到为什么？怎好随意揣摩上意？宋宜春的话说得十分冠冕堂皇，让陆富里心实里很不好受。等到窦家的四小姐进门，宋家和陆家恐怕就走得更远了。早知道这样，就应该从自己的孙女中挑一个嫁到宋家来的。陆富里叹谓着，回了正厅。宋宜春却不想再强颜欢笑的和那些宾客寒暄了，他吩咐李现：等花轿来了，你再去叫我。然后回了西厢院。谁知道他刚刚躺下，宋墨的花轿就回来了。他一边嘟囔着，一边去了正堂，跨过前凉盆，设了轿帘。新娘子抱着宝瓶下了轿子，大家这才发现新娘子的个子颇为高挑。女子以恭顺为美德，个子高挑的自然不如个子小巧的让人觉得温柔。马有明等人不由睁大了眼睛，沈清更是小声的和张旭明议论：宋大掀了盖头，不会被吓一大跳吧？闹洞房那是些寒门小户才做的事，他们只有等到新娘子3天回门之后，借着通家之好的名头闯到英国公府，才有可能见到新娘子是什么样子的。张旭明却不急，他妻子是宾相，等过些时候他问妻子就是了。听到议论的宋宜春微笑不语。拜过天地，新人由宾相汪清怀的妻子和张旭明的妻子搀着进了新房。此时女方送亲的人已被安排到其他的阙房歇息去了，只有女方的全夫人跟了过来，和男方的全夫人一起随着新人进了新房。压金撒帐挑了盖头，宋墨和窦昭这才重新相见。宋墨不由松了口气，女方送妆，男方是一定要谢亲的。可这谢亲的仪式，有的是在陪莲那日，男方随着催妆的人一起去女方，然后给岳父岳母叩首表示谢亲迎妆；也有的是安排在出嫁的那天，喜轿进了门，新郎由媒人陪观，直奔正堂，给岳父岳母叩道。催妆那天谢过亲了，娶亲的那天就不用谢亲了，两礼不能并行。又因前者男主是随催妆的人一起去的女方，会带上大量的礼品，成亲的那天又可以抬了花轿就走，看上去既体面又干脆。京都人家娶媳妇多会采取前者，而他特意选择成亲那天去谢亲，就是为了亲眼看见窦昭上轿。他可不想自以为是，再犯魏廷瑜犯过的错。窦昭终于顺顺利利地和他拜堂成了亲，可还没有等他的心落定，赵太太突然大喊着高升了，高升了。宋墨一愣，他知道岳父最提及的管事叫高升，可他成亲与高升有何关系？宋墨就看见赵太太手结的一把夺过他拿在手里的红盖头，他不禁朝窦昭望去，窦昭忍俊不禁，别过脸去。赵太太是让宋墨别坐下。宋墨神色茫然，
赵太太和陆大奶奶看了，也都跟着笑了起来。陆大奶奶就走到了宋墨身边，悄声解释道：“你要把盖头坐在臀下。”哦，宋墨回过神来，伸手就要将赵太太手中的盖头夺过来。我不知道还有这规矩。赵太太出乎宋墨意料之外的手一扬，让他落了个空。这可不行。赵太太笑道：“您刚才没有做，现在可不能做了。”正想伸手再夺的宋墨询问地望向陆大奶奶。陆大奶奶就笑道：“这不过是个彩头罢了，若是新郎官把盖头坐在了臀下，婚后就能压新娘子一头了。”宋墨不由讪笑：“那就不做呗。”屋里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陆大奶奶望着长眉入鬓、英气逼人却明艳夺目窦昭，不禁有些唏嘘。英雄难过美人关，宋家表叔那样冷清的一个人，见了新娘子，竟然说出这可的一番话来。他嘱咐宋墨：“快从弟妹头上摘绒花，插往高处插。”宋墨却要问个缘由，好像生怕窦昭吃亏似的。窦昭却有点傻眼，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宋墨会这么错的时候。窦昭低下头去，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陆大奶奶却是又好气又好笑，道：“是夫妻好合，早生贵子的意思。”宋墨这才面色微赧地从窦昭头上摘了朵绒花，又问陆大奶奶：“插到哪里？”“随便插到哪里都行。”陆大奶奶吸取了教训，笑道：“插于上方生子，插于下方生女。”宋墨望着糊了双喜字暗纹银花的白色墙壁，不由暗忖：怎样才算是上方？怎样才能算是下方呢？若是儿女双全，又应该插在哪里呢？一时间很是犹豫，踌躇不前。汪清怀的夫人可看出点端倪来了，她小声提醒宋墨：“不如插到喜神的方向。放喜神的方向是风水先生算过的，是对新人最吉利的方位。”宋墨恍然大悟，朝着汪少夫人投去感激的一个眼神，将绒花插在了正中的位置。陆大奶奶顿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照宋墨这么磨叽下去，有可能就会耽搁敬酒。她忙将准备好的交杯酒递给两人。这次宋墨什么也没有问，爽快地和窦昭喝了交换酒，吃了子孙饺子。宋墨去了前面的正堂敬酒，窦昭朝着喜神的方向盘腿坐在炕上。婚礼的仪式就算是完了。陆大奶奶代表宋家把赵太太送到了窦家送亲的人歇息的花厅坐席，汪少夫人和张三奶奶则领着屋里服侍的丫鬟媳妇们退了下去。新房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灯花噼里啪啦的轻响，和外院隐隐传来的喧嚣声却让新房更显得静谧了。窦昭听到有仆妇在外面小声的说话：“大小姐，您不可以进去，世子爷吩咐过了，若是要看新娘子，明天认亲自然就见着了。”“你胡说八道！”有小女孩声音尖锐地嚷道：“三堂哥才不会说这种话呢！你要是再拦着我，我就要去告去二伯父。大小姐若是不相信，可以去问世子爷。”那仆妇的声音不紧不慢，温声道：“奴婢怎么敢当着大小姐说谎？”小女孩不满地尖叫着，有人过来把小女孩拉走了。四周又恢复了宁静。窦昭不由想起自己前世的那场婚礼，从下轿的那一刻起就乱糟糟，到处是人，掀了盖头。第一印象不是新郎官长得怎样，而是魏婷真言厉中带着几分挑剔的声音。魏婷余去敬酒之后，魏家的三姑六舅对他评头论足了一番才散去。他以为成亲都是这样，后来见得多了才知道，有些人家遵循古礼，认亲之前新娘子得一个人待在新房里。他当时很羡慕，觉得这样的婚礼才够庄重。这算不算是个良好的开端呢？不知道那个小女孩是宋家的什么人？那个仆妇的从容给窦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倒也已用。他思忖着，就听见门吱呀一声，素兰雀跃地闪了进来。“你怎么一个人跑过来了？”窦昭奇道。为了方便照顾他，他带进府的几个贴身丫鬟素心、素兰、甘露和素娟都歇在隔壁的耳房。素兰笑嘻嘻地跑到了窦昭的身边，道：“世子爷身边的陈和刚刚过来问屋里的人散了没有，若是散了，就让我们进来服侍您先歇了。还说我们在家里是怎么服侍您的，现在就怎么服侍您，让我们派个人仔细守着龙凤喜烛就行了。若是没有散，就让我们等会，姐姐就让我进来问您一声，您是现在歇了，还是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再说。”然后怕窦昭担心似的，又道：“陈和过来的时候还带了个叫武姨的小厮，说我们刚刚进府，人生地不熟的，有什么事就吩咐武姨去办就行了。我瞧着那个武姨挺机敏的，想来有什么事也不会胡说八道。新娘子没等新郎官回府就自己歇下了，这可是大不敬的行径，若是被夫家的人知道了，教训一顿是轻的，就是把新娘子的娘家人叫来羞辱一番，新娘子的娘家人也只能听说。
宋墨考虑得很周到。窦昭笑道：我还是等世子爷回房吧。宋墨这样看重他，他也应该尊重宋墨才是。素兰笑着点头道：那我陪您说说话吧，天天在一起还没有说够啊。窦昭笑道：你们快点歇了吧，留下甘露值夜就可以了，明天还有你们忙的时候，海域之恋。然后问道：明天给宋家众人的见面礼可都准备好了？准好了。素兰笑道：早就准备了，姐姐还让我们包了很多枫红，双喜纹的8钱银子一份，落地纹的是4钱银子一份的，到时候小姐也可以打赏那些仆妇们。窦昭满意地点了点头。素兰给窦昭上了杯热茶，退了下去。窦昭就细细地打量着新房，是5间带着耳房的正房，东边的烧间做了内室，次间是安息室，耳房打通做了洗漱之处，西边看不到，应该是书房之类的地方了。公公还健在，这里肯定不是英国公府的上院。进门的时候轿子7弯8拐的，也不知道是在仪制堂还是另辟了院子做了新房。墙面是重新糊过的，挂的帷帐是大红色4式纹的行绸。照他们说亲到成亲的时间来看，重新修缮肯定是不可能的。再看那屋顶，全镶着绘着蓝绿色8宝图案的城尘，地面铺的是净砖，能看得到人的影子。做新房的这间屋子肯定也不是随便挑的一间。窦昭的目光被内室和宴席室之间镶着五彩琉璃的格扇吸引，一共是6扇，18个格子全是蓝色烧发廊篱流，用珠贝各镶了一副玉兰花，色泽明亮却又不失柔和，款式新颖又不失稳重，让他大感兴趣，不由倾了身子仔细的瞧。不知道是谁的手艺，梅领素花萼短阔，端顿间，剑欧素花瓣向上兜卷，蒲扇素捧瓣如蒲扇，细致入微，称得上巧夺天工了。他想自己留在了真定的那一园子花草，还有祖母，原以为很快就能回去，没想到却一拖就是2年。如果能有机会回去向祖母拜别就好了。还有素心和素兰，被自己的事这么一耽搁，婚事也都跟着拖了下来。窦昭又想到去年年中赵良弼来京时，素兰进来上茶，他那灼灼的眼神，还有素兰通红的耳朵，他不由抚了抚额头。就听见外面有霍霍的脚步声，随后传来仆妇恭谨的声音：世子爷，您回房了。宋墨淡淡的嗯了一声。窦昭忙正襟危坐，门吱呀一声打开，面色微驼的宋墨带着几分酒意走了进来。世子。窦昭笑着和他打招呼，她是新娘子，没有洞房之前脚不能沾地。宋墨见窦昭还大装的坐在楠木床上，很是意外。窦昭就笑着解释：我等世子回来。尽管2人的成亲带着几分权宜之计的味道，但窦昭能尊重这场婚礼，宋墨微微有些动容。他指了指窦昭身上金碧辉煌却又十分沉重的凤冠霞帔，道：现在能不能换下来了？窦昭笑道：可以呀。宋墨就松了口气，笑道：那你快让人来给你御妆吧，我看着都替你累。窦昭呵呵的笑，喊了素心和素兰进来，宋墨就避到了西次间去了。等窦昭盥洗一番，重新梳了个简单的嘴儿，抹了香脂，换上了渐簇新的桃红色中衣，素兰几个退了下去，甘露则留了下来，把被褥铺在了宴席室临窗的大炕上。宋墨也换了件湖色的行绸道袍走了进来，看见甘露收拾铺盖，他不动声色地吩咐甘露：你下去歇了吧，这里不用你值夜。甘露茫然地朝窦昭望去，既然和宋墨成了亲，就得尊重宋墨的生活习惯。窦昭微微合手，甘露忙去西行里退了下去，宋墨就坐在了甘露铺好的铺盖上，笑道：我们也歇了吧，明天一大早就要起来祭灶，拜祭祖先，认亲，还要设宴招待亲戚朋友，你可到时候哈欠连天。说完就脱鞋上了炕。你准备睡这里？窦昭愕然。宋墨笑道：我要是睡别处，你明天恐怕要被人议论纷纷了，说不定还会惊动岳父呢。他想到窦世英送给窦昭的那一台银票，还有窦昭辞别父母时哽咽的情景，语气不由得柔和了几分。窦昭面色赤红，直到成亲的前2天，他才决定嫁给宋墨。发生了太多的事，时间又太匆忙，有些事窦昭没有来得及细想。等拜过天地，安安静静地独坐在新房的时候，他才想到同房花烛夜，心里顿时觉得十分的别扭，可也知道他既然做了宋墨的妻子，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索性把心一横，不去多想，该怎样就怎样吧。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宋墨竟然没打算和他圆房，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有些忐忑。宋墨好像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似的，镇定地指了指他带进来的一个红漆描金的小匣子，笑道：
这是严先生帮我弄的，用鸡血掺了些药才抹上去的，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分辨真伪，你放心好了，别人不会知道的。一团红云却从他的面颊烧到了耳根，暴露了他心中的羞涩。窦昭惊讶地望着宋墨，目光明亮的如同夏日的至阳，好像要把他的五腑六脏都要看个清晰明白似的。宋墨迥然侧身躺下，快睡吧，他喃喃地道，闭上了眼睛，明天还要早起。窦昭站在床边，望着躬身背对自己的宋墨，神色复杂，半晌才轻声地道，怎么能让你睡这里呢？还是我睡在这里，你到床上去睡好了。甘露用的是细布被褥，只铺了床后点的棉褥，他用的是绸缎，铺了好几层棉褥，非常的柔软。没事，我的未来女友。宋墨道，从前跟着大舅还睡过马棚，我不讲究这些的，你快去睡吧。窦昭站了好一会，才轻手轻脚的在楠木床上躺下。屋子里灯火通明，落针可闻，隐隐能听到响起了三更敲。窦昭却怎么也睡不着。现在能这样，以后呢？那宋墨的嫡子呢？可让他和宋墨同床共枕，前世的过往在他脑子里闪过，他还真鼓不起这个勇气。悉悉索索的，他又翻了个身，睡不着。以为已经睡着了的宋墨突然问道，打破了满屋的沉静。看见宋墨并不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对这件事无动于衷，窦昭心里好受多了。他呐呐道，那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宋墨不以为然地笑道，你不是说过吗？你可能不是个好妻子，但肯定会做个好伙伴的。我现在需要的是个好伙伴。是因为这样，所以宋墨才会选择新婚之夜歇在外间吗？窦昭不敢多想，他想自私点，先慰藉自己的心情，可不知道为什么他却越发的睡不着了。宋墨就和他倾天，我们家共分3路，中路是正厅，后面是上房，花园在东路，日常的起居在西路。我们的新房在西路的一制堂，是我从前居住的院子，只能随意的粉一粉，你若是觉得不好，等到了明天夏天再请工匠来修整一番好了。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搬到了东路那边的西厢院，二弟住在西厢院旁边的陆明轩，从前是祖父的画室，因养了几只鹿而得名。不过自祖父去世后，父亲就把陆明轩的鹿送到了京郊的田庄里饲养，10几年下来，竟然繁衍了上百头，反而成了家里的一项收益。至于上房，就这样空了下来。他絮絮叨叨的，让窦昭渐渐安静下来。窦昭很想知道严朝清为什么会帮宋墨准备鸡血，但又怕破坏了此时宁静，只好暂时把这个疑问压在心里。他把刚才有个小女孩在自己门前大喊大叫的事告诉了宋墨，道：他称你做3堂兄，又称公公为2伯父，难道是3叔和4叔的孩子？应该是3叔的女儿宋锦。宋墨想也没想，道：宋家子4凋零，她又是我们这一辈中独一的女孩子，不管是长辈还是我们这些堂兄弟都很让着她，平日里只觉得她有些娇气，却不曾想竟然变得如此跋扈。他语气微愠，丝毫没有怀疑窦昭所说的话，明天他若是为难你，你什么也不要说，只管微笑就行了，自有我出面。接着向窦昭介绍起有里的一些亲戚来，这些情况他在决定嫁给宋墨之后，第一时间找来了陈曲水询问，早就知道了。但宋墨那句你什么也不要说，自有我出面，却让窦昭中微滞，神色激动。两世为人，除了宋墨，还曾有谁对他说过类似的话？在宋墨清月如泉水的声音中，窦昭沉沉睡去。几家欢喜几家愁，窦昭和宋墨倒是安安心心歇下来。忙碌了一天的宋宜春此时却面沉如水的坐在书房的太师椅上，听着这淘气虫禀报这2天打听来的消息。窦家4小姐是在真定乡下长大的不假，和王右省的女儿是同水火也不假。窦家5小姐夺了窦家4小姐的未婚夫，这也是窦魏2家上上下下都知道的事。可没想到的是，因为姐妹一嫁，窦七爷把原本准备给窦家5小姐陪嫁的银票临时补偿给了窦家4小姐。说到这实在，淘气众不由蹙了蹙眉，低声道：听说窦家七太太为了这件事要死要活的，4小姐出阁的时候都没有出现。而且窦家七爷为了这件事还和窦家七太太吵了起来，还叫了王家的人去主持公道，就是窦阁老也惊动了。我来的时候，王家的人和窦阁老都还在静安寺胡同。我看那窦家小姐前脚出阁，后脚娘家就会闹腾起来，到时候只怕会成为世子爷的笑柄。宋宜春不悦，他希望给宋墨添堵，可不想让英国公府抹黑。宋宜春想了想，道：你让手下的人盯紧点，要是那边真的闹腾起来，就让那窦氏暂时别回门了，这样一来，大家知道窦氏娘家出了来，正好可以消弭一下那一台银票所造成的震撼。陶器重连连点头，和宋宜春商量。
我想去真定一趟。宋宜春很满意的淘气重的慎重，同意了，接着问起宋汉来。他这些日子功课如何？受宋宜春之托，淘气虫介绍了一位在翰林院任职的老乡，每隔10天就过来指点宋汉的功课。杜大人说，二爷很勤奋，照此下去，再过2-3年就可以下场试了。宋宜春听了很不满意，谁都知道功勋子弟是不会去参加科举的，那老头却偏偏拿科举说事，这不是唬弄他吗？他想到宋墨读书的那会，不管是哪个大儒叫宋墨，都说宋墨天资聪慧，生在英国公府可惜了。宋宜春的顿时有些恼怒，嗡声嗡气地对淘气重道：天色不早了，先生先去歇了吧。淘气重毕竟和宋宜春宾主20几年，知道宋宜春这是不高兴了，不禁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神色黯然地退了下去。宋宜春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想窦家的事。如果窦七爷真的和太太闹翻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勒令儿媳妇和娘家一刀两断，这样一来，宋墨就不可能得到窦家的帮助了。他越想越觉得这主意好，不过让谁去跟媳妇说好呢？总不能让他一个做公公的人去跟儿媳妇说吧。而且这个事还不能惊动宋墨，以宋墨的聪明，恐怕一听就知道自己打什么主意，到时候打草惊蛇不说，说不定还会让宋墨抓住机会和窦家走得更近了。这才深深地体会到身边没有个能办事的女人真是太麻烦了。宋宜春脑海中闪过蒋氏那娟丽的面庞，她不由打了个寒战，狠狠地甩了甩头，仿佛这样就能把蒋氏从记忆中驱走似的。而隔着英国公府2个方的济宁后，虽然已过3更，田氏居住的偏院却依旧点着灯，几个服侍田氏的婆子站院子中间，都有些不安地看着站在五廊里的魏廷珍的丫鬟。这个什么时辰了，大姑奶奶有什么事不能明天再说，非要这个时候问清楚的？有婆子不满的小声嘀咕。就是她的话引来了她们几个老姐妹的同仇敌忾，另一个婆子也不快的小声道，还把侯爷和少夫人也叫了去。大姑奶奶也不想想，就算侯爷有什么不对，可也到底是知应门庭的人了，又娶了少夫人，怎么也应该给侯爷留几分面子，这样当着少夫人的面教训侯爷，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看这件事我们得提醒提醒太夫人，不然这日子一长，少夫人肯定会对侯爷有所轻待的。想起刚才内室里传来魏廷珍姐弟胡含不清的争执，几个婆子不约而同的点头。而此时被几个婆子议论的魏廷珍杏目圆瞪的怒视着一言不发的窦明，那模样恨不得一口把窦明吞了才解恨似的。你是哑巴呀？他目露寒光地盯着嘴巴锯成了一条缝的窦明，低声喝道，我们家又没有人怪你，不过是问你几句话，你倒觉得我像是你的仇人似的，对我不理不睬不说，连自己的婆婆也不放在眼里。你带你姐姐嫁了过来，我们可有谁说过你的一句不是？谁知道你却是个不知好歹的，不要说恭谦温顺了，就是连做人的礼仪素养都没有。这就是你们北楼窦氏养出来的好闺女不成？明天我倒要去问问窦阁老的夫人一个道理，看是谁教你这么对待婆婆的。魏廷瑜看着神情恍惚的窦明，忍不住再次和姐姐起了争执。姐姐，您就不能少说2句？我不是早就跟您说明白了，那一台银票原是岳父给明姐准备的，明姐没用上，总不能让通德银楼白印一回吧？岳父就把那一台银票给了窦四小姐，您在这时胡搅蛮缠些什么？哪有像您这样说话的？怎么，现在有了老婆就没有了姐姐？魏廷瑜冷笑，振振有词地道，那银票原是给明姐儿，既然窦昭能把她的陪嫁要回去，明姐凭什么不能把准备给明姐的陪嫁要回来？就算不能要回来，同样是女儿，你岳父也应该给明姐准备一份才是。窦昭出嫁，她作为姻亲也去吃喜酒了。当她听到那一台银票的时候，一口气堵在胸口，差点闭过气去，席也坐不下去了，立刻差了个丫鬟去找窦明，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她一路心神不宁地回了济宁侯府，到3更鼓才在母亲的屋里等到了来给母亲晨昏定省的窦明确。只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呆呆的窦明就魂不守舍，飘飘然然的径直走了出去，那模样像个丢了魂魄的鬼似的，吓了魏廷珍姐和田氏一大跳。窦明觉得很累，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一台银票会变成了窦昭的。母亲一直在哭，谁劝也不听，父亲执意要把父亲送回王家，谁劝也不改口。大舅舅只把好父亲请到了书房里说话，最后却讪讪然地派人去给外祖父送信。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魏廷珍知道后，逼着她回娘家和父亲把那台银票要回来。她的婆婆听说了还不住地点头，说什么理应如此。要不是魏廷瑜帮她说了几句话，魏廷珍只怕早就下令让那粗使的婆子把她押回窦家了。念头闪过，
他想到了魏廷瑜。是啊，魏廷瑜呢？窦明睁大了眼睛四处张望，就看见了匆匆追出来的魏廷瑜。他哇地一声扑在了魏廷瑜的怀里，却听见魏廷瑜磕磕巴巴地道：你也别怪姐姐，她是为了我们好。你想想，就算是那台银票要了回来，难道我姐姐还能分一分银子不成？还不全都是你的？窦明张大了嘴巴望着丈夫，脸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疲惫了一天的汪少夫人正坐在镜台前浴妆，就看见喝得已有7、8分醉意的丈夫脚步不稳地走了进来。她忙站起身来，扶丈夫在临窗的大炕上歇下，又亲手斟了杯热茶，这才准备继续浴妆。谁知道却被丈夫一把拽住，笑着问起新娘子的事来。不管怎么说，宋嬷都差点成了他的妹夫。汪少夫人忍不住就笑了起来，把宋嬷怎么犯傻的事略带几分夸张地讲给汪清怀听。汪清怀猛地坐了起来，一身酒意霎时醒了6、7分，原来有些朦胧的眸子也立刻变得犀利锋锐起来。你说什么？宋彦堂竟然由着女方的全夫人摆布，这是一种尊重女方的做法。汪少夫人吓了一大跳，道：什么了？我可没有排边送世子，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张三爷，当时张三夫人也在场，还有陆大奶，她也在场。汪清怀没有作声，而是坐在那里发起呆来。汪少夫人看着十分的惶恐，好一会才小心翼翼地轻声问汪清怀：您怎么了？汪清怀苦笑一声，道：这个宋彦堂真是厉害，还好妹妹没有嫁过去，否则只怕是不死也要脱层皮。说着不禁长长的叹了口气，感慨道：以后谁要是把闺女嫁到宋家，给宋彦堂做继母，谁就是个二货。汪少夫人不明白，汪清怀却道：这些事已经过去了，不明白也没什么打紧的，只是有件事我要嘱咐你，你要么不和那窦氏来往，若是和那窦氏来往，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千万不要得罪了他。汪少夫人更胡惑了，可她向来对丈夫的话奉若轮音，见丈夫歇下也不多问，把丈夫的话记在了心里。汪清怀闭着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宋彦堂胆子可真大，不仅把皇上皇后都涮了，更是挖了个坑让自家的老爹跳了下去，连他们汪家也不能幸免，入垢做了他宋彦堂帮手。而看英国公今天的样了，好像还没有发觉似的。这还是因为有个孝字，让英国公占了大义，若是没有这个孝字，英国公会有怎样的下场？他不由得心中一寒，只是不知道窦氏姐妹一家与宋嬷有没有关系，不然事情怎么会这样巧呢？汪清怀能有今天，得益于他善于抓住机会。试想一个还不及弱冠的家伙，就有胆子并用能做成这样一件事，等过几年，形势更老练，心智更坚定了之后，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汪清怀想明白了这其中的关键之后，他决定利用妻子曾经在宋末婚的礼上担任过窦昭宾相的身份，去参加宋家的认亲宴。清少夫人愕然道：这不大好吧？妻子个性柔和，但并不是个有主见有头脑的女子，好在不管想不想得明白，都事事以他马首是瞻，倒不用汪清怀什么事都要向妻子解释一番。有什么不好的？他笑道：这红白事不就图个热闹吗？宋家人丁不旺，那么大个正厅，却没几个亲戚，怎么看着也有些冷清。窦氏进门，我们去凑个热闹，燕堂难道还会觉得我们太聒噪了不成？再说了，燕堂这2年拉扯着我做了2笔大买卖，你也是知道的，都是大手笔，这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断了。窦氏虽然出身名门，可到底是官宦之女，又从小在真定长大，对京都肯定不熟。你这个时候和她多走动走动，我也好和燕堂常来常往，以后有什么买卖，我也能分一杯羹嘛。总之是有百利无一害的事。汪少夫人不由掩袖而笑道：世子爷什么时候像个商贾了？重利轻离别。昨晚上还跟我说，若是和窦氏来往就姿态低一些，若是不来往就不要再打交道。睡了一晚上，世子爷就改变主见了，不仅把妾身给推了过去，自己也去给宋世子凑热闹了。汪清怀和妻子感情很好，因而并不介意汪少夫人时不时地拿他开玩笑。可听到妻子这番话，他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谁愿意拿自己去给别人做面子？可他这不是惹不起又不敢躲吗？他亲自去库房里选了套非常名贵的赤金镶红石宝头面首饰，作为给窦昭的见面礼。汪少夫人见这阵势，更就不敢马虎了，穿着件真红色的通袖袄，梳了牡丹髻，戴了点翠的珠花，手上更金银发廊的戴了5、6对手镯。汪清怀直皱眉道：人家是去看你呢，还是去看新娘子？哦。汪少夫人闻言，忙去换了件淡绿色的10样锦装花被子，戴了全套的珍珠头面，
待汪清怀点了头，这才和汪清怀上了马车，直奔英国公府而去。在大门口，他们遇到了张旭明夫妻。汪清怀一愣，但很快就满脸笑容地迎了上去。张旭明看到汪清怀，显然也很意外，竟然傻兮兮地问了句：“你们怎么也来了？”他和宋家还沾着亲，汪清怀和宋家却是打屁也不沾大腿的。汪清怀笑道：“我这不是想看看燕堂的新娘子吗？”张旭明哈哈大笑，和汪清怀一起往花厅去。汪少夫人见张三奶奶的面色不好，关心地和她寒暄：“昨天累着了吧？”张三奶奶摇了摇头，想到汪少夫人是个嘴紧的，不由低声抱怨：“你说我一个做平辈的，上面还有外祖母和我爹娘哥嫂，随意打发都是一对金簪或是2朵翠花就是了，季贤却非要我把前几日才新添的一只金步摇做见面礼，还赌气说什么不就是南边来的新样子，京都的银楼还都不会打吗？花了多少银子，我翻倍给你，气得我到现在手还发着抖呢。你说我是那小气的人吗？我这不是怕把我外祖母和爹娘哥嫂给压住了吗？”汪少夫人吓了一大跳。那只金步摇她也曾听说过，说是镶了各色的宝石，不仅贵重，而且罕有，整个京都仅此一只。前2天宣宁侯家娶媳妇，东平伯世子夫人还半真半假的向张三奶奶讨那只金步摇去做个样子，被张三奶奶笑嘻嘻的接了过去，没想到转眼就被张三爷逼着拿出来做了见面礼。他不禁想到自己手中那套头面相比之下，好像也没有那么名贵了。这都是些礼尚往来的事，你现在拿出来了，新娘子以后还是要照着还回去的。汪少夫人是个息事宁人的性子，劝着张三奶奶，何况新娘子的陪嫁丰厚，等闲的东西只怕也瞧不上眼，张三爷这不是要面子吗？一席话说的张三奶奶心头的气消散了不少。等进了花厅，他发现陆家亲眷早就都了，少不得要上前拜见，为汪少夫人引荐，一来二去的，时间飞逝。等到他斗着陆龟问他昨天得了多少分红的时候，领着宋墨夫妻去祠堂祭了宋宜春，和宋墨夫妻进了花厅。陆大奶忙招呼大家坐下，宋家3姑6眷的目光都落在了窦昭的身上。窦昭穿着新娘子穿着的真红色注丝通袖衫，乌黑的青丝挽了个牡丹髻，插了只金凤步摇，那金凤步眼睛是用红宝石做的，口中衔了颗菩提大小的红宝石，红宝石下又缀3串莲子米大小红宝石，如烈烈火焰般璀璨夺目，让人望之就难以一目。可偏偏窦昭生了双比这金步摇还要明亮生辉的眼睛，硬生生的把那红宝石的光彩压了下去，让人立刻注意到他雪白的肌肤、入鬓的长眉、高挺的鼻子、红润的嘴唇，还有耳上的明月当、指上的白玉环、腰间的翡翠进步。他身姿笔挺，眉宇间透着几分飒爽的英姿，步履稳重而不失轻盈，身姿婀娜而不失优雅，和形容屹立的宋墨并肩而立，如日明辉映，有着不分重薄的光彩。陆府里的夫人忍不住在心里喝了声彩，低声对身边的宁德长公主叹道：“这斗士倒让我想起蒋夫人来。”宁德长公主嘴角噙笑道：“当初蒋夫人可没有斗士这份沉稳，国公爷也没有燕堂漂亮。”围坐在2人身边的妇人们不由笑了起来，更有妇人赞道：“真是一对璧人，好多年都没有看到这样般配的人了。”陆老太太和宁德长公主不由微笑着颔首。宋茂春的妻子王氏就和宋逢春的妻子李氏不禁交换了个眼神。没想到新进门的窦氏不仅陪嫁丰厚，而人也长得如此漂亮，现在只能看她是否精明能干了。想到这里，2人不由齐齐地叹了口气。那边窦昭只看见满花厅的人，他不由暗暗奇怪，不是说宋家没什么亲戚吗？怎么来了这么多人？想归想，他还是认真地照着陆大奶的指点，和宋嬷先给宋宜春磕头敬了茶，然后又对着宋宜春身边的代表蒋氏的空太师乙磕了头。宋宜春除自己赏了他们2个分红外，还带蒋氏赏了窦昭一套金头面的首饰，7、8件珠玉饰物，个个珠光宝气，做工精美，一看就不是凡品。宋墨小声解释那是宋家的传家宝。窦昭朝着他笑了笑，然后认真拜见宋茂春给他引荐的那些亲戚，把脑海中的一个个名字和前面的人对上号，并没有注意到宋墨眼中一闪而逝的寒光。宋家还有几件诸如七彩宝石的项圈、黄豆米大小的金刚钻戒指、鸽子蛋大小的祖母绿坠子等，那才是真正的稀世奇珍，是宋家也视为珍宝的传家之物，父亲却没有拿出来。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宋墨心里充满了愤怒，抬眼却看见了窦昭含笑的面庞，莫名的他的心就安宁下来。不就是几件宝石吗？既然老祖宗能弄了来，难道他就不能弄了来？宋墨的心情渐渐平和下来，和窦昭一起给长辈们行礼。窦昭却看见了人群中的汪清怀国，他眨了眨眼睛，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人。他怎么在这里？前世他可从来没有听说过汪家和宋家有什么亲戚关系，难道是因此宋家当时落魄了的原因？窦昭在心里嘀咕着。宋茂春把一个高高瘦瘦的男孩子带到了他的面前。天恩，快给你嫂嫂行礼。窦昭顿时睁大了眼睛。宋汉，上一世被宋墨砍了4肢流血不止而亡的宋汉，他的五官和宋墨有5、6分相似，特别是脸型和鼻子，和宋宜春如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只是他目光闪烁，精神萎靡，看上去像没有睡醒似的。和神采奕奕的宋墨相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两人是兄弟。他情不自禁地回头望了宋墨一眼。宋墨正凝视着宋汉，目光中带着几分悲伤，几分黯然，几分无奈，几分自嘲。原来亲密无间的两兄弟却被自己的父亲人为的分开，渐行渐远。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让人觉得悲痛的事吗？窦昭轻轻地握了握宋墨的手，宋墨的表情柔和了不少。宋汉低头给窦昭行礼，小声地喊着嫂嫂。窦昭将事先准备好的文房四宝送给了宋汉。宋汉低声道着谢，躲到了一旁宋同春的身后。那畏畏缩缩的样子，哪里像英国公府的二爷？窦昭暗暗摇头，就看见一个比女孩子还要标致，让人雌雄难辨的少年贵公子走上前来。天赐哥，他直视着窦昭，显得有些无礼。这位就是嫂嫂吧？他给窦昭行礼，我是顾玉。窦昭在心底喟然长叹，上一世的会昌伯顾玉，他怎么会不认识？万太后的外甥，皇上的表弟，始终和宋墨沆瀣一气死党。就算宋墨被万人唾弃的时候，他也依旧坚定不移地站在宋墨的身边人。不论对错曲直，顾玉对宋墨的情谊都值得窦昭尊敬。他恭敬地给顾玉屈膝行礼，示意素心将那套备用的文房四宝送给顾玉做见面礼。顾玉很是意外，窦昭既然嫁给了宋墨，就是宋墨的妻子了。他就是再不满窦昭，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给窦昭使绊子，那不是让窦昭丢脸，那是打宋墨的脸。这个道理他还有懂得，但他实在是看不惯窦昭明明是个乡下姑娘，此时却在宋家众人面前仪态端严，像仁贵夫人般的模样。他站出来，只是想早点和窦昭见过礼之后就走，没想到窦昭竟然这样的礼遇他，无事献殷勤，一定没有什么好事。顾玉在心里嘀咕，见大家看着他们，他只好打消了立刻就走的念头，彬彬有礼地给窦昭还了礼，笑着接过窦昭的见面礼，高高兴兴地喊了声嫂嫂。顾玉退到了一旁。窦昭莫名其妙，顾玉站出来的时候还对他气势汹汹的，怎么一回功夫就变得文质彬彬了？前世的会昌伯顾玉那可是个脾气来了，连皇上的面子也不给得主，他可没那么自大，认为自己一个恭敬的府礼就会让顾玉对他有所改变。只是这件既无前兆也无缘由，窦昭就是想破了脑袋只怕也弄不明白，他索性不多想，笑着和宋墨的几个堂兄弟见了礼。据陈曲水给他的资料，宋墨的大堂兄宋钦和二堂兄宋铎都是宋墨的大堂伯宋茂所生。宋钦比宋墨大7岁，妻子谭氏，父亲是武成兵马司东城副指挥使。他今年4月已过了府试，但6月的院试却落了地，正在家闭门苦读，准备参加明年6月的院试。宋铎比宋墨大4岁，如今正跟着哥哥宋钦读书。宋墨排行第3，宋汉排行第4，排行第5的宋军是宋墨的三叔宋逢春的儿子，比宋墨小7岁。排行第6的是宋墨四叔宋同春的儿子宋耀。宋军和宋耀都还在总角之年。窦昭送给他们的见面礼是钱搭连，里面还各装了2张10两的银票。两个小家伙高兴极了，三嫂喊得震天响，惹了坐在西厅的女眷们不是朝这边张望。汪清怀就从角落里蹦了出来，宋墨看见他难掩其惊讶，很明显没有想到汪清怀会出现在这里。宋茂春更是不知道如何介绍好，好在汪清怀早有准备，佯作出副苦恼的样子，搔着头道：燕堂，我原本带了内人来想给你凑个热闹，没想到你们家有这么多的亲戚。他干笑了数声，十分的迥然。宋墨脸上却闪过一丝感激，笑道：承蒙师兄看得起，等会还请留下来喝杯薄酒。一定一定。汪清怀尴尬地笑着，心里却松了口气。窦昭却目露异色，前世汪清怀被人称宋谦逊有礼，这一世他却不请自来，一个人的性格会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吗？他不动声色地给汪清怀敬过茶，随着陆大奶去了西厅。因定国公府遇难，宋墨的外家没人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宋宜春又没有姐妹，宋宜春的外家就成了座上宾。窦昭被陆大奶带着，先拜见了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
两位老人家都慈眉善目的，说起话来也十分的和蔼可亲，一看就是那种读过书、性情淡泊、心胸开阔的人，窦昭很喜欢。之后他又拜见了陆家的众位亲戚。陆府里有2个儿子，一个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一个是陆战的父亲陆晨，陆里也只得了陆战这一个儿子，所以陆战今年虽然只有25岁，儿子陆龟却已经10岁了，女儿陆琪也有8岁了。宁德长公主这只也不过比陆府里那只强一点。宁德长公主有1儿1女，儿子陆石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陆涵，一个叫陆沁，都已娶妻生子。女儿是嫁给了永恩伯的侄儿，生了1儿1女，儿子冯绍，女儿也就是张旭明的妻子张三奶奶。这次陆家的人全到了，包括冯慧的父母和兄嫂。刚才给陆石他们敬茶的时候，陆涵、陆沁和冯绍都打趣了宋墨几句，看得出来宋墨和陆家的关系很好。年长的就敬茶收红包奉上见面礼，年幼的就见礼送红包奉上见面礼。张三奶奶不仅出手大方，送了织金步摇给窦昭，还拉着窦昭的手，让他有空的时候去景国公府做客，还道：我公公喜欢养菊花，我们府里的菊花在京都也算小名气。虽然过了秋桂飘香的季节，可正是冬菊盛开的时候。窦昭抿了嘴笑，心中却感慨万分。前世他就是因为去给魏廷瑜捧场，参加景国公府的菊宴受了风寒而病逝的，想不到今生既然又得到了邀请。而且他前世和这位景国公府的三奶奶可没少打交道。这位张三奶奶的眼睛一直长在头顶上的，见他都是鼻孔朝天的嗯一声，算是打过了招呼。两世为人，他却待自己如此的热情，这算不算是30年河东40年河西呢？宋家这边除了宋墨伯母和2位婶婶，就只有宋钦的妻子谭氏和谭身边一个12岁的小姑娘了。宋墨的伯母40来岁，长得胖胖墩墩的，看上去人很憨厚。三婶中等个子，人长得很漂亮，可惜颧骨有些高，给人种比较刻薄的印象。四婶打扮的花枝招展，看上去不过20出头的样子，目光不是落在窦昭头顶的金凤步摇上，就是落在腰间的翡翠进步上。谭氏不过17、8岁，模样秀丽，人很腼腆，跟着她身边的小姑娘长得和宋家三太太很像，有双明亮的大眼睛，看人的时候咕噜噜直转，一看就不是个安生的主。她不待陆大奶介绍，就朝窦昭喊着三嫂，大声地抱怨道：昨天晚上我去看您，可您的丫鬟把我拦在了外在，还说是奉了我三堂哥之命，我三堂哥从前从来不这样，肯定是您的那个丫鬟假传圣旨。花厅里一时间落针可闻，这个小姑娘肯定就是宋墨那个唯一的堂妹宋锦了。真有此事？窦昭笑道：我的丫鬟刚刚过来，还没有开始当差，要等下午他们过来了，我才知道是谁拦的你。你稍安勿躁，等我问过他们了，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你说好不好？言下之间是指宋锦说谎。宋锦脸涨得通红，窦昭冷笑，抬眼却看见宋墨正朝着他瞪眼睛，他不由得心时咯噔一声。昨天晚上宋墨嘱咐过他，让他什么也不要说，他自会帮他出面的，他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一个人孤独惯了，就会忘记身边还有个人。他讪讪然的笑，退后几步，站在了宋墨的身后。宋墨面色微霁，然后笑着问宋锦：你昨天和谁一起来的？怎么去了新房？宋锦立刻嘴巴一扁，委屈地道：我和爹爹、娘亲、弟弟一起来喝堂哥的喝酒，大家都说堂哥娶了个有钱的嫂嫂，我就想看看吗？他撒着娇。宋墨却看也没看宋锦一眼，而是温和对三婶道：三婶，我的婚礼是请了钦天监的监正和的八字，婚礼从陈设到礼数都是问过卦的，三婶主持钟会多年，这些讲究应该都懂才是，怎么让姐儿跑乱？我看姐儿身边服侍的人应该要换一换才好。姐儿今年也有12岁了，到了说亲的年纪，若是传出什么流言蜚语，可就不好了。宋三太太满头大汗，窘迫的连声称是，上前就要打宋锦。我让你胡说八道！宋锦抱着头就哭了起来。宋墨一把抓住了宋三太太扬起来的胳膊，目光清冷地盯着宋三太太。三婶，今天可是我的好日子，是三婶不好，是三婶不好。宋三太太连声道歉，低声喝着宋锦：你要是再哭，我就把你丢到湖里去喂鱼。宋锦吓得不敢哭了。汪少夫人忙上前打圆场：窦家妹妹，你可还记得我？我昨天给你当了宾相的，今天冒昧打扰，向你讨杯茶喝。窦昭也懒得去管那个宋锦，笑着上前取西行礼，喊着安姐姐。汪少夫人奇道：您怎知道我娘家姓安？露馅了。窦昭正要解释，一旁的宋墨已笑道：
是我昨天晚上跟卓经提起的汪师兄和我亲同手足，昨天多谢嫂嫂相帮。汪少夫人喜笑颜开，客气道：一点小事，不足挂齿。拿了见面礼给窦昭，窦昭给汪少夫人敬了茶，两人寒暄了几句。陆老夫人和宁德长公主就交换了个眼神，呵呵低声笑道：先还怕英国公乱点鸳鸯谱，如今看来是我们多心了。宁德长公主笑着点头，和陆老夫人商量：您看，过2天我们是不是请他们2口子到家里用个便饭？这是当然。陆老夫人笑道：我还有些话要嘱咐窦氏呢。眼看着已到了晌午，亲也认了，宋宜春吩咐开席。宋默去陪窦家来认亲的窦继昌和窦德昌等坐了，陆老夫人则接着窦昭，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身边。大家说说笑笑的，仿佛刚才的事从来没有发生。只有宋宜春神色恍惚，自己的这个媳妇好像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温顺啊。用过午膳，认亲的仪式也就结束了。宋默亲自将窦继昌等人送到了大门，宋家的3姑6眷则移到了东跨院的花园里。宋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由陆晨的妻子、陆石的妻子陪着，在花厅旁的暖阁里打叶子牌。张三奶奶的母亲冯陆氏领着陆涵的妻子、陆沁的妻子和宋家的女眷、云阳伯姑家的女眷一起在花厅里打马吊。至于陆晨、陆石等人，则由宋宜春和宋默陪着，在花园里听戏。顾玉拉了汪清怀、冯绍等人在山房里赌钱。窦昭跟在陆大奶奶身后，服侍着宁德长公和陆老夫人。汪少夫人就坐在长公主身边喝着茶。窦昭随手告诉陆老夫人打了几手牌，陆老夫人不由笑道：看不出来，燕堂的媳妇还是个高手。陆家的大太太和二太太嘻嘻笑望着她，神色和善。窦昭笑道：我娘家叔伯兄弟多，平日里聚在一起也常长叶子牌，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也懂了点。陆老夫人点头，笑着问起窦昭在娘家的生活起居来。若说今天来的亲戚里有谁最关心宋默，恐怕就是陆家的人了。窦昭也不隐瞒，捡了些自己在真定的趣事讲给2位老人家听，一时间暖阁里欢声笑语，十分的热闹。冯陆氏笑道：看不出来，燕堂的新媳妇还是个口齿伶俐的，刚进门就逗得我娘和长公主笑得合不拢嘴。我看啊，这以后燕堂的媳妇恐怕和蒋姐姐一样，总能讨我娘和公主的喜欢的。一面说，还一面瞥了陆涵的妻子陆二奶奶和陆沁的妻子陆三奶奶一眼。他说的蒋姐姐是指宋默的母亲蒋惠孙。两人笑笑没有说话。宋大太太和宋三太太闻言就交换了个眼神，不约而同借口要上茅厕，却凑在了花厅旁太湖石假山后面说话。今天一早是你去燕德原帖，宋三太太精明地道，他们2人如何？这本是婆婆的事，窦昭没有婆婆，宋宜春又不好过问，就请了宋大太太帮着查验原帖。2人昨天同了床。宋大太太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隐隐透着几分沮丧。我问过一致的小丫鬟了，都说燕堂歇在新房里。说到这里，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道：你也是的，安排谁不好？安排姐儿去试探他们，要是让燕堂起了疑心，迁怒于姐儿怎好？我看你得找个机会跟那窦氏解释解释才好。我何尝不知道。宋三太太闻言一肚子怨气，可三爷非要我安排姐儿去试他们，还说若是丫鬟，谁有这个胆量？要是弄巧成拙，可就糟糕了。现在倒好，姐儿被燕堂给惦记上了，若是姐儿有个什么3长2短的，我非和三爷拼命不可。宋大太太忙劝道：这倒不至于，燕堂虽然待人冷淡，却不是那斤斤计较的人，你跟姐儿嘱咐一声，让他以后可别乱跑就是了。宋三太太点头，讪然便道：这也是大伯说的，说二伯不喜欢燕堂，想好好栽培天恩，所以三爷才打定了主意，谁劝也不劝不回头。明明是老三夫妻自己想讨好二叔，却说是受了他们家大爷的指使。宋大太太听了非常的不满，可她向来不动声色，这次也只当没有听见。那宋三太太就道：我看那窦氏十分的大方，说话行事没有一点新娘子的羞涩胆怯，家里不会又出个蒋氏吧？我们没这么倒霉吧？宋大太太犹豫道，眼底闪过一丝阴郁，就算是这样，我们好歹也是她的长辈，不像蒋氏在的时候，抬眼却看见宋三太太朝她眨了眨眼睛，她立刻转了口风。你这件衣裳是哪里做的？挺好看的。瞧这蓝边，应该是南边来的新式样子吧？她的话音未落，宋三太太已笑盈盈地朝她道：四弟妹，你怎么也出来了？原来是她来了。宋大太太在心里冷笑，却笑着转过身去和宋四太太打着招呼。这会儿谁的手气最好？宋四太太暗暗撇嘴。
就知道这两个人一起不见了，没什么好事，果然躲在这里说悄悄话面。好像是陆家二奶奶手气最好。宋四太太笑道，我这回功夫就输了4-5两银子了，出来透口气，看能不能赚赚手气。这个陆二奶奶，我们每次和她玩牌她都是赢家，这次她要是再赢了，得让她请客才是。宋大太太说着，妯娌三人笑语殷殷的进了花厅。用过晚膳，家里的亲戚陆陆续续的告辞。陆老夫人、宁德长公主、汪少夫人都热情的邀请窦昭过几天到家里做客。窦昭笑吟吟的应了，把几个人一直到了垂花门，见他们上了马车，这才折了回去。顾玉几个赌得起兴，连晚膳也没有用。宋墨不放心，去了山房那边。窦昭想了想，径直往仪制堂去。素心就有些担心地道，你不去给国公爷请个安吗？我没有婆婆，世子又不在，国公爷那里我就不去了。窦昭笑道，若是国公爷要给我立规矩，自然会派了婆子过来说的。只听说过婆婆给媳妇立规矩的，还没有听说过公公给媳妇立规矩的。素心在心里暗忖着，和窦昭回了屋。因初来乍到，又不懂英国公府的规矩，窦昭不回来，素兰他们不敢乱动，已经在屋里枯坐了一天，见到窦昭，个个不由喜出望外。素兰更是拉着窦昭的衣袖道，小姐，您给我们分派点事做吧。窦昭不由哈哈大笑，知道宋墨被顾玉拉着赌博去了，他梳洗一番，换了件加长的墨绿色夹衫，依在楠木床上看书。素心抱了床崭新的大红色鸳鸯戏水的绫罗铺盖进来，一声不响地铺在了宴席室的大炕上。窦昭翻着书页，手不由得一顿，那套绫罗铺盖可是他的陪嫁。看样子素心他们都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没有和宋墨洞房了，他不禁轻轻地叹了口气。宋墨回了屋，窦昭起身服侍他梳洗。宋墨摆了摆手，笑道，不用，你看你的书好了，我平时也不要人服侍的。是吗？窦昭抿了嘴笑，侧耳倾听。不一会，盥洗室里传来哐哐当当铜盆落地的声音。他起身去了盥洗室，宋墨正狼狈地在那里拧着衣袖。窦昭吩咐素心去重新打盆水来，自己则给宋墨找了件换洗的衣裳，一声不吭地走了过去。来，把湿衣裳换下来。他帮宋墨解着衣带，天气越来越冷了，你小心着了凉。不用了，宋墨笑道，我自己来就行了，语气镇定而从容，带着他一贯的优雅。窦昭抬头望着宋墨，却发现他的耳朵通红，他笑着后退了一步，道，那好，我帮你把湿衣裳拿出去。不用了，宋墨笑道，让丫鬟来收拾就行了。没事。窦昭笑道，我打他去给你打水了。宋墨哦了一声，在窦昭的注视下，打着简单蝴蝶结的衣带原本略一用劲就可以松开了，却不知怎地被他越拉越紧，最后打成了个结。我来帮你吧。窦昭笑着上前。不用了。宋墨笑道，很快就好。额头上却冒出细细的汗来。这样的宋墨就像个在大人面前逞强的孩子似的，让他觉得非常的可爱。窦昭强忍着，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露出异样圆表情来。别乱动。他低声喝道，语气却出乎意料之外的异常柔和。我来帮你解。宋墨非常的尴尬，可落在他衣带上的手不仅白皙细嫩，而且还修长灵活，很快就把他弄得乱七八糟的衣带解开了。他迥然的笑，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好。窦昭仿佛没有看见，帮宋墨脱了衣裳，兑好了温水让他洗漱。宋墨拿着帕子，喃喃地说着多谢。不用客气。窦昭笑着走了出去。宋墨松了口气，窦昭却探头进来，笑道，两人在一起，不是为了让彼此觉得更舒适、更愉悦吗？宋墨愕然，继而若有所思。窦昭转身离开了盥洗室，朝着身后的人高声笑道，你洗完了早叫我帮你洗头。声音清脆悦耳，不知道怎么让宋墨想起了小时候养的那只黄鹂鸟。他不由微笑，高声道，我习惯洗澡之前洗头。那好吧。窦昭眉眼弯弯地走了进来，我帮你洗头。宋墨坐在了一旁的小屋子上。宋墨从盥洗室里出来，窦昭正和素心将床宝蓝色并蒂莲花的绫被铺在内室临窗的大炕上。听到动静，窦昭抬起头来，笑道，我晚上习惯了有丫鬟值夜，你不如就睡在内室吧。然后用一种调侃的语气道，总不能让你半夜起来给我端茶倒水吧？有何不可？宋墨挑了挑眉，含笑坐到了临窗的大炕上。你不是说两人住在一起，要让彼此觉得更舒适、更愉悦吗？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从容不迫。窦昭不禁莞尔，宋墨适应的可真快。这桩婚事决定的太匆忙，不仅是他，就是他也没有准备好。可他把他的铺盖从宴席室里移到了内室，他不动声色的接受，
这也算是个良好的开端吧。素心将温着茶水的小木桶放在了靠墙的长脊上，轻手轻脚地退了下去，带上了内室隔扇的门。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远处的亘古声清晰可闻。宋墨问窦昭：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都和你说了些什么？今天他们一个跟在宋宜春身后招待男宾，一个随着陆大奶奶招待女眷，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却连续个说话的机会也没有。认亲的女眷中，以宁德长公主为贵，陆老夫人为尊。如果窦昭能得到宁德长公主或是陆老夫人的认同，对他以后和功勋之家打交道及亲戚之间走动有百利无一害。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窦昭笑着，都是些家长里短。他能察觉到宋墨对陆家的重视，遂把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邀请他到家里做客的事告诉了宋墨，说到时候会给我送帖子的。宋墨心情舒畅。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都是那种看上去和蔼可亲，骨子里却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想到他们的认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能被两位邀请到家里做客，那就更不容易了。看来两位老人家很喜欢你啊。宋墨笑着，想到了母亲在世的时候也曾得到过两位老人家的喜爱，不由黯然神伤。如果母亲还活着，该有多好啊！想当初，母亲还夸奖过窦昭冰雪聪慧，若是母亲知道自己娶了窦昭，也会如宁德公主和陆老夫人一样的喜欢窦昭吧。他又想到那天在葡萄架下，母亲问他，我在真定遇到的小姑娘有多大？他却脱口而出道，人家已经定了亲。之后的很多个夜晚，他都曾悄悄地问自己，怎么会突如其来的说出那样一句不合时宜的话来。可他还没有找到答应，三舅舅去世了，接下来是一阵兵荒马乱，他的那点小心变得微不足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抛到了脑后。此刻想起来，难道那个时候自己就窦昭有了异样的心思不成？念头闪过，宋墨吓了一大跳。他情不自禁地打量窦昭。窦昭穿了件月牙色的绫缎中衣，靠在紫红色张绒大银枕上，漆黑的青丝整整齐齐地挽着个嘴儿，那嘴儿却乌压压的一大把，显得既浓密又丰厚。一看就知道他有把好头发，如果散开来，不知道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宋墨脑海里就浮出窦昭散着头乌黑亮泽的长发躺在床上的画面，黑的是他的青丝，白的是他的脸庞，紫红的他的枕头，那艳丽到了极致，透着几分妖艳，直直地撞在了心坎上，让他的心绪像拍岸的海涛般汹涌澎湃，不能自己。又突然间好像置身于火炉旁，脸滚烫滚烫的，烧得慌，而窦昭就是那火炉。他忙转过头去，道：严先生前天和我商量，准备在我们成亲的第二天带着仪志堂的人拜见你，我想把仪志堂的人好好介绍你认识认识，怕父亲一大早就派人来催我们去祠堂，就把时间改在了回门之后。我请了5天的假，后天下午才去宫中当值，正好后天上午有半天时间。在这之前，我们去母亲的坟上磕个头。宋墨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宋墨和宋宜春的关系肯定很紧张，但需要背着宋宜春把自己麾下的人介绍给自己，那就肯定不仅仅是在仪志堂当差的这些人了，甚至有可能是宋墨之所以能和宋宜春抗衡的暗中力量。窦昭非常的意外，又有些感动。宋墨此举不仅仅是把他当成了他妻子，而且还把他当成了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但想刚才宋墨扭过头来看了自己一眼，又很快地转过头去，一面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大通话，一面又有红晕从耳根一直染到面颊，他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把属下介绍给他的严肃性刹那间消失得无踪无踪。自己衣饰整齐，就这样瞥了一眼也闹了个大红脸，以后可怎么得了？他想到仪志堂虽然有7、8个丫鬟，可都是粗使的丫鬟，宋墨近身服侍的却全是些小厮，又有些释然，趁着他说话的功夫，随手披了件夹衣在身上，笑道：来日方长，也不用急着这一时，若是时间不够，以后再见你的下属也不迟。反正我和严先生也不是1次2次打交道了，有严先生帮忙，日常性的事务想必不会有什么困难。心里却想着今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宋宜春就派了个称为鲁嬷嬷的婆子来催他和宋墨去祠堂。还好他跟着祖母养成了早睡早起的好习惯，鲁嬷嬷来的时候他已经起了床，不然此时的英国公府恐怕上上下下都在传他怎么懒惰了吧。看样子宋宜春并没有因为是个男子就把目光放在庙堂之上，而是还停留在内宅。这件事虽然暴露出了宋宜春的格局，也给窦昭提个醒，他以后得多个心眼才是。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他们喜欢我肯定是因为你的缘故。窦昭笑道：你是不是从小就很得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的欢心？
说这话的时候，他骤然间意识到，蒋家示威，陆家就成了在道义上唯一能压制宋宜春的人。他顿时眼睛一亮，压着心中的兴奋道：世子，不知道宁德长公主和陆老夫人都喜欢些什么？我们去陆家做客，应该挑几件两位老人家喜欢的东西做礼物才是。这次宁德长公主给我的剑面是一对宝串，陆老夫人给我的剑面里是一对香宝项圈，都十分的贵重，我们也不可轻待了两位老人家才是。宋墨从小受到的教育和所处的地位都让他明白，庙堂之争才会影响生死。对于父亲那些小动作，他并没有放在眼中，偶尔觉得不胜其扰，却也懒得和他计较，因而从来不曾想过要和父亲过多地计较，更不要说用宁德公主和孙老夫人去压制父亲。他若想压制父亲，也只会去请陆副理出面。他还以为窦昭是因为新嫁入宋家，想和宋家的亲戚们交好。宋墨不由如释重负，窦昭应该没有注意到他的异样才是。你如果想知道，可以让严先生帮你查一查。他很快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笑道：我没有注意两位老夫人都喜欢些什么，特别是宁德长公主，从小生长在内廷，很难知道其喜好。窦昭就问宋墨：听说皇上吃饭的时候，不管喜不喜欢吃，每样菜都只夹3筷子，为的就是防止别人下毒，有这回事吗？他望着窦昭，眼睛亮晶晶的，闪烁着好奇的目光。宋墨失笑，心里却又觉得无比的温暖。你听谁说的？简直是胡八说道。皇上和内廷有分位的贵妃们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大家平时都吃小厨房、御膳房的那些菜，大家都只当摆设。我在本野史上看到的。窦昭像和素心他们说话一样，觉得惬意的时候就趴在大营枕上，也就是说不全是杜撰的了。因为书主说皇上通常都吃不饱，就私下的吃小厨房，歪着脑袋趴在枕头上，一边的脸被压得红红的，这样的窦昭少了几分平日的飒爽，却多了几分他从不曾见过的俏皮，让宋墨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侧身枕壁，望着窦昭，笑道：这是你说的，我可没有说过，你这个人真没意思。窦昭笑着和他打趣，难道就没有失言的时候？屋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的温馨，宋墨的心也跟着变得非常柔软。他故作沉吟地道：我不知道自己说不说梦话。窦昭忍俊不禁，突然哐当一声巨响，窦昭吓了一大跳。宋墨已一跃而起，身手十分矫健，两人都屏息倾听。窗外呼啦啦一阵风声，伴随着哐当当风吹着窗户的响动，两人不禁相视而笑。是起风了。宋墨披了外衣，我去看看。你小心点。窦昭道：这么大的风，明天恐怕要变天了，让他们注意一下，小心树断了压塌了屋顶。英国公府便植大树。好。宋墨笑着出门喊了当值的素心过来陪着窦昭，自己叫了陈和，不知道去哪里了。窦昭趴在床上，听着外面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觉得自己好躲在结实的大船，任他风吹雨打，都会有人在沉船的时候把自己叫醒，不用害怕随着船一起沉下去。迷迷瞪瞪的，他睡着了。半梦半醒中，好像有人在他的身边道：别把他吵醒了，让他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外面果然疯狂宇宙。宋墨已经醒了，正坐在炕上看着什么，见他醒过来，笑道：还好你昨天提醒，花厅那边一株100年的梧桐树断了。他啧啧道：树中间全都空了。窦昭笑道：最怕这种100年的大树了，看上去粗粗壮壮的，中间却全都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来。他说着叹道：可惜今天要回门，也不知道路上好不好走。我已经让人去探路去了。宋墨笑道：你快点梳洗，我们去给父亲问了，就去静安寺胡同。窦昭和宋墨正在给宋宜春问安，来窦昭回门的窦继昌到了。宋宜春满腹的话只好闷在了肚子里，匆匆交代了窦昭和宋墨几句，就让他们出了门。风吹着倾盆大雨如潮水般一阵阵地涌过来，抄手游廊像被水洗了似的，更不要说走在上面的人了，鞋袜和衣居立刻会被淋得透湿。大家披着蓑衣，穿着木屐。窦昭比平时又高了几分，素心吃力地帮他打着伞。我自己来吧。窦昭笑着伸手去接素心的伞，却有双晶莹如美玉般的手伸了过来，赶在他前面接过了素心的伞。窦昭愕然地抬头，看见宋墨淡淡面孔。我来吧。他不动声色地持伞，揽着窦昭的肩膀朝外走去。给宋墨执伞的陈和不知道如何是好，愣了半天才追上去。窦昭骑宋墨的耳根，他略轻就可以靠在他的肩膀上。两世为人，窦昭从来都是那个持伞的人，何尝有人这样为他持伞？他半天没有回过神，懵懵懂懂地朝前走着，
等他反应过来，他已站在了门前的马车前，车夫已放好了脚凳。宋墨略一犹豫，扶了窦昭的手，道：快上车，小心淋湿了衣裳。将伞移到了脚凳上，竟然要亲自服侍窦昭上马车。豆大的雨点落在了宋墨的脸上，窦昭忙弯腰钻进了车厢。陈和跑了过来，双手高举着桐油伞，为宋墨挡风遮雨。宋墨把伞递给了身边的武仪，上了马车。素心几个面露异样的表情，低下了头，鱼贯着上了后面的马车。看到这一幕的窦继昌脚步微滞，他有些意外。京都谁不知道英国公府的世子爷出身显赫，性子清冷，不易接近，没想到他却能放下身段照顾四妹妹，可见在清冷的男子，在妻子面前都有柔情的一面。他笑着跳上了窦家的马车，雨落在车顶噼噼啪啪的作响。窦昭望着没有一滴水渍的衣裙，心中很是感慨，真诚地向宋墨道了声多谢，递了帕子给宋墨，示意他擦擦脸上的雨水。宋墨笑着接过了帕子，很普通的白色的绫缎，在一角绣着丛素兰，这让他想起窦昭的花圃。宋墨擦了擦脸，帕子上有淡淡的香味，像是兰香，又像是茉莉香，再仔细一闻，又好像玉簪花香，非常的清雅。他把帕子塞在了衣袖里，撩了车帘，透过镶着玻璃的车窗朝外望。你要不要回趟真定？路上没有什么行人，狂风骤雨吹打满地的落叶，显得有些狼狈不堪。窦昭眼睛一亮，可以吗？什么事，只要想，总是能抽出时间来的。他回头，眼睛在光线有些暗淡的车厢里熠熠生辉。亮如星子也是。窦昭失笑，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如果宋墨能和他一起回真定就好了，让祖母见见宋墨也能放心些。可宋墨在金吾卫当值，未必走得开，这件事还得从长计议。我到时候和严先生商量吧。他笑道，国公爷那边也得有个交代才行。宋墨点了点头，心里有些伤感。如果母亲还在世，有母亲帮窦昭挡着，窦昭又怎么会想回趟真定都这么困难？他不由握了握拳。窦昭见他情绪有点低落，笑着凑到了车窗前。这秋雨，下一场天气就冷一场。他问他，我们这是在哪里？前世，他虽然在京都住了10几年，可也不过对富贵坊周围比较熟悉。我们在安定门大街。宋墨说着，若有所思，吩咐车夫走江米巷去静安寺胡同。车夫傻愣了半天，这才高声应是，进了旁边的一个小巷。窦昭好奇道，为什么要走江米巷？是不是走江米巷离静安寺胡同近一些？下次他回娘家就知道该怎么走了。比走黄墙北街远大约半个时辰。宋墨笑道，不过6部衙门、5军都督府都在那边，你可以看看。窦昭迥然。宋墨把他当成了没出过远门的深闺弱质了，但宋墨细心地带他去转悠，还是令他心情大好。跟着他们马车后面的窦继昌却是满脸的困惑，宋墨他们怎么改到筑南走啊？这可是越走越远了。再一看，车马慢慢地停了下来，在翰林院、上林院监、太医院等衙门伫立了片刻，才徐徐地朝前驶。他不由问跟车的护卫，他们在干什么呢？护卫也不知道，忙过去问了一声，回来禀道，世子爷正告诉四姑奶奶6部衙门在哪里呢。窦继昌愕然道，6部衙门与五妹妹有什么关系？护卫摇头，显然也很纳闷。倒是窦继昌的小厮猜道，姑奶奶刚到京都，平日难得出趟门，就是出门，不是在几个寺庙里转悠，就是在那南大街、鼓楼大楼的那几家卖绫罗绸缎、金银首饰的铺子里转悠，想必是世子爷有意让四姑奶奶开开眼界。窦继昌恍然大悟，又忍不住笑道，也亏他想得出来，竟然带着妻子来看6部衙门，又不是儿子，要激励他参加科举。好在今天风大雨大，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又是回门的日子，没什么时间限制。窦继昌懒得打扰他们，躺在马车听着雨声，走走停停，多花了半个时辰才到静安寺胡同。窦家的亲戚都到了，听说窦昭他们到了，迫切想知道女儿过世好不好的窦世英不顾窦世书的阻拦，到大门口迎接。宋墨下了马车，接过陈和手中的大伞，挡在风口，扶着窦昭下了马车，自己的衣摆却被淋湿了。匆匆赶过来的窦世英看着不由喜笑颜开，不待宋墨站稳，就上前携了他的胳膊，快到屋里坐，这雨太大了。又高声吩咐高升，快去找件干净衣裳给四姑爷换了。十分的热情，就是宋宜春和宋墨关系没有破裂的时候，也不曾这样情感外露的对待宋墨，竟让宋墨一时间有些傻眼，片刻后才缓过神来，忙恭敬地谢窦世英道谢，多谢岳父大人。窦世英望着眼前玉珠似玉的宋墨，想到刚才他扶着窦昭的样子，
真是越看越满意，越看越觉得顺眼。一面拉着宋墨往花厅里去，一面笑呵呵地道：一个女婿半个，你不用和我这样客气，只要你们夫妻和美，我看着就高兴。宋墨想到窦昭出嫁时窦世英的眼睛，心顿时软了下去。他恭谨的应是，和窦世英进了大门。高升捧着一叠衣裳跑了过来：老爷，这是您前几些日子做的新衣裳，都还没来得及穿。他气喘吁吁地道：您看哪件合适？窦世英就挑了件紫红色的宝香花柱丝直多，对宋墨道：先去换衣服，这秋天的雨，伤人，小心淋病了。望着那艳丽繁复的花纹，宋墨额头和窦昭都不禁额头冒汗，前者是因为嫌弃这衣服华丽外露，又因为是窦世英所为，不敢辞；后者是没有想到父亲竟然做了件张扬的衣裳。宋墨由高兴陪着去换衣裳，窦昭忍不住道：现在还流行宝香花的面料吗？宝香花的布料什么时候是流行布料了？窦世英反问。窦昭无语，只能在心里嘀咕，但以您的年纪，这也太花哨了些。念头刚刚在心头掠过，就看见宋墨跟着高升走了过来。紫红色的织锦，用金丝银线绣各式的花卉和花草图案，五彩斑斓，色如流霞，映衬着宋墨白皙至无瑕肌肤，如那姹紫嫣红中的一点素，有种纤尘不染的高华和金贵。窦世英不由得眼睛一亮，道：这件衣裳倒挺合适你的。不待宋墨说话，已抬脚朝前走：我们去花厅喝茶，去家里的亲戚早到了，就等着你们了。宋墨不自在地理了理衣袖，可当他抬脚的时候，已变得泰然自若，跟着窦世英去了花厅。窦世书和窦世恒坐在中厅的太师椅上，和魏廷瑜说着话，窦文昌几个则神色谦恭地站在旁边听着，季氏和武太太等女眷则围坐在西厅的圆桌前。窦文昌的两个儿子，季昌的两个儿子和窦伯昌的女儿，则由一大群丫鬟婆子服侍着，在花厅里嬉笑打闹着，到处洒落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见窦世英和宋墨、窦昭走了进来，窦世书等人打住了话题，婆子们也忙把几个孩子抱到了一旁。花厅里霎时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宋墨的身上。宋墨从容的微笑，跟着窦世英拜见了窦世书和窦世恒。一旁的魏廷瑜望着穿着端庄大方又不明艳的窦昭，眼神显得有些热烈。窦昭却无意和魏廷瑜多说什么，低眉顺目地跟在宋墨身后，给窦世书和窦世恒行礼。魏廷瑜摸了摸头，神色尴尬。不知道什么时候，窦明走了过来，他拉着魏廷瑜的衣袖，悄声笑道：侯爷在看什么呢？他瞥了眼看也没看他们的窦昭，视线却停留在了宋墨的身上，这就是英国公府的世子，他竟然长得如此惊艳。窦昭可是比他还大1岁，他会瞧得上窦昭吗？窦明难掩其惊异和震撼，朝窦昭望去。窦昭安静地站在宋墨的身后，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和内敛。窦明目光微闪，看见宋墨朝着丈夫拱了拱手，笑着称了声佩锦，没有用敬语。魏廷瑜苦笑，称了宋墨一声姐夫。哥哥，他还真叫不出口。宋墨微微的笑，显得很谦和，年华未白诺未央。窦世英很满意，两个女婿都出身显赫，却能以妻族之礼相见，这既是对女儿的尊重，也是对窦家的尊敬。因窦家的家祠不在京都，他领着宋墨和窦昭去了正厅，给窦家祖先的影像磕了头，上了香，就算是祭拜过了祖先，禀告了喜事。之后又领着他们重新回了花厅，给窦世书等人磕头，正式认亲。或者是考虑到英国公府乃钟鸣鼎食之家，金银有价书无价，窦世书的见面礼是本钱朝刻印的春秋，窦世恒的见面礼是套四书注释，窦文昌、窦伯昌等做兄长的，或送几锦墨，或送诚心纸，或送玉笔玺，或送发廊暖墨炉，都是些读书做学问的物件。窦昭抿了嘴笑，宋墨就瞅着没人注意的时候，悄声问窦昭：你笑什么？窦昭瞥了奉命在一旁捧见面礼的陈和一眼，低声笑道：你可以去考状元了。宋墨望着那些文房四宝，忍不住眼底含笑。见过了比他们年长的，就是比他们年幼的，或是晚辈了。魏廷瑜摸了摸衣袖中的红枫，不知道拿出来好还是不拿出来好。按理宋墨虽然是姐夫，但他比宋墨先成家，这个时候他给宋墨见面礼是礼数，不给也说得过去，却显得有些畏缩，小家子气。可刚才窦家的人都送的是些不好用钱衡量的东西，他那200两银票的红枫拿出来，不免有些俗气。犹豫中，宋墨已笑着朝魏廷瑜依了依，掏出一个红枫递给了魏廷瑜。魏廷瑜望着排在自己之后的几个小屁孩，脸色涨得通红，正要拒绝，宋墨已不由分说地将红枫塞到了他的手里，笑道：你我也不是今天老打交道，快拿着。
让魏廷瑜想起了之前宋墨关照他，让他跟着顾玉做河工生意，分红的时的口吻。他不由得一愣。宋墨已笑着弯腰摸了摸窦继昌的长子窦启仁的头，递给了他一个分红。窦启仁大声地喊着多谢四姑父，雀跃之情溢于言表，让宋墨的笑意更浓了。窦继昌的次子窦启富则不待宋墨掏出分红就嚷了起来，四姑父，还有我，还有我。肥肥的小手快要伸到宋墨的脸上去了。我记得还有富哥。宋墨呵呵地笑，掏了个分红给他。窦启富欢呼一声，接过了分红，迈着肥肥的小腿朝西厅的窦静元跑去。姐姐，姐姐，我得了分红。窦静元是窦伯昌的女儿，她闻音而动，噔噔噔地跑了过来，拉着宋墨的衣襟道：四姑父，您没给我分红。那软糯糯的声音，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都让宋墨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好，好，好。宋墨笑着抱了窦静元，递给了他2个分红。窦静元嘻嘻地笑，得意地朝窦启仁和窦启富扬着手中的分红。窦启仁和窦启富一右一左地抱了宋墨的大腿，高声喊着四姑父。我也要2个，我也要2个。窦昭的人都满脸尴尬，3个人的乳娘更是抬不起头来，上前哄着几个孩子。宋墨却笑着阻止了几位乳娘，本是凑个热闹盛唐，不必如此拘谨。又掏了2个分红补红了窦启仁和窦启富。窦启仁和窦启富欢呼不已。窦静元不依了，嘟着嘴道：我也要1个。宋墨竟然又给他补了1个。窦静元喜笑颜开了，窦启仁和窦启富却傻了眼。武太太红着脸狠狠地瞪了自己的2个媳妇一眼。郭氏一个机灵，忙上前抱了窦静元，笑着叮嘱窦静元：还不快谢谢四姑父。多谢四姑父。窦静元置声置气地道，讨好地对宋墨道：四姑父，你过年的时候到我们家去玩，我让祖父给你写春联。他从小看到很多人到家里求窦氏书的春联而不得，在心里认为这就是世上最好的东西。说的窦氏书都坐不住了，起身朝着宋墨拱手：见笑了，见笑了。宋墨却笑道：难道静姐一片心意，到时候武伯父可不能推辞哦。窦氏书有些意外宋墨的随和，随即笑了起来，谦虚地道：只要世子爷不嫌弃就好。宋墨笑道：早就听说武伯父的字飘逸俊秀，一直无缘相见，这次还是借了静姐的福缘，才能向武伯父讨副春联，怎敢有嫌弃之说。窦氏书还要谦逊。窦氏恒不耐烦地道：一家人这么客气干什么？你要是想向武哥讨几幅字画，只管上门说一声就是了。不过武哥的字一半得益于他少时的勤奋，一半得益于他现在是内阁大学士，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一席话说的众人忍俊不禁，窦氏书更是笑着摇头叹道：哪有自家人拆自家人的台的道理。然后和宋墨聊了起来，我听翰林院的几位老先生说，你的字也写得不错，皇上还让人帮他抄佛经，你师从何人？都读了些什么书？师从忠义公。宋墨正色地道：跟着忠义公读春秋，诸子百家，浩如瀚海；四书五经，好守穷弘。就算是要参加科举的士子，也不可能做都熟读，通常会从中选一本作为自己的主修的方向。而忠义公更是当世经学鸿儒，几位皇子的授业师傅，3年前去世，得了忠义的谥号。看来我这本春秋还送对了。窦氏书捏须而笑，看宋墨的目光就如同发现了自己的同类般，有了微妙的变化。窦氏恒的表情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道：春秋冗长难记，现在的人为了早日中举，已没几个人能耐得下心读春秋了，没想到你竟然读春秋，他就是读的春秋。宋墨笑道：我又不用科举，慢慢的读就是了。窦氏恒却点头，这样已经很难得，竟然揽了宋墨的肩膀要和他坐下来说话。季氏不由得哭笑不得，忙笑道：老爷，您有什么话，改天再请世子到家里道说也是一样。今天还是让世子先见见五嫂和几位侄儿媳妇。窦氏恒哈哈笑，再拍了拍脑袋，一面笑着道：看我这记性，一面越俎代庖地拉了宋墨，向他介绍武太太。因为孩子们的一番插科打诨，大家笑盈盈地站在一起，少了几分他们进门时的木肃，多了几分热闹喜庆。窦昭和宋墨给武太太磕过头后，武太太亲自携了窦昭起来，递给了窦昭一个红漆描金的匣子，笑道：是对碧玉簪，祝你们相敬如宾，白头老道。相比之前拜见窦氏书等人，亲切而又友好，视你如命。宋墨和窦昭忙向武太太道谢，给六太太磕头。季氏应送给他们的见面礼是做小小的字铭钟，真漂亮。窦昭十分的喜欢，连声道谢。季氏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帮窦昭整了整衣襟，就退到了一旁。
窦明看着不由眼睛一红，想到了自己3天回门时，窦氏叔那看似亲切却骨子里透着几分漫不经心的倨傲，想到了窦氏叔等长辈打赏给魏廷瑜和自己那包着100两银票的分红。同样是出嫁的女儿，凭什么把她和窦昭区别对待？他看了魏廷瑜一眼，魏廷瑜站在无人的角落，神色略带几分迥然地笑着。窦明紧紧地咬了咬唇，他喊着宋墨姐夫，娇笑道：“您和姐姐给我准备了什么见面礼？”宋墨笑着递了个分红给他，然后笑着逗窦静媛：“静姐得了我的分红，还没有给我行礼呢。”窦静媛捂了小嘴笑，恭敬的宋墨和窦昭行了礼，高声忙过来请大家到东厅坐席，酒菜都准备好了。大家笑着去了西厅，没有谁去理会窦明。窦明冷笑，挤在窦昭身边坐了。窦昭只当没看见，不紧不慢地答着武太太的话：“仪志堂景致优美，世子又一直住在那里，若是要搬家，千头万绪，只怕没有2-3个月搬不完，还不如就住在仪志堂。”武太太点头道：“这样也好，你公公正值盛年，说不定哪天就会续弦，你们住在仪志堂，和他隔得远远的，也清静些。”季氏见窦明支了耳朵听，笑着给武太太斟了杯酒，道：“英国公府的内院再大，难道能比西窦大？寿姑既然能主持西窦的钟会，还主持不了英国公府的钟会。就算他有什么事拿不定主意，不是还有您吗？您就别替他担心了，他的日子好过着呢。”打断了武太太的话，又吩咐丫鬟去看看还有几道什么菜，和武太太说起春芳摘的干果。武太太就说起席面上的福菊来，他们的那个福菊好吃，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季氏却笑道：“我瞧着没有福建菊饼好吃。”把话给岔开了。窦明知道季氏这是防着他，他就轻轻地踢了韩氏一脚，低声道：“你婆婆还挺难伺候的。”韩氏悄悄挪了挪身子，和窦明拉开了一个并不明显的距离，小声笑道：“我婆婆挺好的呀，只是季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罢了。”她从前同情窦明没有疼爱，可自从发生了姐妹议嫁之事后，她觉得自己从前太天真了，把一些事情想得太简单。窦明没有注意到韩氏的异样，隔着屏风而坐的窦氏叔等人正在问宋墨话，他听得全神贯注。当时父亲是想请于大人给我启蒙，谁知道于大人再三推脱，怎么也不答应。宋墨笑道：“正好那天在翰林院遇到了皇上，见父亲气急败坏的样子，皇上就问了一句。父亲正在气头上，把于大人好一通抱怨。皇上听了哈哈直笑，说于大人是头倔驴子，与其让他把我给教成了头小倔驴，还不如另择名师。当时忠义公正陪在皇上身边，皇上就指了忠义公给我启蒙。我从此每天寅时进宫，有时出宫，跟着太子和几位皇子一起读书，直到10岁时，忠义公因疾致仕，才能安安生生的睡个囫囵觉。”他语气轻快，听不出一丝的不满，反而带着几分怀念和惋惜，让窦氏叔等人不住的点头，觉得这样才是求学应有的态度。我就说，你怎么会拜在忠义公门下的了？窦氏横笑道：“原来如此，这也是你的造化了。”然后问起太子和几位皇子来，学问如何？宋墨怎好评价，笑道：“比我要好一些。”窦氏恒还要再问，窦氏叔却认为此时不是议论此事的时候，笑着接了话茬，说起如今已是掌院学士的余力来，令尊倒是有眼力。于大人的学问是1等1的好，可这脾气也是1等1的固执。皇上让他去主持编撰文华大训，倒也算是人尽其才。结果这话题又偏到了皇上有识人之明上去了。窦氏恒甚至道：“于大人年纪大了，精力不济，听说皇上有意要换人主持编撰文华大训，以于大人的性子，虽然会心中不快，可若是皇上开了口，定会答应的。也不知道会是谁接手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窦世英显然也听说了，笑道：“反正以你我的资历，这翰林院掌院学士之职怎么也不落不到我们的头上。”窦氏叔显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传言，他不由眉头微蹙，道：“你们是听谁说的？”窦氏恒笑道：“出处已不可查，翰林院已经传遍了。”窦氏叔面对2个大大咧咧的弟弟，不由抚额。若是翰林院掌院学士要凭资历才能当上，那些比掌院学士资历还深的老翰林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渴望着坐在旁边桌上，目光炯炯的听着他们说话的窦文昌等人。窦氏叔欲言又止，宋墨见了微微一笑，道：“多半是因为上次皇上召见于大人，听说于大人患有风湿，近年越来越厉害，左手小指已不能伸直，皇上体恤于大人，春秋已去，免了其大朝会，才会有此言传出来。”他说着调侃道：“著书立说是世子们一辈子的荣誉，何况是一本能让皇上做续刊行的书。”
于大人就是在清正廉洁，不练权柄，恐怕也不会在此时致仕。岳父大人和六伯父倒不用急着准备成仪。窦士英哈哈大笑道：此言有理。窦士恒不禁露出欣赏的目光来，窦士书则是眼睛一亮，捻须含笑。魏廷瑜坐在一旁，全然插不上话。同样关注屏风外面动静的还有窦昭、舅母和赵章如。舅母闻言松了口气，赵章如却朝着窦昭眨了眨眼睛，和他耳语：姑父给你找的这个小女婿不错啊。窦昭纵然两世为人，也不由得面色微驼，夹了块春卷放在赵章如的碗里，嗔道：全是你喜欢吃的，还塞不住你的嘴，一介大魔神。赵章如小声嬉笑，窦明却是脸色发青。用过午膳，窦昭和宋墨要去槐树胡同给因为是双居而不方便出现这种场合的二太夫人磕头。武太太自然是要陪同的，窦士英想到二太夫人是力主窦昭嫁到季家去的，老小，万一二太夫人给宋墨脸色看，自己跟过去也可以打个圆场。窦士恒则想着窦昭三朝回门，他们全都是请了假的，既然如此，不如趁此机会过去看看母亲。只是这样一来，季氏也得跟过去尽孝了。窦氏叔索性建议大家都去槐树胡同用晚膳，难得大家都在，让母亲也高兴高兴。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冒雨去了槐树胡同。窦士英在窦昭婚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硬，让二太夫人心里七上八下的，不敢肯定窦昭会不会带了夫婿来给他请安，正坐立不安的在家里等着，突然看见一大群人过来，他顿时喜出望外。特别是看到了如珠玉在侧的宋墨，他止不住心中的惊讶，望了望窦昭，又望了望宋墨，神色微暗，在心里长长的叹了口气。如果他是窦士英，也会抓住宋墨不撒手的吧。武太太却怕二太夫人说出什么破坏气氛的话，忙扶着二太夫人上了临窗的大炕，又吩咐柳嬷嬷拿蒲团过来。四姑爷和四姑奶奶要给太夫人磕头了。柳嬷嬷早就准备好了，武太太的话音未落，她已笑着将蒲团放在了二太夫人面前。窦昭和宋墨给二太夫人磕了头，二太夫人送了对琉璃杯给两人做见面礼。这种琉璃杯在外人看来很稀罕，可对于和季家是姻亲的窦家人来说，却只是比较值钱而已。但看在那些惯于揣摩主人心思的仆妇眼里，却是相视一笑。前些日子五姑爷和五姑奶奶来给二太夫人磕头，二太夫人赏的是140两银票，怎及得上这对琉璃杯体面？招待窦昭和宋墨的茶还是原来的茶，糕点还是原来的糕点，不过是笑容更殷勤了，声音更柔和了，态度更小心翼翼了。窦氏叔请了窦士恒、窦士英、宋墨和魏廷瑜到书房里说话，其他人都没有份，只是他最后一个邀请的魏廷瑜，而且在邀请魏廷瑜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魏廷瑜没有什么感觉，可从小生活在众人目光之中的窦明却看得明白。他脸色发白，见二太夫人拉着窦昭的手，大家众星拱月般的围坐在两人身边，笑吟吟的说着闲话。他悄悄地去了书房外的五廊。窦氏叔在和宋墨闲聊，说话的内容竟然是内阁中几位大学士的轶事。宋墨不时地补充几句，显然对这些大学士都非常熟悉，而且他补充的都是皇上或是太子或是王公重臣对几位大学士的肯定，这让窦氏叔的兴致更高，就连窦士恒和窦士英也加入了讨论。他始终没有听到魏廷瑜的声音。从槐树胡同出来，窦明就跟魏廷瑜商量，你也去金吾卫之类的地方谋个差事吧。魏廷瑜看着他的目光像看着个要糖吃的孩子，带着几分宠溺，哪有那么容易的？金吾卫是亲卫，人员是有定数的，没有位置空出来，就是花钱也没用。窦明咬着唇道，那宋彦堂怎么能进金吾卫？他不一样大艺术家。魏廷瑜语气里透露着连他自己也没有察觉的羡慕，他一出生就有正四品的袭职，进金吾卫是皇上钦点的，一进去就是正三品的指挥使，原来的金吾卫前卫指挥使因此被调到了河南都司人副指挥使，人家还是靖江侯的嫡次子呢，还不是得乖乖的给他腾地方？除了皇上，谁能有这样大的手笔？窦明脸色涨得通红，不甘地道，那就没有其他的法子了。有啊。魏廷瑜觉得难度很大，凭自己的能力根本不可能办得到，因而说起话来十分的轻松。走通了兵部、吏部和五军都督府的路子，等到金吾卫调整的时候，就可以谋个差事了。窦明没有说话，心里却盘算着，吏部那边有五伯父的关系，可以让父亲去打个招呼；兵部有外祖父的关系，可以让大舅去打个招呼。只是五军都督府那边不认识人，可事在人为，外祖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和那些总兵、总督什么的，多多少少也应该有几分交情，人托人，总能托到几个熟人。想到这里，他心中大定，
吩咐车夫去柳叶巷胡同。魏廷瑜吃了一惊，道：我们去柳叶巷胡同做什么？这件事八字还没有一撇，若是不成，竹篮打水一场空，岂不让人更失望？窦明决定暂时不把这件事告诉魏廷瑜，道：父亲说等姐姐3朝回了门，就把母亲送回柳叶巷胡同，我想去向外祖母讨个主意。这件事还是魏廷珍告诉魏廷瑜的，他和魏廷珍当时都认为王映雪已归于窦家10几年了，纵然窦世英再怎么不满意，闹一闹，把脾气发出来也就过去了，没想到事情竟然严重到了这个地步。他骇然道：岳父真的要把岳母送回娘家吗？窦明点头，并不担心这件事，只要有外祖父在，武伯父肯定不会允许父亲休了母亲的，最多就是把母亲送回王家住一些日子。侯爷不用担心，他安慰魏廷瑜，父亲只说让母亲回娘家住些日子。火石电光中，魏廷瑜猛然意识到，这次窦世英非要把王映雪送回娘家，多半与窦明带窦昭嫁给了自己有关。他闭上了嘴，心里却想着窦昭，如果能和他单独说上几句话就好了。想当初自己应了窦明之邀去了大相国寺，窦昭伤心不已，还说相信自己和窦明没有什么，自己贸贸然地认下了窦明，却是连句解释都没有。他想到这里，不由扭头朝窗外望去，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路边的树枝光秃秃的，看着就让人生出股荒凉之感。冬天快到了，窦昭和宋墨也在回家的路上。他支肘望着宋墨，眼角眉梢带着几分促狭的笑意。宋墨被他看得不自在，道：怎么了？窦昭眨了眨眼睛，笑着问他：四书五经里你真的选了春秋来读？宋墨清了清嗓子，正色地道：自然是真的了。春秋微言大义，字字针砭，读来大有义必正，特别是左传，辞令直率，韵味幽深，纵然是兵戎相见，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情韵并美，如此就好。不知道是谁说过，声音越大就越心虚。窦昭笑着颔首，打断了宋墨的赞美，道：我父亲博览群书，虽然奉皇上之命给诸皇子讲演易经，可和我六伯父一样，最喜欢的却是春秋。六伯父善左传，我父亲善谷梁传。你既喜欢春秋，以后父亲和六伯父又多了个清谈之人，想必会很高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一直落在宋墨的脸上，怎么看怎么觉得宋墨的表情有点僵硬。窦昭忙转过身去，一面撩了车窗朝外望，一面喃喃地道：世子，我们这次是走的皇城北街吗？宋墨有些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心中却苦笑不已。早知如此，他就应该说自己喜欢的是忠义公擅长的中庸了。现在可好，自己为了讨岳父的欢心，说选学的是春秋，若是岳父找自己来考究学问，自己这半瓶子水怎敌得过岳父大人的2榜进士出身？何况还有各善左传的窦氏书在一旁虎视眈眈，到时候岂不是要露出马脚来？而且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还比较大。这就好像擅长下棋的人突然遇到了另一个喜欢下棋的人，总要较量几下。欺骗任何时间都比回避更让人愤怒。这算不算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不由摸了摸下巴，趁着岳父没有发现，得想个办法补救才行。可不管怎么补救，也不能让别人代替他回答岳父的话啊。特别是在岳父要试试他深浅的时候，最妥当的方法当然是自己从现在开始刻苦攻读春秋，但这做学问又不是砌墙垒瓦，有钱就行。而且就算是砌墙垒瓦，也需要时间买石料和工匠啊。他可是面临着随时会被拷问窘境。想到这里，宋墨暗暗地叹了口气。窦昭眼角的余光瞥到宋墨微滞的神色，差点就忍不住笑出声来。早知道这家伙是个鬼机灵，他不过15、16岁的年纪，每天要习武、练骑射，早年间还要跟着定国公临阵磨练。就算是一天12个时辰不睡觉，春秋3卷几十万字也不可能全看完，更何况是读懂这本书。他一听就知道这家伙在讨好父亲，偏偏父亲和伯父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相信了。这下子看他怎么下台超级保镖。窦昭突然想到上一世自己刚嫁给魏廷瑜那会，真是画眉深浅无人问，洗手羹汤小姑长。他心中顿时无限酸楚，再看宋墨，哪里还有半点的嬉戏之心？他指了宛平县署问宋墨：再过去是不是就是什刹海了？我听人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搬到了那里去住。武伯父原来的宅子是他自己买的，没想到一住就是20几年，现在娶妻生子又添了孙子，就显得有些拥挤了。武伯父约了六伯父一起搬家，六伯父觉得搬过去离父亲太远了，不方便，没答应。武伯父也讪然没有了下文。他说着抿了嘴笑道：我看你挺喜欢静姐的。
若是他们搬过来就好了，离我们近了一半的路程，希望能转移宋墨的注意力。宋墨闻言笑了起来，道：我从小就羡慕大舅家很多兄弟姐妹，小的时候还曾吵着要母亲再给我添个妹妹，惹得母亲笑弯了腰。或许是想到了小时候的情景，她的笑容里充满了追忆。窦昭既然决定嫁给宋墨，就必须得查出宋宜春为什么要置宋墨于死地，否则有他岂不是日日夜夜坐在火山口，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会喷出岩浆，毁天灭地，让一切都成为灰烬。听到宋墨的话，他心中一动，笑道：那时候二爷有多大？2岁还是3岁？宋墨笑道：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只知道那时候天恩已经会跑了。那时候蒋氏的年纪并不啊，好母亲为何未再为添个妹妹？窦昭一副很是好奇的样子。宋墨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后来外祖母就教训我说，孩子是菩萨赐予的，又不是说有就有的。不过我倒是为这件事曾经给大相国寺捐过1000两银子。窦昭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宋墨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用手肘拐了他一下，喂了一声，道：我知道有点傻，不过你也不必笑成这样啊。难道你从小到大就没有做过点傻事？我没觉得你傻。窦昭笑个不停，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母亲没有说什么吗？我当时是悄悄给的。宋墨笑道：当时每个月只有50两银子的月例，逢年过节的赏赐都要造册，还是向五舅借的银子。后来去福建跟着大舅的人搅窝，才知道原来打胜了仗有银捞，这才把那笔账填平了。我觉得母亲应该知道，不过母亲从来没有说什么，我自然也不会傻傻跟母亲说这件事。说到这里，他眼角眉梢露出些许的伤感，低声道：也不知道五舅现在怎样了。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他很消沉。又道：五舅向来慷慨大方，若是他还在京都，我们成亲，他肯定会满大街地给我们讨见面礼。我们的婚事还没有定下来，京都那些古玩铺子、金楼银铺恐怕都会知道我要成亲了。言辞间充满了唏嘘。窦昭不禁拍了手宋墨的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就算是五舅不能像三舅那样领着蒋家的族人重整旗鼓，过几年风声不那么紧了，想个办法弄个大社，回老家做个田舍翁也不错啊。宋墨微微一惊，立刻抑制住了缩手的本能，道：30年河东，40年河西，蒋家百年宣赫，也到了返璞归真、休养生息的时候了。他身子却骤然间挺得笔直，透露了他心中的紧张。窦昭笑道：那你给我说说，五舅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神情坦然，很快就消弭了宋墨的紧张。他笑回忆道：五舅长得很英俊，大家都说我长得有点像他，为人很豪爽，很讲义气，性情开朗，三教九流，无所不教。当时京都的人提起蒋五爷，没有人不翘着大拇指赞一声的。宋墨微笑着说着从前的一些旧事，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功课而让他倍觉烦躁，现在想起来与校花同居，高手风流，却无比幸福的时光。窦昭饶有兴趣地听着，脑海里渐渐勾勒出一个游侠般的蒋伯孙。马车静静地停在了英国宫门的门前，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宋墨扶窦昭下了马车，见到马车前有一洼水，吩咐陈和指个做事仔细点的车夫给夫人用，然后带着窦昭绕过水洼，上了台阶。陈和、马车夫还有大门口当值的全都像被施了定针术似的，直到窦昭和宋墨进了门才回过神来。马车夫拉着陈和直喊冤枉，陈和哪有时候听他啰嗦，直接吩咐身边的小厮给他另安排个差事，急急地追了上去。大门口当值交头接耳，一片嗡嗡声。宋宜春的心情自宋墨和窦昭走后就一直像这阴雨的天气，很不好。宋墨婚前他没有给儿子安排通房，很多结发的夫妻都因为丈夫新婚之夜表现不佳，之后不太愿意和妻子同房。儿子不仅和媳妇圆了房，而且回门的时候还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温柔和体贴。男人都是这样，得了好处自然就会低头。宋墨应该和窦氏相处得很好，那他到底要不要把主持钟馗的权利交给儿媳妇呢？他想找陶器重商量，陶器重去了，真定还没有回来。翰林院的杜先生又派人送来了书信，说是这些日子奉皇上之命给皇子们讲言，恐怕不能继续指点宋翰的功课了。宋宜春气得一口浊气堵在胸口，怎么也出不来。他把宋翰叫来，狠狠地抽了10鞭子，把他给轰了出去，半晌气都没均匀。想到蒋氏在的时候，自己何尝要为这些事烦心，心里就冒出股无名的火。雨后在湘西院的抄手游廊来来回回走了几趟，心里才觉得好受了些。听说宋墨和窦昭回来了，正过来给他问安，他阴着脸回了正房坐好。
可当他听宋墨说明天一早准备带着窦昭去蒋氏的坟前给蒋氏上香时，他的心情又变得奇差无比。宋宜春决定钟馗的事暂时放一放。我知道了。他阴郁地摆了摆手。宋墨却不依不饶地道，我想明天把天恩也带去，清明节的时候天恩有功课在身，上元节的时候弟弟又说害怕，他还是去年立冬的时候给母亲去上过香。宋宜春看着从进门后就垂手恭立在宋墨身边却沉默也难掩其美貌的窦昭，想到窦氏书的能言善辩，挥了挥手示意自己知道了。宋墨和窦昭退了下去。宋宜春这才想起自己好像没有交代窦昭每天晨昏定省。宋汉没想到自己能跟着哥哥去给母亲上香，他带苍白的脸上带着几丝红润，怯生生地喊了声哥哥，难掩眉宇间的雀跃。宋墨心里发酸，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宋汉一阵龇牙咧嘴。宋墨眼底一寒，厉声道，怎么了？宋汉垂着头闷闷地说着没事。宋墨却冷笑一声，猛地拉下了他的衣领。两条缩缩的紫色印子狰狞地趴在宋汉的肩头。他打你？宋墨的额头冒起了青筋，明亮的眸子闪着寒光。没有。宋汉喃喃地道，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他神色有些惊慌，真的是我自己撞的。生怕宋墨和父亲起冲突似的，他紧紧地抓住了宋墨的手，眼中也流露出哀求之色。宋墨眼角有水光闪过，他沉默了半晌，才低声道，他再打你，你就一边跑一边大声地求饶，他最要面子了，肯定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你别傻傻地站在那里由着他乱来。他仿佛又感受到了那天父亲的鞭子落在他背上时那撕心裂肺的疼，他紧紧地揽住了弟弟的肩膀，我知道了。宋汉朝着宋墨笑，笑容苍白而软弱。窦昭不禁怀疑，宋宜春要是真的在打他，是他是否有勇气像宋墨说的那样去反抗。宋墨吩咐陈和去拿2瓶上好的金创药来，然后指了窦昭道，你嫂嫂。示意他向窦昭行礼。宋汉羞涩地上前，恭敬地行礼，喊了声嫂嫂。窦昭赏了他一个装了20两银票的荷包，笑道，给你买零嘴吃。宋汉立刻意识到了荷包里装着银票，忙推诿道，我不要。宋墨笑道，嫂嫂给你的，你就拿着，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找不到我，就去跟你嫂嫂说。宋汉嗯了一声，收下了荷包，望着窦昭的目光却充满了好奇。窦昭朝着他友善地笑了笑，由宋墨扶着上了马车。宋汉和宋墨上了马，一右一左的跟在窦昭的马车旁，出了英国公府胡同。宋家的祖坟就在大兴县一块背山望水的风水宝地处，有从前跟着宋家老祖宗一起南征北战后的中仆在这里当守灵人，百年繁衍，当初的2、3户人家已形成了个小小的村落，被称为宋家庄。窦昭等人到达的时候，早得了信的宋家庄庄头率先全村老少在村头恭迎。宋墨和宋汉下了马，亲切的庄头交谈了几句，就有几个宿老陪着，带着整猪整羊的祭品往山丘上去。窦昭戴着围帽，由素兰和素心扶着，跟在宋墨的身后。汉白玉的坟茔干净整洁，年得出，常年有人打扫。宋墨几个给蒋氏上了香，宋墨又一个人站在蒋氏的坟头，低声嘟囔了好一会，他们这才下了山丘。庄头留他们用午膳，宋墨婉言拒绝了，我下午还要进宫当差，等冬至的时候我再来给母亲上香。庄头连声宋墨孝顺，态度非常的殷勤，把他们送出了宋家庄。宋墨就笑着问宋汉，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玩的地方？我今天放你半天的假，让陈和陪着你去玩半天。宋汉两眼发亮，但踌躇了好一会，最后还是道，我陪着哥哥。宋墨呵呵的笑道，来日方长，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要想好了，是陪着哥哥，还是去东大街、白云观、大相国寺逛逛。然后不待宋汉开口，已笑道，去吧，让陈和陪你出去逛逛，看见了什么喜欢的，哥哥帮你付账。还诱惑他，你不是想买个像顾玉那样的烧狼发的镇纸吗？趁着这机会去玉宝轩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旋即开玩笑道，我倒是觉得积分阁肯定有，可怕人说你嫂嫂刚刚进门，我们兄弟就去窦家打秋风，积分阁那里就算了。宋汉还要推辞。宋墨叹道，哥哥现在能帮你的也就是这些了，我们在醉仙楼里等你，你挑好了东西就直接去醉仙楼好了。宋汉见宋墨说的真诚，眼圈一红，腼腆而又带着几分讨好的问窦昭，嫂嫂有什么想要买的，我给您带回来吧，我出嫁前已经狠狠地敲了我父亲一笔。窦昭玩笑道，现在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要买的，等我想好了，你可不能到时候推脱。不会不会，宋汉连忙保证，神色十分的正经，反而窦昭不好再说什么。
宋墨就把马让给了陈和，他自己坐进了窦昭马车。一行人在官路上分了走，宋汉由陈和陪着进了城，他们则去了皇上御赐给宋墨的田庄。颜朝卿早就到了，领了一帮人在院子里等。除了陆明，下联几个熟悉的面孔，窦昭还看到了一个瘦瘦高高像露丝，据说是宋墨的另一个幕僚廖避风，还有个相貌英俊的中年男子叫钟秉祥，刚刚从广东赶过来，他是宋墨在广东13行的大掌柜。众人行了主仆之礼，宋墨留下了钟秉祥，他吩咐钟秉祥，以后在泉州的那间铺子的收益就直接交给夫人。泉州那间铺子是所有铺子里收益最好的。钟秉祥躬声应诺，忍不住多看了窦昭2眼才退了下去。既然成了亲，内院和外院的开支就应该泾渭分明。窦昭欣然接受。宋墨带了他去了后院，一个身材瘦小、白白净净、相貌十分普通的年轻男子从树林中走了出来。这是杜维。宋墨含蓄地向窦昭介绍，从前是定国公府的人，再就把他交给了我，现在帮我管着京都的几间铺子。窦昭立刻明白过来，这个人是帮宋墨打探消息的，是宋墨的底牌之一，是宋墨案最终的势力。世子，他眼睛涩涩的，胸口鼓鼓的，仿佛蓄满水的河坝，一不小心河水就要溢出来。宋墨做了个不必多说的手势，道：你我既是夫妻，有些事就不应该瞒着你。窦昭怕自己人眼泪落了下来，别过脸去。这样的窦昭让宋墨陌生却又莫名的心悸，像小时候功课做得好，得以到了母亲的不吝啬的赞美般，还带着几分欢喜。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来得如此之快，让他一时间不知道如果是好，只好掩饰般的开着玩笑。你若是有什么事，也可以吩咐杜维，免得你瞎人摸象似的，把自己给折了进去，还要我去搭救，我这也是为了自己好。眼前的这个美少年，明明对自己那么的好，却总是一副怕自己不愿意接受似的，怕自己觉得伤了自尊心似的，极力的淡化着他的好意，难道自己表现得很差劲，所以让他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窦昭突然间觉得自己从前的隐忍根本没必要带到英国公府来，念头闪过，心情立刻放松下来，胸中就涌现起满满的欢喜。他忍不住扑哧一声笑道：你放心，我胆子很小，摸象这种事肯定会把你推搡到前面，把自己折进去的机会会很少，你恐怕没什么机会忙活。宋墨想到自己被他曾救过自己一死，还曾逼得他没有退路，面色微赧，却没有反驳这句话。杜维虽然负责帮宋墨消息，可有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宋墨未必会让别人一览无遗。杜维并不知道宋墨为何会默认这句话，可他却能感受到宋墨对窦昭的信任，而且这种信任还不是一般的信任，是那种可以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信任。他不禁诧异地缩了窦昭一眼，深深地低下了头。从田庄出来，窦昭笑道：时候不早了，我们要快点赶到醉仙楼才好，若是二爷到了，可就麻烦了。他是什么二爷，你喊他乳名就是了。宋墨笑道：有什么事，陈和会处理，不会有什么事的。窦昭知道自己这样称呼宋汉有点生分，可他只要一想到有一天宋墨可能会和宋汉翻脸，不知道为什么他和宋汉就亲近不起来。或许等他查清楚了宋宜春为什么这样对待宋墨之后，他会对宋汉有所改观。窦昭思忖着，和宋墨去醉仙楼。宋墨告诉他，我在醉仙楼订了个雅间，我们用了午膳再回去，这样好吗？窦昭一愣，宋墨狡黠地笑道：难得出趟门，不能好玩好乐，总得好吃好喝一顿吧。就像他带自己走江米巷胡同，可以看见六部衙门一样。今天他带自己去醉仙楼吃饭。窦昭笑着说好，背过身去，悄悄地擦了擦眼角，整了整妆容，这才和宋墨下了马车。前世他只听说过醉仙阁，却从不曾踏足。宋汉还没有到。宋墨订的雅间叫沧海阁，在醉仙楼的顶层，全套的红木家具、汝窑、定窑的瓷器，前朝名家的真迹字画，江南织造上贡的萧纱帷帐，推开窗扇，半个京都映出眼帘。极好的地理位置，价值不菲陈设，虽然是第一次来，窦昭已经可以预见在这里吃一顿饭是多么的奢华了。宋墨指了远处的一条依稀可见的街道给他看，每当皇上从进宫仪驾去西苑避暑的时候，就会从那里经过，很多人为了观看御驾，特意定下沧海阁。那能看得清楚吗？窦昭笑道，目光却落在了醉仙楼对面一间人挤人的炒货铺子。窦昭看见了宋汉，他正挤在人群里买东西，有人把他挤到了一边，他狠狠地朝那人推过去，把人推在了地上，那人站起来就要和动手，宋家的护卫忙把拎到了一边，陈和跑过去对宋汉低语了几句，宋汉勉强地点了点头，站到了一旁，陈和挤了进去。
宋家的护卫指着几宋汉人说了几句话，好像是在问宋汉怎么处理。宋汉突然抬起头来，朝醉仙楼望过来。窦昭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是宋家的护卫发生了自己，禀告给了他，正想问宋墨要不要和宋汉打招呼，却看见宋汉林一低头，朝着那护卫挥了挥手，把挤他的人给放了。陈和满头大汗的捧了包炒货递给宋汉，宋汉很高兴的样子，由陈和陪着进了醉仙楼。窦昭转过身来，见宋墨也正默默地注意着宋汉。二爷来了，他笑道，坐到了可以坐10几个人的大桌前，脑海里却不时地浮现出宋汉推人的那一幕。宋墨帮窦昭倒了杯茶，宋汉噔噔噔地上了楼。嫂嫂，他兴高采烈地把包炒货奉给窦昭，姚记炒货的糖炒花生，来醉仙楼吃饭的人都会卖一包带回去尝一尝的。窦昭没想到他是给自己买的糖炒花生，微微一愣之后，他非常高兴地接过了纸袋，向宋汉道着谢。嫂嫂尝尝。宋汉显然很高兴窦昭能喜欢他买的东西，兴奋地道，若是喜欢，我以后常来给嫂嫂买。窦昭见他目光热烈，笑着点头，打开了纸包，尝了一颗，甜而不腻，香酥可口。窦昭不住地点头，让素心倒了一小部分在青花碟子里，请了大家尝。众人都说好吃，并在窦昭的示意下齐齐地向宋汉道谢。宋汉笑了笑，那笑容显得有些勉强，在看窦昭的时候也没有了刚才的亲昵，好像在责怪窦昭把自己给他的赏了别人，怠慢了他的一片好意似的。窦昭若有所思。回到英国公府已是正午，宋墨要去宫当值了。他对窦昭道，我每10天沐1天，其中有3天会歇在宫里，其他6天都是寅时起床，酉时下衙。今天我会歇在宫里，你有什么事，武姨给陈和带个信就行了。又低声道，陆明如今在我位于积水潭那边的一个宅子里做管事的，他手下还有帮人，是配合杜维行事的，你若是觉得十分紧急，就让素心去跟陆明说一声。也就是说，陆明手下的那一帮人是宋墨养着的死士，难怪这些日子一直没有看见陆明。窦昭觉得自己还有很多话要跟宋墨说，可时间上不允许，他只好道，陈先生他们10月份会到京都来，到时候我还有些我的事要跟你说。宋墨笑道，没事，你想什么时候和我说都行。窦昭失笑，他很喜欢宋墨这种带着来日方长的不紧不慢，让他觉得有种岁月静好的安宁与悠远，让不时惦记着4年之后会如何的他，心境也变得从容起来。窦昭笑着送宋墨出了门，回到屋里，他开始清点陪嫁，按照自己的习惯和喜好调整陈设上的一些小细节。第二天一早，又拿了陈曲水绘制的仪制堂的布局图，带着素心和素兰按图索骥，熟悉了解仪制堂的布局。旁边服侍的武仪大惊失色，一面悄声的嘱咐松罗快点把这件事告诉严朝清，一面笑盈盈的帮窦昭介绍各处的景致，心里还有把窦昭走过的地方都记在心里，若是世子爷或是严先生问起来，他也能答得上话。若是窦昭有心害宋墨，当初又何必千里迢迢的救宋墨？何况他们现在已经是夫妻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严朝清笑道，夫人想去哪里，想见什么什么人，你们好生陪着就是了，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报到我这里来。武仪闻言冒了一身的冷汗。窦昭在问他什么事，他少了几分圆滑和殷勤，多了几分认真和恭敬。到了下午，仪制堂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窦昭找了仪制堂的丫鬟、婆子、媳妇子问话的时候，众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窦昭很快就对仪制堂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仪制堂是英国公世子历代所居之处，为了培养历代世子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仪制堂俨然一个小小的英国公府，账房、回事处、侍卫处、马房、浆洗房，样样都有。甚至仪制堂的侧门正对着英国公府的腰门，仪制堂的人不必走英国公府的正门或是侧门，直接英国公府的腰门进出，自成一体，非常的方便。窦昭曾经有过管理济宁侯府的经验，人员名册和账本拿过来，他看了这半年的每月的总支出，就已经知道仪堂至各处每年大概有多少支出了。他在心里磨琢了半天，看着天色尚早，去了严朝清那里，请严朝清请教，如果我想回趟静安寺胡同，怎样才能得到国公爷的允许？严朝清委婉地道，国公爷也是每天早上寅时上朝，酉时下衙，每10天沐修一次。窦昭颔首，让人带信给父亲，说自己有事要见他。翌日用过早膳，他从英国公府的腰门出府，回了静安寺胡同。窦世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晚上没有睡好，看见窦昭一个人回来的，脸色变得更凝重了。他匆匆将窦昭拉到了书房，关上了门，就急声问道，出了什么事？燕堂呢？
怎么没有陪你一起回来？你们是不是吵架了？这上嘴唇还有和下嘴唇打架的时候，更不要说你们刚刚成亲的小夫妻。寿姑，你一个妇道人家，凡事都要忍让，不要动不动就回娘家，娘家能让你住一辈子，你最终还不是得和燕堂过一辈子？窦昭哭笑不得。爹爹，您能不能不要捕风捉影，先听我说句话。他打断了父亲的臆测，我没有和燕堂吵架，我回来是想和你说件事。他想着这话怎么跟父亲说好，略一犹豫，窦世英已急切地道：你没有和燕堂吵架，今天吉不逢久，又不是什么节气，你一个人回来干什么？窦昭干脆拉着父亲在临窗的大炕上坐定，笑道：您还记得三朝回门，世子曾说他读春秋之事？记得。窦世英满脸的狐疑。窦昭抿了嘴笑：他那是为了讨好您瞎编的啊。窦世英张大了眼睛。窦昭解释道：忠义公学识渊博，他跟着忠义公读书的时候，诸子百家显然略有所涉猎，可他不用科举，加上家里还请了师傅教他骑射，哪能像那些世子似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知道从哪里打听您喜欢春秋，就把春秋好好的读了一遍。若说学问，只怕还浅薄的很，言辞间有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维护。窦世英却听出来了，他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他才多大的年纪，就算是个神童，又能有多少学问？话音一落，他猛然间恍然大悟，你这次不顾礼数，急匆匆地跑了回来，难道是怕我们听说他选读春秋会考教他的学问，怕燕堂答不上来，来给燕堂求情的？说完，窦世英再次望着窦昭大笑起来，不过比起刚才的笑声更欢畅了，望着窦昭的目光也多了几分戏谑。傻孩了，你以为我和你的伯父们都是傻子不成？我们像他这么大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读什么好。他说他喜欢读春秋，我们也不过是欣赏他立志早，欣然有人和我们一样喜欢春秋罢了，怎么可能去考教他们的学问？就算是考教，也不过会问问他诸如隐公5年春，公始于甘棠，臧希伯作何见之类颇为肤浅的问题，难道还会像翰林院里的那些老儒似的，非要把人考倒了才显其学问不成？不仅我和你六伯父，你五伯父在翰林院的时候也曾给皇子们讲过经，他们有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清楚着呢。你放心好了，没人会去为难燕堂的。又促狭地笑道：我读了30几年书，也不敢说自己诸子百家都有涉猎，你倒也给他脸上贴金。窦昭脸上火辣辣的，难怪父亲和五伯父、六伯父那么轻易就相信了宋墨的话，原来人家根本就不相信宋墨有多大的学问，不过是觉得他还愿意读书而已。可一想到父亲话里话外透露出来的宋墨那点学问，根本不在我们眼里的轻蔑，他心里就特别的不舒服，觉得父亲冤枉了宋墨，忍不住辩道：宋墨可不是那些皇子皇孙，他不管是功课还是骑射都很认真，他能位极弱冠就得到了金吾卫前卫指挥使一职，是因为他连续几年在秋闱的考校中得了第一，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英国公府的世子，他的字也写得很好，得到了皇上的赏识，哪有您说的那样不堪？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告诉您这件事了。他不禁深深的后悔，觉得在这件事上太冲动了，有些迁怒的抱怨道：您这样，我以后有什么事怎么敢再来商量您？窦世英见窦昭动怒，忙道：没有，我没有轻视燕堂的意思。说完，又觉自己的话太苍白无力，没什么诚意，又讨好地道：要不你让燕堂跟着我读书怎么样？我保证他不会比翰林院的那些世子们差。真是不该跟你说。窦昭不由瞪目：我来，燕堂根本不知道好不好？若是他知道，还好意思到我们家来吗？想到父亲的性情，他要父亲保证，这件事您谁也不许说，就是六伯父那里，你也不能透露半点的口风。窦世英连忙发誓。窦昭的脸色这才好看了些。窦昭自觉做了件傻事，心情沮丧，可陶器重的心情却比他更沮丧。他是8月25日离的京，快马加鞭，不过4日就到了真定。进了城，他在一家茶馆会下，问起了真定窦家，就当朝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窦元吉阁老的家乡。茶博士守望了演一身文士打扮的陶器重，一面手脚麻利的沏茶，一面笑道：老先生不是本地人吧？真定府有谁不知道北楼窦家的？我们茶楼的老板娶的就是窦家一位管事的闺女，我祖上也曾给窦家卖过棉花，您可真是问对了人。陶器重这才真切地感觉到了窦家在真定根深叶茂。他笑道：我是江南人，在京都做管多年，如今年事已高，辞管回乡。前些日子见窦府嫁女儿，十里红妆，比我们江南人家嫁女儿还要气派，这才有些疑问。茶博士听着就笑了起来，道：
你说的是窦家四小姐吧？窦家四小姐从小就和京都的济宁侯定了亲，只是济宁侯的老侯爷死了，四小姐守了3年，去年由第一太夫人亲自护送去京都嫁人。算算日子，窦家四小姐也应该出嫁了。原来窦氏姐妹一家的事还没有传到真定，或者是窦家的人早已经知道了，不知道如何向乡亲四邻的交代，只好保持了沉默。陶器重正要问窦昭的事，就听见旁边有人道：可惜二太夫人不在家，要不然窦四小姐出阁，京都肯定会派人来报喜讯的，到时候窦家定会摆流水席，搭台唱戏，大派封红，我们也能去凑个热闹了。跟着陶器重来的还有陶器重的一个随从，这随从是陶器重的心腹，自然知道陶器重是为何而来。他陶器重男眼睛差，略一思忖，笑道：窦家可真有钱，难怪那么大的手笔了。陪嫁里面还有一台银票。他的画像滴进油锅里的水噼里啪啦地炸了开来。一台银票？为什么要陪嫁一台银票啊？有人奇怪地道：老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茶馆里不管是真定本地人还是过客，都望得了陶器重。陶器重就把陪嫁的事说了一遍。有人艳羡，有人感叹，也有人酸溜溜地道：窦家有的是银子，一台银票算什么？想当年，窦家要成功在家中招待路经真定去淮安任职的都转运言使司转运使时，不仅请了京都的戏班来唱戏，还在水榭里点了1000多盏琉璃荷花灯，映着天上的繁星，简直让你分不清楚你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那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啊！有人嗤笑道：那是哪年哪月的事了？要说热闹，我倒觉得前2年窦家四小姐的吉基里才是真正的热闹。不仅窦家远在京都的女眷，随丈夫远在西北任的上赵太太，就是像江南宜兴季家这样的姻亲，像鲁大人那样的地方乡绅家的太太们，甚至是窦家各分店的掌柜，各田庄的庄头，那些街坊邻居，都来庆贺窦家四小姐吉基，整个北直隶都被惊动了。岂是用钱就能做到的一席话，说的大家议论纷纷，却没有一个人出言反驳的。陶器重倒吸了口凉气，道：为何大家都回来庆祝窦家四小姐的吉基礼？自有好事者大声笑道：窦家在京都的女眷都回来了，自然是因为窦家七老爷在京都游宦，窦家四小姐在家中代父尽孝，服侍七老爷的生母崔姨娘娘，窦家的长辈要安抚窦家四小姐喽。而赵大人只有这一个外甥女，爱若长珠。赵家虽然随着赵大人去了西北，可赵太太隔几年就会回来看看窦家四小姐，怕窦家四小姐没了生母，被人轻待，窦四小姐的吉基，她肯定是要回来的。像鲁太太这样的官太太，看着二太夫人如此看重窦家四小姐，来锦上添花罢了。至于那些铺子的掌柜、田庄的庄头，窦家四小姐不仅主持西窦的钟会，还由窦家三爷辅佐，打理着窦家的庶务。窦家四小姐及基里，他们敢不来吗？他的话音刚落，先前嗤笑高声说话的人道：你这话说的有些偏颇。窦家四小姐为人纯善，真定府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早几年东向街别家武馆的官司，要不是遇到了窦家四小姐，别师傅能洗清冤屈吗？别氏姊妹到今还受窦家四小姐的庇护呢。那年真定大雨，要不是窦家四小姐免了窦家一些田庄的租子，不知道有多少人家过不下去，要卖儿卖女。你怎么能说那些大掌柜和庄头是为了巴结窦四小姐，所以才纷纷来祝贺窦家四小姐及基里的人？他的话立刻得到了茶馆多数人的赞同，嗡嗡地指责着那大声说话的人。那人面露尴尬，低了头喝茶。此情此景，如雷鸣般陶器重的脑子里隆隆作响，心头像压了块大石头似的，越来越沉重，脸上再难维持礼貌的笑容。这是他所了解的那个从小在乡下长大、木讷、倔强、不受人待见、无依无靠的窦家四小姐吗？他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陶器重忍不住道：不是说窦家四小姐不受继母待见，所以留在真定由窦七老爷姨娘出身的生母教养吗？怎么又变成了代父尽孝了？茶馆里有人扑哧一声笑道：老先生是从灵璧县过来的吧？切莫听那旁家胡言乱语。那王氏不过是个小妾扶正的，虽是王右省的女儿，可那几年王右省正落魄，哪里还管得上儿女？这个王氏既少了教养，就算是扶正了，也一样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家中的钟会竟然得由窦家的四小姐出面才理得清楚。那窦家四小姐才几岁？像王氏这样市井妇人又怎么容得下？偏生窦家四小姐又承庭训，怎么能和王氏一般见识？就自请跟着窦的六太太启蒙读书，鲜少回西窦。这也是为什么窦家四小姐及笄，季家会派了个来道贺六太太把窦家四小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
那季家也就把窦家四小姐当成了自家的表小姐。那王氏千算万算，却不曾想他把窦家四小姐挤兑出了门，反而让窦家四小姐多了门姻亲相助。要说那宜兴季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家中出过2任帝师不说，到如今也有7、8个进士在京都做官，岂是王家那白身能比的？这正是应了人算不如天算那句话，也化该那王氏生不出儿子来。最后一句话说得十分狠毒，把淘气冲吓了一大跳，不由细细地打量着那人，心里却想着宜兴季家。在他的印象中，季家好像只有6个入室。这人的话虽然有点夸张，却也不算离谱，可见他说的这些话也不是全是胡编乱造。难道是自己出了错？这些天来一直隐隐萦绕在心底的念头破茧而出，淘气重心头发颤，脑海里却突然浮现出宋墨的影子。难道是？不可能！如此与世子爷有关，世子爷又是怎么认识的窦家四小姐呢？可如此和世子爷无关，窦家无缘无故的，为何要演出一出姐妹一家呢？淘气重心里乱糟糟的，耳边有人小声议论：诅咒王氏的是郎家的管事吧？是郎家15太太的陪房。原来如此，你听说了没了？庞家当铺上次收了一尊紫金大肚弥勒佛，竟然是假的。庞家亏了800多两银子，跑到县衙里喊冤，说是上了郎家15太太的当。众人嘻嘻笑，表情中都带着几分你知我知的暧昧。自己家的凤贡看走了眼，怪谁？有人道：县尊怎么说？县尊还能说什么？那人笑道：钱货当面点清，当时没有看出来。这个时候喊冤，不要说朱家的少年如果中了举人，就算是寒门小户，也没有拘了人来打官司的道理。他庞家不过是靠着王家过日子，还真以为真定县衙就是他们家开的不成？有人质疑道：会不会弄错了？为了800两银子就跑去找县尊大人出面？我骗你做什么？庞家现在不比从前了。自从那庞坤白被窦家四小姐身边的护卫误会成劫匪，打得半身不遂之后，庞家就像走交了霉运似的，做什么生意都亏，1年不如1年。要不然庞家老太爷还在，庞氏3兄弟为何吵着闹着非要分家不可？那你们听说了没有？又有人巧声道：听说庞家的姑奶奶嫌弃庞家总找她的麻烦，放了话出来，庞家是庞家，他是好，以后庞家的事少往他身上扯。大家窃窃私语着，淘气众表情呆滞。庞家和窦家是姻亲，竟然会被窦家四小姐身边的护卫误会成了劫匪，还打成了半身不遂，有这样的误会吧？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回过神来，忙示意随从结账，悄悄地出了茶馆。一阵寒风吹来，卷着枯黄的叶子打在他的脚上，他不由双手拢在了衣袖里。这真定县又不是窦家的，他就不相信了，问不出那窦家四小姐是什么样的人。淘气众不甘心地带着随从漫无目的地在大街小巷转着，看见一家兼卖茶水的杂货铺子，坐堂的是个年过50，面目有些刻薄的老妪，正无聊地在那里嗑着瓜子。他想了想，走了进去，丢了2两银子，叫了2杯香片。老妇人知道来了大主顾，两眼发光，殷勤地送2块糕点，1小碟瓜子。淘气众就问那老妇人：您可知道当朝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窦阁老家往哪里走？那老妪听了嘿嘿的笑，看淘气众的目光像看到了一块肥肉，道：老先生是来给窦家送礼的吧？可惜2太夫人不在家，当家主事的是窦家3爷。我跟您说，要说这真定县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窦气重塞了几块约莫有3、4两重的碎银了给那老妪。有了银子打点，那老妪自是知道什么说什么，不知道的也要连猜蒙的把事情排圆满了。或者男女有别，大家的眼界不同。在这老妪眼里，窦家四小姐就太软弱了。有这样疼爱她的舅母，有这样给她撑腰的伯母，还有什么好怕的？要是我，早就去京都把那王氏挤兑回来了，还等着那王氏在京都做张做桥的摆那太太款霸爱一墙上悍妻。说到这里，他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语气中流露出些许的同情。不过也不怪窦家四小姐，她们是从小读女界长大的，待人处事讲究一个循规蹈矩，行事不免太过绵柔。倒是那郎家15太太，做姑娘的时候我也曾见过几面，娇娇柔柔的一个美人，说起话来怕声音大了，走起路来怕踩死了蚂蚁的一个人。不过10几年的功夫，不仅主持起郎家的钟会来，还开始插手郎家的庶务，成了个肩上能走马的巾帼英雄不说，还记恨上了庞家。庞家几桩能起死回生的大买卖，都被郎家15太太给搅黄了。他说着，神色间流露出几分幸灾乐祸来。这老妪如她的相貌般十分的刻薄，却始终没有说窦家四小姐什么不是。
窦气仲不由深深地吸了口气，问起郎家15太太来。是什么人？老妪嘿嘿地笑，笑容显得有些兴奋，把窦家和朱家、庞家的纠纷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说了一遍，最后还道：那郎家15太太怎么能不恨庞家？要不是庞家，她早就是窦家的七奶奶了，进士夫人了。陶气仲听得头痛，见这老妪想当然的胡说八道，他不禁道：郎家15太太不过是个妇道人家，上有公公，下有夫婿，就算能插手庶务，最多不过是看看账册，怎么可能坏人买卖？老妪想到那几块碎银子，怕自己答得不对，被要了回去，闻言顿时急了起来，道：看您就知道是个读书人，不知道这生意上的事。我们真定府除了像我这样的小杂货铺略有些整齐的，多半都是窦家的生意。郎家要抢庞家的生意，窦家的人在一旁看着不出声。有谁敢趟这趟浑水不水，要说帮着庞家出头重，就是看出来了，也不敢吭一声惹了窦家，你以后还要不在真定过日子了。没想到窦家在真定这样的嚣张。陶气仲不由皱了皱眉。那老妪看着，心中十分不快。你问什么我答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了，你还不满意，难道还要以此为借口把那银子要回去不成？想到这里，他咬了咬牙，朝着坐在他门前台阶抱着筐卖梨的少年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帮他看着铺子，跟陶气重跟了声我要去茅房，一溜烟的去了后院。陶气重见那老妪所说的与自己猜测的大不相同，兴味索然，哭笑了半晌，也不见了老妪出来续茶，索性丢了几个童子和随从信步出了杂货铺子，在真定一家客栈安顿下来。知的几天，他又接连问了几个人，得到的答案都大同小异，他不免神色有些恍惚。那随从也担心地道：先生，若那些人说的是真的，我们该怎么办？这桩婚事可是他陶气仲从中牵的线，搭的桥，当时他是怎么劝英国公的，他此时还记得一清二楚。回去之后，他怎么向国公爷交代呢？陶气仲苦笑。有人叩门，随从去开了门，是个卖梨的少年。这个时候谁还有心思吃梨啊？随从正要赶人，陶气仲却眼尖，认出是几天前那老妪门前卖梨的少年，他心中一动，忙伸手阻止了随从，问那少年：你有什么事？卖梨少年嬉笑道：于婆子说给您送信，可以向10文钱。陶气仲朝着随从颔首，随从拿了10文钱递给了卖梨的少年，卖梨的少年这才笑道：于婆子说让你赶紧去他那里一趟，他有要紧的事跟您说。说完噔噔噔的跑了。随从望着陶气仲，陶气仲想了想，道：走，看看这婆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是想赚他几人钱用，只要说的是有用，花些银子也使得。随从应了一声，陪着陶气仲往那老妪的杂货铺去。穿过客线到杂货铺必经的长巷时，突然有人在他们身后喊陶先生。陶气仲回头，还没有看清楚来人，后脑勺传来一阵剧痛，眼前发黑，全身无力的倒了下去。在倒下去的那一刹那间，他心里却明镜似的，知道自己被人打了黑棍，中了别人的圈套，这次只怕是凶多吉少。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勾阴里翻船，死在了这里。英国公远在京都，等那边知道自己不见了，自己恐怕早就化成了一堆土。陶气仲心中涌起深深的不甘，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陶气仲清醒过来，眼前一漆没，脑子嗡嗡作响，一抽一抽的痛。他不敢动弹，静静地躺了半晌，渐渐地适应黑暗，这才发现自己好像是关在一间屋子里，身下好像铺着稻草，散发出腐烂的霉味，让人作呕。念头一动，人仿佛受不了似的，就要呕起来，却看见旁边有个凸起的黑影，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躺在他的身边，他一阵毛骨悚然。静观了半晌，那黑影慢慢地动了动，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声。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还夹杂着男子不耐烦的低语：为何还留着这2个的性命？我看一刀了解了算了，也免得我们整天守在这里动弹不得，还要时时注意着2人是不是醒了过来，要等陈先生回来。有人笑着应道：否则何必这么麻烦？说话间，哐当一声，2个高魁梧的身影逆着光出现在门口。陶气仲忙闭上了眼睛，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装昏迷。2个身影就走到了蠕动的黑影跟前，其中一个用脚踢了踢那黑影，道：老林，这个家伙快醒过来了，怎么办？再给他脑袋上一棍。另一个人不以为意地道：陈先生明天一早就能赶回来了，训行逼供之后，就会埋在后花园里给4小姐的花当花料，只要还能喘气就行了。那人哦了一声，转身找了根棍子，朝着那黑影就是一下。黑影无声无息地趴在了那里。
你不会把人给打死了吧？另一个人担心地道，随即又安慰打人的人，不过也不打紧，他只是个随从，只要他主子不死就行了。然后对那人道，走吧，这里有些时候没有官人了。四小姐说过，死了人的地方要是长期不通风，时间长了就会有瘴气，人闻了会得病的。哐当一声，门重新关上，室内引入了黑暗。淘气重却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武道至尊，头昏目眩中。随从，陈先生，四小姐，有些日子没关人了，死了人的地方等话走马灯似的在他的脑海里闪烁着，他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淘气重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那窦家四小姐不是个温顺的乡下丫头，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她得趁着那个什么陈先生回来之前逃走，不定无命休矣。淘气重顾不得两眼冒金星，轻轻地推了推自己的随从，小声地喊着他的名字。黑影身吟一声就要醒来，却吓得淘气重一身冷汗，忙捂了随从的嘴，在随从的耳边低声地喊着他的名声。随从迷迷糊糊地醒地过来，发出一阵呜咽声。淘气重忙道，不要说话。过了片刻，才放开了捂着随从的手。随从已经醒了过来，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喃喃地道，这是在哪里？可能是在窦家的地下室。淘气重的声音压得低低的，把自己判断告诉了随从。我们打听窦家四小姐的事，被窦家四小姐的人知道了，被抓到了这里，只等明天一早一个被称为退陈先生的人回来，就会对我们行刑逼供，我们得想办法逃出去。你试试你还能不能动弹，他们肯定没有想到你身的高超，这是我们唯一能希望了。随从不声不响地动了动手脚，觉得没有大碍，站了起来。淘气重长长地吁了口气，这个随从是英国公再赐给他的，这也是他为什么敢只带着这随从就到真定的原因。可他还是错误地估算了窦家在真定的影响力，如果他们能够侥幸逃出去，恐怕也难以逃脱窦家的追杀吧。唯一的办法就是向离这里最近的卫所求助。他不由摸了摸腰，能证明他和英国公关系的小印还在。这些人仗着人多势众，又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事很粗暴，连他的身都没有搜，这让淘气重一下子燃起了无限的希望。正围着墙摸索的随从也发出一声低呼，先生，这是件实事，门在这边，不过是铁铸的。淘气重想到刚才开门时透进来的光线，道，你好好养养伤，再多3个时辰，天就完全的黑了下，到时候我躺在地上装身吟，你就躲在门外，想办法把那个大汉给击倒。虽然漏洞百出，可除了这个办法，没有任何办法能让我们早点脱险了，只能冒死一搏了。随从应了一声，2个人在黑漆中等了快3个时辰，淘气重开始大声呻吟。情况正如淘气重所料，2个壮汉一前一后的走了进来。随从猛地出手，攻其不备，一击把走在后面的壮汉打晕在地。前面的壮汉听到动静回头，面门挨了解拳，闷哼一声，也倒在了地上。随从背起了淘气重就冲了出去。外面漫天的星斗，淘气重热泪盈眶。先生，随从声音急促进地道，我们好像是在哪个大户人家的后花园，应该是窦府了。淘气重回头朝关着自己的屋子望去，那是2间小石屋，孤孤单单的耸立院子角落，像个今年没有人打扫堆放杂物的地方，灰蒙蒙的，很不起眼。真聪明，他忍不住低声嘀咕道，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让大家觉得平淡无奇而熟视无睹的地方。淘气重吩咐随从，我们快走，去最近的卫所。随从应是，背着淘气重一路小跑，穿过了一块枯萎的花圃谷真人。他们身后转来一阵骚动，快拦住他们！随从身子一僵，跑得更快了。7、8个人影呼啦啦地追了过去。从石屋后面的树林里走出2个男子，一高一矮，一健硕一清瘦。这追的人是不是太多了些？身材清瘦者道。月光照在他们的脸色上，一个目光清明，矍铄儒雅，竟然是那壮汉口中称明日一早就会赶回来的陈曲水。一个身手矫健，双目炯炯有神，除了段公义还有谁？段公义嘿嘿笑了2声，道，您放心好了，我早已嘱咐下去，谁若是把人给追到了，扣1个月的薪酬，谁若是不出力追贼，也扣1个月的薪酬。陈曲水听了啼笑皆非，道，那你到底是让人追呢，还不让人追呢？段公义笑道，这就得靠他们自己去体会去了。陈曲水不禁摇头。窦昭的婚事来得突然，之前他们压根没有想到此去京都就会在京都定居下来，很多事情都没有来得及交代，也没有来得及安排。送窦昭出阁之后，陈曲水和段公义等人就启程回了真定。
或者少了陶器重的迫切，他们和陶器重一前一后出京都，反而走到了陶器重的后面。路上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打探窦昭，再把相貌一描述，和陶器重有过几面之缘的陈渠水立刻认出了陶器重。照他的主意，先派人盯着陶器重，等他们赶回去之后，再把陶器重请来威胁利诱一番，让陶器重知道窦昭的厉害。虽然陶器重不可能投靠窦昭或是宋墨，但也要让他从此对窦昭有所顾忌，不敢随意的给在英国公面前给窦昭上眼药，为窦昭早日拿到英国公府主持中馈的权利而扫清一些障碍。只是这话还没来得及和段公义好好商量，段公义已义愤填膺的催马。老虎不发威，他还以为我们是病猫，我这就赶回真定去，想办法把那姓陶的稳住，等您回来了再拿个主意。有段公义出马，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谁知道？想到这里，陈渠水就不由得叹了口气，都怪自己当时少说了一句，段公义回来就打了陶器重一记闷棍，还设了个局吓唬陶器重。不过打了就打了，难道还给那陶器重赔不是不成？他安慰着自己，也许这样也好。有道是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讲不清，也许段公义的这记闷棍比他的口舌更好使。不过这到底不是陈渠水的本性，他还是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本应该被打昏在石屋的彪形大汉，一个捂着头，一个捂着脸走了出来。段护卫，陈先生。两人咧着牙给段公义和陈渠水行礼。段公义和陈渠水点了点头，追的人也断断续续的回来了。见过礼，就有人道，只派个人远远的追着，要是这姓陶的被吓着了，跑回了老家怎么办？彪形大汉中的一个就拍那人的脑袋一下，道：要不说四小姐有什么事，怎么总喜欢派了段大叔去呢？你就这脑子，一看就是个不顶事的电影世界修仙传。他被我们这么一吓唬，就不怕半路上被杀人灭口啊？肯定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躲着了。最安全的地方莫过于卫所了。他一个幕僚，没有英国公府的名头，卫所的那些人谁知道他呀？只要他去了卫所，那些人为了讨好英国公，还不得立马就把他的事报给英国公，他能逃到哪里去呀？说着问陈渠水，陈先生，您说我说的对吗？陈渠水哈哈大笑，不错不错。先前问话的人不由讪讪然的笑，那彪形大汉却凑到陈渠水和段公义的眼前嬉笑道：陈先生，段大叔，听说四小姐要带一部分人去京都，您看我合适吗？陈渠水和段公义有些意外，两人交换了个眼神，又不约而同地望着那彪形大汉。彪形大汉下意识地就挺了挺胸，一副接受检查的样子。陈渠水和段公义不由笑了起来。你可想好了？陈渠水就道：这一去恐怕就要在京都安家了，最不济也要待上过5、6的。我早想好了。那彪形大汉道：我老婆娘家的大姨和跟着四小姐去了京都的田富贵的老婆是一个村的人，人家田富贵现在不仅在老家买了50亩良田，还盖上了青砖大瓦房。我一听说四小姐要带人去京都，就跟家里人说了，只要陈先生和段大叔瞧得上眼，二话不说拎了包袱就走。其他的人听了也都纷纷道：陈先生，段大叔，我们也都想跟着去京都。陈渠水扫了一眼，发现说这话的大多数是没成家的年轻人，他不由微微的笑。宋墨现在地位不稳，正是需要这种初生牛犊般热血的年轻人之时。行啊，陈渠水笑道，你们谁想去就跟段护卫说一声，到时候我再和段护卫合计合计。大家涌到了段公义那里，负责跟踪陶器重的回来了。陈先生，段大叔，那个姓陶的跑进了真定卫。陶器重和段公义不由相视而笑。有小厮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他扬了扬手中的信，京都的严先生让人用600里加急送了封信给您。陈渠水神色微变，急步上前接了书信，背过身就看了起来。等他转过身来时，表情很是怪异。段公义不禁道：出了什么事？没什么大事。陈渠水闻言，表情就更奇怪了。他让我立刻直回京都，有事要和我商量，说完吩咐那小厮快给我套马，我这就赶回京都。又拉了段公义，我不在家的时候，家里的事就拜托你和小峰了，具体该怎么做，我们得合计合计，尽快拿个章程出来。段公义丈二和尚摸不清楚头脑，一面随着陈渠水往陈渠水的书房去，一面却在心里暗暗称奇。既然不是什么大事，陈先生为什么脚都没有站稳就往京都跑？而逃进了真定卫的陶器重却惊魂未定特种军医，卫所若是和本地官绅只敢突然，是件非常严重的事，通常都递上达天听。陶器重当着真定卫的指挥时，只说是路过真定，
遇到了毛贼抢劫，丢失了钱物，让他帮着联系英国公，派人来接他回京都。卫所的指挥使满脸的困惑，真定卫是去保定的必经之路，不知道有多少江南巨贾、达官贵人，甚至是皇亲国戚经过，怎么会有毛贼？可他还有点拿不准陶器重的身份，客气了几句，笑着要为陶器重设宴压惊。陶器重一看就知道这位指挥使还在怀疑自己的身份，又怎么会把别人的应酬话当成是真的？他委言谢绝了。那位指挥使也没有坚持，寒暄了几句，让人把他送到了客房安歇。他不由在客房里团团打转。如今小命算是保住了，可他怎么向英国公交代呢？他们的行李如今都在客栈，他们连件换洗的衣裳都没有。去安排人去客栈给他们拿行李的随从顺手将食盒提了进来。陶先生，您吃点东西吧。没有保护好陶先生，他很是内疚，一面摆着碗筷，一面安慰陶器重，等回了英国公府就好了。陶器重盘坐在了临窗的大炕上，望着满炕桌的菜肴发着呆。这随从跟了他10几年，知道他的脾气，不敢打扰，倒了杯热茶给陶器重。如果这桩婚事不是他牵的线就好了。陶器重悠悠地抬头，看见了满脸担心的随从，他心里涌起个念头，脸上就露踌躇之色。随从是个会察言观色的，主动道：先生，您有什么吩咐？吩咐倒不至于。陶器重斟酌道：我就是在想新进门的世子夫人，若是国公爷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好？随从听话听音，道：我一个粗人，自然是听先生的。陶器重心中微定，道：不管怎么说，世子夫人已经进了门，就涉及到英国公府的颜面，有些话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的，你明白吗？明白。随从肃然道：小的什么也不会说的。陶器重颔首。等消息传到窦昭的耳中，已是4日后了。他忍俊不禁，问素心：知道陶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吗？素心笑道：我已经让人留意了，应该这2天就会回来了。窦昭觉得段公义这招虽然有点损人，可以他们各自所处的立场来说，又无可厚非。窦昭吩咐素心：如果陶先生回来了，你告诉我一声。寻常人遇到这样的事，会有2种反应，一是愤然而起，拼个你死我活，也要洗刷了耻辱；一是胆战心惊，从此绕道而行，做个吃汤圆的瞎子，心里有数就行了。他得判断一下陶器重会做怎样的选择。素心笑着应是。有小丫鬟进来禀道：大舅奶奶、6舅奶奶、10舅奶奶、11舅奶奶来看您。窦昭这才记起来，今天是他出嫁的第9天，按理这天娘家会带了食品来看望他，以示关心，请他们到花厅里坐吧。窦昭吩咐小丫鬟，一面由甘露服侍着换见客的衣服，一面问素心：世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宋末是8月27下午进的宫，说好了只2天夜就回来的，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出宫。窦昭当时非常的担心，宋末娶自己到底是打了皇家的脸面，虽然这个过失被宋末巧妙地转移到了宋宜春的头上，可谁又敢保证皇上不会迁怒呢？他立刻吩咐武仪去打探消息大唐群芳圃。武仪回来禀道：宫门内外防守严密，我看到广恩伯府常跟在董世子身边的小厮保留，他也在打听广恩伯世子爷的消息，却被拦在了门外门。保留搬了金吾卫副指挥使的头衔也不管用，只好说要见都指挥使邵文吉邵大人。那守职的军爷听了直冷笑，说他们是神书营的，问保留要不要带他去见他们的都指挥使王大人。保留气得脸色通红，却也只好讪讪然地退了下去。小的见些情景，怕辱没了世子爷的名气，没赶上前去问，拐了个小巷赶到了保留的前面，装着和保留偶遇的样了，这才打听到自世子爷进宫之后，不仅金吾卫的人，就是其守卫的人也都没有轮值，全都守在宫里。窦昭松了口气，问武仪：世子常遇到这样的事吗？武仪摸头道：我3年前才被调到世子爷身边服侍，不知道从前是怎样的，可自从我跟在世子爷身边，这已经是第2次了。窦昭听了，心又揪了起来。3年间发生了2次，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常态。他问武仪：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的事？武仪道：就是世子爷成亲之前。他回忆道：也就是8月中旬，皇上从避暑行宫回来之后。窦昭立刻一时道：皇上可能病了。上一世他远离权贵中心，是突然听说皇上生病的消息，辽王至孝弃请回京事急，被梁继芬驳回，太子帮着求情，辽王这才得以回京。接着就是宫变，他们全都目瞪口呆，战战兢兢的大气也不敢喘一下，整个富贵房都闭门谢客，人影罕至，像座无人的空城，让人碜得慌。辽王登基后，富贵坊曾有传言，
说皇上只是略染了风寒，根本没有大碍，是辽王害死的。现在看来，传言不实，皇上现在就已经生病了，这会不会是辽王之所以敢夺位的原因之一呢？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呢？上一世，皇上是在辽王登基后10个月并添的窦昭眉头紧锁。颜朝卿既然是宋末的头号幕僚，肯定知道一些端倪。皇上的病情，他是等宋末回来了问宋末呢，还是此时就去颜朝卿那里问个究竟呢？窦昭正犹豫着，有小厮进来禀道，有位官爷说是神书营的，奉世子之命给夫人送了封信过来。窦昭忙道，快请颜先生帮着见客。小厮应声而去。大约过了1炷香的功夫，颜朝卿拿了信进来。窦昭急急地打开信，原来是封报平安的信，说宫中有事，他可能这几天都不能回来了，让他不要担心，自己照顾好自己，若有什么事就和颜先生商量等等，还能让人带信出来，可见宋末很自由。窦昭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地。他见颜朝卿一直垂守在旁边等着，知道他正等自己吩咐，想了想，笑着把信中的内容捡了几句要紧的告诉了他。颜朝卿神色松懈下来，笑着安慰窦昭，可能是皇上的病又犯了，皇后娘娘怕走漏什么消息，所有的禁军一直不允许换防轮值。窦昭不由抹了抹额头，是英国公府皇权太近呢，还是济宁侯府离皇权太远？连颜朝卿都知道皇上生病的事。接下来的几载，窦昭一直在琢磨着这件事。从前只听说过宋家显赫，没想到竟然显赫到这种地步。有些事自己是不是要重新估量呢？忠义公之所以得了这样的谥号，是因为他曾呕心沥血地指导太子的课业。既然宋末从小跟着忠义公读书，他应该和太子很熟悉才是。窦昭不由站在了堂厅的长案前，上前供着对楷木如意，那是宋末和他成亲，太子赏的。除此之外，皇家并没有其他的赏赐下来。太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他的记忆里，太子始终只是个模模糊糊的名称。上一世宋末拉弓箭向太子的时候，心里又是怎样想的呢？这件事会不会定国公的死有关呢？窦昭心乱如麻，没有此时更盼望着宋末归来的。此刻想到两人成亲已经有9天了，他不禁又问起宋末的行踪来。窦昭有什么事从来都不瞒着素心，素心自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有旦夕祸福。闻言眼神微暗，低声道，还没消息。他沉默了片刻，去了花厅。邀房出长辈，窦文昌的妻子窦家大奶奶比窦昭大25岁，已年过40。六奶奶郭氏和10奶奶蔡氏已是花信年纪，韩氏却正值妙龄。窦昭走进花厅的时候，郭氏含笑坐太师椅上，正陪着窦大奶奶和已经出怀的韩氏说着话，蔡氏却带着2个丫鬟欣赏着花厅里挂着的字画。四姑奶奶来了。郭氏一看见窦昭，就起身和窦昭打着招呼。听到动静的窦大奶奶和韩氏也站了起来。窦昭忙请上前扶了韩氏，您如今可是双身子的人，快坐下，快坐下，小心动了胎气。走了过来的蔡氏听了直笑，打趣着窦昭姑奶奶这才嫁了几天人，就知道动了胎气这样的话了，戏谑的味道很浓。可惜大奶奶和窦昭不熟，又自持是长孙媳妇，只是笑了笑。郭氏向来不喜欢蔡氏的聒噪，并不接腔。韩氏本来话就少，性子又有些刚正，蔡氏的话里透露的调侃让他不是很喜欢，自然也不会去搭话。一时间竟然有些冷场，这对向来能说会道被人夸赞的蔡氏来说还是第一次。他的笑容不免有些尴尬，但他向来敢说敢做，立刻笑道，七叔父本来只请大嫂、六嫂和我一起看看你的，谁知道六婶婶却让11弟妹带了过来，说是不放心，非要让11弟妹跟着过来前夫来袭，成重枕边妻，好像我和大嫂会粉饰太平似的。难怪人人都说姑奶奶就像六婶婶亲生似的，我这下可相信了，打破了刚才的窘境。窦昭不由在心里暗暗叹气。蔡氏能在槐树胡同横着走，可见不仅仅是因为她生2个儿子的缘故。窦昭笑着请娘家的几位嫂子坐下，说了会闲话，留着用了午膳，然后陪着他们四处走了走，就到了酉时。蔡氏赞不绝口，不怪大家都说姑奶奶嫁得好，不说别的，就说这头上没有婆婆，家里的事能自己说了算，就是顶好的一桩了，十分的艳羡。窦昭听了面色不愉，道，常言说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虽自由自在没人管，可万事都得自己拿主意，有时候也不免诚惶诚恐，还是家中有个长辈的好。窦大奶奶和韩氏听了不住地点头，蔡氏却在心里嘀咕，
这可真是马屁拍在了马腿上，这位姑奶奶可真是不好伺候。可想到英国公府是当朝屈指可数的勋贵，她只好压下心中的不满，笑盈盈的点头称是。窦大奶奶看着天色不早，笑着和窦昭辞行。窦昭也不客气，送他们到了垂花门。刚回屋换了件衣裳坐定，宋墨回来了。窦昭情不自禁地迎了出去。宋墨刚好撩帘而入。窦昭忙道：还要回宫吗？宋墨一愣，忙道：不用了，我明日沐休，后天下午进宫。不知道为什么，窦昭觉得心中一松。他见宋墨还穿着那天进宫时穿的朝服，一面吩咐丫鬟打水进来服侍宋墨梳洗，一面道：宫里的情景怎样？要不要我准备几套衣裳让陈和带着，你也好随时换洗。宋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在见到窦昭的时候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家里没有其他的女眷，他在京都又不认识什么人，他会不会很无聊？他不在家，也不知道父亲有没有为难他。窦昭毕竟占着媳妇的名头，就算是父亲为难他，严朝清等人也不好插了手。他会不会后悔嫁给了自己？令他让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回到家里，面对的竟然是这样平静、怡然，甚至是有点家长里短的窦昭。可这样的窦昭，却让宋墨心里却觉得他是宫里挺好的，是皇后娘娘担心，所以才会把我们都留在宫里的。他笑着解释道：我们是天子近臣，宫里有专门的澡房，我在宫里虽然没有自己的直房，但有自己放衣服和铺盖的柜子，平日也有帮着翻晒的人。窦昭点头，接过宋墨换下来的朝服，交给了素心，任由小丫鬟服侍他洗漱，自己则坐在炕上想着他刚才的话。宋墨回来了，内宫不得干预朝廷，这是太宗皇帝定下来的祖训。刻着太宗皇帝亲笔题字的石碑，据说就立在坤宁宫的宫门外。皇后娘娘却可以调动皇上的亲卫军，是因为这样辽王才有了野心，还是因为辽王有了野心，皇后娘娘才开始有所行动？书到用时方恨少，窦昭此时却恨自己前世对这些事关心的太少。待到宋墨梳洗完出来，他笑着倒了杯茶放在了炕桌上。宋墨从善如流地坐在了窦昭对面的炕上。窦昭打发了服侍的丫鬟，悄声问他：皇后娘娘怎么调得动你们这些禁军？宋墨没想到窦昭会问这个，有些意外，但还是很耐心地解释道：承平9年春，皇上批改奏章的时候突然昏迷不醒，后经太医院精心诊治，病虽然好了，却落下了个头痛的毛病。那个时候沈皇后已病天4-5年了，万皇后刚刚执掌后宫，跟着太医院的御医学了执法，每天给皇上按摩，皇上头痛的病症渐渐舒缓。承平11年，黄河决堤，奏折报到宫里的时候，皇后娘娘正在给皇上按摩，见皇上为赈灾御史的人选烦心，就推荐了当时还只是个翰林院编修的穆川。也是那穆川的运气好，当时皇上主意的叶世培得了痢疾，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便叫了穆川进宫照对。这才知道穆川的父亲曾任过开封府的知府，他从小跟着父亲在任上长大，对河工颇有心得。皇上就让他做了赈灾御史。他的差事当得极好，不仅没有流民滋事，而且还拿出了一套整治黄河的方法。叶世培看了大为赞赏，并照着他的方法治理黄河，这几年黄河一直没有决过堤。穆川也因此一路高升，累官至工部尚书、中极殿大学。皇上见皇后娘娘有识人之道，偶尔会和皇后娘娘说起朝中之事，皇后娘娘每每都能一语中的。时间长了，皇上对皇后娘娘越发的信任了。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流露出少有的踌躇之色，但很快又隐于眼底，温声道：有一次，皇上突然犯病，皇后娘娘怕被人看见皇上失仪，吩咐宫女关了坤宁宫的宫门，却被皇上失手推倒在地，额头磕在了香炉上，满脸是血。可皇后娘娘抱着皇上，硬是不撒手，一直等到皇上平静下来，太医院的御医赶到，这才用盐水草草清洗了一下伤口。皇上之后很是愧疚，就给了皇后娘娘调动金吾卫、骑守卫和神书营的权力。前世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穆川是皇后娘娘的人，窦昭骇然失色。皇上竟然病得这样重。现在是承平16年，也就是说皇上已经病了7年了。他隐隐有点明白为什么辽王的宫便能成功了。宋墨点头，声音也低了几分。前些年还只是隔个2-3年犯次病，可今年已经连着犯了2次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忧心忡忡，显然很担心皇上的病情。窦昭只得安慰他，若是皇上病重，就会涉及到储位之事，你还是注意些，英国公府声名显赫，最好不要参与到其中去，谁做皇上不要笼络朝臣。这从龙之宫或许对别人而言是机遇，于我们却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他的话婉转中带着几分直率，直率中又带着几分劝慰，让宋墨眼睛一亮，又疑惑道：你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今天早上嫂嫂们来看我，说起家乡的一件异母兄弟争产的旧事，我有感而发。窦昭脑子转得飞快，道：300-500斤的家产，且争得头破血流，何况是这么大一片江山？宋墨失笑，觉得窦昭的疑心很重。按道理，窦昭这样的人，等闲不会相信谁，可不知道为什么，窦昭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他不由盯了窦昭看。窦昭穿了件加长的翠绿色夹袄，脸色红润，看上去很精神，耳边的珍珠当流动着明润的光泽，映衬得他的面庞细腻如脂，明艳非常。怎么了？窦昭不由摸了摸自己的脸，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没什么。宋墨道：先前看着你脸上有道印子，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你发上珠钗的反光，是我看错了。哦。窦昭松了口气。宋墨已道：这几天你在家里做什么呢？窦昭顿时来了兴趣，把淘气重去真定打听自己却被段公义等人打了闷棍的事讲给宋墨听。宋墨错愕，随后畅快地大笑起来，道：你若生在春秋战国，只怕是第二个孟尝君鸡鸣狗盗，人才济济呀。又道：段公义这件事做得好，你应该重重赏他才是。窦昭不由抿了嘴笑，说起陈先生等人会在10月来京的事，到时候怎样安排，还请世子拿个主意。这是窦昭的陪房，宋墨断然没有把人收为己用的道理，何况宋宜春对宋墨的敌意昭然若揭，窦昭身边也需要人护卫。他商量窦昭，不如就住进仪志堂吧，把内院的事交给他们。这也是窦昭的打算，到对外只说是我的陪房，关键的时候却可以帮着你做事。严先生等人在明，陈先生他们在暗，才是万全之计。宋墨本就有些眼热陈曲水的善谋，段公义的善法，不禁有些跃跃欲试，越想越觉得窦昭这主意好。不过人数好像也太多了些，可能是嫁妆准备的太匆忙，窦昭的陪嫁多是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甚至还有抬银票，却没有什么田庄商铺。既然决定了一明一暗，突然冒出这么多人来，得有个合理的解释才是。他笑道：我就跟严先生说一声，让他在10月份之前给你置办几个田庄，到时候只说是岳父大人赐给你的梯级。说到这里，他不由失笑，有了那一台银票垫底，不管岳父大人做出怎样惊世骇俗的事来，恐怕大家都不会觉得匪夷所思。窦昭嗔怒：不许说我父亲的坏话。那斜睨过来的目光带着几分不经意的妩媚。宋墨心中砰砰乱跳，岂敢岂敢！他急声道：只是觉得岳父是性情中人而已，绝没有戏谑之意。说到这里，心中一动，笑道：岳父送了我们一份那么大的厚礼，派几个护卫来，也是理所当然，情之所至。倒可以解释窦昭身边为何有这么多护卫了。窦昭这才明白他为什么担心，眼底不由闪过几丝促狭之色，道：这个你不用担心，陈先生他们来后还会带一部分产业过来，到时候大家就不会怀疑我为什么有这么多陪房了。岳父嫁窦昭最少也花了5-6千金，纵然再补些产业给窦昭当陪嫁，也不会太多。宋墨并没有放在心上，问起英国公来：我走后，父亲可曾把你叫去问话？没有。窦昭笑道：公公早上走的时候，我还没有起床，他下了衙，通常都有很多应酬，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我不便过去问安，这几天倒一直没有碰到公公。宋墨心中稍安，道：你也没有遇到天恩吗？前天他曾派了个小厮给我送了2包茯苓粉过来。窦昭说着，忍不住笑了起来，说吃了可以凝神养气，让我吃完了再跟他说。宋墨听了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歉意地对窦昭道：他就是这个性子，从小被母亲宠惯了。说到这里，不免有些唏嘘。窦昭遂笑道：我没有弟弟，会把他当亲弟弟一样看待，你放心好了。是啊，有窦昭在身边，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宋墨一扫刚才的颓然，笑道：对了，我记得你要真定的田庄和家里都有很大的花圃，仪志堂后面也有个小花园。明天我休沐，不如帮你翻土搭架，整个花圃出来吧。你看看哪里合适？要不要搭个花棚？我记得丰台那边的花农，家家户户都搭花棚。要不要添几块太湖石之类的？顾玉这几天正好有事要去趟淮安，我让他好好的帮你挑2块石头。窦昭奇道：你去丰台做什么？宋墨道：有朋友在丰台大营当差，路上看到很多花农的花棚，一时好奇，过去问了问他，是说做就做的性子，一面说一面下炕踏着鞋子，要和窦昭去小花园。望着宋墨兴冲冲的样子，窦昭不由得啼笑皆非。马上要立冬了，哪有这个时候翻土搭架的？要整花园也得开了春才行啊。是吗？
宋墨潸然，踏着鞋子的脚僵在了那里，眉宇间有着进退两难的尴尬。窦昭看着，心湖中却如同被投入了一块石子，涟漪一圈圈地荡漾开来。宋墨贵为英国公府世子，什么样的朋友在丰台大营当差，才会让他亲自去丰台大营探望？他仿佛又看见那个在菊田里帮他挖菊苗而满头大汗的毅力少年。不过窦昭笑盈盈地望着宋墨，眼底有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纵容。这个时候搭花棚倒是正好，说不定还可以赶着种一茬水萝卜。等到过年的时候，用小竹筐装了，是再好不过的年节礼物了。他这是在给自己解围呢，还是真的能种一茬水萝卜呢？宋墨凝神着窦昭，笑意却从眼底溢到了眉梢。花棚里还可以种水萝卜吗？他穿上了鞋，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所以说你不懂架墙吗？窦昭笑着和宋墨并肩出了内室，要不然大冬天的哪来的水萝卜和小黄瓜？他用商量的口吻对宋墨道，要不我们今年也试着种种吧，到时候如果种了出来，就给宁德长公主、陆老夫人这些亲戚都送些去，你看如何？好啊。宋墨根本不懂这些，自然都听窦昭的，要不要请个人过来帮忙？两人说着穿过穿堂往小花园去了。跟着他们身后的素心不禁低了头偷笑。小姐最不耐烦哄人，却总是情不自禁地哄着世子爷。说的是小花园，一制堂的小花园也占地约有5、6亩的样子，四周游廊环绕，绿树成荫，中间是一大一小2个相连的湖泊，大的如明月，小的如弦月。大湖中有个8角琉璃亭，小湖旁则有座水榭，水榭左右是2株合抱粗的香樟树，一派江南园林的景致，十分的优雅。窦昭抿了嘴笑，问宋墨，花棚盖在哪里好？因这里是世子居所，布置偏于硬朗而少了几分柔美，不像英国公府上房后面那个带小佛堂的花园，是英国公夫人居所，不仅有花房，还有太湖石叠成的假山，汉白太砌成的九曲桥，临湖而砌的戏台，无一不彰显精致。宋墨指了水榭旁的一旗芍药，那里如何？窦昭仔细地看了看，只有盖在那里不至于破坏了眼前的美景，这绝不是他临时想起来的，恐怕是早就来看过，拿定了主意。清冷孤傲的人流露出体贴温柔的时候，就特别让人感动。还是别动那一旗芍药了。窦昭的声音不知不觉中透着出几分雀跃，等到明天春季，我渐种些牡丹和茶花进去，就可以一年四季花开不败了，在那里盖座花棚。可惜了。宋墨苦恼道，那盖在什么地方好？他现在才觉得一制堂有些小。窦昭笑道，厨房后面不是个小小的退步吗？我寻思着不如就把那退步改成花棚好了，若是种出了水萝卜和小黄瓜，正好送到厨房，也免得跑这么远来摘。他开着玩笑。宋墨却认真地想了想，笑道，这个主意好，那就这么办好了。他高声喊了陈和，吩咐他去买石料，找工匠，并让他打听哪里有水萝卜和小黄瓜的秧苗卖，并道，贵些也无妨，只要能赶上这季的庄稼。在陈和看来，这纯粹就是没事找事。500文一筐的水萝卜，150文一筐的小黄瓜，想什么时候吃就让丰台那边的瓜农送来就成了，何必又是盖棚子，又是找种子这样的费事？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种出来，恐怕还得请几个仆妇专门照顾这棚子。但他还是恭敬的应是，退了下去。宋墨就和窦昭商量，要不我们也在什刹海买个宅子吧，你可以隔3差5的去住些日子，这样就可以在那边弄个大点的花棚了，以后再说吧。极品风流学生，重生太子爷。窦昭低声道，我才刚嫁进来，我们就在外面这宅子，肯定会有人说3道4的。而且我还有个想法，婆婆只有你和天恩这2点骨血，照理我们应该很亲近才是。公公这些日子早出晚归的不在家，天恩却不敢来拜见我，只敢私下底给我送些东西来，可见公公对她管束十分的严格。她又是被婆婆和你宠着长大的，受不得磨难，时间一长，只怕这性子会更畏畏缩缩的。我想在我没有正式封告之前，最好还是以不动应万变，什么事也不要管，什么也是不差的。一旦我被正式封为夫人，就争取向公公把管家的权利要回来，一来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打理天恩的日常起居，二是可以通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事，知道公公都在做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2桩事你就交给我好了，你正好可以空出精力来注意朝中大事。皇上生病是可以影响社稷之事。窦昭真的和其他女子都不一样。宋墨点头，看着他的目光有着毫不掩饰的欣赏之色，看得窦昭颇有些不自在。还好陈和气喘吁吁跑了过来，世子爷，汪格汪公公过来了，
他抹了抹额头的汗水，说是奉了皇上之命，让您明一早带了夫人去给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请安。这是让他去觐见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啊。上一世他做了10几年的侯夫人，也不曾有这样的殊荣。窦昭不由啊了一声，宋墨则蹙了蹙眉，道：怎么突然让我们进宫？不知道。陈和低声道：说是您前脚出宫，皇上后腿就问起您来了。知道您回来了，皇上没有作声，皇后娘娘就在一旁进言，说您一直担心着皇上，成亲3天就进了宫，知道皇上平安无事才出了宫。说到这里，他悄悄地瞧了窦昭一眼，声音压低得更了。皇后娘娘还说，您就这样把新娘子丢在了家里，回来之后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新娘子关在门外，皇上听了就让汪公公来传话了。应该不是什么坏事。窦昭松了口气。宋墨问：是我让一个人去接旨，还是让夫人一起去接旨？窦昭虽然没有正式封为夫人，但请封的折子宋墨前几天就递了上去，府里的人按着惯例称窦昭为夫人，是口谕。陈和道：汪公公是来递牌子的。宋墨回头对窦昭点了点头，道：我去就来，还是我们一起去吧。窦昭却笑道：毕竟是宫里出来的内侍，我怎么也应该去打声招呼才是，而且以后免不了出入内宫，多认识个人就是多结了份善缘。汪阁汪公公，汪渊的干儿子，前一世在辽王登基之后成为了乾清宫的大总管，虽然比不上秉笔太监权高位重，却也是辽王身边的心腹之一，而且他还是出了名的心胸狭窄，睚眦必报。官宦人家多瞧不起太监，觉得太监6根不全，还喜欢搅乱朝政，却不曾想对于生活在进宫的皇上皇后而言，这些如藤萝依附他们而生的太监要比那些内阁大学士更亲近。宋墨觉得窦昭话很有道理，和他一起去了仪制堂的正厅。汪阁25、6岁的年纪，相貌周正，一双眼睛十分的灵活，一看就是个聪明机敏之人。两相见过礼，汪阁把陈和所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并笑道：世子爷不必担心，有皇后娘娘帮着说相，皇上定不会为难您和世子夫人的。府里的人可以称窦昭为夫人，窦昭却不想让汪阁抓住把柄，忙道：妾身惶恐，不敢当夫人之称万仙归宗。然后塞了个封红给汪阁，妾身乡野之人，见识浅薄，明日宫中觐见，还公公多多指点。汪阁忙道：夫人哪里话，我和世子爷可不是一般的交情。然后要将封红还给窦昭，您这样可就折杀我了。窦昭道：正因为您和世子爷不是一般的交情，您辛辛苦苦来给我们的信，本应请您喝杯茶再走，又怕皇命在身，耽搁了您的差事，也不过是些茶水费而已。又把那封红推了过去。宋墨也笑道：不过是请公公喝杯茶，公公千万不要推辞。汪阁这才将封红收了起来，说了几句客气的话，出了仪制堂。窦昭心中微松，宋墨就安慰他：不必紧张，他不过是个小小的7品内侍，若是对你不敬，我自有办法收拾他。窦昭横了他一眼，心想：你是不知道以后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才敢这样站说话不腰疼。他罕见的小女孩模样让宋墨十分的稀罕，竟然笑打趣道：怎么，你不相信我？自然是相信你。窦昭见宋墨像个蒸糖吃的小孩子，笑不可支，催他快去用晚膳吧，明天一早进宫，用了晚膳我还得打点一下行装。说到这里，这才想起明天进宫不知道穿什么好。他对宋墨道：你派个人带素心去趟宁德长公主府吧，我要问问宁德长公主，明天我穿什么进宫好。按理她还是新娘子，可以穿了官太太穿的通袖袄进宫，可宫规森严，又怕这样犯了忌讳，被人抓住了把柄。宋墨奇道：这还要问公主吗？但还是吩咐陈和陪素心走趟宁德长公主府。窦昭和宋墨回屋用了晚膳，又移到内室，一面喝着茶，一面等着素心。宋墨就趁这个机会把宫中的几位嫔妃的为人是什么出身，比之间的恩怨讲给窦昭听，又怕窦昭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道：毕竟是宫闱之事，有些也是我道听途说而来，事情到底如何，还要你自己把握，说这些给你听，也不过是让你不至于事到临头却什么也不知道而已。我知道了。窦昭笑道：我会趁着这次进宫仔细观察几位嫔妃的。宫中寂寞，有时候那些嫔妃比市井的妇人里喜欢八卦，而那些八卦时至最后都被验证是真的，比那些内阁大臣的消息还灵通。两人正说着话，素心折了回来。宁德长大公说，让您穿件真红的通袖夹袄进宫就是了。他曲膝给窦昭、宋墨行了礼，皇上这些年越发喜欢家长里短，您是新娘子，穿这身衣裳进正好。还说让你说话不必慌张，皇上问什么就像答自己伯父的话一样，
恭谨中不失亲昵就行了。至于皇后娘娘，那是最好说话不过的人，只要心存恭敬，就是答错了也不要紧。倒是太后娘娘那里，让您说话注意些。太后娘年纪已高，耳朵有些不好使了，偏偏最忌讳别人知道她老人家耳背，您回她老人家的话时，记得要大声点。宋墨听了不由笑了一声，道：没想到你竟然能得了宁德长公主的青睐。我长这么大，她老人家和我说的话回起来也不如今天和你说的话多。明明知道宋墨是在逗他开心，窦昭还是忍不住扑哧的笑了出来，吩咐素心：你把世子爷的话记好了，以后宁德长公主和世子爷说的每一个字你都数清楚了，看看宁德长公主到底和世子爷说过几句话，免得世子爷在这里哄人抗战往事。心里却在感叹，难怪上一世他的忘年之交宣宁后夫人说这做儿媳妇没有什么诀窍，就是早市下完禀告而已。他拿了儿媳妇的做派去结交宁德长公主，没想到竟然得了他这样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素心只是笑，小姐也知道世子爷是在哄她，两人也就离琴瑟和鸣的日子不远了吧。他跟了甘露进来，帮着窦昭准备明天进宫穿的衣饰。宋墨本来还想问问窦昭放印子钱的事，见几个女子在内室翻箱倒柜的，只好把话咽了回去，自己一个人跑到书房去练字了。等他回屋，窦昭已经准备好了，衣架上挂着大红色的通袖袈裟，镜台上摆放着一套镶着莲子米大小的珍珠的珠光宝气的头面，袖墩上放了双崭新的墨绿色张绒绣鞋，一旁的屏风上还搭着几件各色的中衣。窦昭正盘腿坐在楠木床上包着枫红，屋里显得有些凌乱，却有种让他感觉到安宁的气息，好像他已经和窦昭生活了很多年似的。窦昭再精明能干，井井有条，他也能撞见他从不为别人所知的迷糊疏懒的一面。这样的窦昭让宋墨觉得真实而又亲近。他草草地梳洗了一番，心满意足地上了炕。窦昭就问他：一个枫红5两银子，少不少呀？宋墨看他手边堆了一堆枫红，惊讶道：你怎么有那么多小额的银票？窦昭笑着瞥了他一眼，道：难道我就不能有私房钱吗？宋墨尴尬地笑，道：你包了多少银子？我明天让陈和补给你。那倒不用了。窦昭低了头，继续包着银票。如果不能中饱私囊，谁愿意主持中馈，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啊？宋墨不禁失笑。他刚把仪制堂的内院交给了窦昭打点，没有想到窦昭说话这样的有趣。他伏在炕上和窦昭说话：一年不过几千两银子的开支，你怎么中饱私囊啊？这你就不懂了。眼前的男子眉眼如此的精致漂亮，就是说话也变成了让人赏心悦目的事。窦昭继续和他胡扯，这银子从来都是积少成多的。同样是山楂糖，南京出的就比京都出的味道要好，可也贵8文钱。同样是福饼，福建出的不过比山东出的个大，虽然味道差不多，却要贵20几文钱，这难道都不是银子？宋墨骇然：你不会连这几文钱都要克扣吧？我是这样没有品的人吗？窦昭嗔了宋墨一眼，有几个人是靠攒钱攒出了千万家财的？何况是这种从自己嘴里省银子的事，岂不是自己克扣自己？10于4月上市，3月就往了来卖，价格却是4月的1倍有余。辽东的米软糯，900文一担；江南的鲜米硬朗，700文一担。做粥的时候用2碗辽东米加1碗鲜米，做饭的时候用2碗鲜米加1碗辽东米，做出的粥和饭都好吃。一年下来也有个5、600两银子的进账，拿了一半到银楼去存着。一年也有6分的利钱，再拿了另一半的银子放给那些贩棉花、贩茶叶的贩子，却是15分的利。2年下来也有1、2千两的银子，怎么就不是钱了？他说着，神色有些恍惚，想起了自己刚嫁到济宁侯府时的情景。宋墨却听得心酸。窦昭一个养在深闺的千金小姐，吃个粥饭还要用2种米掺着，这是什么样的日子才能逼出这样的法子来？他决定再也不问那印子钱的事了，是道若是这样能让窦昭安心，能让窦昭高兴，何乐而不为？京都的勋贵之家，谁不做点这事那事的补贴家用？他老婆不过是放个印子钱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踏了鞋下炕，半蹲在了楠木床的床榻上。寿姑，宋墨正色地道：我每年再给你加5千两银子吧，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好不好？他微仰着头，凝视着窦昭，墨玉般的眸子仿佛被水浸透了似的，如澄净的湖面，倒映着他的影子。窦昭愕然，随即明白了他的心意。他顿时眼睛有些湿润。他从来都不怕付出，可有时候你付出了，别人却觉得是理所当然。纵然他再豁达，也有意难平的时候，何况他不是个豁达的人。他也有希望得到赞美，得到欣赏的虚荣心。
窦昭有些激动，心里还涌起股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的羞涩，竟然有些赧然起来，半是掩饰，半是关心地道：你养了那么多的人，正是缺银子的时候，5000两银子可以养10个身手高超的护卫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我要是缺银子，再向你要。宋墨是个聪明人，又善于察言观色，他全副心意都放在窦昭的身上，哪里还看不出窦昭的情绪。他想到了他们初见时的剑拔弩张，想到了他救他时的杀伐果断，想到了他答应他求婚时的冷静理智，他突然意识到窦昭是个遇强则强的人，可若是遇弱呢？他忍不住心如骨泪。我现在成了亲，有了自己的小家，内院的事自然就得和外院分开了。他含笑望着窦昭，表情虽然带着几分不经意，可莫名的，窦昭却感觉到他好像在审视自己一样，还带着几分紧张。你擅长李家，我多拨点银子给你，就当是我们的私房钱好了。他笑道，我一直想让河南野铁名师欧师傅帮我仿隋唐时的名将打一柄槊，可惜母亲认为太危险，没有答应，之后又一直没有机会办这事。我把银子给你，你帮我收着，到时候给我打柄槊好了。男孩子好像都很喜欢这些东西，比如名剑，比如良驹。窦昭一向觉得这是件好事，相比起在梨园里包戏子，在八大胡同里一掷千金，这种爱好有着天壤之别，而且还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可答应后才想到，既然蒋氏不同意，可见打槊这件事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也许有让人为难的地方。窦昭不由问道，打槊有些什么条件？就是很花时间，很费银子。在窦昭答应他的那一刹，他就知道自己找对了方法。窦昭慷慨大方，不会把那些身外之物放在眼里，能打动他的唯有真心的关心。宋墨压制着心里的激动，笑道，比如说槊长3尺，需要上好的胡杨木，偏偏这胡杨木长在边陲，生长缓慢，1年也长不到2分，还要树干笔直就不太好找了，这还都是次要的。我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的，大舅却觉得这样容易在我手上留下茧子，内行的人一看就会掀起了戒心，便让我练了那家功夫。说着，他将手掌摊给窦昭看，果真是晶莹剔透，像玉雕的似的，不要说茧子，就是个疤痕也没有。窦昭觉得比自己的手还要细腻柔软，母亲怕我得了槊，改练槊术，荒废了内功，所以才不同意给我打槊的。窦昭既然答应了宋墨，自然会帮他办到，到底是不是这样，他一打听就清楚了。他可不想让宋墨处于险境无限艾泽拉斯，他可是他费了老大功夫才保住的人。他望着他单薄的衣裳，不由道，炕上的褥子软不软和？要不要到床上来睡？好啊。宋墨一跃而起，脸上有掩饰不住的雀跃。窦昭迥然，他只是关心他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可此时再解释，不仅有欲盖弥彰之嫌，还显得有些矫情。窦昭脸上火辣辣的，正要腾了地方给宋墨，门外却传来素心的声音，世子爷、夫人，国公爷回来了，派了人来传话，让您2位过去。宋墨和窦昭俱是错愕，宋墨的眉宇间更是闪过一丝不快，说了句知道了，吩咐素心进来服侍窦昭更衣。窦昭则是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面下床更衣，一面问宋墨，知道是什么事吗？宋墨想了想，道，可能是听到皇上让我明天带你进宫的消息了，淘气重，没有这么快回来。窦昭颔首，如果皇上迁怒于宋墨，大可以责罚宋墨一番，即使让宋墨带他进宫，多半是有恩赐。一旦他获得了太后娘娘或是皇后娘娘的认可，除非他败坏门风被人当场捉住，否则英国公永远不可能强迫宋墨休妻了。这一点宋宜春应该很明白，也应该很担心。窦昭和宋墨去了西厢院，9月的西厢院虽已没有了满院的飘香，桂花树却依旧绿意盎然。宋宜春不知道在哪里喝了酒回来的，虽然梳洗过了，还是难掩身上的酒意。待宋墨和窦昭给他行过礼，他目光闪动，表情显得有些诡异，慢条斯理地道，我已经决定了，娶魏州魏都指挥使华堂的长女为继室，过几天就会下定，你若是没事，就在家里帮忙打点打点。最后一句却是对宋墨说的。宋墨和窦昭都十分的震惊，可也都没有流露出异样的表情来，齐齐躬声应是，问宋宜春还有没有什么交代，如果没事就先行告退了。宋宜春有些失望，自己的这个儿子任何时候都是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样子，不知道什么事能让他吃惊。他有些潸然，但儿媳妇窦氏的平静却让他很是意外。看他那样子，应该是个聪明人，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续娶华氏的用意？想到这些，他心里又升起几分希望，儿媳妇若是敢插手他的事，他就能以不孝为由夺了他的夫人之位。
一个没有夫人之位的世子之妻，先就底气不足，能干什么？宋宜春又志得意满地笑了起来。宋墨回到仪制堂的时候，全身都散发着一股冰冷的气息，足以让远远看见他的人都噤若寒蝉，可他却下保证似的对窦昭道：你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他父亲想娶谁就娶谁，他根本不关心，可若是父亲想找个人来打压窦昭，他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的混沌剑神。窦昭见他的鬓角都有青筋冒了出来，不由得安抚他道：事情也没你想的那么糟糕，这不还没有下定吗？还好父亲提早告诉了我们，要是下了定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岂不是更被动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知道公公怎么突然和华家搭上了关系，才能见招拆招。不管宋宜春是看中了华家的女儿，还是为了压制她才决定续弦的，在他没有掌管英国公府内院之前，他都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华家就是汪清源上一世的婆家，而华家的强势与蛮横给窦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想到他这一世竟然要和华家打交道。宋墨被父亲气糊涂了，听窦昭这么一说，他很快冷静下来，叫来了陈和：你去问问杜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父亲要联姻，杜维那边不可能一无所察。陈和应声而去，可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宋墨和窦昭还没来得及换件居家的衣裳，陈和就折了回来。世子爷，杜维派了个人过来，说是有件关乎国公爷续弦的事，10万火急，正在二门外等着通禀。看样子杜维并没有失职。宋墨神色微余，让陈和把人领到书房去，然后对窦昭道：你换了衣裳也一块过来听听。窦昭也想知道宋宜春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应了一声，匆匆换了衣裳去了书房。杜维派过来的是个15、16岁的小厮，相貌身材都十分的普通，是属于那种丢到人群里就找不到的人，口齿却很伶俐，显露出几分不平凡来。魏州魏秋陵千户所的千户出了借席不还之事，被苦主告到了兵部。兵部查证属实，又因苦主家没有承袭之人，因而准备收回秋陵千户所世袭千户之职。华堂想让长子顶了这个缺，就走了长兴侯的路子，到京都来送银子。小厮没想到还会有人进来旁听，不由瞥了一眼，谁知道这一瞥之下，忍不住又多看了2眼，说话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正好在5军都督府门口碰到了国公爷，后军都督府掌印都督安陆侯就拉了国公爷去喝酒，国公爷好像正巧没什么事，就跟着一起去了。席间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只知道一散席，那华堂就满脸兴奋地吩咐贴身的随从往魏州赶，因为您曾经吩咐过，不管国公爷做什么事，只要有一点异常，就要想办法弄清楚盯梢的人，就给杜爷传了个暗哨，杜爷派了人装作打劫的劫匪，从那随从身边摸出封信来，这才知道华堂知道国公爷没有续弦，想把长女嫁给国公爷，由安陆侯做媒，国公爷没有拒绝，华堂忙让人去魏州给华夫人报信，索要华大小姐的生庚八字。杜爷看着情况不对，忙吩咐小的来向世子爷讨个主意。宋墨一双眼睛寒星似的道：送信的人发现信丢了没有？没有。小厮不敢再看窦昭，眼观鼻，鼻观心，声音也渐渐恢复了沉稳。杜爷又派人将书信塞了回去。宋墨点头，怕窦昭听不懂，解释道：各位所千户百户多是袭职，有时父亲去世了，儿子尚小，不能管理卫所，就将这袭职借与亲戚，说好5年或是10年归还。那讲信誉的还好，会按期归还，不讲信誉的常常一借不还。想必这个丘陵千户所千户的袭职借与了亲戚，结果儿子没长大成人就没了，和亲戚讨价还价，最后条件讲不拢，那户人家索性把亲戚告到了兵部，大家一拍两散，谁也别想讨了好去。而魏州卫隶属大同总兵府，大同总兵府又属5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督管。华堂若是想让长子顶替丘陵千户所千户，必须得到长兴侯时端兰河后军都督府掌印都督安陆侯周朝宇的支持。小厮的话窦昭都听得懂，他微微颔首。宋墨冷笑，华堂打得好主意，只可惜是这次拨错了算盘珠子。他吩咐那小厮，你去跟杜维说，让他把华家的人盯紧了，包括安陆侯在内，我要知道他们这几天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小厮应声退了下去，黑道之喋血江湖。宋墨和窦昭回了内室，窦昭给宋墨倒了杯茶，宋墨坐在临窗的大炕上，一边喝着茶，一边想着心思。窦昭看他这样子，自己哪里还有睡意，陪坐在一旁做着针线。宋墨笑道，你快去睡吧，明天一早还要进宫。窦昭希望给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一个好印象，的确不太想熬夜，可看着宋墨这样，他也躺不下去，不禁道，
反正魏州到这里也不是1天2天的事，你也早点歇了吧。睡一觉起来，精神更好，头脑也更清醒，说不定就有了好主意。宋墨点头，上了床，靠在床头继续想着心思，再也没有了刚才的旖旎。窦昭又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种矛盾的心情，恐怕只有两世为人的人才能明白。翌日丑时刚过，宋墨和窦昭就起了床，按品着装后，两人去给宋宜春问安。宋宜春的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逗留了好一会，仿佛要从他们神色间发生些什么就好，最终却一无所获，不由锁着眉头，挥手让他们退下，并没有送他们进宫的意思。这样更好。窦昭和宋墨坐车往宫里去，一路上不时遇到上早朝的马车和轿子。3品以上官员的马车前和轿子旁都有随从提着写了姓氏的气死风灯笼，3品以下的官员则提着光秃秃的气死风灯笼，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谁的马车和轿子。大家按品回避，秩序井然。窦昭看着有趣，心情大好。在人群中想找到伯父或是父亲的马车，可惜没看到。等进了宫，他们才知道皇上已经去上早朝了。宋墨笑道：我们在这里等会儿，不等难道还能回去不成？窦昭抿了嘴笑。宋墨看着他情绪还好，心中略定。左右都是宫女，两人也不好说什么，枯坐在那儿喝了几杯茶，眼看着天色大亮，才有内侍匆匆跑了过来。世子爷，皇后娘娘去了慈宁宫，让您去慈宁宫叩见。窦昭和宋墨又往慈宁宫去。上一世他虽然每逢大小朝见也进宫，可都是顺着那些朝见的内外命妇一起，大家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偶尔抽空小声说上2句话，好像很快就到了。不像现在，一路上全是耸立的高墙，寂寥无人的夹道，不管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是一样的，只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好像永远没有尽头似的。他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在宫里当值也是件苦差事，难怪魏廷珍不愿意魏廷瑜出来领差事了。宋墨见窦昭额头沁出几滴汗珠来，掏出块帕子递给他，擦擦汗，马上就到了腰间先。领他们去慈宁宫的内侍不由回头看了窦昭一眼，窦昭正朝着宋墨微笑，并没有注意到。内侍领着他们进了慈宁宫，直接往后面的偏殿去。窦昭知道那里才是太后娘娘的寝宫。上一世他最多只到过正殿，路上不免左右打量了几眼。一个相貌娟秀、正值花信年纪的宫女正站在偏殿前等。宋墨朝她拱了拱手，称着兰姑姑。窦昭则上前取膝行礼，跟着喊了声兰姑姑。兰姑姑笑着点头，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窦昭，目光柔和，对他颇为友善，转身领着他们进了偏殿。偏殿里只有太后娘娘和皇后娘娘。太后娘娘穿着家常的丁香色装花被子，坐在罗汉床上，乌黑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挽着个嘴儿，只在手上戴了枚鸽子蛋大小的祖母绿戒指，看上去不过40出头的样子，实际上5年前已过了60大寿。皇后娘娘坐在太后娘娘的下手，皮肤白皙细腻，容长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非常的明亮。她的眼角虽然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却并不让人觉得她憔悴，反而让人觉得她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两位窦昭在上一世都曾不止一次的见到过，可那时候两人给他的印象却和此时完全相反。太后娘娘和蔼可亲，皇后娘娘肃穆端庄。特别是太后娘娘，她最后一次见到太后娘娘的时候，皇上已经病遍，辽王封太后娘娘为太皇太后，他们这些外命妇奉命进宫朝贺。太后娘娘形容枯槁，如同80岁的老妪，由人搀扶着，没有完成受命仪式就晕了过去，没过2天就病逝了。她至今还记得太后娘娘那骷髅般僵硬的面孔。窦昭低了头，和宋墨给2位娘娘行了叩拜之礼，然后他听到皇后娘娘声音温柔地对太后娘娘道：虽说是在乡野长大的，可这礼仪却觉得不错，可见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窦昭想到这位皇后娘娘升格为太后娘娘之后，竟然敢杖毙了辽王的宠妃，而已贵为天子的辽王却大气也不敢吭一声，就觉得有些紧张。他垂着眼睑，恭敬的垂手肃立在一旁，听到太后娘娘略有些不悦地道：北楼窦氏乃是诗书礼仪传世之家，教养出来的姑娘，自然不会差到哪里去。窦昭就听见皇后娘娘忙笑着应了一声是，声音显得格外的温驯。这样的皇后娘娘并不是他前世所了解的那个皇后娘娘。太后娘娘朝着窦昭招手：你走过来，让我仔细瞧瞧。